逃离残酷命运的深夜，狂奔，却在血泊中迎来了冰冷的终局。再次睁开双眼，早已惨死的父亲竟温热地守在床前。这一次，他绝不再当任人宰割的牺牲品。恶人也有高低之分，有的能与强者抗衡到底，有的只是微不足道的障碍，而言却属于最无能的那种。父亲百里一刚离世，言身着丧服在灵堂守灵，旁人却在一旁冷眼议论，指责他生前只会给父亲添乱，如今依然是个一无是处的角色。在言看来，平凡的石头摆在旁边，才能显出宝石的耀眼，而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，不过是为了衬托强者的光芒。父亲的突然离世，让言突然记起自己的前世。这里其实是一部他看过的小说世界。他的父亲百里一刚不仅是名门百里家的三公子，还是小说中柳青的师傅。但在原著的设定里，父亲的无私牺牲不过是为了帮那个自私的柳青激发真正的潜能。意识到父亲只是柳青成长的垫脚石，言感到十分蹊跷。言虽然很久没读过原著，却清楚记得接下来的剧情。父亲的死只是一场长达10年江湖屠杀的开端。尸神奸言打碎了手中的茶杯，碎片划破了他的手指，可周围的人非但没有关心，反而继续嘲笑他是个毫无武学天赋的废柴。意识到自己只是无关紧要的存在，言决定逃离百里家，只要远离原著的主线剧情，就能在别处重新开始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他趁着夜色一路狂奔，可没跑多远，视线突然变得一片模糊，一阵强烈的眩晕感瞬间将他吞没。倒在血泊中的言，眼前出现了一名神秘男子，对方看着奄奄一息的他，嘲讽百里一刚的女儿竟如此脆弱。趴在地上的言满心困惑，想不通自己为何会突然倒下。神秘男子缓缓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在神秘男子的嘲笑声中，言的视线彻底陷入黑暗，就这样憋屈的失去了生命。剧烈的痛感再次袭来，耳边充斥着责骂与殴打。在绝望呼救的瞬间，言猛地睁开了眼睛。睁开眼，言发现自己竟好好的躺在房间里。他明明记得自己刚刚已经死去。转过头，床边正坐着他的父亲百里一刚，正满脸担忧的紧握着他的手。看着眼前的父亲，言心里充满困惑。刚才体验过的死亡与痛苦，难道只是濒死前产生的走马灯？在言的印象里，父亲性格十分刚强正义，唯一次掉眼泪就是当年守在他床边自责道别。眼前的场景和他记忆中的画面完全重合，言更加认定这只是走马灯。看着伤心落泪的一刚，言微笑着安慰父亲，让他不要再哭。可听到这句话的一刚直接愣在了原地，眼里满是前所未有的震惊。在言的记忆里，随着自己渐渐长大，父女俩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他甚至记不清父亲微笑时的模样。可父亲笨拙的付出全都是真心，为了他甘愿牺牲一切，也是这2辈子里唯一真心对待他的人。想到这里，言忍着身体的剧痛坐起身，看着眼前落泪的一刚，微笑着向父亲说出迟到的道歉与爱意。言以为表达完心意就能心满意足的合眼安息，没想到一刚突然冲上前，一把将他紧紧抱在怀里，感受着父亲身上熟悉的清香。听着一刚哽咽的自责，言一时间愣住了。一刚流着泪向女儿道歉，说自己一直以为言在怨恨他，是他没有理解女儿的感受，这一切都是他这个做父亲的错。感受着父亲温暖而真实的拥抱，言彻底懵了。这种真实的触感完全不像是临死前的走马灯，言这才猛然反应过来，自己竟然真的重生回到了小时候。这意味着在这一世里，他终于有机会得到应有的爱与幸福，属于他的全新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刚重生的言还没缓过神，只是呆呆地坐在床上发愣。贴身侍女当勤推门进来，见言没有回应，直接厉声大叫让他清醒点，随后把洗脸水往旁边一放，态度恶劣的要他自己洗漱。面对侍女的无礼，言只是乖乖点头。当琴满脸嫌弃，甩手摔门而去。刚走出房门，当琴就在外面向旁人嚼舌根，嘲笑言差点摔死之后，是不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傻子？屋外的议论声清晰传入耳中，下人们都在嘲笑他私碰灵药，引发走火入魔，不仅毁了丹田，还差点连命都搭了进去。看着毫无摆设的冷清房间，感受着身边人冷漠与厌恶的态度，言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看来自己确实真的重生了。可偏偏回到的正是他丹田尽碎，彻底绝了习武希望的节点，身上残存的隐痛依旧在提醒着他当年濒死的事实。在这个被称为正道名门的百里世家，沦为废人后的生存之路注定充满了坎坷。百里世家家主百里霸鹤先后娶了3位夫人，育有4个孩子，而言的父亲百里一刚正是3夫人所生的幼子。一刚不仅是百年难遇的武学奇才，为人更温和正直，堪称完美。可言却只是某天被他带回百里家认下的女儿。言缓缓走到水盆旁，看着水面上倒影中憔悴的自己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当年一刚未婚带回女儿，这是震惊了整个百里家。面对祖父的暴怒和旁人的指责，一刚顶住压力，硬是让言留在了家族里。那时言以为父亲也讨厌自己，但现在他不在乎了，因为一切还来得及，离父亲离世还有整整10年。这一次他决定改变命运，保护好自己的父亲。言独自来到了父亲百里一刚的住所前，站在门外，他的心里难免有些紧张，在走廊上来回踱步。虽然要对父亲表达心意，让他觉得有些难为情，但为了在这个家里生存下去，他必须保住父亲的性命。言深吸一口气，握紧拳头为自己打气，准备面对接下来的考验。推开房门，一刚见女儿过来，温柔地跟他打招呼。言鼓起勇气，欢快地向父亲跑去，准备向他问好，不料脚下一滑，踩到了地上的杂物，瞬间失去平衡，整个人向前扑倒了下去。本以为要摔个结实，言睁开眼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刚稳
吻抱在了怀里。一刚提醒他在屋里不要乱跑，言害羞的不知所措，连忙开口向父亲解释。可近距离看着父亲，言却注意到一刚的脸上满是疲惫，低头一看，房间地上竟然乱七八糟地散落着大量书籍和竹简。言这才明白，地上散落的医书是父亲为了给女儿寻医问药，熬了一整夜翻看的。一刚见女儿神色不对，紧张的以为她有哪里不舒服，言没有解释，而是微笑着朝父亲伸出双手，要父亲抱抱自己。面对女儿突如其来的亲昵，习惯了被疏远的一刚手足无措，一时间有些愣神。一刚小心翼翼地将言抱了起来，但他全身僵硬，动作显得格外笨拙，显然以前从来没有抱过孩子。被抱着的言其实并不舒服，但言心里明白，算上前世的记忆，自己也同样没有抱过眼前这位父亲。一刚温柔地问他昨晚睡得好不好，言微笑着回应说自己睡得很沉。一刚紧接着关心他身体有没有好些，叮嘱他要是发烧或者哪里难受，千万别硬撑着，一定要及时说。言乖乖地点头应下，可听到父亲说要让人去熬草药，言瞬间面露苦涩，显然对苦涩的汤药十分抗拒。在此之后，言每天按时吃饭服药，在一刚的细心照顾下，配合大夫接受了一系列检查和治疗。随着接连不断的服药和休养，世上能找到的珍稀药材几乎试了个遍。在一次诊疗过程中，言不小心迷迷糊糊睡熟了，醒来后房间里只剩一位正在收拾药箱的大夫。言赶忙开口打听父亲一刚的去向，没想到大夫不仅态度冷淡，还一脸嫌弃的嘟囔，质疑一刚为何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还没等言叫住他，大夫便收拾完东西径直离开，只留言一个人坐在床上，心里感到十分莫名其妙。言一个人走在空旷的庭院里，这里位于百里世家最偏僻的西侧。当年父亲一刚坚持带他回家族，爷爷霸贺为了眼不见心不烦，硬是把他们父女发配到了这最边缘的角落。言环顾四周，发现平日里偷懒的下人今天居然一个也不在，直到靠近前廊，远处才传来一阵急促的喧闹声，不少仆人正风风火火地往外赶。言躲在柱子后偷听，这才得知是出远门的家主霸贺今天突然回府了。仆人们正在讨论今晚主店要举办迎驾晚宴，大家得分投钱去帮忙。言这才确信爷爷霸贺真的回府了。这位家主能力极强，全凭一己之力把百里世家带到了10大世家的高位。他平时要么闭关苦修，要么丢下家族外出远游。在前世的记忆里，言走火入魔的时候，爷爷正好远游在外，可如今爷爷突然回府，言猛然意识到今天正是前世那个关键节点，他不敢有半点耽搁，拔腿就往前奔去。前世正是今天的这场变故，让爷爷霸贺对他们父女产生了极大的厌恶。如果不赶快阻止父亲一刚，他就会陷于危险之中。可他走火入魔后，身体尚未痊愈，没跑几步便体力不支，只能靠在墙边不停喘气。耳边传来路过族人的冷嘲热讽，嘲笑他丹田尽碎且身世不明，完全是世家的耻辱。言强行压下内心的情绪，告诉自己现在不是伤感的时候，就算跑不动一步步走也要赶过去。虽然前世的惨剧正按轨迹上演，但如今的言早已不是当年那个6岁的小女孩了。他一路坚持赶到了迎驾的店外，一名下人见到他这副模样，着实吓了一跳，赶忙上前询问他的状况。言本想摆手说自己没事，可刚开口便剧烈的咳嗽起来，根本说不出完整的话。下人见他病得不轻，连忙问他跑来这里做什么。言虚弱的撑着身体，打听起父亲一刚的下落。话刚问出口，店内突然传出震耳欲聋的怒斥，霸贺正愤怒地训斥着一刚，责怪他至今仍未清醒，让人失望。下人被这阵怒火吓得够呛，劝言赶紧离开，毕竟只有得到家主认可的人才能进店，现在去通报无异于自讨苦吃。言死死攥紧衣角，自己在这个家里毫无地位，可一想到父亲即将面临的惨剧，他咬紧牙关，绝不能就此退缩。就在他思考对策时，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冷嘲热讽。言瞬间认出了这个声音，转过身去，身后站着的正是一位手持折扇、打扮华贵的女子。这声音言再熟悉不过，来人正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，百里世家的欧兰。旁边的下人赶忙躬身行礼。欧兰拿着折扇，冷冷质问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难道是义刚把他带过来的？下人连忙开口解释，说是言自己一个人跑过来的。听到这话，欧兰眼中闪过一丝意外。欧兰当即厉声呵斥，质问言怎么敢跑到这里来，这根本不是他能待的地方。旁边的下人也在一旁低声窃笑，听着这熟悉的呵斥，言的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。在前世的这个年纪，自己确实非常害怕这位姑姑。在前世，无论言怎么做都是错的，要是敢抬头看他，欧兰就会立刻发脾气。可如果低下头避开目光，又会被骂是没有教养，甚至说他不配向自己行礼问候。可要是不主动问候，同样少不了一顿责骂。欧兰总能找到各种借口冲他发火，从最初的语言羞辱演变到后来甚至直接动手。那时的言甚至一度以为姑姑讨厌自己是理所应当的。前世的言一直以为是因为自己无法习武，才会招来姑姑无休止的厌恶。可实际上欧兰私底下极其嫉恨一刚，看到一刚落魄，他甚至会暗自庆幸。这一刻言才彻底明白，姑姑真正恨的人根本不是自己，而是天赋出众的父亲一刚。自己遭受的一切折磨，只不过是姑姑宣泄嫉恨的替罪羊。欧兰厉声质问言为什么傻站着，难道是以为父亲回来了就可以不把长辈放在眼里？言心里很清楚，要是任由欧兰这么大吵大叫，旁人只会觉得是自己不懂规矩。但这一次言决定换个应对方式，他客客气气地向欧兰行礼请安，解释说自己是因为身体虚弱才没能及时问候。
话还没说完，颜就剧烈的咳嗽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欧兰和旁边的下人愣在原地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这画面看起来完全成了欧兰在刁难生病的侄女。颜没想到自己这虚弱的身体居然派上了用场，还顺便让向来嚣张的欧兰吃了瘪。欧兰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连忙挥着折扇打圆场，酸溜溜地说：“既然都能一路走到这里，看来身体也没什么大碍。”颜在心中快速盘算，要是顺着对方的话承认，欧兰训斥起来便再无顾忌；可要是说身体不适，恐怕会被立刻押送回房。欧兰凑上前，假意关心，催促他实话实说。颜当即话锋一转，说自己的院子里根本没有下人伺候，仆人们全都擅离职守，这才不得不独自出门。这话一出，欧兰的脸色骤然变得难看，因为管理府中仆人正是欧兰生母的职责。下人之所以敢对父女俩如此怠慢，全因这位二夫人暗中纵容，只要瞒过家主霸贺，便万事大吉。这时大殿里的争吵声突然停了，颜立刻意识到爷爷霸贺身为顶尖高手，外面的对话早已被他听得一清二楚。欧兰也反应过来局势不对，他强行掩饰，慌乱应说是颜看错了，命令颜立刻闭嘴回房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殿内突然传出霸贺的雷霆怒吼，直接点名让欧兰和颜立刻进殿。欧兰吓得浑身一抖，恶狠狠地瞪了颜一眼。颜倒是一脸平静，算上前世的年纪，自己可不会被这种威胁吓到。两人一前一后步入大殿，家主霸贺正端坐在高座之上，身上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沉重气势。这种如同大山压顶般的威压，让颜切身体会到了顶尖高手光凭气势就能杀人的传闻。颜一进门就急着寻找父亲的影子，结果看到一刚正屈膝跪在大殿中央，眼前这一幕让颜心里一沉，局势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。还没等他多想，霸贺的怒火便直奔欧兰而去，厉声质问他为什么出现在这里。欧兰被这声怒喝吓得浑身一抖，慌忙低头准备应答。欧兰赶忙恭敬的回应，说自己是特意前来给霸贺请安。可霸贺只是冷冷的反问了一句。欧兰见状，顺势一把按住颜的肩膀，拉着他要一起给家主问安。颜瞬间看穿了他的阴谋，欧兰这是想拿自己当挡箭牌，把霸贺所有的怒火和注意力全转移到自己身上。欧兰满脸堆笑向霸贺请安，祝愿家主身体安康。霸贺面无表情的冷冷打断，问他是不是只有这些话要说。欧兰赶忙点头称是。霸贺连眼皮都懒得抬，叫他立刻退下。欧兰当场愣在原地，没想到家主会如此冷漠。霸贺厉声追问，难道还要再重复一遍命令？欧兰吓得面露慌张，只能结结巴巴的低头应承。欧兰还想开口质问原因，旁边的易默忍不住摇头提醒。高座上的霸贺语气越发冰冷，质问他有什么资格站在此处。紧接着霸贺声如雷霆，厉声呵斥百里家的人怎能如此窝囊。欧兰吓得当场趴跪在地，连声磕头认错，求霸贺宽恕。一旁的颜心里很清楚，爷爷最讨厌别人废话连篇、走投无路的欧兰，只能向兄长易默投去求助的目光。易默开口帮妹妹求情，劝霸贺说欧兰已经吸取了教训。欧兰赶忙跟着连声认错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霸贺一声怒喝吼断。欧兰不敢再留，只能悻悻告退离场。随着大门重新关上，大殿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。亲眼看到欧兰的惨状，颜暗自告诫自己，待会儿说话必须万分小心。这时易默的儿子明打破了沉默，主动上前关心颜的身体，询问他恢复的如何。易默看着颜苍白的脸色，柔声把他唤到身边。在颜的记忆里，伯父易默向来以公正闻名，而堂兄明也继承了父亲的品性。然而颜并没有靠过去，而是径直走到了大殿中央。他毫不犹豫地在父亲一刚身旁跪下，与他并肩面对这一切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跪在一旁的一刚大感意外，也吸引了身后众人的目光。高座上的霸贺看着眼前的妇女，眼中闪过一丝意外。颜心里很清楚，若顺从地退到伯父身边，只会让爷爷觉得他软弱。况且他早已看透伯父一家的伪装。当初欧兰幸灾乐祸时，看似温和的易默却推波助澜，借机谋取本属于父亲的一切。在他眼里，伯父一家与欧兰毫无区别。就在这时，虚弱的颜突然一阵眩眩，身体晃动着向前倒去，身边的一刚赶忙扶住了他。霸贺见状，冷冷开口，让颜赶紧起来，别在地上动着。颜顺势回答自己虚弱不堪，连坐都坐不稳。一刚赶忙替女儿求情，说颜身体尚未恢复，可话未说完就被霸贺强行打断。就在一刚还想辩解时，颜轻轻握住了父亲的手，这一举动让一刚愣在原地。高座上的霸贺也将此幕看在眼里。霸贺冷声询问颜知不知道一刚为何跪在这里。颜坦然回答不知道。霸贺接着追问，既然一无所知，刚才又为何要跟着一起跪下？颜平静的回答，在自己出生之前，父亲从未让爷爷失望过，如今在此受责，必然是因为自己。身后族人顿时窃窃私语。高座上的霸贺冷笑一声，夸颜倒是能言善道，既然主动送上门，正好好好问问他。就在这时，侍从端着精致宝盒上前，宝盒打开的瞬间，颜一眼认出那竟是极其罕见的神域压制丹。堂兄明赶忙上前打圆场，称颜刚回家族不久，主动提出为他解答。霸贺对此微微颔首，可还没等明开口，颜就平静的抢先说道，自己早就听说这是能起死回生的神药。霸贺听后连连点头，明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，只能尴尬的承认他所言不虚。
严在心中暗笑，这位堂兄究竟年纪尚轻，内心的失落根本掩饰不住。霸贺随后开口证实，这确实是能救治濒死之人的传说灵丹，如今丹方失传，世上极难求得。霸贺直言，连自己能得到此丹也是运气使然，可一刚却执意要用这无价神丹来救治体弱的严。霸贺厉声质问严，究竟凭什么觉得配用这枚神丹？一旁的义刚吓得浑身一抖，严却只是轻轻拍了拍父亲的手，随后迎着爷爷严厉的逼问，语气坚定的回答，自己确实配得上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平静的补充道，自己现在根本不需要这枚神丹。两世的经历让严看清真相，过度的卑微只会换来轻视，贬低自己更会连累父亲一刚，让他难以继续保护自己。这一世他绝不再重蹈覆辙。严暗自握紧双手，请求爷爷霸贺允许他向大殿众人提一个问题。霸贺点头应允。严直接迎上霸贺的目光，当众高声质问，这枚神域压制丹到底能否修复他的气海？这话一出，高座上的霸贺和义墨当场怔住，大殿内顿时议论纷纷。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神丹虽然珍贵，却从未听说能修复气海。一旁的义刚也陷入沉思。严看出父亲此前只是病急乱投医，他紧接着当场表示，救命的神药和修复气海完全是两码事，治病本就该对症下药，而他如今并无性命之危，这枚神丹对他而言根本毫无用处。严心里非常清楚，前世父亲确实求来了神丹，药效虽然治好了走火入魔的内伤，却根本无法修复破碎的气海，无非是把他从病弱的废人变成了健康的废人。严转头微笑着安抚一刚，说自己只要能陪在父亲身边就好。暗地里他却死死咬紧牙关，把喉咙里的咳嗽强行憋了回去，这时候咳嗽可就全白费了。高座上的霸贺看着这一幕，暗自觉得严倒是出奇的孝顺。随后霸贺沉声看向一刚，问他对女儿刚才的这番话怎么看。面对霸贺的追问，一刚温柔地看向依偎在身边的严，严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父亲态度极其坚决地表示，自己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做父亲的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。看到父亲态度如此坚决，严心里顿时一紧，生怕爷爷会当场大发雷霆，让本就紧张的父子关系彻底破裂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高座上的霸贺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骂一刚是个死脑筋的蠢货。随后霸贺叫父女二人全部起来，严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，意识到爷爷其实并没有真正发怒。一刚随后站起身来，准备带严离开大殿。看着父亲拉起自己的手，严心里十分庆幸，这场风波并没有损坏父子俩的关系。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，眼前突然一阵发黑，耳朵像被彻底堵住一般，父亲焦急的呼唤声变得极其遥远，一股热流猛地涌上喉咙，严下意识伸手去擦，这才发现手心里全是鲜血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不过在冰冷的地板上跪了一会儿，这具孱弱的身体竟会直接吐血。在听着父亲焦急的呼唤声中，严的意识彻底陷入黑暗昏迷中。严的思绪回到了过去，那时他还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，每天只能靠捡垃圾讨生活。直到身配长剑、穿象牙长袍的一刚突然蹲在他面前，温柔地问起他的名字。哪怕当时年纪尚小，严也能看出一刚气度不凡，根本不属于那种落后的地方，更没有任何理由对自己感兴趣。画面一转，严依然静静地躺在病榻上，至今没有苏醒。父亲一刚守在床边，双手紧握，满脸焦灼，看着沉睡不醒的女儿。一刚在床头低声喃喃，问他为什么还不肯醒过来。他一声又一声低声呼唤着严的名字。一刚随后明确告诉严，自己是专门来带他离开的，因为他正是严的亲生父亲。面对这突然出现的父亲，严起初感到有些害怕，可当他第一次握住那只温暖的手，心中的不安瞬间化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。他紧紧牵着一刚的手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然而前世那些被辱骂为废物的阴影，以及踏入家族大门后的绝望，如噩梦般在脑海中闪过。严猛地睁开双眼，从惊醒中回过神来，守在一旁的一刚立刻上前扶住他。严有些迷茫地环顾四周，问父亲自己现在到底是在哪里。一刚急切地按住女儿，让严先不要乱动，接着连忙询问他感觉怎么样。看着关切备至的父亲，严轻声回应，表示自己并无大碍，自己只是有点头疼。一刚听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可还没等严放松下来，一刚的脸色却骤然变了，厉声质问他为什么要贸然跑去大殿，明明叮嘱过他很多次要小心。面对父亲突如其来的怒火，严吓得不知所措，连忙低头向父亲道歉，承认是自己做错了。话还没有说完，一道威严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，重重质问他到底做错了什么。说话的正是家主霸贺。霸贺冷冷提醒一刚，这里可是自己的寝宫。一刚见状连忙低头致歉。霸贺叹了口气，摆手叫停。在床上醒来的严环顾四周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正躺在爷爷的寝殿内，难怪各处布置都如此奢华。这时一名男子端着煎好的药走进房间，严一眼认出了对方，正是爷爷霸贺身边最信任的得力助手。那名助手端过药后，居然主动对着严微微一笑，这让严感到非常意外。前世两人根本没有任何交集。正愣神间，药碗已经端到了手里，一刚连忙开口安抚，说石御医交代过这药并不苦。听到石御医的名字，严心里一惊，那可是曾经的皇室御医，前世也是很久以后才为自己看诊，没想到这一世时间竟然提前了。一刚随后解释道，石御医是家主在他昏倒后特意请来的，为了能随时观察病情，接下来3天他都得留在爷爷的白味殿调养。霸贺冷哼了一声，强调在整个百里家从来没有人被允许留宿白味殿，连长子和长孙也不例外。严连忙开口向爷爷致谢，霸贺
却别过脸说不必谢他，转头反而厉声训斥起一刚，怪他没教好孩子，身体不舒服竟然强忍着不说。离开前，霸赫还不忘撂下一句狠话，叫人好好照顾颜，省得家族还得准备丧事。霸赫离开后，一刚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他向颜解释，爷爷虽然嘴硬，背地里却为照顾他花了不少心思。颜听完开心极了，连忙追问一刚，父亲是不是也会留下来陪自己？一刚给出了肯定的答复，表示把颜交给别人照顾他根本不放心，这让颜心里暗自庆幸。顺利入住白味店，又有得力助手和石玉一提前介入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甚至父亲与爷爷的关系也有希望改善。可还没高兴多久，一刚突然收敛了笑容，语气严肃地换了他的名字。他神色凝重地质问颜，为什么要把事情瞒着他？颜顿时心里一紧，以为自己隐藏的秘密被父亲看穿了，没想到一刚接着说道，他指的是下人们平日里对他的无礼和苛待。颜解释说，平日只要父亲在场，下人们都会表现得规规矩矩，这才导致他只能独自出门。一刚这才明白，女儿平时根本无人照料，今天能在晕倒时被及时救下，纯属侥幸。要是当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看着焦虑的父亲，颜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眶早已泛红。一刚越想越气，当即站起身来，表示这件事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他必须去找母亲要个说法。看到父亲要动真格的，颜顿时吓了一跳。颜连忙一把拉住一刚，劝他千万不能去找奶奶算账。颜提醒父亲，这事一旦闹大，反而会损坏他自己的名誉，毕竟奶奶本就把输出身份的他视为眼中钉。颜心里清楚，父亲性格如竹子般刚直正派，明知会被排挤，只要觉得是对的事，就依然会去做。但在这种大宅深院里去找奶奶讨公道，根本毫无意义。察觉到父亲关切的目光，颜收起心思，微笑着叫了一声父亲。颜继续劝道，就算奶奶真的惩罚了下人，也根本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。而此时的守白堂门外，霸赫正静静站在那里，将屋里父女俩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。颜直截了当指出问题的关键，只要爷爷一日没有真正接纳他，下人的刁难就永远不会停止。一刚握住颜的手，问他心里是否怨恨爷爷。颜摇了摇头，坦言自己完全能理解爷爷。爷爷之所以对自己如此严厉，全是因为太在乎父亲。若是爷爷轻易接纳自己，那才真的奇怪。这番通透的话，让一刚和门外的霸赫都深受触动。一刚被说得一时语塞，急忙责怪颜才6岁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。颜顺势靠在父亲怀里，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，终有一天能彻底打动爷爷。在颜记忆的小说里，从未提及爷爷对父亲的真实看法，两人关系甚至比他和父亲还要恶劣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愈发不可调和。可颜分明记得，在前世的记忆里，自己曾亲眼见过完全不同的景象。在前世父亲的葬礼上，他曾看到爷爷通红的双眼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选择接纳爷爷。站在门外的霸赫听完这番话，心中的冷漠渐渐褪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下起了滂沱大雨，雨水顺着屋檐不断滴落。颜听到雨声，躺在床上，看到雨水泼湿了桌子，习惯性想着要起身擦掉。在爷爷的守白堂里，随时都有人伺候茶水与洗漱，可如今回到自己的住所，又得凡事靠自己。颜感到头疼欲裂，本想继续闭眼休息，门外却突然传来刺耳的叫骂声，将他瞬间吵醒。听着门外的争吵声，颜忍着剧烈头痛，发现说话的人竟是自己的侍女当晴。当晴正边走边愤怒抱怨，不满颜擅自跑去大殿，害得其他人跟着受罚。同行的侍女连忙劝他小声，提到春时因此挨了20大板。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，颜再次体会到这里下人恶劣的态度。他刚准备闭眼休息，房门突然被一把推开，当晴大呼小叫的闯了进来。颜叹了口气，坐起身来，刚想询问下雨的事，当晴却一把掀起裙摆，露出满是伤痕的小腿。当晴理直气壮的大声指责，怪颜擅自跑去大殿，害得自己平白挨了罚。面对侍女的肆无忌惮，颜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直接反问当晴，难道这不是因为你自己偷懒吗？当晴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完全没想到平日不受重视的小主人竟敢当面反驳自己。被质问的当晴恼羞成怒，搬出一缸来压制颜，警告他不要太无礼。颜忍着头痛不想多费口舌，便退让一步，让当晴倒满水就去休息。当晴见状暗自得意，以为颜离了自己就一无是处，态度反而愈发恶劣，不仅拒绝倒水，甚至当面嘲弄颜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面对侍女得寸进尺的顶撞，颜只是冷眼看着对方。就在当晴还想继续叫嚣时，门口突然传来喊声，高总管亲自登门造访。高总管给颜带来了满满一屋子的珍贵赏赐，他笑着解释，这是家主每次出行归来专门给家族子嗣准备的礼物。门外偷看的仆人们议论纷纷，没想到家主真的把颜当作家人。颜这才恍然大悟，爷爷这是借送礼向全家宣告，他依然是百里家的直系血脉，以此告诫下人们好生侍奉。没想到爷爷竟会为他做到这一步。一旁的易刚若有所思，高总管随后捧出一块顶级貂皮，建议直接给颜裁成围巾。易刚却托高总管转告家主，感谢父亲的慷慨，但以颜年纪尚小为由拒绝了全套赏赐。一旁的颜直接看傻了眼，爷爷好不容易主动缓和关系，父亲怎么能全退回去？高总管笑着劝一刚不必多虑，其他子嗣都已经收下了礼物，颜自然也能安心收下。随后他特意展示了带来的珍贵药材，不仅有50年的何首乌，更有千金难买的野山参和滋补药草。一听到能帮颜调养身体，一刚态度立马发生大转变，二话不说把赏赐全收下了。高总管打趣道，自己
可是看着一刚长大的，自然了解他的心思。接着，高总管又拿出一个精致的锦盒，看到盒子的那一刻，严顿时觉得非常眼熟。高总管郑重说明，这是家主送来的天命镇气丹，并特意交代这颗丹药交由严全权支配。父女俩听后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家主竟然放手到了这种程度。看着眼前的天命镇气丹，严心里一阵打鼓。爷爷把这么珍贵的丹药交给他，莫非是在故意试探？连父亲这次也反常的没有催他服下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门外突然传出一阵吵闹拉扯声。严转头看去，只见侍女当琴正蛮横的与人拉扯，强行把东西夺到自己手里。对方急得大声喊叫，当琴却越发气焰嚣张。看着门口乱成一团的场景，严无奈发现又是当琴在惹麻烦。当琴抢过东西，还顺势翻看，甚至假惺惺的询问严介不介意。眼前这一幕让严瞬间回想起前世的遭遇。前世的当琴手脚就不干净，偷拿父亲送给严的礼物后，却对外谣传是严嫌弃扔掉的，甚至不断离间父女俩的关系。画面回到眼下，当琴抢过那块成色极佳的玉佩，竟毫无顾忌的当面要求严把玉佩赏他。当琴拿之前挨揍受罚当借口，理直气壮的要求把玉佩当作补偿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严明白哪怕自己重新活了一世，这些人贪婪的本性依然没有任何改变。严刚开口让对方等等，当琴就自作聪明的以为答应了，喜滋滋的把玉佩据为己有。周围的仆人见状，甚至也跟着动起了讨要好处的心思。就在众人各怀鬼胎时，一刚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了过来。一刚进屋看到家主送来的上等药材，兴奋地表示这些药材品质极佳，刚好能用来帮严调理身体。严顺势答应，将药材全凭父亲安排。见父亲因此喜形于色，一刚赶忙强调这些全是严的奖赏，理应由他自己支配。严见时机成熟，便借着话头顺势提起当琴刚才主动开口索要玉佩的事情。听到下人竟敢讨要主子的赏赐，一刚的神色顿时冷了下来。严一脸天真的补充，当琴说是替自己受了罚，这才开口讨要玉佩，但这些毕竟是爷爷送的礼物，自己拿不定主意能不能送人。这话一出，一刚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直接逼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当琴顿时慌了神，赶忙辩解自己从未说过这种话。严却一脸疑惑的歪过头，当场揭穿对方先前的说辞，不仅指认当琴讨要奖赏，还说当琴借着受罚要求休假。被戳穿的当琴急得大喊出声，面对一刚可怕的怒意，当琴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，慌忙大声求饶承认错误。面对眼前不知尊卑的下人，一刚眼神阴沉到了极点，紧握的双拳透露出极度的愤怒，但他还是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将这股怒火压了下去。一刚当场下令罚当琴跪到日落反省，并交代侍从恩斗全程监督。随后他抱起严，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，把乱糟糟的喧闹关在门后。父女俩回到了一刚的住处，相比于严的轻松惬意，一刚却显得有些坐立不安，在屋里来回踱着步。一刚本想向女儿打听当琴平时的情况，可话到嘴边他又摇了摇头，没有细问。他蹲下身扶住严的肩膀，神情格外焦虑的反复叮嘱，强调当琴受罚完全是咎由自取，让严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自责，并保证日后绝不会再让他受这种委屈。看着急于安慰自己的父亲，严心里却十分明白，比起自己，父亲反而显得更加内疚自责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露出如此失态又不安的神情。看着自责的父亲，严心里明白父亲此前光是保住他的性命就已经竭尽全力，这才显得有些笨拙。正因如此，这一世他更想和父亲好好生活。侍从恩都突然推门进来，汇报家主送来的赏赐已整理完毕，请示这些礼物该如何安置。一刚刚安排好药材的去处，准备将剩下的全送去严的房间，可话说到一半，他突然停下，陷入沉思，随后转过头，温柔地看向了严。一刚扶着严，坦言自己心里一直有个顾虑，可说完他又陷入了犹豫，迟迟没有开口，搞得严一头雾水。没想到一刚憋了半天，竟直接问严愿不愿意搬来跟他同住。看到女儿十分震惊，一刚慌忙解释绝不强迫，随后就开始喋喋不休地找起借口。他表示之前分院住是怕严拘束，如今自己的宅院宽敞，随时能腾出房间。这一连串碎碎念直接把严给听愣了。看着父亲一反常态的喋喋不休，严明白要是不赶紧打断，父亲怕是能一直说到天黑。不等一刚把同住的好处列举完，严直接大声答应了下来。一刚当场愣在原地，不敢置信地向女儿确认。得到严肯定又开心的答复后，一刚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。他一把将严高高抱起，无比感动地向女儿道谢。严心里有些纳闷，父亲明明是顶尖的武林高手，怎么向他提议同住时竟会如此小心翼翼？不过这份小心翼翼却让严心里无比温暖。看到父亲因为得到肯定的答复，瞬间喜形于色，感受着父亲温暖的怀抱，严这一整天开心的嘴角就没合拢过。不知不觉间，夜幕悄然降临。欧兰在屋内气得直拍桌子，向母亲戴夫人丹湖告状，说一刚前脚刚处置完侍女当琴，外界就疯传是戴夫人管教下人不力，一刚这是故意在坏母亲的名声。面对女儿的挑拨，丹湖却显得格外从容，他直言一刚只是罚当琴下跪，并未动手把人赶走，自己若此时发难，反而落人口实。见母亲无动于衷，欧兰急忙提起送给严的赏赐，警告若再不阻止一刚受宠，他迟早会抢走下一任家主之位。这让丹湖的神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丹湖当即提议把欧兰的孩子们接回府中。欧兰有些犹豫，孩子们
这才刚被送去夫家。丹湖表示眼下别无选择，家主绝不会在孙辈面前让他难堪，只要有孩子们留在身边，家主很快就会彻底遗忘那个无法习武的废柴丫头。自从搬去和父亲同住以后，颜的双脚就几乎没有落过地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一刚都会抱着他，就连在池塘边喂鱼的时候，也是被父亲抱在怀里。前世的颜做梦都想不到，父亲每天都会这样呵护自己，他忍不住伸手紧紧抱住父亲。一刚以为他是觉得冷了，赶忙开口询问，颜却摇了摇头，坦言自己只是太喜欢父亲。突然收到女儿表白的一刚，瞬间愣在原地，整个人直接僵住了。如果是前世，看到父亲露出这种严肃表情，颜一定会吓得不知所措。可如今他心里却无比清楚，父亲只要一感到害羞，整个人就会当场僵住。看着尴尬清嗓子的一刚，颜忍不住在父亲怀里偷笑。远处演武场突然传来一阵喧闹，有人正嚣张的大声喊叫，嘲笑百里家难道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听着远处熟悉的喊叫声，颜心里隐隐有了预感。此时演武场中央，彪和月正手握木棍，对着不敢上前的弟子们大声挑衅。看着在演武场叫嚣的两个人，颜立刻认出他们正是姑姑欧兰的双胞胎儿子百里彪和苏月。当年姑姑成亲时与夫家约定，要让孩子分别继承两家姓氏，没想到后来生下了双胞胎，两个孩子便各自冠上了不同的姓。按理说他们此刻应该待在夫家，可这两个人却偏偏突然跑回府中，甚至还在演武场大闹，这让颜感到非常奇怪。面对挑衅，弟子只能硬着头皮迎战，可根本不是对手，刚一交手就被打出破绽，手中的木棍也被直接打飞，弟子当场认输。高台上的一刚看着这一幕，无奈的轻叹了一口气。怀里的颜开口询问表哥们的武学水平是不是很厉害，一刚却表示虽然看起来有些模样，但基本功还差得远呢。一刚看着演武场，突然意识到不对，问颜是怎么认出彪和月的，毕竟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两个人。颜顿时一阵心虚，赶紧解释是因为两人长得一模一样，自己才猜出是姑姑家的双胞胎。一刚听完笑着夸颜聪明，并提到这兄弟俩确实是前几天被欧兰接回百里家的。见成功蒙混过关，颜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可看着演武场上嚣张挑衅的两个人，颜回想起前世，他们就经常肆无忌惮地欺负自己。想起前世被他们伤害的痛楚，颜决定以后离这两个霸道表哥远点。自那之后，他便尽量减少出门，整日躲在房间里打发时间。这天一刚走过来，好奇地询问颜在忙些什么。颜拿出刺绣，表示闲着没事在练习绣花。一刚拿起成瓶仔细看了半天，赞叹这朵云绣的真漂亮。颜无奈地提醒自己绣的明明是梨花，屋里瞬间陷入尴尬的沉默。一刚轻咳一声，赶忙转移话题，建议颜既然闲着，不如开始学习读书识字。一刚本想为女儿请个老师，可话说到一半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由自己亲自来教颜识字。一刚顺势询问颜之前都已经学到了哪里，这可把颜难住了。10年前学的东西，他哪还能想得起来？只能含糊表示自己没怎么学过。一刚温柔地摸了摸颜的头，安慰他没关系，完全可以从头开始学。一刚备好笔墨，鼓励颜先随手写几个字，可颜握着毛笔十分吃力，直喊太难了。一刚在一旁耐心的鼓励，刚开始确实都不容易。见女儿俯下身子，聚精会神的一笔一画认真书写，纸上留下几个歪七扭八的字。一刚躲在身后拼命咳嗽憋笑，见父亲憋得辛苦，颜无奈表示想笑就笑吧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写了些什么，正琢磨接下来该写什么，颜顺手在纸上写下了父亲的名字。一刚惊喜地认出那正是自己的名字。颜看着激动不已的父亲，心里忍不住感慨，这都能看出来，难道这就是父爱的力量吗？一刚想到自己平时很少陪伴女儿，可颜却依然记下了她的名字，顿时感动得当场落泪。看到父亲居然直接哭了出来，颜瞬间被看愣了，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父亲平时难道这么感性吗？一刚感动得掉下眼泪，感慨平时没怎么陪过女儿，颜却依然记下了她的名字。看着痛哭的父亲，颜赶忙伸手拍了拍他，安慰说以后一定好好练习，保证会把字写得更好。一刚感动得一把抱住女儿，可温馨还没过多久，他就严肃提醒颜，站在椅子上实在太危险，说罢便伸手将他抱了下来。颜在心里忍不住吐槽，不知父亲是在过度保护，还是单纯太死守规矩。这时门外传来侍从的声音，通报家主邀请一刚前往白味堂一同共进晚餐，不仅要一刚过去，还特意交代带上颜和其他孩子。话说到一半，侍女注意到一刚泛红的眼角，当场吓得结巴起来。面对一刚的询问，侍女赶忙慌乱道歉，不敢相信平日严厉的一刚居然会哭。一旁的颜十分理解侍女的震惊，毕竟自己刚才也吓了一跳。可随后颜突然意识到不对，家主的晚宴为什么会特意邀请自己？到了晚宴时间，白味堂的长桌前气氛格外尴尬，一侧坐着姑姑欧兰和她的双胞胎儿子，另一侧则是安静品茶的一刚与颜，双方全程毫无交流，窒息的氛围让颜在心里直呼吃不消。这时侍从突然打破沉寂，提出想占用一刚一点时间私下聊聊。一刚提醒家主很快就会到场，侍从却坚持只需耽误片刻。一刚见状便起身答应了下来。一刚准备随侍从离开，临走前特意叮嘱颜乖乖留在原处，不要乱跑，遇到任何状况就随时找他。颜乖巧的应下，让父亲不必担心，目送一刚一步三回头的离去。然而父亲才刚走远，表哥们就围了上来，开口就嚣张的嘲讽颜是个废柴，质问他是不是因为丹田破裂，这辈子都无法习武。
严心里十分清楚，重回一世，自己与这两个表哥首次交锋的时间已经悄然改变。面对表哥们的挑衅，严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平静地质问这话是谁说的。其中一人刚脱口说是母亲教的，就被同伴打断，随后便继续口出恶言。可严却只是微微一笑，表示自己问清楚是为了回头好向父亲告状。话音刚落，欧兰便重合上手中的折扇，厉声呵斥严居然敢打小报告，指责他果然是市井出身，粗鄙不堪。面对姑姑的怒火，严只是无辜的歪了歪头。严顺势回应是父亲交代自己，有什么事都要如实汇报。欧兰气得当场质问，难道一刚能护他一辈子？严却依旧风轻云淡，笑嘻嘻地表示，那不如把这个问题也顺便去问问父亲。欧兰被对的气急败坏，正要发作，欧兰的大哥易默却带着儿子明推门走了进来，抱怨他在老远的地方嚷嚷。欧兰连忙招呼大哥坐下，可易默一转头就厉声呵斥起严，质问他凭什么敢这么跟姑姑顶嘴。严心里毫无波澜，早就料到对方一出现就会训斥自己。好在堂哥明及时开口劝解，让父亲不要对严太过苛刻，接着便关切地询问严最近过得如何。严也礼貌地表示自己一切都好。明顺势侧过身，向严介绍了自己的亲妹妹丽，并告诉严丽和她同岁，只是平时性格有些害羞认生。话音刚落，丽就害羞地躲回了哥哥身后，看着姑姑伯父和表兄妹们说笑着围在一块，气氛融洽的像是一家人。被孤立在外面的严默默握紧了小手，独自坐在巨大的椅子上，心里忍不住盼着父亲能快点回来。家主罢贺落座之后，满满一桌佳肴前却没人敢说话。赶回来的一刚一反常态，主动给女儿严家买好菜，细心照顾起严吃饭。沉闷的氛围中，罢贺率先打破沉默，询问启明的学业进展。易默连忙回应称早已请了私塾先生在家辅导。看热闹的严一边大口吃菜，一边吐槽伯父回答的可真流畅。罢贺紧接着追问起其他孩子，吓得易默和欧兰赶紧争相汇报。严还在纳闷罢贺为何明知故问，没想到罢贺突然转向他，询问起他的功课进展。本来在一旁安心吃菜的严，顿时愣在原地，完全没想到这火会烧到自己身上。得知一直示意刚在亲自教导女儿后，罢贺沉吟片刻，缓缓提到京城来了一位著名的齐大师，恰好搬到了本地。严顿时反应过来，这位名高望重的齐大师虽想远离朝堂纷争，但他开设的学堂早已成为各地学子聚集的重地。罢贺随即提出，既然齐大师要在本地办学，就让家里的孩子们全都过去学习。随后询问大家的意见。严陷入沉思，前世齐大师收徒极为严苛，当时的自己甚至连进入学堂的机会都没有。严意识到这对他是个绝佳的机会，可话音刚落，双胞胎表哥就当场炸锅，抗议每天上课竟要4个小时，直呼耽误他们练剑。罢贺耐心的解释，齐大师体谅武家子弟的处境，只要后续进度跟上，就会逐渐缩短上课时长。严心里很清楚，武林世家固然以武功为尊，但名门子弟除了习武，还要掌握君子六艺。爷爷这次的要求并非要大家样样精通，只是想让他们打好基础。罢贺接着提醒大家，除去上学占用的4个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完全够用，况且平时也没人整天练剑。双胞胎急忙站起来狡辩，声称自己时刻剑不离手，这眼看着就是句谎话，气得罢贺额头发青。欧兰赶忙出面护短，向罢贺夸赞起2个儿子的刻苦，甚至透露他们已经练成了世家独门绝学由空剑法的第3重。得知双胞胎小小年纪就有此突破，连大伯易默也忍不住当场称赞。而一旁看戏的严却在心里默默盘算起这门剑法每提升1层难度都会翻倍。爷爷罢贺当年冲破第9重瓶颈，达到了家族绝无仅有的第10重。相比之下，父亲一刚更是难得的天才，同龄时的突破速度比爷爷还要快，如今已达第8重，离第9重仅一步之遥。欧兰还在得意地宣称双胞胎有机会打破一刚的记录，可严心里清楚，前世这个愿望根本没有实现。罢贺没有多说什么，转头询问启明对去学堂的看法。明态度温和地表示，能跟随名师学习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自己非常愿意前往。听得罢贺眼神里满是赞许。明接着补充道，看到表弟们都在刻苦练功，自己也想把心思放在习武上。这话让罢贺瞬间沉下了脸。随后罢贺转头看向正吃东西的丽，询问他愿不愿意去学堂。一旁不想上学的众人顿时把希望全寄托在了丽身上。丽天真的反问，为什么非要自己跑去学堂，直接把老师请到家里不就行了？易默转头就向女儿丽发脾气，质问她刚才到底有没有在听。丽被吓得眼眶发红，委屈的向哥哥抱怨。易默气得拍桌正要发作，罢贺却重重一掌砸在桌上，怒吼谁都不许去学堂。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严瞬间傻眼，他原本还指望能去学堂接受教育，好改变这一世的命运。正当罢贺还在气头上时，突然有人出声叫了一声父亲。罢贺没好气的大声质问对方要做什么。说话的人正是赶回来的一刚，他直接提醒罢贺，还从来没有询问过严自己的想法。罢贺听完顿时愣在了原地，一旁的易默和欧兰脸色更是难到了极点。看着替自己撑腰的父亲，严忍不住打了个嗝，完全没想到父亲会在此时站出来。欧兰气得当场挥起扇子，指责一刚不该在罢贺发火时插嘴。他接着埋怨严年纪尚小，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完全没必要特意询问他的想法。面对欧兰的指责，一刚始终保持沉默。一旁看戏的严默默吐槽，惹爷爷生气的分明是其他人。
就在这时，霸贺突然扭过头来，吓得一旁的颜打了个冷战。霸贺大声质问颜，问他到底想不想去学堂，厉声警告他不许撒谎。颜叹了一口气，无奈每次轮到自己发言，局势都一片混乱，但他还是定下心来，表示不明白爷爷为何如此生气。欧兰在一旁暗自得意，断定这丫头肯定会吵着说不想去。没想到颜紧接着补充道：“要是大家想去，却因为生气去不成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？”霸贺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连忙追问颜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颜歪着脑袋反问：“两位表哥，难道不是要去闭关修炼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呆了。所谓的闭关，要把自己关在山洞里独自苦练，少则1个月，多则好几年。期间不仅没人服侍，1日3餐还只能吃无味的辟谷丹。颜紧接着向欧兰提起，当年爷爷霸贺和父亲一刚突破第3重时，都曾闭关修炼，所以他以为两位表哥也会去。他还满脸崇拜地提前祝贺表哥们突破。这番话让双胞胎当场气急败坏，可还没来得及发作，就被一道威严的目光吓得赶紧捂嘴。欧兰见状，连忙摇扇打圆场，邓清一刚当年根本没有闭关。一刚轻抚着颜的头，解释自己当年确实闭过关，只是因为母亲身体不适，才闭关2天就提前了出来。颜这才明白当年原委。欧兰见状，还想逼颜道歉，没想到霸贺态度骤变，当场拍板表示颜说的一点没错。他直接下令让欧兰回家，为双胞胎准备闭关的事宜。欧兰吓得急忙起身抗议，直言孩子正在长身体，光吃辟谷丹根本不行。霸贺怒吼自己当年在这个年纪也照样是这么闭关过来的。霸贺继续训斥欧兰，提醒他作为母亲应该为孩子的长远未来着想，年轻时吃点苦付出代价，才能换来更高的武学成就。面对这番义正辞严的教训，欧兰一时间哑口无言。其实欧兰12岁时才勉强达到第3重，这种天赋在百里家只能算中规中矩，可他当年暗中较劲的对象偏偏是天资卓绝的一刚。双胞胎一听要被关去闭关，吓得当场打了个寒战，为了保命立马改口，争先恐后的向霸贺表态，大喊自己极其渴望去学堂读书。看着眼前这出闹剧，颜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他很清楚爷爷做事向来极端，要么所有人一起去，要么就干脆全都不许去。好在这一次，爷爷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了过去。一刚贴心的继续给女儿夹菜，颜也决定不再瞎操心，先安心享受眼前的美味。一口美食入口，颜瞬间被这绝妙的滋味征服，连声夸赞好吃，还不忘夹起一块送给一刚，却被一刚温柔的推回，让他自己全吃光。一边是双胞胎和欧兰吵闹哭喊，整张饭桌乱成了一锅粥；另一边一刚却旁若无人，耐心解答着颜对菜品的疑问，把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看着这父慈女孝的一幕，霸贺终于按捺不住怒火，当场冲着一刚大声怒吼，问他平时是不是根本没让颜吃饱。霸贺满脸气愤的指责说颜瘦的都只剩下皮包骨了。面对这毫无道理的呵斥，一刚站在一旁默不作声，颜更是被呛得直咳嗽。他在心里无奈的叹气，不知道爷爷这次又要折腾什么。一刚一边帮女儿拍背，一边替她找布，说颜只是很喜欢今天的菜。颜也立马接话，主动邀请爷爷也来尝尝。原本满脸怒容的霸贺傲娇的哼了一声，竟真的让颜把菜端过去尝尝。颜一时有些犯嘀咕，看向一旁的一刚，一刚只是温柔的向他点头示意。霸贺忍不住偷偷瞄向孙女，只见颜笑着端起盘子，把精挑细选的美味送到了他面前。霸贺嘴上嫌弃颜把整盘菜都端了过来，手上的动作却一点不慢，直接夺过盘子大口狼吞虎咽起来。明明吃的风卷残云，嘴里还硬撑着说味道极其普通。一转眼的功夫，霸贺就把整盘菜吃得干干净净，随后冷哼一声，嫌颜连盘子都端不利索，命令他立刻离开。颜本想走回一刚身边，霸贺却纠正说是要他直接回自己的房间去。一刚见状，顺势抱起女儿准备离开，只留下还没吃饱的颜当场绝望，心疼自己那还没吃几口的美食。没过多久，侍从就在房间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与学习用品，并恭敬地表示有需要随时吩咐。面对这堆满桌子的礼物，一刚微微点头致意，一旁的颜更是看得目瞪口呆。看着眼前的这些东西，颜心里非常清楚，以爷爷霸贺那极端的性格，最终果然还是决定让大家全都去学堂。一刚告诉颜，这些礼物全都是霸贺单独送给他的。颜大吃一惊，没想到爷爷会专门为自己准备这么多，毕竟他现在连字都还没学会。霸贺甚至还提前向学堂的师傅交代了颜的身体状况，能去学堂颜就已经很感激了。看到爷爷如此用心，他决定确实应该准备份礼物好好回报。可霸贺要名有名，要钱有钱，还是绝顶的武学高手，自己到底能送他什么呢？颜决定亲自绣手绢作为礼物，可看着眼前的成品，他叹了口气，本想绣花朵和蝴蝶，结果怎么看都更像一只兔子。他暗庆幸没把霸贺的名字绣上去，不然那图案看着就像某种诅咒。不过好歹算是弄出来了。颜自我安慰地夸了夸自己，可眼下最大的难题是怎么把手绢送到霸贺手里。指望侍从帮自己转交，还不如指望手绢上的兔子活过来。可要是自己亲手送过去，颜心里又实在没底。虽说霸贺最近对自己确实挺好，但一想到要单独面对他，颜还是犯起了愁。因为霸贺还没有正式接纳自己，颜抱着手绢来到白卫厅门口，主动向守门的侍卫打了声招呼。面对突然凑过来的颜，侍卫显得有些困惑，颜便顺势找了个借口，称自己上次把东西落在了里面，想进去找一找。既然不能找人代转，又不敢当面递给霸贺，颜决定
直接偷偷把手绢放进他房间。侍卫与同伴眼神交流后，最终决定破例引路，领着颜走进了白味厅。成功混进去的颜，在心里暗自欢呼了起来。侍卫边带路边在心里盘算，以前族里根本没人把颜当回事，可最近大家都在转，这个小丫头绝对不能小看。霸贺一大早就出了门，但面对如今的颜，侍卫也不好直接驱赶。这时颜突然停下脚步，问侍卫能不能让他自己去找。他不好意思地表示那是自己的小秘密。侍卫听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侍卫答应在门外守着，叮嘱颜别在霸贺外出时惹麻烦。颜连忙一口答应下来，关上房门走进房间。室内华丽的陈设让颜大受震撼，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，意识到眼下不是观赏的时候，得赶紧找个合适的地方藏手绢。这个地方既不能让侍卫察觉，又要能让收拾房间的侍女发现。颜环顾四周，眼睛一亮，很快盯上了房间里的床榻。侍女们每天都要整理被褥，藏在这里很快就会被找到。颜开心地把手绢塞了进去。手绢刚刚藏好，颜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。霸贺不知何时回到了房间，正居高临下的盯着他，冷冷地质问他到底什么太完美了。颜回头看到是霸贺，吓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脚下衣滑往后摔去。霸贺赶忙伸手将他拉住，受惊的霸贺反倒先急了，没好气的怒吼起来，责怪颜反应太大，把自己的寿命都吓短了。颜弱弱的辩解说以为遇到了鬼。霸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斥责他像贼一样前进来，居然还反过来怪别人，吓得颜连连鞠躬道歉。霸贺被呛得说不出话，只能尴尬的干咳两声。随后他顺势询问颜是不是找到了要找的东西，目光落在他带进来的包裹上。颜心里顿时暗叫不好，没想到礼物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颜干脆把心一横，双手递上准备好的礼物，说是专门送给爷爷的。霸贺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这是给自己的。他小心翼翼地展开手绢，上面写着颜练习的字迹。一旁的颜紧张的心跳加速，生怕爷爷认不出来。霸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询问这手绢是不是颜亲手做的。颜兴奋的连忙承认，不料霸贺却心生怀疑，问他是不是找侍女帮忙做的。颜急得直摇头，吐槽要是侍女做成这种水平，早就被霸贺赶出去了。为了证明是自己亲手所做，颜指着手绢脱口而出说这是兔子。刚说完他就意识到说漏了嘴，连忙小声嘟囔着改口。颜心里追悔莫及，原本想说是花和蝴蝶，偏偏嘴快说成了兔子。面对霸贺怀疑的眼神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卖萌挽回，想着反正礼物已经送到。颜打了个招呼就准备溜走，不料刚一转身就被霸贺厉声叫住。两人在桌前相对而坐，面对这压抑的气氛，颜在心里疯狂喊着想回家。霸贺突然叫了颜的名字，问彪和月今年能否突破到第3层。颜心里猛地一惊，怀疑爷爷察觉了什么，只能捏着衣角装作不知情。霸贺却紧追不舍，质问他当时为何突然提起闭关。颜试图推说是听姑姑说的，却被霸贺当场打断。霸贺直接点破，他分明早就清楚，那两人根本不可能练到第3层。在他眼里，颜非常聪明，故意提起闭关，不过是在暗中配合他做决定。颜意识到霸贺看穿了一切，再撒谎只会弄巧成拙，便承认爷爷说的没错，自己当时只是想让他们也去学堂。颜心里非常不安，担心霸贺觉得自己在嘲弄继承人。霸贺突然严厉警告，以后绝不许再说这种话。颜赶忙低头认错，霸贺叹了口气，指明颜根本没有意识到后果，那两人丢了面子，以后在学堂绝不会放过他。霸贺接着数落，说颜身体不好，无法习武，在族里既无母亲和祖母照料，父亲不可能总守在家里，自己更不会插手这种小事。颜听着严厉的训斥，心里却突然反应过来，爷爷嘴上说着不管，分明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。既然明白了霸贺的心思，颜决定顺势再推一把，小心翼翼地追问，要是那两个人非要找茬怎么办？霸贺冷声问他是什么意思。颜顺势低下头，委屈的告状，说那两人曾直接骂他是废人，就因自己没法练武。霸贺听完脸色一变，追问那两人是否真的说过这种话。颜低着头乖巧承认，说是在父亲暂时离开时发生的。听到确切答复，霸贺气得一巴掌拍在桌上，怒骂那两人毫无家教。紧接着他又转向颜，厉声质问他当时为何不向父亲告状，反而任由他们欺负。颜语气轻松地表示，那不过是小孩子间的打闹罢了。面对震惊的霸贺，颜顺势反问，如果被人当面羞辱都不敢还击，就算日后身体能够康复，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握剑？他只是不想违背本心，更不想欺骗自己，面对逆境依然坦荡自信，本就是习武之人最可贵的品质。看着陷入沉默的霸贺，颜心里很清楚，爷爷或许觉得这只是小孩子的空话，但这确实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夜深人静，一刚急匆匆赶到霸贺的居所，推开门进来，一刚惊讶地发现颜居然躺在霸贺房里的床上，正睡得十分香甜。霸贺提醒他别大惊小怪，主动解释说是颜自己跑过来的。一刚一时有些不敢相信，反而惹得霸贺没好气地质问，难道以为是他强行拉他过来的？吓得一刚连忙开口否认。一刚想不通颜为何深夜来找祖父，霸贺却打趣说颜可比他这个当父亲的强多了。说着霸贺掏出那张手绢，一刚一眼认出这是女儿缝制的礼物。霸贺夸赞颜机灵聪明，却又忍不住吐槽，哪有人给习武之人送兔子的？一刚看了一眼，疑惑地表示，上面绣的明明是花和蝴蝶。不料霸贺当场炸毛怒吼，硬强调这分明就是兔子，吓得一刚赶忙低头附和。霸贺这才缓和态度，坦言颜悄悄前进来送手绢，是为了感谢他准许自己去学堂。
霸贺感慨自己送了5个孙辈去学堂，到头来却只有妍一个人懂得感恩，所以他才破例留言一起吃饭。原本年纪大了没什么胃口，看着妍吃的那么香，自己都跟着多吃了半碗。一刚听完十分欣慰，不料霸贺却一脸不爽的反问：“难道他就没有别的要说了？”这话把一刚问的一愣，完全没明白他的意思。霸贺看者不开窍的一刚，心里忍不住叹气，要是换成其他人，早就借机讨好自己吹嘘孩子了。不过霸贺心里也明白，一刚根本没有这种心思，送手绢完全是妍自己的决定。想到这是孙女的一番心意，霸贺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。谁知一抬头，发现一刚正目不转睛盯着自己，霸贺一阵尴尬，连忙干咳嗽一声，转过头去。霸贺向一刚叮嘱，别再让妍碰什么绣花针了，那孩子真正该握的分明是手中的剑。当时在饭桌上，霸贺曾开口打听，问妍是否了解他母亲的事情。此时妍困意袭来，意识逐渐模糊，只迷糊的回答没人提起过。可他在心里却泛起一阵苦笑，自己又怎么会不知道母亲当年为何会离开？妍在饭桌上实在困得不行，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脑袋一低就往前栽了下去。霸贺见状，连忙伸手托住他的脸，这才没让他直接磕在桌上。随后一刚抱起熟睡的妍，向霸贺行礼告退。霸贺独自伫立在廊下，静静看着父女俩远去的背影。霸贺低声自言自语：“既然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希望你日后不要后悔。”夜深人静，一刚守在床前照顾着熟睡的妍。没过几天，妍就正式进入学堂上学。不过第一天只是做自我介绍。最近妍感觉身体好了很多，可家人担心她的健康，只允许她听每天的第1节课，这让跃跃欲试的妍有些意犹未尽。妍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喧闹，循着声音走过去一看，发现一群孩子正围在树下，拿着木棍不停往树上捅。妍认出领头的是那对双胞胎，本以为他们是在展示剑术，结果却看到他们拿木棍砸向鸟窝，把树上的鸽子吓得四处惊飞。周围的孩子还在跟着起哄。妍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只觉得眼前这幕实在有些无聊，转过身直接离开了。妍刚走出学堂，父亲的侍从恩豆就迎了上来，询问他第一天上学感觉如何。妍坦言今天只做了自我介绍，恩豆笑着安慰他，第一天都这样，便准备带他回家。看着那群孩子肆意捣乱，妍实在没办法视而不见，决定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。妍并没有贸然冲上去，而是把恩豆拉到一旁，凑在他耳边低声交代着计划。为了让恩豆帮忙，妍大方地掏出随身事物塞给他。豆觉得这事并不难办，当场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随后妍躲在墙后偷偷观察，只见恩豆拿着事物跑去找侍从，安排接下来的事情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妍忍不住在心里嘀咕：早知道配饰这么管用，出门时就该多带几件。妍心里直打鼓，担心计划到底管不管用。听说先生向来最讨厌虚荣，自己今天才特意没有过度打扮。看到侍从点头答应，妍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看来计划成了。这时有人大声招呼大家赶紧进屋，提醒说先生马上就要到了。在树下捣乱的孩子虽然还没玩够，也只能收拾东西准备散去。原本喧闹的庭院瞬间安静了下来，随着脚步声渐渐逼近，远处突然有人叫住了妍。豆跑回妍面前，表示自己已经照他说的办好了，只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多此一举。妍示意他看树上的鸟窝，原来他折腾这一出是为了把那群捣乱的孩子引开，及时救下窝里的幼鸟。见鸟窝平安无事，妍便准备打道回府。这时豆突然叫住妍，说附近好像有什么声音。两人凑过去一看，发现草丛里掉落了一只幼鸟，幸好落在灌木丛上，这才保住一条命。见豆要直接上手，妍连忙大声制止。豆这才用手绢垫着，小心翼翼地把幼鸟拖了起来。妍担心鸟沾上人类气味，询问能不能把它送回树上的窝里。豆表示自己多年没爬过树，不过还是打算试上一试。这时旁边突然有人插话，直言这么做根本没用。两人循着声音看过去，只见一位身着金边华服、腰佩玉饰的少年正朝他们走来。看着走来的华服少年，妍一眼看出对方出身名门，妍有些疑惑，询问为什么把鸟送回窝里没用。少年凑上前指向幼鸟，提醒说它的翅膀已经断了。妍低头仔细查看，发现幼鸟确实摔伤了翅膀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难怪母鸟没有试图搭救，任凭它摔落在地面上。佳悦直言不讳地表示，这只幼鸟恐怕凶多吉少。妍看着受伤的小鸟，心里难免有些沉重，连他的亲生母亲都放弃了他。佳悦突然有些好奇地问妍，刚才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佳悦道出妍先前的所作所为，他用发带打发了学堂侍从，借侍从之手把那群捣乱的孩子叫回室内。妍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佳悦刚才一直在暗中观察。佳悦直言妍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，当时直接上前阻止那些孩子就好。他认出妍是那对双胞胎的堂妹，妍心里清楚那二人根本不会听劝，但他不想对陌生人多说家里的琐事，他赶忙收敛好表情，笑着解释说，堂兄们的胜负欲有些太强，要是自己当时直接劝阻，他们反而会更卖力地去折腾那只鸟。听到妍把胡作非为说得这么委婉，佳悦忍不住当场大笑起来。妍面对佳悦的莫名大笑感到一头雾水，便叫上侍从准备离开。佳悦赶忙劝他多留一会儿，这让妍觉得十分烦躁。一旁的豆捧着受伤的幼鸟，询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。妍交代把鸟放回草地上，豆提醒就算送回窝里，幼鸟最终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妍心里清楚他们根本无能为力，要是强行把伤鸟送回巢穴，大鸟恐怕会直接遗弃整窝幼鸟。
严深知自己在百里府尚且自顾不暇，根本没有能力照料这只受伤的鸟。不料嘉悦却突然开口，表示自己有办法医治幼鸟的翅膀。见严终于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身上，嘉悦笑着解释刚才忘了做自我介绍。他自我介绍叫石嘉悦，是石大夫的远房亲戚，最近才刚刚搬到这里。严看着眼前气派的楼阁，没想到大夫家里居然这么富有。注意到严正盯着走廊旁的牡丹，嘉悦随口问他是不是很喜欢。严表示以前没见过这种颜色的牡丹，自家院里平时只有白牡丹。嘉悦笑着提到百里家的梨花园同样出名，还大方表示可以摘几朵送给他。面对嘉悦突如其来的热情，严赶忙开口婉言拒绝，心里忍不住纳闷对方为何对自己这么好。严心里实在想不通，嘉悦若是为了拉拢百里世家，理应去找双胞胎才对。余光偶然瞥见楼下，严顺口打听石大夫是否就在府里。嘉悦笑着回应人并不在。严走到栏杆边向下张望，说自己刚才似乎看见了石大夫的马，只可惜距离太远看不真切，觉得或许只是自己看错。严打消顾虑，没有继续追问。嘉悦热情地邀请严去房里喝茶，严表面上笑着应承，心里却再次暗暗起疑。两人明明都是刚刚抵达，嘉悦为何能如此肯定石大夫不在？随后嘉悦替伤鸟固定好翅膀，但也直言即使伤势痊愈，这只鸟沾染了人的气味，以后也无法再重返鸟群。听完这番话，严默默看着软垫上的幼鸟，拜托嘉悦帮忙好好照料。嘉悦感到有些意外，不明白他为何不亲自收养。严看着面前的伤鸟，坦言自己连自身都难以顾及，更别提照顾其他生命。在前世，凡是他养过的宠物，最终都没能落得好下场。他甚至联想到嘉悦嘲讽自己的画面，怪他放着家里那么多仆人不用，偏要找借口推脱。不料嘉悦听完突然哈哈大笑，直言严为了编谎话骗他，脸上的表情实在太明显。严在心里暗暗发火，既然早就看穿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，觉得让他看穿倒也不是坏事。严索性不再掩饰，坦言家训不允许自己在外人面前随意议论家人的长短。在他看来，嘉悦既然是个聪明人，自然听得懂这番提醒，不会再继续追问。不料嘉悦听完笑得更加灿烂，甚至主动凑上前，直言预感两人能成为好朋友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，严瞬间愣在原地，完全搞不懂嘉悦到底在想什么。一路上马车摇摇晃晃，窦见严怀里的宝盒沉重，主动提出帮他拿一会儿。严打着哈欠，谢绝了窦的好意，依旧紧紧把宝盒抱在怀里。宝盒里装着的是嘉悦送给他的见面礼。面对对方突如其来的热情，严当时根本找不到理由拒绝。可严心里非常清楚，在前世和原著小说里，从没出现过嘉悦这个人，这让他对嘉悦越发感到怀疑。看着盒子里精心存放的鲜花，严觉得嘉悦虽然爱逗自己，但送来宝盒保鲜花朵，倒也算不上什么坏人。他打算在父亲一刚的书房放一朵，自己房间也摆上一朵，剩下那朵就拿来做成香包。想到爷爷平时傲娇又口嫌体正直的样子，严忍不住偷笑了出来。不知不觉马车已驶抵百里世家。窦见严始终紧抱宝盒，再次开口想要帮忙，但严依旧坚决婉言拒绝。严刚回到百里世家，就听到大门前传来一阵争吵声，守卫持枪拦住一名男子，厉声质问对方不敢报上姓名，威胁要强行动武将其拖走。面对守卫的驱赶，头戴黑纱斗笠的男人丝毫不退，反而冷冷地叫对方尽管试试。严本以为只是守卫在驱赶狂徒，凑近一看，才发现眼前这个遮掩身份的人，竟然是南宫世家的管。此人不仅是柳青的父亲，更是父亲一刚多年的至交好友，甚至也是导致父亲丧命的罪魁祸首。不过原作里从未提到过具体死因，严想不通他为何会在大门前同守卫发生剧烈争执，便上前主动打招呼，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。见对方露出一丝疑惑，严意识到自己此时还不该认得他，赶忙行礼报上姓名，表明自己是一刚的女儿。守卫劝严不要插手，转头继续强硬地驱赶客人。见守卫寸步不让，窦急得差点喊出对方身份。管眼神一冷，直接用传音喝止了窦，吓得窦硬把话憋了回去。管清了清嗓子，拿出怀里的邀请函，质问守卫为何有请帖还不放行。守卫态度依然坚决，表示光凭请帖证明不了身份。严在一旁看得十分透彻，管刚才特意用传音封口，显然是不想公开真实身份。眼看双方僵持不下，严便主动开口，打算先帮二人核对请帖。管顺势递过请帖，严接过来仔细端详。这封请帖虽然没有署名，但上面的字迹与印章确实出自父亲一刚之手。确认请帖属实后，严客气地请对方进府，守卫却再次上前强硬阻拦，声称府中如今没有空房。看着占地辽阔的百里家，严对这离谱的借口感到荒谬。守卫紧接着解释，一刚大人此刻刚好外出，无法将客人带去主人的房间。得知父亲外出不在，严十分意外，赶忙追问父亲去了哪里。严突然想起之前在嘉悦那里，对方就断定父亲不在府中。他立刻吩咐窦进府打听，确认父亲是否去了石大夫处。想到父亲可能去找了石大夫，严心里莫名泛起一阵不安。这时管开口劝严先回府，表示既然一刚不在，自己独自在门口等候即可。紧接着他又像是想起什么，补充说自己还有个麻烦要解决。严主动提出留在门前陪同，毕竟父亲的贵客也是百里家的贵客。看着眼前的神秘男子，严不禁在心里打鼓，怀疑前世管是否也拜访过百里家，只是当时对方隐瞒了身份，自己才对此毫无印象。想到这里，严心中升起一丝担忧，怕自己遗漏了其他关键记忆，
这时管忽然看向他怀里的木盒，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严顺势打开盒子，展示里面盛开的鲜花，解释说这是新认识朋友所赠，准备拿去装点书房和房间。严接着补充道，最后一朵花打算做成香包，因为父亲一刚生日将至，却因顾及自己而取消寿宴，甚至打算拒收所有礼物，所以他才想亲手准备礼物。听完这番贴心的话，戴着黑纱斗笠的管禁不住动了想要个女儿的念头。就在这时，严脑海中灵光一闪，终于明白对方为何此时登门。管分明是来给父亲送寿礼的，若父亲执意拒收，管定会觉得大受冒犯，两人恐将当场大打出手。严不禁暗自吃惊，难不成前世父亲的死就与此有关？为了阻止冲突发生，严赶忙挤出灿烂的笑容，主动向管打起招呼，问他既然是父亲的挚友，远道而来是否准备了祝寿礼物？为了化解危机，不得不强行卖萌。严在心里长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管听完这番话，竟当场放声大笑，甚至笑得咳嗽不止，连拍大腿。面对对方这反应，严顿时愣在原地，完全摸不透自己说错了什么。好不容易止住笑声，管这才擦着眼角打趣道：“自己活了大半辈子，万万没想到在百里家门口，竟然会被小姑娘当街索要礼物。”南公馆笑得停不下来，被晾在一旁的严之觉得尴尬无比。好不容易止住笑，南公馆凑上前询问：“要是自己真没带寿礼，严又打算怎么办？”这突如其来的反问，让严一时愣在原地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见严答不上来，南公馆顺势提起香包的事，提出只要严也给自己做一份，他就保证一定会把寿礼送到。不等严从惊讶中缓过来，南公馆又打听起他的针线活，严只能坦白自己其实并不擅长。哪怕严明确表示不擅长，南公馆依然坚持要他亲手做，表示过后还会专门来检查，直言这是向他讨要寿礼的代价。严忍不住在心里反驳，分明是对方在趁火打劫。为了拖延时间，他特意强调做香包要花很久，可南公馆却表示自己有的是时间。见实在推脱不掉，严只好提出条件，只要对方保证父亲拒收时绝不发火，且必须把寿礼送到。南公馆一口答应下来，严这才硬着头皮答应，还不忘提前打预防针，要是成品不好看也不能挑剔。看着眼前娇小的严，南公馆忍不住伸出了手，一声突如其来的呵斥打断了两人。百里世家的双胞胎径直走上前，当众指责严借病逃课。看着眼前的两人，严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他感到十分意外，对方居然敢当街挑衅。随后严立刻反应过来，双胞胎根本没认出斗笠人的身份。还没等大家开口，一个精致的木盒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严紧抱木盒，解释里面只是花，双胞胎却根本不信。见严有些犹豫，更是上前逼他打开。面对这番胡搅蛮缠，严只觉得厌烦。对方顺手掀开木盒，见里面真的只是鲜花，顿时大失所望。可紧接着其中一人又改了主意，借口要送给生病的同伴，当场要求严交出一朵，分明是动了抢夺的念头。对方这番举动明摆着就是故意刁难。一旁的明也跟着唱起双簧，拿堂姐妹的亲情道德绑架，劝严要把好东西拿出来分享。严虽然心知肚明，但为了不把事情闹大，还是决定把自己的那朵让出去。可他刚把花拿出来，对方就伸手将其打落在地，接着更当面一脚踩烂，还假惺惺地装作失手没接住。对方不仅没有半点愧疚，反过来责怪是严自己没拿稳，理直气壮地要求他再给一朵。面对这种恶意的刁难，严默默低下了头。看到对方如此肆意欺凌，一旁目睹全程的南公馆捏紧了拳头，再也忍无可忍。严大方地把木盒交给对方，表示这次装在盒里，就算掉地上也不会被不小心踩烂。这番暗含讽刺的话，把双胞胎对得面红耳赤，两人只能抢过木盒，强行嘴硬，随后气急败坏地离开。看着对方狼狈离开，明笑着拍了拍严的肩膀，大放夸奖起他的机智应对。被关在大门外后，南公馆压低声音吐槽，直言刚才守卫的态度简直荒谬透顶。他俯下身至问严，刚才为什么要出手阻止自己？严微笑着解释，自己只是以为南公馆不想公开真实身份。看着眼前懂事的让人心疼的严，南公馆心里大吃一惊，挚友的掌上明珠面对这种不公对待，竟早已习以为常。百里世家内部的真实状况显然比他听到的传闻还要恶劣得多，他气得死死捏紧了拳头。严做了一场噩梦，梦到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景象。梦中南公馆因琐事与父亲争吵，拖延了赶到救场的时间，致使父亲在孤立无援中丧命。醒来的严感到十分荒谬，因为原著小说里根本没有这段剧情，现在的父亲也绝不可能出事。他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身旁恩都贴心上前安慰，严连忙向他致谢。他回想起先前在门口，南公馆因气不过守卫的无礼态度，当场出手暴揍了对方。那记痛击虽然打飞斗笠揭穿了身份，让严先前的隐瞒功亏一篑，但看到恶人挨揍，他心里依然觉得十分解气。等严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家中，却体力不支，当场晕倒，把父亲一刚和南公馆众人吓了一跳。还没走远，屋外就传来一阵争吵声。一刚正严肃地质问南公馆，责备他拿斗笠砸守卫太过鲁莽。南公馆却理直气壮的辩解，表示自己当时已经足够克制。严撑着虚弱的身体靠过去，一心只想阻止父亲悲剧发生。屋内一刚正劝南公馆收敛脾气，提醒他身为继承人不可冲动。南公馆却当面言辞反驳。见两人矛盾越演越烈，严一把推开房门，大声劝父亲不要对南公馆太严厉。这突兀的打断让两人当场愣在原地，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。
言开门见山直言父亲也有责任，怪他没在信里写明南公馆是贵客，才导致守卫狗眼看人低。顺便吐槽南公馆穿着打扮确实寒酸，让一旁的南公馆当场深受打击。言焦急恳求父亲别再争执，话未说完意，刚已心疼的将他紧紧抱住。看着言如此罕见的焦虑，南公馆也忍不住询问他是不是做了噩梦。一刚温柔的向女儿道歉，安慰他不必担心，自己已经惩罚了守卫。一旁的南公馆却当场拆台，吐槽所谓的惩罚不过是停职半个月外扣薪3个月。言这才明白南公馆为何如此愤怒。一刚急忙想要终止话题，看出父亲试图回避，言决定不让他转移焦点。他当场质问父亲，守卫明知惩罚严重，为何还敢明目张胆刁难贵客，背后定有蹊跷。言心里十分透彻，守卫绝不敢擅自阻拦持邀请函的贵客，分明是有人看准父亲请来高手，特意暗中干扰截胡。父亲脾气过于正直，才屡屡在明争暗斗中吃亏。言正琢磨父亲会如何招待，偷瞄时刚好撞上南公馆的视线，南公馆忍不住笑出声，吐槽本以为言会像他父亲一样死脑筋，没想到这小丫头倒挺灵光。见有人当面评判女儿，一刚脸色瞬间沉了起来。南宫管吓得赶忙改口，笑着哪里无当借口，热心叫言过去坐下。看着手忙脚乱解释的南宫管，言在心里默默吐槽，这位贵客说话其实也高明不到哪去。黄昏降临，言已经在床上安然入睡，怀里紧紧抱着南宫管送的短剑。一刚温柔照顾好女儿，随后走到桌前坐下。南宫管一边倒酒一边感慨，当年听说一刚有女儿，还以为是别人造谣抹黑，直到收到一刚的来信赶来，才相信这是事实。南公馆顺势抱怨刚才被训一事，夸赞言不仅聪明，还懂得替自己说话。一刚只能尴尬举杯致歉。看着聪慧懂事的言，南公馆却忍不住发出沉重叹息，遗憾这孩子的丹田已经彻底碎裂。南公馆坦言，自从收到一刚的来信，他就派人四处寻找神医，如今终于查到了下落，并将随身携带的信物放在桌上。神医万传闻曾治愈过丹田碎裂的人，而这块刻有他名字的令牌，就是神医许下的救治承诺，只要持有这块令牌，神医就必须出面为言医治。这让一刚重新看到了治好女儿的希望，但他很快看出端倪，质问这块令牌并非南公馆所有。南公馆笑着承认，这确实是他父亲的物品。一刚正准备推辞，南公馆却直接断了他的退路，表示自己早已得到父亲许可，若神医再次选择隐居，这块令牌留着也是浪费，况且他也并非要白白送出这份大礼。原来南公馆父亲让出令牌，是希望一刚能帮自己一个忙，代为照顾和指点他的儿子南宫柳青。另一边，双胞胎正在屋里大发雷霆，他随手将盒子摔在一旁。烦躁言最近总跑出来碍事，明明言连武功都不会，却搞出这么多动静。明向身边的同伴打听，询问当时站在言身后那个戴斗笠的人。虽然区区一个侍卫构不成威胁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那个人绝非普通的侍卫。百里彪从族人那里打听到，那天跟在言身边的侍卫连门都没进，只被当成了个无名小卒。明见状严肃训斥明，让他当着外人的面收敛一点，别总是给自己找麻烦来收拾残局。百里彪却完全没当回事，反而怪罪是言总在眼前招摇，甚至暗中做起了鬼脸。明只能强忍下怒火，安慰自己或许只是多虑了。随后南宫世家的人正式登门拜访，百里家的人热情出面相迎，一摸热情迎接南宫馆，心里却遗憾来者并非前任武林盟主，只是对方的儿子，面上依旧客套赔罪。易墨转头调侃一刚独占贵客，若非提前安排守卫打探，差点错过接待。提到守卫先前在门前的阻拦，他主动向南公馆赔礼。一刚在一旁试图解释只是误会，南公馆也表示一刚已说明过处理结果。易墨却笑着打断二人，声称一刚的处置太过宽大，自己早已将那些守卫彻底赶出家门，这帮人以后休想再踏进百里家一步。一刚向他确认是否真的直接开除了守卫，易墨理所当然地表示，这也是为了防止他们日后对其他贵客无礼。听完易墨的解释，一刚不禁回想起言此前说过的疑问，当时言就觉得守卫的行为十分诡异，明知一刚回来就会受罚，绝不可能只是因为愚蠢才敢肆无忌惮。这番分析让一刚和南公馆都暗自起了疑心。这时门外传来通报，欧兰带着家族后辈随后赶到，他向众人赔礼致歉，表示是孩子们听说有高手在此，才吵着要来见上一面。易墨向客人介绍自家的几个孩子，儿子明宇害羞的女儿丽，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，几人纷纷上前作揖问好。然而面对后辈们的礼貌问候，对面的南公馆却一言不发，场面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欧兰见状主动打破尴尬，向南公馆打听起南宫世家的天才少爷南宫柳青，希望能让自家的孩子们和他结识一番。不料南公馆直接冷笑表示，南宫柳青可知和实力相当的人来往。一句话瞬间让欧兰等人脸色大变。面对当面的轻视，欧兰强忍怒火打圆场，夸赞南宫柳青是难得一见的天才。南公馆对此毫不客气的直接承认。欧兰紧接着拉出自己的双胞胎儿子，声称两人练功极为刻苦，很快就能突破到更高境界。南公馆冷扫了两个孩子一眼，当场发出了一声不屑的冷笑。这番挑衅瞬间激怒了欧兰，一旁的一刚更是大吃一惊，完全猜不出南公馆究竟要做什么。只见南公馆自顾自饮下一杯酒，随后旁若无人的大笑起来。眼看气氛僵住，易墨连忙笑着站出来打圆场，夸赞南公馆
20岁就已名震一方，看不上这些后辈也很正常。接着易墨顺势提出，孩子们平时练剑非常刻苦，若能得到南公馆的指点，定会受益匪浅。百里明见状连忙恭敬应承，表示一定会虚心接受指点。而南公馆依然面无表情，冷眼旁观。注意到易刚整场宴席未动筷子，显然一心挂念着女儿颜。易墨主动出面接下招待贵客的差事，劝易刚赶紧回去照顾颜。易刚答应后，向兄长致意，离席去查看颜的情况。走在长廊上的易刚心里难免有些挂念，不知宴席上的众人能否应对脾气古怪的南公馆。此时的宴席上，南公馆早已看穿众人的讨好，他经历过太多类似的场面，送美食献珍宝，图的不过是南宫世家的名声。南公馆突然看向易墨的女儿丽，问他有没有收到自己送的花。这话一出，旁边的百里明和后辈们全都变了脸色，丽更是被吓得手足无措。百里明见状连忙抢过话头，替妹妹承认确实收到了那朵好看的牡丹。南公馆顺势接着追问，要他说出那朵牡丹究竟是什么颜色。丽只能小心翼翼地回答，牡丹花的颜色是白色的。南公馆听完当场大笑起来，揭穿他们刚才还说这花是送给生病妹妹的谎言。面对易墨的劝阻，南公馆瞬间收起笑意，把矛头直接指向百里明，调侃他是百里家最聪明的继承人。百里明被当众嘲讽得满脸通红，尴尬的根本说不出话来。随后南公馆站起身拱手致歉，却当面提醒易墨管好后辈，免得败坏了百里家主的名声。南公馆冷眼看着面前的双胞胎，嘲讽百里家的家教也不过如此，连朵花都接不住，根本不配提剑练武。他警告二人别再出现在眼前，免得自讨没趣。两个孩子被当场训得委屈大哭，远处的欧兰更是被气得浑身发抖，直骂南公馆简直是个狂妄至极的疯子。南公馆这一通折腾，让百里家一夜之间彻底乱了套。而颜当时正在卧房睡觉，对此一无所知。侍从恩都跑来哭着向颜道歉，指责双胞胎做得太绝。颜这才明白，南公馆这是当场替他把仇报了。颜接着打听起前厅的情况，询问南公馆是不是又跟父亲义刚吵了起来。豆含糊表示两人只是有些意见分歧。颜听完顿感无奈，这两者根本就没有区别。颜心想这两人横竖都能吵起来。他注意到桌上的木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装满了鲜花。颜抱着木盒，突然询问恩豆，父亲昨晚是不是偷偷出了趟门？恩豆闻言大吃一惊，连忙承认一刚昨晚确实出去了，说是要去找一位大夫。看到这一盒精心收集的鲜花，恩豆也被感动得不行。颜紧紧将木盒贴在怀里，立刻向恩豆打听父亲现在到底在哪里。颜原本想去找父亲义刚道谢，刚走到门外，就看到义刚带着石家月迎面走来。石家月极其热情地向他打招呼，让颜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。父亲甚至主动将石家月请进了屋内。原来石家月刚才当着义刚的面声称自己与颜是朋友。义刚听说女儿交到了朋友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。看着父亲这副模样，颜实在不忍心拆穿，只能硬着头皮把石家月请进屋里喝茶。石家月看着桌上的热药，提醒颜放凉了会更苦。颜直接打断他的寒暄，询问他特意跑来的真实目的。石家月坦言是从义刚那里得知颜打算前往南宫世家，虽然石大夫认为他尚未康复，但过几天还是会亲自来复查。绕了一大圈，石家月又笑着把话题转回喝药上。面对这番安排，颜只能郁闷地端起药碗。颜硬着头皮把药喝完，擦擦嘴，再次质问石家月，难道亲自跑这一趟就只为了通知大夫复查的事？颜心里其实一直看不透石家月，如果只是为了传话，派个下人来就行，根本没必要亲自登门。石家月却笑着表示自己其实是专门来看他的，接着坦言颜是他长这么大交到的第一个朋友。这话让颜彻底愣在当场，还没等颜反应过来，石家月就吩咐手下搬来准备好的礼物，那是一整盆盛开的牡丹。石家月笑着解释，昨日听说义刚从花圃折了3朵牡丹，猜到这事肯定与颜有关，便专门搬来一整盆送给他。看着眼前盛开的花朵，颜心里虽然十分感激，但面对石家月突如其来的关照，反而让他的内心隐隐有些不安。颜心里难免有些顾虑，双胞胎刚受了委屈，这盆花留下来恐怕会被拿来撒气，况且自己过几天就要远行，根本无法亲自照料。石家月一眼看出颜面有难色，便询问他是不是不太开心。颜意识到失礼，连忙否认，解释自己并非不喜欢。石家月若有所思地端起茶杯，顺势改了口风，笑着表示在来的路上其实还撞见了一件有意思的事。石家月口中那件有意思的事，正是欧兰带着孩子们闹到了白虎堂的正殿里。欧兰领着孩子们跪在大堂上，气急败坏地向家主霸贺告状，要求严惩大闹宴席的南宫馆。他控诉南宫馆昨日态度极其恶劣，公然羞辱百里家的正统继承人，完全没把百里家放在眼里。主位上的霸贺闭目不语，脸色显得十分阴沉。面对霸贺的追问，欧兰情绪激动地控诉说，柳青当面嘲讽两个孩子连剑都握不住，还叫他们别再出现在面前，让孩子受尽了委屈。霸贺随即冷声质问柳青为何会无缘无故说出这种话，一句话吓得两个孩子不敢说话。欧兰拿不出合理解释，只能推脱自己并不知情，还强调当时在场的只有南宫家的人和颜。他暗自盘算着周围全都是自己的人，只要一口咬定是对方故意栽赃，即便是一刚也拿他毫无办法。主位上的霸贺依旧沉吟不语。霸贺突然追问起牡丹花的来由，欧兰顿时心虚起来，意识到霸贺早已得知了真相，
见遮掩不过，欧兰干脆改口承认孩子只是搞了恶作剧，转而将矛盾上升到家族颜面，控诉南公馆公然插手百里家家事，分明是南公家根本瞧不起百里家。听着欧兰的煽风点火，主位上的霸贺仲重捏紧了扶手。欧兰还在强行狡辩，声称花是颜主动给孩子的，甚至当场质问启一刚怎么会与南公家这种人结交。主位上的霸贺怒不可遏，厉声打断了欧兰。揭穿卫兵早已将真相全部呈报，指责他根本没有资格挑三拣四。霸贺表示此事无需在意，直接向欧兰下了最后通牒，要么留下来把孩子赶出家族，要么带着孩子一起离开百里家。面对霸贺给出的最后通牒，欧兰被这绝情的话吓得失声尖叫，一旁的易默同样束手无策，气氛僵持不下之际，侍从突然上前向霸贺通报，颜此时已经赶到了殿外，霸贺当即下令叫他进来。颜快步走进白虎堂大殿，规规矩矩地向霸贺行礼问安。正在气头上的霸贺却当场呵斥，质问他们是不是把白虎堂当成了游乐场。霸贺厉声质问颜为何擅自闯入白虎堂，还把没获准入内的人也带了进来。面对霸贺的追问，颜赶忙开口解释，称自己在学堂结交了新朋友，这盆牡丹正是对方送的礼物。说罢，颜便弯下腰，打算把地上的花盆搬起来，怎料花盆比想象中重得多，颜刚抱起来就吃不住力，摇摇晃晃，差点失去平衡。这突发状况把主位上的霸贺和一旁的一刚都吓得面色大变，见颜快要摔倒，一旁的明下意识伸手托住了花，甚至比脑子反应还要快。明心里正懊悔多管闲事，这举动却直接激怒了欧兰。欧兰带着满腔怒火质问明在干什么。面对欧兰的威压，明被吓得不知所措，颜则顺势躲到了明的身后。这一切全被主位上的霸贺看在眼里，明瞬间意识到这种情况下自己必须护住颜，他果断一把将颜抱在怀里，彻底挡在了他的前面。欧兰见状彻底失控，当场尖叫质问明是不是疯了，居然敢帮着颜跟自己作对。眼看欧兰大发雷霆，易默赶忙上前挡在中间劝他冷静，见劝阻无效，易默果断出手点晕了欧兰。欧兰当场失去意识，倒在了易默怀里。易默赶忙向霸贺解释，自己出手是为了防止欧兰继续激怒霸贺，两个孩子则慌忙围在母亲身边。霸贺冷声表示欧兰愚蠢至极，随后命令易默把欧兰送回房里，送完人立刻回大厅听候处置。易默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被明护在身后的颜默默盘算，爷爷霸贺对家人其实颇为心软，如果只是现在把欧兰母子赶走，过几年他们依然会被接回来。颜向明表示自己并无大碍，不仅得到了牡丹，甚至还收到了一整盆，但在他看来，仅仅把他们赶出去还远远不够。颜趁机主动上前替明求情，说明平时与双胞胎交情更好，当时能出面劝阻已是不易。随后拿牡丹花开花落劝霸贺息怒，然而霸贺根本不吃这套，当场厉声呵斥颜，责怪他遇到欺负只知忍气吞声，甚至还大方收下对方送的牡丹，在外人面前丢尽了家族脸面。面对霸贺迎面而来的怒火，颜心里早有准备，而霸贺也再次言辞表态，无论谁来求情，他绝不会改变惩处欧兰母子的决定。霸贺叫停了颜，要他坐到一旁好好看着。颜乖乖退到后面坐下。其实颜心里非常清楚，自己真正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欧兰，而是明。霸贺按着太阳穴叹了口气，随后眼神一冷，当场质问明是否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跪在地上的明低着头，老老实实认了错。霸贺用鞭刑重惩了明，还罚他禁足整整6个月。明受创回到房间，心疼地看着满是伤痕的双掌。这时颜带着佳悦推门进来，明感到十分意外，不知佳悦为何能进到房间。佳悦拿出侍从交托的药膏，主动上前，小心翼翼地为明处理手上的伤口。涂抹药膏带来的剧痛，让明忍不住痛哼出声。爷爷，霸贺打算等欧兰做决定，才去处置双胞胎，到头来只有明独自受了鞭刑，还要被禁足6个月。明心里满是不甘，自己虽然没能阻止双胞胎欺负颜，却绝不可能扔掉礼物，这份惩罚实在太不公平。就在明满心委屈时，颜突然凑上前，轻声叫他，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口疼不疼。颜拿出手帕，温柔地帮明擦去脸上的泪水。感受着颜的善意，明心中深受触动，主动开口向颜道歉，承认自己过往的冷漠与错误。颜微微一笑，表示不在意。想起颜此前还曾为自己求情，明当即下定决心，以后一定要和颜好好做堂兄妹。这话让旁边的双胞胎彻底失控，其中一人冲上前一把拽住明，甚至把即将被赶出家族的怒火全都宣泄在颜的头上。明试图劝说激动的弟弟，提醒他有客人在场，切勿失态，但弟弟早已失去理智，把所有变故全怪在颜的身上。面对这番无理指责，颜只是静静站在一旁，眼神冷冽的没有一丝温度。佳悦察觉到颜的情绪变化，主动提议带他离开这里，任凭明与双胞胎在屋里继续争吵。双胞胎气急败坏的朝颜大吼，质问他是不是早知南公馆在场，故意把牡丹花塞给他们。面对声色俱厉的指责，佳悦轻声叫了颜一句，颜停下脚步，微侧过头，嘴角隐约挂着一丝笑意。他在心中坦然承认了自己的算计，自己确实早就知道南公馆就在附近，可这一切本就是他设好的局，知道了又能如何？随后颜跟随佳悦推门而出，离开房间。颜走出房间时，用传音给双胞胎留下一句话，质问是不是自己逼他们践踏牡丹。双胞胎被戳中痛处，在屋里暴跳如雷。两人来到院子里，佳悦突然一把拉住颜的手，追问他刚刚究竟如何做到传音。
面对嘉悦的质问，严装作一无所知，当即否认了他的疑问。嘉悦伸手为严把脉检查，心中感到十分纳闷，严体内明明没有任何内力。嘉悦正困惑不解，忽然看见严竟流出了鼻血，瞬间明白他是动用了先天真气。先天真气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源，严之所以能用这一招，全因他前世为了习武，在禁书中学会以先天真气替代内力。嘉悦伸手替严擦去鼻血，直言这是强行使用传音的后遗症。先天真气代表着生命本源，一旦过度消耗，甚至会危及性命。严在心里暗骂嘉悦心思敏锐，表面却装傻要推开他的手。嘉悦表示只要他乖乖配合，自己便不再追问。嘉悦接着道破严的真正意图，直言他是想利用明来离间伯父与伯母之间的关系。嘉悦主动表示会帮严保守秘密，但紧接着便提出了交换条件，他要求严日后哪怕去了南宫世家，也要定期给自己写信。严最终没能看到伯母一家离开，因为此时他们正忙着收拾行囊，准备启程前往南宫世家。父亲一刚带他前往，是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神医万。神医极其擅长调理内气紊乱，却在10年前发誓退出江湖。父亲表面是去南宫世家，实则是想请神医替严医治气海。前世严曾与这位神医遗憾错过，这一世他绝不会让机会再次溜走。严注意到这次远行带的人手很少，仔细一想便明白了父亲的用心，毕竟此行是为了寻找神医，必须尽量少人知晓才能少生枝节。正当严沉思时，堂兄明走了过来打招呼，看着眼前面容憔悴的明，严心知那些传言所言非虚。这段时间伯母和双胞胎没少折腾他。明打听起神医万的下落，严表示神医会在半路与他们会合。明听后微笑着送上祝福，祝愿他此行一路顺风。明接着拜托严，若是见到南宫馆，帮忙替自己转达歉意，并美言几句。面对明这番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，严听得只想赶紧出发。谁知明紧接着掏出了一块银锭，说是伯父专门让他转交的。见到银子，严态度立马大转变，欢天喜地接过了钱，爽快承诺一定会帮他多说好话。告别之后，一行车马正式启程出发。坐在轰隆前行的马车里，严想到终于要去见神医万了，但他可不想在车上白白耗着。想起南宫馆曾向自己要过香囊，严便翻出工具箱，打算趁着这段路程把香囊绣好。然而颠簸的路程可没那么贴心，大半天时间过去了，随着马车一阵剧烈颠簸，绣了一半的刺绣直接掉了下来。马车颠个不停，严看着掉落的刺绣，忍不住发愁，这虚弱的身体连晕车都扛不住。早知道出发前就找嘉悦拿些晕车药了。随着一阵阵困意袭来，严的眼皮越来越沉，迷迷糊糊间，他看见父亲一刚竟然坐在身旁。一刚温柔地伸出手，轻抚着他的头，让他安心躺下，感受着这久违的温暖。严在心里暗自猜想，这大概是一场甜美的美梦吧。马车又在路上行驶了几日，严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侧过头才注意到，父亲一刚竟一直守在床边，紧握着他的手。严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之前见到的并不是美梦，一刚竟然一直在耗费内力，源源不断地帮他调理元气。见严终于醒来，一刚温柔地切起他的身体，并准备叫人把晚饭送进房间。在马车里憋了太久的严，急着想下楼活动筋骨，坚决要求去大堂用餐。一刚只好抱着严下楼。刚来到客栈大堂，南宫馆的侍从志平就迎了上来，热情地向一刚打招呼，关切地询问严恢复的如何。严开心表示自己已经痊愈。随后一刚带着严在桌前坐下，准备给大病初愈的他点一碗白粥。一听又要喝粥，严赶忙向父亲撒娇说想吃包子。一刚本担心他消化不良，但实在抵挡不住严的卖萌攻势，最终还是无奈妥协。热腾腾的饭菜很快上了桌，小二注意到一刚身上配着长剑，忍不住好奇打听起他的江湖身份。不等一刚开口，严就满脸自豪地抢先夸起父亲。小二听完顺着说道，既然是江湖高手，剑术自然极其不凡，有他在身旁确实令人安心。不过小二还是特意提醒，最近这一带频频有孩童失踪，出门在外还是得提高警惕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严心里暗自庆幸，幸好自己坚持让父亲带他下楼，因为在小说原本的剧情里，这场孩童失踪案正是导致他前世错失神医治疗的关键原因。店小二刚交代完失踪案的情况，提醒他们出门在外多加小心。严满脸自豪地表示有父亲在，自己一点都不害怕。一刚也笑着点头应和。店小二正感叹父女俩感情深厚，一位身穿灰青长袍的男子径直走过来拉开椅子坐下。严一眼认出眼前的是南宫馆，惊喜地开口打招呼。一刚也打招呼说他终于到了。南宫馆顺势让小二拿个空碗，表示小二刚才所言非虚，省得自己再专门解释一遍。他神色严肃地补充道，失踪的孩童已经超过了40名，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更是无法统计。听到这里，一刚陷入沉思。严心里十分清楚，父亲当年正面临着一场艰难的抉择，一方面为了替他治病，绝不能耽误寻找神医的行程；另一方面，凭父亲的性格，又绝不可能对失踪的孩童坐视不管。同行的南宫馆提醒一刚，他们现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。陷入纠结的一刚沉吟良久，最终让严先回楼上房间用餐。严一下就看穿了父亲的心思，他这是打算把他支开，独自去查案。为了不被支开，严当即表示自己一个人待着会害怕。一旁喝茶的南宫馆听得直接呛了水，吐槽他刚才明明还说不怕。严反应极快，理直气壮地补充说，刚才不怕是因为有父亲和南宫馆在。这番话直接把南宫馆给说服了。
这时，背负长枪的仲海热热闹闹地赶了过来，高声跟南公馆打起了招呼。南公馆一口叫出仲海的名字，仲海笑着解释自己是循着素英的线索一路找过来的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又猛然注意到坐在桌边的一刚。仲海把目光转向一旁的颜，好奇打听起他的身份。一刚大方介绍这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仲海大受震惊，连忙蹲下身揉起颜的小脑袋，听说颜已经6岁了。仲海忍不住惊呼他怎么长得这么小。一旁的南公馆看不过去，吐槽他这哪是在摸头，简直是在折磨人。仲海满脸委屈的向一刚抱怨，责怪他成亲生女这么大的事，居然一直瞒着所有人。提起这段往事，一刚和南公馆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毫无察觉的仲海还在纳闷，不知自己究竟哪句话说错了。南公馆直接打断他，问他特意跑来究竟有何要紧事。仲海这才说起正事，提到附近有一座与武林无关的寺庙，最近竟也有孩童失踪。仲海解释说，武林盟这次派了他们这批年轻后辈，专门来调查孩童失踪案。得知他们是组队行动，仲海便趁机向颜炫耀起一刚当年的风采，说一刚以前总是独自一人执行任务，实力强得让人佩服。听得颜在一旁直发惊叹。提起一刚和南公馆过去的辉辉战绩，仲海聊得兴高采烈，一刚却淡然表示那都是过去的事。南公馆更是直白吐槽，让他少拿这些陈年旧事说嘴。仲海根本没听进去，话锋一转，又聊起附近的酒楼美食。话还没说完，看见同伴赶到，便一溜烟跑去打招呼。仲海跑开之后，还不忘买回一串冰糖葫芦。南公馆无语的吐槽仲海居然为了这种小玩意儿特意跑一趟，仲海却得意的把冰糖葫芦递给颜，说自己家里弟妹多，最懂小孩子的喜好。颜开心接下冰糖葫芦，咬上一大口，酸酸甜甜的口感让他满足不已。他还不忘把冰糖葫芦凑到一刚嘴边，叫父亲也尝上一口。一刚微笑着温柔答应下来，一刚硬着头皮咬下一口，瞬间被甜得脸色大变。面对颜的调侃，还要嘴硬称味道不错。一旁的仲海看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严肃的一刚竟有这一面。还没等仲海感叹完，南公馆便冷冰冰的叫住他，理直气壮的讨要冰糖葫芦，还怪仲海害他连晚饭都没吃饱。仲海吓得赶紧跑去买，只留下南公馆站在原地一脸不满。颜见状，主动把自己的糖葫芦递给南公馆尝尝，一向高冷的南公馆竟真的凑过去咬了一口，还认真评价味道酸酸甜甜的。颜听了笑着用酸甜口纠正他。这时仲海喘着气跑回来，把刚买到的冰糖葫芦递上，没想到南公馆顺手把自己那串塞给仲海，让他自己吃。面对这出乎意料的操作，仲海直接懵在原地，颜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。仲海兴高采烈地指向前方，说尹宗安排的住处就在眼前。一行人终于到了目的地，仲海上前敲响大门，尹宗弟子福天猛然推门出来，急切质问仲海究竟去了哪里。瞥见仲海身后的一刚一行人，福天瞬间心生戒备，直言不能擅自带外人入门。仲海赶忙开口解释，这几位是武林盟请来的高手，让福天赶紧向周旭副门主通报。同伴唐素英闻讯赶来，伸手一把捏住仲海的脸，抱怨程律和慧香找得十分辛苦，他一把勒住重海训斥起来，怪他一声不吭偷溜出去，害得大家满城到处找人。被拧着耳朵的仲海连声求饶，连忙指着身后让唐素英看。唐素英疑惑地转过身去，只见一刚抱着女儿颜站在原处，身旁的南公馆则双手环胸。南公馆冷冷地打起招呼，吐槽唐素英这么多年依旧没变。随后众人被请进室内，尹宗副门主周旭亲自抱拳致谢。周旭解释门主目前身体欠安，只能由他代为接待，众人也礼貌祝愿门主早日康复。周旭坦言，尹宗原本打算独自调查，奈何门主养伤实在力不从心，非常感谢武林盟与各位高手的相助。周旭向众人详细说明案情，起初只是街头小乞丐陆续失踪，因流落而流动性大，起初以为只是去了别处或意外身亡，直到后来连有家人的孩童也接连失踪，大伙才意识到事态不对，明白那些小乞丐也是被人拐走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整整1年，至今失踪孩童已超过50名，其中甚至还包括婴儿。如今当地凡是有小孩的人家，太阳一落山就会关紧大门。周旭坦言，即便家长们防范严密，孩童失踪的悲剧依然接连发生，官府却只叫大家不要大惊小怪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尹宗这才向武林盟求助。正说着，门外传来同伴的喊声，衡山派程律与青城派慧香赶回，热情上前向几位前辈抱拳问候。一刚顺势介绍其女儿颜，刚历练出山的程律与慧香当场僵住，完全没想到威名远扬的绝顶高手身边竟带了个这么小的女儿。一刚耐心的开导其后辈，提醒他们凡事都有第一次，遇事放平心态，依靠队长即可。见一刚如此沉稳可靠，尹宗副门主周旭大感安心。原本以为武林盟只是例行派人，没想到竟请动了这样的大佬。一旁的颜看着父亲，心里清楚，面对急需救援的孩童，父亲此刻一定十分纠结。南公馆适时开口打消误会，澄清他们并非受武林盟差遣，只是半路偶遇仲海，顺道过来看看能否帮上忙。南公馆顺势提出，眼下的调查组完全有能力独立解决。随后看向一刚询问意见，纠结的一刚最终点头同意，决定立刻带队离开。一刚向大家坦言，女儿重病，在身急着赶路求医，实在无法在此耽误时间。看着父亲做出的选择，颜心里非常明白，父亲再次为了自己的病情妥协，放弃了行侠仗义的原则。得知颜身患重病，大家这才恍然大悟。调查组队长当即表示，案子本就是他们的任务，绝不能耽误前辈赶路求医。
周旭也在一旁附和，感叹为人父母自然是孩子的身体最重要。见大家都通情达理，一刚由衷表达了感谢。衡山派的程律突然拱手大喊，恳求2位大佬多留一天指导大家。同伴急忙上前将他按住，吐槽他千万别给大佬添乱。福天趁势打趣起来，直言要不是有他们在场，前辈恐怕真就被强留下了。这下可算让前辈欠了人情。面对年轻人的调侃，一刚和南宫管只是相视一笑。一刚起身准备带队赶路，还没等他迈开步子，衣角突然被一只小手拉住。严仰着小脸轻声劝说，让父亲先留下帮忙破案，自己多等会儿完全没关系。严心里清楚，这绝非普通的儿童失踪案，而是有魔道5人残害孩童。一刚和南宫管大吃一惊，南宫管随即厉声训斥，要严赶紧收拾离开。严急忙开口恳求，希望父亲和南宫管听他把话说完。仲海也连忙帮忙劝说，不妨先听听严的解释。严心里非常清楚，在原本的剧情走向里，调查组的仲海会当场惨死，其他人除了唐素英外，也全会被废掉武功。就算南宫管赶去，也没能留住凶手。这场惨剧在原本的故事中，不过是用来展现魔道残忍以及拉开恩怨的工具，可眼前的悲剧绝不能重演。眼看向一刚一字一句说道，父亲曾教导过他，绝不能对弱者的苦难视而不见，自己也一直梦想能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。可如果父亲为了治好他的病而选择对受害者见死不救，那他就再也没办法说出想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了。即便放弃救人赶去求医，这趟旅程最终也是徒劳无功。在原本的剧情里，父亲因见死不救而深深自责，随后不仅没能求得神医救治，还终生活在打破原则的悔恨中。这一世，严绝不能让父亲再次带着遗憾生活。面对严这番贴心的话，一旁的南宫管被说得当场抓狂，他气得冲一刚大吼，让他赶紧管管自家女儿。可一刚却始终一言不发，他缓缓走到严面前，温柔地握住女儿的手，看着懂事的严，一刚心里既心酸又欣慰，坦言为有这样的女儿感到自豪。眼看父女俩达成一致，败下阵来的南宫管崩溃大喊，警告他们以后可千万别后悔。南宫管见劝不动父女俩，气得当场摔门离去。夜幕降临，半夜屋外的嘈杂声将严吵醒，他赶忙下床查看，发现院子里火光闪烁，到处都是举起火把跑动的人影。一刚随即赶到女儿身边，将严紧紧抱在怀里。一刚让严回房休息，可院子里传来的对话却让严大惊失色。隐宗弟子福天居然遇害身亡，副门主周旭和南宫管已带着调查组赶去现场。严心里大吃一惊，他们才刚赶到这里1天不到，在前世的记忆里，命案根本没有发生的这么快。而今生唯一的变量，正是父亲和南宫管因为他的劝说，选择留了下来。看着准备出门的父亲，严赶忙出声喊住了他。命案现场的树林里，福天倒在地上一命呜呼，唐素英上前替他合上双眼。南宫管和调查组查看完尸体，发现福天是被瞬间一击毙命，胸前的伤口既不是剑伤，也不是重武器砸伤的痕迹，死者甚至连佩剑都没来得及拔出，显然在意识到危险之前就已经惨遭杀害。更诡异的是，死者当时分明是正对着凶手，以他的武功，竟然连拔剑抵挡的机会都没有。仲海搜寻四周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。福天深夜独自来到林中，面对凶手却没有丝毫防备和反抗。南宫管据此推断，凶手极有可能是死者的熟人。这时他再次看向死者胸前，发现那道致命伤口居然有些眼熟，他确信自己曾经见过同样的伤口。正当他试图理清线索时，树林深处突然传来异动。唐素英刚察觉不对，藏在暗处的敌人已然凌空袭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南宫管一把推开唐素英，林间瞬间炸响冰刃碰撞的脆鸣，伴随着清脆的冰刃交锋声，对方的真容终于暴露在众人面前。看到来人的面孔，仲海震惊地认出，眼前行凶的竟然是林副手。双方随即在林中展开激烈交锋。南宫管虽然接下刚才的致命一击，却被强劲的冲击震得连连后退，当场吐出一大口鲜血。素英急忙上前将他扶住，落地的林副手周身缭绕着诡异黑气。素英震惊地质，问他为何背叛大家。还没等众人理清状况，仲海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居然无法调动丝毫内力，连重伤的南宫管也难再支撑，现场局势瞬间彻底失控。素英和南宫管很快反应过来，体内中的竟是散功毒。林副手得意地狂笑出声，坦白早在众人赶来的路上就已在饮用水里下了毒。面对素英的怒斥，林副手毫无悔意反唇相击。程律见状提剑上前，林副手立刻转头向他发起了猛攻。失去内力加持的程律根本挡不住对方的猛攻，瞬间就被一击中撞飞了出去。素英见状立刻挥出暗器逼退敌人，林副手纵身跃起避开。他心里暗自恼火，当初怕被警觉的素英察觉，才没敢在他的水里下毒。素英手持暗器护在同伴身前，严阵以待迎战强敌。哪怕失去了内力，慧香和仲海依然持冰刃冲向敌人。林副手见状冷笑一声，挥出数道凌厉的攻击，没有内力护体的二人根本无法抵挡，瞬间被重创击飞倒在地上。远处的素英只能眼睁睁看着同伴相继倒下。素英怒斥着挥手甩出数道飞刀，试图逼退前方的敌人，可林副手身形极为矫健，贴地滑行便将飞刀尽数躲开。看到自己的暗器全数落空，素英顿时心头一惊，没等他做出反应，林副手猛地一脚踏碎地面，借力凌空跃起，咆哮着向他直扑过来。
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凌厉的剑气破空斩出，直接将扑上来的敌人硬生生击飞。一刚及时赶到，稳稳挡在素英身前，替他接下了这致命一击。看着挡在自己前方的背影，素英一时间愣在了原地。一刚横剑立于身前，化解了刚才的致命危局。南宫管也赶忙说出眼下的死局，敌人暗中释放了散功毒药，除了素英之外，其他人全都散尽内力，丧失战力。偷袭失败的林副手满脸震惊，质问本不该赶来的一刚为何会在这里。一刚则冷声反问回去，回忆起当年曾亲手将他重伤毁容，痛恨老天竟然还留了他一条命。听到这段恩怨，南宫管终于揭开了敌人的伪装，震惊喊出魔头千鬼曹的名字。被揭穿伪装后，那人不但没有慌乱，反而低声冷笑起来，称赞一刚居然能将他认出来。说话间，他的骨骼发出阵阵异响，身躯开始急剧膨胀，伴随着撕拉一声巨响，他一把撕碎了身上的假面与外衣，终于露出了原本的真面目。私下伪装暴露真容的，正是恶名昭彰的魔头鬼祖。10年前，他到处拐带孩童，凭着高强武功与险要地形，将围剿的高手重创殆尽。就在世人以为无人能制服他时，年仅20岁的一刚横空出世，挥剑直接将魔头砍成重伤，逼得凶残的鬼祖仓皇逃走。看到当年受了重伤的魔头竟还活着，后方的仲海满脸不可置信。面对重现江湖的鬼祖，一刚扭头询问素英能否帮重伤倒下的南宫管解毒。素英表示运功逼毒最多需要半小时，但这期间一刚必须独自一人去抵挡眼前的强敌。一刚毫不犹豫拔剑出鞘，让素英安心救人，自己一人迎战鬼祖。鬼祖见状发出猖狂冷笑，嘲讽有自己在场，绝不可能让他们顺利运功解毒。后方的南宫管当即盘腿运功，惠香与仲海持兵刃在旁戒备。鬼祖怒吼一刚太过自大，一刚则握紧剑柄严阵以待。面对鬼祖狂暴的砸击，一刚挥剑将所有攻势全数挡下，不仅未退半步，反而顺势将魔头向外侧逼退，主动拉开了与后方仲海的距离。正面交锋落入下风的鬼祖意识到开阔场地对自己极为不利，当即决定将一刚引向树林，借助复杂地形重新抢占优势。话音未落，鬼祖纵身跃入密林深处，一刚也毫不犹豫飞身追了上去。随着两人打进密林深处，后方陷入一片沉寂。时髦仲海突然大口咳血，强烈的内伤让他难以支撑。惠香焦急地上前询问，顺势提起消失的程律。仲海猜测他大概是去寻找支援了。看着前方咬牙逼毒的南宫管和满地受创的仲海，大家的伤势远比预想中严重。惠香只能在心中祈祷能有人赶来救援。一刚一路追进密林，却在复杂的林间跟丢了对方的踪迹。此时鬼祖早已潜伏在高处的树冠之上，居高临下锁定着他的位置。趁其不备，鬼祖从天而降，猛然发起奇袭。一刚反应极快，挥剑迎击挡下了这迅猛的一击，双方一击即散，在林间落定，重新对峙起来。隐藏在暗处的鬼祖故意拿言无法习武的事情发起心理攻势，嘲讽百里家不仅有人身患重病，甚至天生气和极差，根本无法练武。面对敌人的言语挑衅，一刚一剑斩断了旁边的树木。鬼祖的狂笑声在密林中回荡，肆意嘲讽所谓的名门世家，连自家骨肉都无法教授武功。回荡的笑声让人难以确定具体位置。就在一刚警惕环顾四周时，对方突然从暗处抱起突袭，重拳带着强劲的力道砸向剑刃，二人瞬间在林间展开交锋。鬼祖借着猛烈的攻势继续言语挑衅，质问一刚究竟能保护女儿多久。鬼祖言语中的挑衅击中软肋，一刚心神一震，手中的剑气瞬间失去了平衡。鬼祖敏锐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破绽，借势止住退身，咆哮着直扑向前。面对绝佳的杀机，鬼祖挥出重击直逼对方命门，这记致命的重击强行轰开防线，鲜血顿时飞溅开来。面对直扑命门的绝杀之势，一刚反倒冷静抓住对方露出的空档，他顺势后仰闪过正面锋芒，拔剑挥出凌厉反击，精准划破鬼祖的防线。虽然成功反制强敌，一刚的脖颈也被余为划伤，按着渗血的伤口，他暗自遗憾刚才一剑没能砍得更深。错失良机的敌人心中大怒，南宫管却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持剑发起猛烈反击。来不及多想，一刚挥剑加入战局，一剑精准刺中鬼祖。受到二人前后夹击，鬼祖深知无法同时对抗两名高手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也只能借着密林遮掩仓皇撤退。南宫管急忙赶到一刚身旁询问伤势，受伤的一刚顾不上脖颈伤口，催促南宫管立刻去追逃走的目标。危机解除后，众人回到室内调养，同伴们都在纳闷，一刚为何能如此迅速带人赶来。身上带伤的仲海举起言，激动地向其他人炫耀，直夸言靠做梦预知了危险，这才领着戴夫和援兵救了大家。看着被越吹越神的传言，坐在腿上的言满脸无奈，这哪是什么预知未来的神功，不过是得知救援队遇险后，使用了小孩子最灵的终极大招，直接大哭着喊爹爹求助，这才成功把父亲一刚引了过来。仲海摸着言的头连连道谢，称赞要不是他救场，自己恐怕早已丢了性命。言表面上有些尴尬，心里更是羞得抬不起头。当时情况危急，他只能撒泼打滚，假装做噩梦，大哭大闹，逼着爹爹赶去救人。虽然过程让人不好意思，但好在确实保住了大家的性命。门外突然传来通报，一刚已经安全赶了回来。看见父亲安然走进室内，言兴高采烈地抱着东西迎上去。一刚温柔地摸了摸女儿的头，小声提醒自己身上满是泥土，言心里却完全不在意。后方的唐素英迎上前，意外两人竟回来的这么快，并立刻询问起南宫管的下落。男人解释说，南宫管
正独自追查鬼祖，甚至借此摸到了鬼祖藏身的地方。得知找到了敌人的巢穴，唐素因大吃一惊，急忙追问那些失踪孩子的下落。听到被拐走的孩子恐已全部遇害，严正面露沉重，外面却突然传来消息，居然救回了一名幸存者。紧接着，一个身形瘦小的小男孩被领进房间，看着走进门的雅律，严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在他的前世记忆里，当年被拐的孩子根本无一生还，这脱离前世轨道的变故，让严心里掀起一阵惊涛骇浪。看到严抱着东西在原地发呆，父亲一刚开口询问他在拿什么，严这才回过神来，解释是仲海送给自己的零食。严打开木盒子，想把仲海送的糕点分给父亲，被父亲婉拒后，他主动走向刚被救回的小男孩，看着这个受了惊吓的幸存者，严热心的递上糕点，微笑着报出自己的姓名百里岩。然而面对严的善意，雅律的眼神却骤然变得冰冷沉重。严开口询问对方的名字，可看着眼前的孩子，心里却莫名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这种窒息般的感觉，正如他前世第一次看到父亲脖子上的伤口。瘦小的男孩缓缓开口，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雅律。这一刻，严突然感到脖颈泛起一阵冰冷的战栗。严瞬间反应过来，在原本的小说剧情里，雅律可是后期才会出现的幕后反派。按时间线，此时他本该被关在看押恶徒的恶人谷中，可如今他却提前出现在了这里。严躲在门后暗中观察，此时仆从正在向唐素英汇报，表示那孩子洗澡时十分安静，无论怎么询问都不愿透露来历。但仆从紧接着补充了一个细节，那孩子浑身上下布满了新旧伤痕，此前显然遭受过极为残忍的虐待。不料屋内高手警惕性极高，严还没听完就被当场察觉，意识到在习武之人面前根本藏不住，他干脆放弃潜伏。严跳出门后，脸上瞬间挂起无辜甜美的笑容，打算彻底扮成一无所知的小孩。看到来人是严，原本警惕的仆从们立刻放松下来。严趁势卖萌解释自己只是好奇父亲带回的孩子，才凑过来看看。严趁机拿出一盒药膏，表示自己只是想找同龄人玩，见对方身上有伤才特意带了药，希望能亲自送进去。面对严的请求，唐素英和仆从商量后，觉得同龄孩子更容易放下戒心，便同意让他进去，但也叮嘱他绝不能强迫对方。顺利拿到许可的严虽然松了一口气，但一想到屋里坐着的可是小说后期的大反派，他的心跳依然止不住的加速。严按住胸口，不断安慰自己一切都还没发生。他悄悄推开门，看着独自坐在桌旁的雅律，为了防止未来的悲剧重演，他必须搞清楚对方为何会提前出现在这里。可近距离看着眼前的男孩，严的心情瞬间沉到了底。眼前这副冷漠的眼神，简直和未来那个大反派如出一辙。严攥紧衣角，准备主动开口打破僵局。雅律并没有理会进门的严，反而径直伸手触碰桌上的鲜花，随着紫黑色的魔气迅速蔓延，原本鲜艳的花朵在瞬间枯萎凋零。严被眼前这一幕震惊，一眼认出这是能吸收生机、化为己用的邪功。眼看对方还在继续，严立刻迈步上前，大声喝止。严连忙质问雅律这件事父亲是否知晓。雅律平静地点头承认，严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对方被单独关押的原因。他继续追问其他人是否知情，雅律表示只有一刚一人知道。严心中明白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雅律恐怕会被立刻送往武林盟。就在严还在沉思时，雅律却突然抬起头，冷不丁问他是不是来杀自己的。严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彻底问懵。雅律坦言是鬼祖告诉他这一切的。严这才想起在前世，雅律就始终执着于他，准确的说是执着于他作为一刚女儿的身份。结合侍从提及雅律身上的伤痕，严推测这套邪功正是鬼祖所教。可对方这么做的动机，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。正当他陷入沉思时，一刚推门而入，见女儿竟私自跑进屋内，当即出声质问起来。一刚质问的话还没说完，视线就被桌上那盆枯萎的花吸引。看到这异常的景象，他的神色瞬间沉了下来。一刚严厉地告诫雅律，要不是刚好被严撞见，他现在早就被压下去了。面对质问，雅律依旧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。一刚轻轻抚摸着严的头，严肃地表明自己的立场，无论如何他绝对不会为雅律的罪行隐瞒。一刚把严抱回房间后，表示打算带上雅律，只要对方保证不再使用魔功，就给雅律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严心里十分清楚，私自瞒着众人收留雅律到底有多危险。一刚拉着女儿的手自责道，都怪自己当年没能彻底铲除鬼祖，这才留下了今日的祸端。既然隐患由他而起，他就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，同时也希望严不要因此对父亲感到失望。为了寻找神医，一行人乘马车踏上了行程。一路上暴雨断断续续，车轮多次陷进泥泞里，整段路途走得十分艰难。好不容易赶到了目的地，严和父亲以及南宫管刚下车，眼前看似平静的村子里，似乎又有新的麻烦在等着他们。下属赶来向众人汇报，他们在村里一共搜出13具带有刺伤的死者。南宫管当即下令扩大搜索范围，当务之急是确认神医的安危。严在心里暗自盘算，村里原本有8个大人和5个孩子，如今13具尸体，意味着恰好少了1个大人和1个小孩。虽然还没确认死者身份，但这也说明神医和仆童极有可能还活着。正当严因思虑过度感到一阵晕眩时，一刚急忙上前询问女儿的状况。严抬头看向父亲，连忙开口表示自己并无大碍。严打算亲自去神医住过的地方调查，他借口去附近散步，得到父亲一刚的许可后，便独自走开。没走几步，雅律就默默跟了上来。严有些无奈，看来对方是要全程盯着自己了。
严一边朝着荒僻的小屋走去，一边回想着关于神医的线索。神医身边曾有一个负责照顾起居的小丫头。严回想起原著记载，小丫头在山体滑坡失亲后听力受损，被神医救下后便一直全心侍奉。书中提到她事发后曾躲在附近，可严记不清具体细节，只能在周围搜寻。这时跟在一旁的雅绿突然指着远处的大树开口，询问严是不是在找这个。严走过去询问，雅绿指了指树根下方的空隙，虽然缝隙看起来十分狭窄，但严凑近一看，小丫头居然真的缩在树洞深处。严赶忙叫来父亲，把救出的小丫头安顿在长椅上。一刚检查后发现小丫头不仅发着高烧，还伴有严重脱水，显然已经在树洞里躲了至少整整1天。一刚原本打算带她去附近村子就医，严连忙提醒父亲，离这最近的村庄根本没有大夫。一刚这才意识到不妥，但眼下必须尽快让小丫头醒过来，才能问清袭击村庄的元凶以及神医的下落。听到父亲这番话，严心中突然冒出了主意。严想到烧毁的废墟里留有草药，便主动提出回去搜寻。见父亲有些不放心，他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绝不会认错。采完药赶回来的严，却在长椅旁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：原本冷漠的雅绿，竟然在动作熟练地照料着小丫头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瞬间陷入沉默。严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父亲竟不知去向，连忙出声询问一刚的下落。雅绿表示一刚是去准备所需物品。严听后坐在一旁陷入沉思。虽然前世的悲剧还没有发生，他也一直告诫自己要善待雅绿，可只要一看到雅绿的脸，过往的惨剧就会不断浮现，让他至今不知该如何面对对方。收回思绪后，严见雅绿照顾小丫头的手法十分熟练，便顺口问她以前是不是照顾过别人。雅绿解释是因为母亲过去经常生病。听到这个回答，严一时惊讶脱口而出，问他难道还有母亲？刚说完，他就意识到自己失言，顿时尴尬的不知所措。严在心里暗骂自己糊涂，反派怎么就不能有母亲了？为了化解尴尬，他连忙解释说自己记事起就没有母亲。听完严的解释，雅绿有些意外地轻声确认，两人之间的气氛一时更加沉闷。没等严想好怎么接话，雅绿却低声说至少他还有个父亲。意识到对方是在安慰自己，严心中的防备消散不少，他立刻笑着点头认同，心里对雅绿的印象也有了改观。严顺着话题询问雅绿母亲的近况，雅绿平静地说母亲已经离世。听完回答，严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。就在这时，躺在一旁的孩子手指忽然动了一下，躺着的孩子有了动静，严连忙凑上前询问状况。孩子缓缓睁开双眼，严温柔解释是在树根下发现了他。还没等话说完，孩子突然伸手紧紧抓住了严，嘴里还焦急地咕哝着什么。严一时有些茫然，试着让他先慢慢坐起来，可看着对方急切的神情，严这才意识到自己疏忽了关键细节。话音未落，突如其来的剧烈震动打破沉寂，远处山崖发出阵阵轰鸣，竟是突发了山体滑坡，无数巨石顺着山坡滚落。严赶忙拉起小丫头，在雅绿的掩护下向外撤离，可坍塌范围扩散的极快，落石源源不断砸向周围，眼看就要被落石追上。严突然出手，用力将小丫头朝安全区域推了出去。坍塌的巨响渐渐平息，周围重新归于沉寂。昏迷中的严在漆黑的地下醒来，有些茫然地睁开双眼，只见不远处的昏暗中竟亮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。确认自己还活着后，严只觉得全身一阵剧痛，回想这一路的遭遇，好不容易找到神医住所，却空无一人。刚找到知情的孩子，又赶上山体滑坡，简直像老天在阻挠他医治气海。严甩甩头打消消极念头，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活着出去。他开口说话时，声音在空间里回荡出清晰的回音。伸手触摸四周墙壁，发现墙面和平的整得像人工凿刻。严打起精神，朝着前方发出亮光的地方走去。看着人工凿刻的痕迹，严推测这里或许是万神医的隐秘之地。虽然侥幸逃过一劫，却依然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。走到通道尽头，面前竟显现出一间地下房间，屋里整齐摆满了密密麻麻的药柜，墙角还堆放着各类药罐与器具。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严瞬间明白过来，这里正是神医万先生隐匿在山体深处的地下药库。严在药库里翻出一个木盒，发现里面竟然装着极其罕见的洗髓丹。虽然很想把珍贵草药带给父亲，但眼下得先找到离开地下的办法。可随着伤势发作，严的身体沉得几乎无法动弹。更糟的是，这里的丹药都需要内力催化，对受损的气海根本起不了效果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四周突然传来了一阵清晰的声音，让严猛地抬起头来。听到这阵敲击声，严第一反应是父亲来找自己了。除了寻找他的父亲，谁还会在这密闭的地下敲打墙壁？他连忙小跑过去，发现声音正是从眼前这面巨大的药柜后面传出来的。仔细观察周遭，严注意到旁边桌上的灰尘有被朝同一个方向划过的痕迹。看清痕迹留下的线索，严伸手按住机关，尝试打开通往墙后的通道。随着机关触发，药柜缓缓向两侧打开，门后的隐藏空间里竟瘫坐着一个满身是血的人。眼前血腥的场景让严被吓得直接瘫倒在地。严原本以为门后只是一具尸体，直到看见对方的手指还在地上敲打，他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藏在墙后面的这个人居然还活着。门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，对方解释说刚刚一直在敲打墙壁，让严不要害怕。得知对方还活着，严连忙站起身来，准备在药库里寻找救命的丹药。
可还没等他行动，对方却突然开口喊出了他的名字。对方表示不必麻烦，因为他知道妍一直在到处寻找自己，甚至一眼看穿了他体内没有内力的秘密。妍这才猛然意识到，眼前这名重伤垂死的老者，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神医万先生。万神医闻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，追问上面的村子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看者命不久矣的神医，妍犹豫片刻，还是如实告知村子已被屠毁。得知噩耗的神医低声回应，随后妍提起，其实村里还有一个幸存者。坍塌爆发前的最后一刻，父亲确实抱住了那个叫索诺可的小女孩。神医得知那孩子还活着，忍不住轻笑起来，紧接着便猜出妍的父亲正是名声在外的百里一刚。可神医却话锋一转，质疑起他父亲的传闻是否属实。听不得父亲受辱的妍当即大声反驳。老者见状反问，若传言属实，他又怎会抛下亲生女儿去救旁人？这话让妍一时语塞，低声解释并非父亲无能。他回想起坍塌瞬间，父亲只有2只手臂，是他主动推开另一个孩子，才让父亲能把人救下。神医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妍主动选择救人，自己才被困在这绝境之中。妍坦言自己并非伟大，只是做出了选择。如果当时自己没有主动推开别人，父亲就要在救他还是救别人之间做抉择。父亲向来仁厚善良，绝不会对遭难的人视而不见，所以他绝不能让父亲面临这样残酷的挑选。听完这番话，神医大为震惊，刚想质问他难道就不在乎自己的性命，话没说完便剧烈咳嗽起来。眼看神医眼神渐渐涣散，命悬一线，妍赶忙询问离开地下的办法，可神医却自顾自地低声喃喃，痛斥着所谓正道的虚伪。没等妍反应过来，老者突然出手，一把死死抓住了他。神医死死按住妍，问他是不是想修复气海。眼看自己时间不多，神医决定将某种东西传给他，交代日后怎么用全凭他自己决定。画面一转，2个月的时间悄然而过。坍塌的废墟上，搜寻的人一边清理土石，一边感慨过去了这么久，人绝不可能还活着，觉得他父亲也该死心放弃了。搜救的人心里很清楚，妍的父亲不过是想找回女儿的遗体，好让她入土为安。话还没说完，其中一人突然停下手里的活，指着远处的山头惊呼出声。同伴原本以为又是雅律跑来干扰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有些不对劲，雅律的背上竟然还背着一个人。被救回来的妍终于在室内安置了起来，然而此时的他双眼却蒙上了厚厚的白纱。面对众人的关心，妍只是轻声回答自己好多了。可旁边的随从心急如焚，立刻质问郎中，他的眼睛究竟出了什么状况？郎中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直言自己也无法确定，推测或许是在黑暗的地下困了太久，才导致了眼部的异常。郎中坦言，如果是缺乏阳光，随着时间推移本该慢慢好转，但眼下视力丝毫没有恢复迹象，若伤得太重，恐怕会永久失明。这话把一旁的随从吓得不轻，蒙着白纱的妍心里很清楚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眼疾，自然不可能靠吃药医治。自从那天神医将某种力量注入他的体内之后，他的身体就产生了异样。如今即便双眼被遮得严严实实，妍却获得了2种不同的视野，甚至能清清楚楚看到远处郎中与随从的举动。另一种视野能让他看见人身上散发的特殊光彩，但自从离开山洞后，双眼就频频感到不适，甚至连睁开眼睛都异常艰难。妍眼角渗出的泪水被一旁的随从看在眼里，以为他是因失明和此前被困而害怕，心急之下连忙冲上前关切。为了能让妍得到更好的医治，随从当即提出带他一同前往南宫世家。面对随从突如其来的提议，妍一时间有些吃惊。随从正在向妍解释，父亲为了救他正四处奔波求援，目前还没收到他获救的消息，希望妍能跟着自己回南宫世家，寻找更厉害的名医诊治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房间的木门就被推了开来，雅律端着托盘缓缓走入室内。看到雅律突然出现，随从感到有些意外，妍的心里也十分纳闷，不明白雅律为何至今还没有离开。随从接着向他说明，事故发生后，妍的父亲自顾不暇，便把雅律托付给自己照顾，随后嘱咐妍先好好休息，自己会立刻修书向妍的父亲通报平安。此时雅律端着茶盏在一旁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妍，让妍觉得气氛十分尴尬。妍轻轻吹着热茶，只盼着父亲能快点收到消息。雅律看着面前的妍，突然开口质问，当时究竟为什么要救他？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妍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坍塌滑坡那次。雅律紧接着补充道，明明他平时一点也不喜欢自己。面对雅律这番质问，妍的心里猛地一沉，他放下茶杯解释道，人的性命都很宝贵，自己救他只是出于这个原因。刚说出口，妍就有些后悔，觉得自己应该先澄清，自己其实并不讨厌他。可雅律却冷不丁回应，说自己的命根本不算宝贵。他语气里的理所当然，让妍一时间不知该怎么接话。这时妍突然伸手叫他靠近，妍让雅律再靠近一点，雅律直接凑到了他面前，妍伸手弹了他一下，雅律被吓得连忙后退。妍没好气的表示，这弹一下根本就不会痛，他本没打算拿救命恩情说事，可雅律竟然对救命恩人说出那种轻视性命的话。雅律慌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，可妍越说越生气，喊他过来准备再弹一次。没想到雅律真的乖乖低头靠近，妍无奈之下又弹了他一下。妍揉着太阳穴，心里暗暗有些吃惊，没想到雅律把心里话藏得这么深，自己竟完全不知他如此轻视自己。
被这么一折腾，颜直言自己现在头疼的没法服药，表示只能过会儿再吃。雅律在一旁也只能乖乖答应。看着眼前的雅律，颜心里莫名感到烦躁。现在的她与自己记忆中的模样完全不同了。屋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，雅律察觉异常，告诉颜外面出了状况，两人便一起循声出门查看。刚走到院子里，就看到侍卫正严词拦阻，不肯让人进入。只见几名侍卫围着一个小孩，厉声警告他别不知好歹。见对方执意不肯离开，甚至准备直接把人扔出去。颜仔细一看，被推倒在地上的孩子竟然就是索诺可。索诺可爬起来，还想往里冲，侍卫一把提住他的衣领，向颜赔罪，保证会立刻把人彻底赶走。被拎在半空的索诺可眼眶泛红，还在不停挣扎。颜叹了口气，叫侍卫放开他。侍卫闻颜松开手，索诺可一落地拔腿就朝颜冲了过去，一把死死抱住了他。面对索诺可这突如其来的举动，颜心里顿时泛起了嘀咕，完全搞不懂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。索诺可紧紧抱住颜，不肯松手。颜有些尴尬的劝他先放开。一旁的雅律死盯着索诺可，颜见状便让雅律先回避一下。雅律虽然不太情愿，也只能默默转身走开。剩下两人后，颜主动开口，以为索诺可是来找万神医的，直言找自己并没有用。没想到索诺可听完却急得拼命摇头否定。颜问他是不是知道万神医的研究室在附近，索诺可连连点头承认。颜虽然不知道索诺可为什么一直在找自己，但确认了对方的名字叫索诺可后，还是决定把事情说出来。想到万神医没有家人，索诺可是他最亲近的人，颜便握紧拳头，把万神医已经离世的消息告诉了索诺可。听到这个残酷的真相，索诺可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索诺可得知噩耗后大哭不止，眼前这副模样让颜不禁想起了先前那只鸟。颜拿出一大包沉甸甸的银两，递到了索诺可手中。这笔钱足够索诺可在村里安顿下来。颜觉得能帮的自己都已经帮了，是时候准备动身离开了。索诺可看着手中的钱袋，满脸都是震惊。索诺可突然伸手拉住了颜，颜耐心安慰他说，村里人会照顾好他，自己也会让父亲帮忙找个好养父。可索诺可拼命摇头拒绝，反而扑上前一把死死抱住了颜。这一幕刚好被躲在柱子后偷看的雅律撞见，看到索诺可抱住颜，雅律瞬间变了脸色，拔腿就向着两人猛冲过去。雅律一把揪住索诺可的后领，直接把索诺可整个人拎了起来，勒得索诺可当场一阵咳嗽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颜吓了一跳，连忙质问雅律究竟在干什么。雅律却理直气壮地解释说，索诺可刚才差点把颜给撞倒了。颜气得大声训斥，就算这样也不能直接伸手拽领子。严厉命令雅律立刻把人放下来。见颜真的生了气，雅律只好乖乖松手。颜赶忙蹲下身查看索诺可有没有受伤。见颜动了怒，雅律低声道了歉，可颜心里清楚，他只是害怕自己生气，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错在哪。这时索诺可轻轻拉住了颜的衣裙，颜有些意外，问他是不是想跟着自己一起走。索诺可眼里闪着光，连连点头。很快众人便安排好一切，乘上马车踏上了路程。车厢里气氛有些沉闷，雅律独自待在一旁，颜也陷入了沉思。车厢里雅律突然打破沉默，问颜刚才为什么不带上索诺可。颜坦言百里世家身处江湖，如今危机四伏，能不把普通人卷进来最好，况且过不了几年正邪大战就会爆发，到时普通人根本无法立足。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背负别人的人生。说到这里，颜顺便给雅律提了个醒，自己在百里世家其实并不受欢迎。颜坦言自己现在连自保都成问题，根本没办法再去保护其他人。虽然南宫世家的人对待自己十分友好，但只要一回到百里世家，局势就会彻底改变。他只是希望雅律能提前把这些事情了解清楚。一刚独自走到池塘边，看着水里游动的锦鲤，不禁回想起以前的场景。那时研制着池里的鱼，讲起每条锦鲤不同的性格，有的总是霸道抢食，有的懒洋洋最后才来，还有的每次都冲在最前面。欧兰当即直言，既然颜已经不在了，就该让父亲把他的孩子接回来，没必要继续留在戒律堂。路过的下人也在私下议论，抱怨还要远赴偏远小镇去把颜的遗体带回来。看在眼里的一刚心中一片冰凉，偌大的百里世家之中，竟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过颜，甚至连悼念的人都没有。明明颜生前极力避免冲突，拼尽全力守护着家族，可大家对待他却只有冷漠。这时恩斗一路大声呼唤，急忙朝着一刚这边跑了过来。恩斗跑来汇报南宫世家送来的消息，一刚以为只是找回了遗体，恩斗却激动的大声道出真相，颜其实还活着。一刚闻言震惊的猛然回头，另一边看到颜平安无事，南宫管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可当他靠近时，却发现颜的眼睛有些不对劲。南宫管急忙伸出2根手指，询问颜能看见几个。颜犹豫着回答说是4个，吓得周围所有人面色大变。没想到颜却笑了起来，说自己只是在开玩笑，其实看清了是2个。南宫管神色一沉，问他觉得这很好笑吗？颜吓得连忙低头认错。看着眼前活生生的颜，南宫管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一把将他紧紧搂进怀里。他低声说着欢迎回来，能再次见到他真的太好了。众人松开后，乘上马车踏上归途。车厢里颜解释自己之所以耽搁这么久，是因为一直在翻查万神医留下的典籍，寻找离开皇陵的出口。南宫管这才得知万神医的实验室竟建在先王陵寝之中。随后颜拿出一个木盒，递到了南宫管面前。南宫管疑惑地拿起里面的药瓶，在眼前仔细端详起来。
南宫管认出瓶子里装的竟是能增加100年内力的宝物碧苍丹，而且盒子里整整有2瓶。言微笑着解释，这一瓶是给父亲一刚留的，另一瓶则是准备送给南宫管的。听到这话，南宫管大吃一惊，随后他收起情绪，伸手把药瓶递还给言，明确表示自己不需要。言拆穿他说话声音都在发抖，南宫管急得当场反驳，直言自己绝不可能拿言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宝物。言笑着劝南宫管不用害羞，拿走其中1瓶就好。南宫管依然急得大声拒绝。言看着南宫管，说自己清楚碧苍丹有多珍贵，但在他心里，南宫管从未放弃寻找自己的这份心意，远比丹药更加宝贵。听到这番话，南宫管当场愣在了原地。言趁机催促说手都举酸了，南宫管无奈接下了药瓶，郑重向言道谢，表示会将这份情谊永记于心。经过数日的奔波，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南宫世家。言先开车连看向窗外，随着马车缓缓停下，南宫管也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族领地。言回想起前世来到南宫世家时，柳青去了外公家半年没回来，连家主与南宫管的妻子素货也都不在。言原本以为反正自己只在这里待上1个月就走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，谁知他刚一进门，本该不在府上的素货竟然微笑着迎了出来。看到素货突然出现，言大吃一惊，对方主动走上前来，一眼认出了言。言礼貌的上前打招呼，素货温柔的关怀他一路辛苦。言心里十分纳闷，既然本该在外公家的素货人在府上，难道柳青也在这里？正想着，南宫管走上前向素货询问柳青的下落。听说柳青此刻正在修炼，南宫管有些疑惑，难道那小子不知道自己回来了？看着素货的微笑，南宫管立马反应过来，柳青分明是知道自己回来，才特意躲着不出面。南宫管气得挽起袖子，准备去找柳青算账。素货赶忙伸手拉住他，说还有另一个孩子要介绍，随后便叫身后的红发女孩徐夏玲上前打招呼。徐夏玲上前抱拳自我介绍，正是利川徐氏的徐夏玲。听到这个名字，言大受震撼，对方正是这部小说里的女主角。眼前的剧情走向与言前世的记忆完全不同。言坐在椅子上万分困惑，先是雅律，现在连小说主角都提前登场，局势逐渐脱离掌控，让他一时分不清好坏。更糟糕的是，听说位列天下高手之一的南宫武哲如今也在南宫世家之中。言还在担心自己能否瞒过天下高手，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言赶忙趴到窗边查看，发现雅律正死死拽着徐夏玲的手腕。徐夏玲疼得直喊放手，质问对方到底是谁力气这么大。言连忙出声打断，询问两人在干什么。雅律冷冷的解释说，徐夏玲刚才像老鼠一样在窗外偷窥。徐夏玲一听这话，立刻气得当场炸毛。言赶忙在窗边劝雅律松手，雅律这才松开了徐夏玲。气不过的徐夏玲狠狠踢了雅律一脚，便转身跑远。言趴在窗边看得目瞪口呆，雅律连忙问须部需要追上去，言表示自己没事，也不用去追。言顺势提醒雅律，徐夏玲是习剑之人，需要保护手腕，以后绝不能再这样用力硬抓。雅律听完应了一声，默默记在了心里。言向雅律说明，徐夏玲其实是利川徐氏家主的女儿。见雅律反应十分敷衍，言无奈让他进屋给腿擦药。雅律刚想推辞，身旁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，叫雅律先过去回话。两人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位老者不知何时立在身后，言完全没察觉到对方靠近，更震撼于老者体内那庞大骇人的内力。老者居高临下的打量着雅律，在雅律准备抬脚上前时，老者突然厉声呵斥，出手如电锋住了雅律的穴道。雅律瞬间被定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趴在窗边的言大吃一惊，大声质问对方要做什么，随即毫不犹豫地翻身跳出窗外。老者见言跳下窗来，顺势抬手并拢双指，径直向他迎面点了过去。面对迎面点来的双指，言虽然能看清对方的轨迹，却因身在半空，根本来不及躲避。老者这一指结结实实击中胸口，直接将言重击倒在地。老者原本以为言会避开，见状大吃一惊，连忙质问他为何不躲。而倒在地上的言只觉得胸口传来阵阵剧痛，老者连忙伸手按住他，解释刚才误点了他的死穴，若不及时解开，恐怕性命难保。说完便迅速出手，在言的胸前连续点穴救治。然而言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意识也跟着一点点淡了下去。言在床上悠悠醒来，刚才出手的老者正坐在不远处，见他睁眼，便冷声叫他赶紧起来。身旁的雅律连忙上前关切询问，言点头表示自己没事，心里暗自庆幸老者刚才替他解穴时，并没有察觉到他体内的魔功。老者见言盯着自己，便斥责他不知感恩。言虽然心里吐槽，明明是对方先误点了死穴，也只能乖乖开口向老者致谢。言顺势问起老者的身份，老者反而傲慢的反问，能在这南宫世家中畅通无阻的老头还能有谁？听到对方给出的提示，言瞬间反应过来，他试探着开口询问，难道面前这位老者就是南宫世家的家主？老者听后立刻挺起胸膛，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神情。言看着面前的老者，没想到堂堂南宫世家家主竟是这么个脾气古怪的老头。他本想站起身正式自我介绍，却被老者直接叫住，让他坐回去。言只能乖乖坐回床上，试探着询问老者的来意。老者开门见山，径直伸出手，要言把身上的碧苍丹交出来。听到这个意料之外的要求，言被惊得大脑一片空白。老者却笃定他手里绝对有。言当即反问，就算自己真有，凭什么要交给他？老者冷哼一声威胁道，劝他在惹上麻烦前赶紧交出来，还一口认定丹药是他从神医那里偷来的。言当场否认，表示自己继承了神医的衣钵，算得上是神医的弟子，
拿走丹药理所应当。老者听完，不仅完全不信，反而狂笑起来，随后猛地一掌将面前的桌子拍得粉碎。老者怒不可遏地呵斥，不仅揭穿颜把修炼魔功的人带进南宫世家，还限他立刻交出碧苍丹。颜这才意识到对方竟连雅律的事都一清二楚，连忙辩解雅律并非魔教中人，只是被迫修炼魔功。老者完全不听解释，甚至威胁要把两人当场击杀。面对威胁，颜当即反问老者，难道想挑起与百里世家的战争？老者对此只是冷哼一声，嘲讽在百里世家根本无人会在乎他的死活。老者对此丝毫不以为意，直接亮出交换条件，只要颜交出碧苍丹，他就对雅律修炼魔功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若是不交，就立刻要了颜的性命。面对生死的威胁，颜陷入沉思。颜最终做出决定，答应把碧苍丹交给老者，但作为交换，老者必须出面保下雅律。老者质问颜是不是要替雅律担保，颜态度坚决，要求老者必须保证，哪怕日后南宫世家发现了雅律修炼魔功，老者也得出面保他平安。老者原本还不以为意，直到颜当面打开木盒，亮出了里面的碧苍丹，看到梦寐以求的丹药，老者当即一口答应，承诺会按要求保下雅律。老者急着伸手去拿碧苍丹，颜却抢先一步猛地扣上盒盖。老者顿时大怒，质问他是不是在耍自己。颜平静表示自己只是想确认一件事，随即直接揭穿对方根本就不是南宫家主。被拆穿的老者怒不可遏，颜依然表示愿意交出丹药，但前提是对方必须用真实姓名发誓保下雅律的平安，只要他立下誓言，碧苍丹便会双手奉上。目送那位老者离开之后，颜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虽然交出了一枚碧苍丹，好在他早有准备，私下藏了一枚，原本打算留给自己使用，看来只能拿去孝敬父亲了。转过身来，却看见雅律瘫坐在地上，显得无比消沉。颜上前询问发生何事，雅律只是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颜伸出手轻拍他的肩膀，雅律这才无比自责的开口，直言这一切全都是因为自己。颜拉住雅律，耐心的安慰，表示这件事根本不能怪他，毕竟刚才强行索要丹药的老者来头非同寻常。颜在心中悄悄琢磨，南宫世家戒备如此森严，哪怕是顶尖的高手，也不可能如入无人之地。况且老者曾提到过，是从儿子口中听说的碧苍丹，能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人，普天之下只有一位，那便是南宫家主的结义兄弟，名震江湖的千山炎帝巨红马。颜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位传说中的强敌，在这个时期居然还活在世上。雅律突然开口询问，千山炎帝到底是何许人也？颜感到十分意外，没想到雅律竟然完全没听说过。颜赶忙向他解释，这位可是威名远扬的绝顶高手，行事极其怪异，独来独往，不属于任何正邪门派。面对这样一位顶尖强者，谁来都无法保住碧苍丹，哪怕是父亲亲自到来也无能为力，让他千万不要把责任揽在身上。可雅律听完依然耷拉着头，沉浸在自责中提不起精神。颜见状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他立刻转头看向雅律，神情认真地叫住了他。颜告诉雅律，碧苍丹已经用来救了他的命，所以他绝不能再妄自菲薄。雅律听到这番话大受感动，一把将颜紧紧拥入怀中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拥抱，颜温和地拍拍他的后背，耐心地给予安抚。到了来到这里的第二天，素霍夫人派人送来邀请，请颜前往紫清阁一同用膳。颜来到紫清阁，没想到大家早已全员到齐，他连忙上前道歉，表示自己来晚了。坐在主座上的老者摆了摆手，说他并没有迟到，只是大家有事商量才提前赶来。颜暗自感应着老者身后的内气，气势丝毫不在千山炎帝之下，瞬间断定眼前这位才是真正的南宫家主。颜随即恭敬地上前，向南宫世家的众人行礼，并报上了自己的身份。一旁的素霍也顺势开口，向颜介绍起身旁的那位青年，正是他的儿子柳青。听到柳青这个名字，颜的心头猛地一震，前世两人初次相见的场景瞬间涌上了他的脑海。那时也是这样，对方主动认出了他，只是到了这一世，那段共同的记忆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还记得。颜客气的主动同少年柳青打招呼，对方却只是冷哼一声，根本懒得搭理。暗圆着小说画面里的自己会疯狂爱上柳青，甚至为了得到他做出各种坏事，沦为结局凄惨的恶毒女配。可看到眼前这副没礼貌的态度，颜心里反而踏实了。他暗下决心，这一世绝不再重蹈覆辙。素霍客气的招呼颜入座，颜道谢后顺势坐了下来，心里还暗暗祈祷，希望柳青能继续这样对他不理不睬。可他刚坐定，就感觉有些不太对劲。坐在身旁的徐夏玲此刻正用一种极其热切的眼神死死盯着自己。夏玲满脸兴奋，向颜打听起百里家主的事，得知对方正是颜的父亲，夏玲顿时流露出崇拜神色。颜没想到父亲名声这么大，连远在此地的夏玲都听说过。还没等颜多想，夏玲又拉着他打听雅律的身份，抱怨雅律此前态度过于粗鲁，以为他是颜手下的侍从或护卫。颜平静地否定了猜测，夏玲更加好奇雅律的来历。颜正准备回应，却无意中注意到夏玲身上似乎带有什么印痕。颜仔细看去，发现夏玲手腕上存着一道青紫印子，这才反应过来，那是雅律此前出手太重留下的。夏玲顺势追问，雅律为何会一直跟在颜的身边？颜心里很清楚，若是夏玲为此向南宫世家告状，雅律的真实身份很可能会暴露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为了不把事情闹大，颜立刻向夏玲躬身道歉，替雅律的粗暴行为赔礼。夏玲被突如其来的道歉搞得措手不及，连忙表示自己绝无责怪的意思，甚至有些不好意思的反向道歉。
原来那天听说来了同岁的小孩，夏琳只是想过去打个招呼，见窗户开着，才忍不住偷看起来，这才被雅律当场抓个正着。见夏琳如此坦率，严暗自松了一口气，看来对方并未把受伤一事张扬出去。还没等彻底放松，夏琳竟直接当面打听严是否真的无法修炼内气。旁边的侍女听到吓得赶忙出言劝阻，夏琳也意识到失言，连声向严致歉。严在内心默默收回了先前的夸赞，这丫头说话未免也太直白了。这时南公馆关切地询问严，昨晚在此处住的是否习惯？看着南公馆平静的神情，严暗自推断千山炎帝私下来找自己的事。南公馆显然还不知情，严礼貌地回应问候，表示自己住得很舒适。还没等众人继续闲聊，柳青突然站起身来，向长辈告辞说要回去修炼。素货连忙劝他再多吃一些，柳青却态度冷淡地拒绝，径直转身离开。看着这孩子执拗的脾气，南公馆忍不住摇头感叹，一旁的老者也笑着附和。见柳青离开饭桌，夏琳也坐不住了，立马站起身说要带严一起走。还没等严反应过来，就被夏琳一把拉住，头也不回地跑下了台阶。严刚吃饱，就被夏琳拉着小跑，边喘着粗气边问要去哪里。夏琳连忙大声叫住前方的柳青，提议大家一起去训练。柳青停下脚步，冷冷地反问凭什么？夏琳解释说有了新朋友正好一起，却被柳青当场硬邦邦地打断，直接反问谁跟他是朋友了？看到柳青说话如此绝情，一旁的严直接看呆了。夏琳被呛得半天没反应过来，随后赶忙补充说道，这是少夫人安排大家一起训练的。柳青表示下午才刚陪他练过，夏琳却吐槽那不过才半小时，怎么也该正经切磋一回。面对夏琳的不依不饶，柳青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随后直接泼下一盆冷水，直言夏琳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够资格做自己的对手。听到如此伤人的回答，夏琳直接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一旁的严更是看傻了眼，在心里暗自吐槽，这家伙说话未免也太毒舌了。看着柳青傲慢离去的背影，严在心里暗自惊叹，前世父亲究竟是怎么把这种脾气极差的家伙教导成栋梁之才的。回头再看夏琳已被打击得失魂落魄，严有些担心她的状态，便凑过去询问她为何非要找柳青一起训练。夏琳耷拉着脑袋表示自己只是想和他交个朋友。面对严的好奇，夏琳坦言是因为柳青足够强大。听到这个回答，严有些意外，暗想夏琳年纪尚小，根本就还没往男女感情那方面想。夏琳自豪地说自己在同门里从未败过，可面对柳青却连一招都接不上。严提醒柳青毕竟大他2岁，夏琳却反驳说他连长辈都能打赢。严暗暗偷笑，人家可是绝世天才，哪能比得过？虽然拿自己跟柳青这种天才相比确实残酷，但夏琳未来也会成为名动一方的大侠。为了转换话题，严夸赞起他们门派的剑术。夏琳一听立刻来了精神，刚想炫耀母亲的剑法，却突然想起母亲交代过在外人面前不能叫妈妈。夏琳赶忙改称门主出剑潇洒，自己也希望能成为那样的强者。然而说着说着，他又陷入了自怨自艾，觉得是自己天赋不够，恐怕永远无法赶上门主，甚至委屈的当场掉下眼泪。看着说哭就哭的夏琳，严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为了帮他打起精神，严顺势提出想亲眼见识一下他们门派的剑法。得知严想看自己的剑法，夏琳立马擦干眼泪，兴奋地拉着他直奔练功场。夜色下的演武场里，夏琳拔出佩刀挥舞起来，严则在一旁安静地看着。看着夏琳一套刀法舞得虎虎生风，严在心里暗暗赞叹，看来这姑娘确实没有吹牛，水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扎实。但更让严感到震惊的是自己的这双眼睛，他竟然能清晰预判出夏琳挥刀的每一招轨迹。严想起此前面对千山炎帝时，自己也能看清对方的攻击路线，看来那绝非偶然。等夏琳收招喘着粗气，严立刻笑着鼓掌喝彩。听到严的夸赞，夏琳开心的连忙追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厉害。严顺势提出想再看一遍，夏琳二话不说爽快答应。严想借机验证自己眼睛的能力，顺便看看能否帮夏琳指点改进。夏琳连续演示了10遍剑法，累得体力不支，瘫倒在地耍赖，嚷嚷着再也爬不起来。见地面冰凉，严劝他赶紧站起来，夏琳却满地打滚，坚决不肯动弹。看着累瘫的夏琳，严心里有些愧疚，毕竟是自己非要缠着他演示。为了让他转移注意力，严顺势打听起他还要待多久。夏琳表示计划待3个月，如今还剩下2个月。严有些困惑，既然他的门派离这里不远，为什么非要留在南宫世家？夏琳解释说同门都很喜欢这里。严在心里暗自认同，能来南宫世家交流十分难得，难怪大家都想多待一阵。严安慰夏琳不必妄自菲薄，直言他比百里世家的双胞胎强得多。可夏琳转念一想，觉得自己依然比不过柳青。严回忆起刚才的剑招，提醒夏琳出招的时候肩膀的空档暴露得太明显。夏琳听完大吃一惊，以前长辈也指出过同样的问题，见指导有效，严顺势向他提出改进建议。听完严的改进建议，夏琳顿时斗志昂扬，当场就要重新练习。严看天色已晚，想劝他明天再练，可夏琳根本等不及，径直挥剑练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严只觉得精疲力竭，明明一直挥剑训练的是夏琳，自己却像耗尽了所有力气。回去的路上，夏琳还在苦恼习惯难以改变，越是刻意注意防守，出招反而越容易变形。走到住处门前，夏琳热情地向严挥手告别，约定好明天再见。告别了夏琳，严一想到明天还要继续，就忍不住有些头疼。这时一位老者
提着灯笼走来，自称是南宫家主的侍从，受家主之托邀请严前去品茶。严听后十分惊讶，不知南宫家主为何要见自己。侍从体贴地表示，若天色太晚，也可以明日再去。但严心里明白，要是不把事情弄清楚，自己今晚恐怕根本睡不着，便决定立刻跟着侍从前往。家主笑着表示，没想到严会深夜前来，本想等明日再去拜访，顺带感叹他与夏灵关系真好。严这才反应过来，家主竟一直在暗中观察。家主坦然表示，过程十分有趣。交谈间，严忽然察觉屏风后有异样气息，家主顺势询问他在府上住的是否习惯。严客气地表达了感谢，家主眼神微凝，追问他是否有不适之处。话音未落，一道强大的内气瞬间笼罩过来。严猛然意识到，对方并非只在探查他的气海，而是在用内气扫描他的全身，这正是顶尖强者的恐怖实力。严本以为对方察觉到自己身体异常，没想到家主话锋一转，提起南宫馆曾拿过神医偏殿的丹药。严爽快承认了此事，这才明白家主找他的真正用意。家主好奇他为何不留着珍贵丹药，严天真又坦然地表示，比起丹药，自己更喜欢南宫馆，况且若不是南宫馆带路，自己根本找不到那些药，分给对方也是理所应当。这番话让屏风后的人陷入沉寂，严表面上对答如流，心中却很清楚，如今神医偏殿的秘密已经公开，后续势必会引来各方势力关注。偏殿灵药曝光后，作为灾难中唯一的幸存者，严心里很清楚，若百里家独占所有灵药，难免会被指责是借名私吞。即便父亲愿意拿出灵药，与其送给其他人，不如直接交给南宫馆。有了百里与南宫两大世家联手，外界就算不满，也没人敢轻易挑衅。家主缓缓放下茶杯，冷不丁提醒严，南宫馆当初带他去神医偏殿，可绝不是为了他着想。家主追问他是否真不打算要回丹药，严平静地表示，无论对方动机如何，终究对自己有恩，知恩图报是父亲教给他的道理。听完这番话，家主忍不住面露赞许，感叹一刚真是好福气，能有这么聪明可爱的女儿。说罢，家主爽朗大笑，打趣说，不知自己那个儿子何时才能让他抱上这么讨喜的孙女。接着他主动提议，让严以后不必客套，直接改口叫爷爷。见严有些迟疑，家主大方表示有许可，没人敢说什么。严便乖巧地改了口。家主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随后神色微微收敛，压低声音提醒严，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极其隐秘，务必守口如瓶。严一听事关隐秘，生怕知道了会招来祸端，赶忙表示那自己干脆还是不听了。家主被他这副模样逗得大笑，安慰他绝不会有性命危险。严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紧接着家主说出真相，抢走严灵药的人正是他的结拜兄弟千山炎帝。家主替兄弟的鲁莽行为致歉，承诺可以满足他的任何愿望，甚至能帮他要回送给南宫馆的丹药。至于千山炎帝抢走的那枚，家主表示恐怕是要不回来了。严暗自推测，那丹药大概已被对方服下，不过自己原本就没打算要回，当时还顺势逼对方发誓保护雅律。严再次向家主表明态度，自己并不后悔把灵药交给南宫馆，就算要回来也保不住，不如当作学会放手。家主笑着夸赞他确实聪明，问他究竟有什么请求。严顺势打听起来，神医偏殿留有南宫暮雪的腰牌，二人过去关系定然非同寻常，偏殿还留有研究武术能力的记录。严想借此查清自己这双眼睛隐藏的秘密。得知严的灵药被人抢走，南宫馆大发雷霆，当场质问父亲到底怎么回事。家主却十分淡定，坦然承认了这件事。得知家主先前让自己归还丹药，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南宫馆气得大声抗议。家主嫌他吵闹，让他小声点。南宫馆伸手要求家主把丹药还给自己，家主却不紧不慢地反问他，把丹药要回去究竟想干什么？南宫馆理直气壮地表示要把丹药拿还给严。家主顺势提起，以为他是想送给柳青。南宫馆更加火冒三丈，直言柳青根本不配。家主敲桌子示意他坐下，见南宫馆还想争辩，家主厉声呵斥，逼他坐回原位，指责南宫馆处事冒失，劝他多向严学习。南宫馆小声反讽，难不成要学着不再信任最亲近的人？家主顺手将杯中茶水泼向了他，南宫馆气急败坏的抱怨，每次自己说对父亲就会泼茶。家主冷哼一声，直言把丹药给严根本没用，以他现在的能力保不住灵药，一旦再有人起贪念，只会被别人重新抢走。南宫馆冷笑出声，质问严，如今有南宫世家庇护，除了家主自己的结拜兄弟，还有谁敢光明正大的抢？家主面色沉重的提醒，严从神医偏殿生还的消息早已传开，凡是了解灵药价值的人，恐怕都已经收到了风声。事到如今，想掩盖真相已经根本来不及。听到这里，南宫馆无言以对，两人陷入沉寂。家主提出条件，只要南宫馆先保管好灵药，等一刚赶到时亲自交给他，自己便不再过问。南宫馆当场反驳，直言一刚绝不可能收下，况且万一他选择自行服下，谁也无法预料后果。家主却表示，灵药眼下绝非一刚最关心的事。随后他感叹，严竟能巧合找到神医偏殿，看来上天并未彻底抛弃一刚。告别家主后，严在侍从护送下乘夜色返回。走在桥上的他无比沮丧，到头来关于眼睛的秘密，他依然没能得到解答。刚才家主听完十分惊讶，表示自己完全不知情，神医当年竟还研究过武学，
看来南宫世家对这项研究以及严获得的这股力量毫不知情。严心里明白，在缺乏足够实力保护时，贸然暴露这种能力必然会招来抢夺。今后对这件事必须更加小心隐藏。神医究竟为何要隐居多年，又为何到了晚年才开始这项研究？严越想越觉得蹊跷，可强烈的倦意袭来，他决定先回房睡觉。还没走几步，严注意到长廊下站着一个身影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雅律。严十分惊讶，询问他怎么会在这里。看着默不作声的雅律，严反应过来，难道他一直站在这里等自己？看着傻站在原地的雅律，严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他又不是等主人回家的小狗，居然真在分别的地方死等。可转念一想，雅律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除了自己根本没有别的依靠，便主动问他吃过了没有。听到雅律摇头，严又急又无奈，责怪他没必要为了等自己饿肚子。雅律低声表示自己是担心可能会发生意外。严本想说这里可是南宫世家，能出什么事？可一想起刚抢走灵药的千山炎帝，到了嘴边的话瞬间卡了回去。看着笨拙的雅律，严直接招呼他跟上自己，准备带他去厨房找些剩下的食物。雅律本想拒绝，严打断他，直言自己饿了，硬是带他去找吃的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严刚醒来就听雅律提起夏灵一大早风风火火闯了进来，非要确认严是不是还在睡觉。雅律解释对方动作太快没来得及拦，严表示没拦正好，毕竟雅律下手没轻重，真要阻拦恐怕又得把夏灵弄伤。想起昨日与夏灵的约定，严准备出门看他练剑，雅律却端着苦药守在身旁，见严还想借故拖延，雅律毫不客气地戳穿他昨晚就没喝，严只能硬着头皮喝下。临走前还不忘叮嘱他按时吃饭。看着被困在院里无法自由行动的雅律，严只盼着父亲能早点赶过来。走在庭院中，严的眼中忽然捕捉到一道象牙色的微光，这熟悉的异象立刻让他警觉起来。严仔细辨认了一下，发现远处的人正是柳青，可柳青面前还站着另一个人，那人身上的内气颜色极为微弱。严动了心思，正好可以试试之前在马车上练过的新招。他试着将周围的自然之气聚集起来，以此充当内气来提升自己的听觉。这一招真的奏效了，远处的对话声瞬间清晰地传了过来，对方正在质问柳青为什么要对夏灵态度那么恶劣。听到这里，严有些意外，原来平日里不可一世的柳青，此时竟然正在被人训斥。说话的正是柳青的母亲。柳青很不服气，质问是不是夏灵告的状，却被母亲直接打断。母亲要求他见到夏灵必须道歉，以后每天陪夏灵对练1小时。父亲此前因他冒犯严极为气愤，差点把他关进祠堂收走佩剑，多亏母亲拦了下来。偷听到这里的严感到意外，没想到那位叔叔会为了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。发现柳青正在挨训，严觉得继续偷听不太好，正打算去找夏灵，还没等他转身，夏灵就突然冲了出来，一把将他紧紧抱住。夏灵拉着严向围上来的同门师兄妹高兴地介绍这位新朋友。严看着涌上来的水乡派弟子，仔细一数，居然整整有12个人。这些人大多都是10几岁的少年，夏灵在里面似乎年纪最小。严礼貌地向大家自我介绍，听到百里世家这几个字时，现场气氛忽然有些变化。长时间跟着父亲在外，差点让他忘了外界对自己的看法。在世人眼里，自己一直是个不能修行的废柴。他本以为又要面对嘲讽，没想到水乡派的弟子们不仅没有任何轻视，反而热情地打招呼，夸他比夏灵说的还要可爱。面对大家突如其来的善意，严一时愣在了原地。夏灵急忙澄清自己没有纠缠严，还拉着严帮忙作证。随后夏灵高兴地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都能和柳青对练1小时。想到刚才柳青挨训时极为不满的样子，严一时有些哭笑不得，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好消息。还没等他细想，夏灵便一把拉起他的手，带他一起赶往练功场，提醒严别忘了昨天的约定。严心里有些犹豫，担心柳青可能会介意。同门师兄妹笑着告别，叮嘱夏灵好好练功，还拜托严帮忙看管好他。来到练功场后，夏灵热情地向柳青打招呼，介绍说把严也一起带来了。可柳青此时面色阴沉，紧紧握着手里的剑，周身散发着压抑的气场。严瞬间察觉到气氛不寻常，刚一交手，柳青就一剑挑飞了夏灵的木剑。看着掉落在地的武器，柳青面无表情，冷冷地命令夏灵捡起来。旁观的严很快看出了端倪，这已经是他第10几次击飞夏灵的剑。凭柳青的实力，明明随时可以击中要害结束比试，却偏偏每一次都只打飞木剑，分明是在借机发泄情绪。他分明是想借机彻底打垮夏灵的士气。他再次挥剑打飞夏灵的武器，愤怒地质问他怎么不继续去找母亲告状，干脆说自己正在欺负他。被击退的夏灵满脸困惑，坚决否认向长辈告过状。可柳青根本不信，认定是夏灵在背后告发了自己。面对柳青的逼迫，夏灵再次坚决否认，可柳青根本不听，只冷冷命令他把剑捡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严主动上前挡在夏灵身前，柳青冷冰冰地劝他别管闲事，严却镇定自若地反驳，直言真正搞错的人其实是柳青。面对质问，更是毫不退缩。严叫来旁边的2名仆人，询问昨晚或今早有没有向柳青的母亲汇报过什么。一名侍女当场承认，解释是小夫人先叫她过去打听夏灵与柳青之间发生的事。听到真相的柳青顿时愣住，原来根本不是夏灵告状，而是夏人如实向母亲禀报。严打发走仆人后，转身质问柳青，难道他就从来没想过会是夏人如实汇报了情况？严劝柳青
既然弄清了原委，就别再把气撒在夏琳身上。柳青嘴硬辩解自己没有发火，言也不多争，直接提出既然是他误会了夏琳，就理应向夏琳道歉。被当面戳破的柳青一时语塞，只能别扭的冷哼一声，转身径直离开。看着柳青离去的背影，言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把这场风波彻底平息。柳青刚一离开，夏琳就猛地握住言的手，满脸兴奋的大声夸奖，直言他刚才的表现简直太厉害了。面对夏琳突如其来的热情，言一时反应不及，彻底愣在了原地。夏琳兴致勃勃地提出想去参观言的房间，言觉得客房大同小异，夏琳却执意要去，抱怨早上因为柳青瞪他才没看成。言正准备劝阻，却注意到夏琳手腕上全是对练留下的青紫伤痕，心生愧疚的言改变主意，决定带她回房处理伤口。半路上，言看到了雅绿，还没等他上前打招呼，夏琳和雅绿一碰面就没好气的死瞪在一起。见雅绿一直守在路上，言无奈的问他是不是又特意在等自己，之前明明说过不用这样。看着两人之间火药味十足，言连忙从中打圆场，解释夏琳只是想来看看房间，提议大家先进屋再说。进屋后，夏琳觉得房间有些昏暗，言随口解释这是为了照顾自己的眼睛，随后便准备为夏琳处理伤口。夏琳对蒙眼睛用的布很好奇，也想试着戴戴看。言打算先替她处理伤口，夏琳却一直别扭着不想配合。言硬拉着她坐下敷药，毕竟要是让下人看见伤痕，又得跑去向长辈汇报。看着夏琳手上的旧伤加新伤，言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夏琳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好奇地问言：“昨天怎么知道是下人向夫人告状？”言解释夏琳一直和自己在一起，根本没时间跑去找长辈。既然夏琳说没有，那就只可能是旁观的下人报的信。听到这番冷静分析，夏琳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夏琳心里十分沮丧，想不通柳青刚才为什么不相信自己，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实力悬殊，柳青才因为嫌他太弱而讨厌他？言见状便鼓励他，下次比试直接赢回来就行。可夏琳觉得刚才的比试言也看到了，凭自己的实力根本不可能赢。言却表示自己刚才在旁边观察时，其实已经看出了柳青的弱点。言解释柳青在使用某招式时，总会暴露出一个固定的破绽，只要针对这里反击就有机会赢。听完的夏琳大受震撼，夏琳迫不及待想听破解方法。言坚持要先替他敷完手腕上的药，让夏琳乖乖坐好。言尝试运用此前神医那里学到的技巧，将少许真气顺着手腕注入夏琳经脉。可刚一发力，旁边的夏琳和雅律却突然愣住。夏琳惊讶地指着言，说他的双眼刚才居然泛起了金光。听完这番话的言大吃一惊，脑海中瞬间浮现出神医当初的画面，这才意识到那并不是自己的幻觉。夏琳急忙向旁边的雅律求证，确认刚才是不是也看到了金光。雅律觉得这完全是无稽之谈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夏琳还在急着辩解，言却在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。多亏雅律打岔解了围，言顺势转移了话题，承诺会陪夏琳一起训练，帮他在下次比试中击败柳青。夏琳瞬间把刚才的事抛在脑后，兴高采烈地答应下来。言也在心里暗下决心，自己得抓紧时间修炼，尽快学会掌控这股能量。转眼到了2周后，每当言尝试集中调动周身真气，头部就会伴随一阵剧痛。一旁的雅律询问起他的情况，言表示并无大碍，出来散散步就能缓解。言这才彻底确认夏琳那天说的全都是事实，只要自己试图调用周身真气，双眼就会泛起要金色的光芒。言摘下遮掩的布，本想好好欣赏夜景，却意外撞见了柳青。此前柳青因欺负夏琳被关禁闭，要求超完整本礼仪规范才能出来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被放了出来。言主动上前打招呼，柳青却一言不发，只用极度凶狠的眼神死死盯着他。面对着充满敌意的目光，言心里十分清楚，柳青这是彻底记恨上了自己。可还没等他多想，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。在前世的记忆里，柳青对自己其实非常温柔，当时反而是言一直在刻意疏远他。为了避免走得太近遭人非议，言总是对他冷脸相迎，可柳青却始终很有耐心，只因为她是师傅的女儿。看着眼前这副冷酷的模样，言实在无法将他和前世联系在一起，只能决定改天再找机会缓和关系。言客气的打完招呼，转身正准备离开，身后的柳青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。言问他叫住自己有什么事，柳青却紧握双拳，一言不发，随后直接转身离开，留下一脸莫名其妙的言。雅律突然上前询问那是谁，言解释对方是柳青。雅律脱口而出就是那个没礼貌的小子，吓得言担心这话会被还没走远的人听到。不过既然柳青抄完礼仪规范出来了，就意味着他要重新和夏琳对练。这段时间夏琳一直在刻苦训练，不知道这次比试会有怎样的提升。言笑着向雅律解释，柳青其实也没对自己做什么坏事。雅律却坚信言的判断。几天后，演武场上，柳青与夏琳准备再次对练。柳青手按佩剑，神色冷峻，夏琳紧握长木棍，显得极为紧张。旁观的言看在眼里，想起夏琳此前曾向自己发誓，这次对练一定要赢过柳青。言当初指点夏琳，一方面是想测试自己双眼的能力，只要夏琳能打柳青一个措手不及，就意味着指导有了效果。不过比起测试，言更希望夏琳能好好挫挫柳青的锐气，在心中默默为夏琳加油。演武场上的夏琳握紧长棍，大声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完毕。比试一开场，双方兵刃瞬间碰撞在一起，可刚交手没几招，柳青就突然收招，严厉质问夏琳到底在干什么。夏琳被训得只能赶忙道歉。
观战的颜也察觉到了异常。此前他虽然告诉了夏琳柳青的弱点，但两人现在使用的都只是世家最基础的招式，柳青也只有在特定连招时才会露出一点空隙。可眼下的情况却完全出乎了颜的意料。颜很快看懂了场上的局势，此前柳青一直重复同一套招式戏耍夏琳，今天却罕见的不断变换套路。不知情的夏琳还以为受到了重视，整个人兴奋不已。可颜心里明白，这样下去夏琳必败无疑。就在这时，场上的柳青突然使出了特定连招，那正是颜此前看穿的破绽所在。还没等颜松一口气，夏琳就已经急不可耐地抓住机会，直接朝着破绽猛冲了上去。夏琳这记猛攻直奔柳青的脖颈，即便使用的是木质兵器，一旦击中要害也极其危险。可就在兵器即将命中的瞬间，夏琳手中的木棍却突然崩裂断开。原来柳青在仓促间竟直接释放出剑气，硬生生挡了下来。台下的颜见状震惊不已，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柳青竟然已经能如此熟练地施展剑气。崩断的木块受剑气冲击，径直朝着看台上的颜飞了过去。得益于最近的训练，颜能清晰看清碎块的轨迹，本想直接偏头躲开，却突然想起侍女就在自己身后。就在危急关头，一只包裹着真气的手及时伸出，硬生生截下了飞来的断木。伸手接下断木的居然是颜自己，他徒手死死捏住了飞来的碎块，强劲的内力直接把身后的侍女吓懵。场上的柳青和夏琳看到这一幕，也彻底惊呆在了原地。颜低头看着自己的右手，连他自己都没料到，居然真的接了下来。事后大家来到了南宫世家的医舍，得知颜受伤的消息，南宫管第一时间赶到了医舍，急忙询问颜的手伤如何。大夫仔细检查着颜的手，有些疑惑地表示，这伤口根本不像被木屑刮伤，倒更像是被利刃的剑气割开。听到大夫的诊断，南宫管脸色微微一变，颜心里也很清楚，大夫这是察觉到了柳青施展的剑气。当初父亲12岁领悟剑气，就被世人称作惊世奇才，而如今的柳青甚至比父亲当年还要年轻。想到柳青竟如此不知轻重，南宫管气得咬牙切齿，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。看着气得发火的南宫管，颜也十分理解，毕竟用木剑强行灌注剑气，木头根本承载不了那般强烈的内力。这次只是切伤手，没在脸上炸开，就已经算运气好了。南宫管急切地逼问大夫，要求必须彻底治好，绝不能让颜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大夫表示只要缝合伤口，后续再配合真气调理就能恢复。一旁的南宫管听到要用真气调理，有些疑惑地重复了一句。大夫刚想详细解释，却突然想起传闻中颜根本无法运转真气。听到大夫提及颜的身体状况，南宫管的脸色瞬间变了。大夫赶忙补充道，只要有其他人帮忙输送真气，伤口就不会留下任何疤痕。颜其实并不介意别人说自己无法运转真气，但看着眼前替自己焦急的众人，心里还是感到一阵温暖。注意到别扭的南宫管，颜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这下反倒把南宫管给说急了，气得质问他手都伤成那样了，怎么还笑得出来。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睡熟了。注意到手边传来的触感，他侧头一看，发现雅律居然正守在床边，紧紧抓着他的手腕。见颜醒了过来，雅律有些别扭地开口，叫他先把手放好，别乱动。颜这才想起来手受伤的事，可看着一直紧抓不放的雅律，他心里又不免纳闷，不知对方为何要握着自己的手腕。侍女端着茶高兴地上前招呼，颜有些不敢相信，询问侍女自己是不是睡了一整天。侍女肯定了他的想法，并解释颜昨晚睡觉时总想动伤手，看起来非常难受。雅律为了不让他乱动加重伤势，便在床边守了整整一晚，一直紧紧按着他的手。得知雅律守护了整夜，颜心里十分意外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侍女突然重重下跪，感念他的救命之恩，表示日后愿效犬马之劳。面对这郑重的感谢，颜有些不知所措，连声劝说自己没做什么。侍女表达完感激，便急忙赶出门去联系大夫过来复诊。雅律端来调理的汤药，递给颜，趁热喝下。颜顺口打听昨晚自己是如何回房的，雅律坦言是自己带他回来的。颜担心事情败露，又打听是否有其他意外，雅律表示一切正常。为了不让雅律产生误会，颜刚想解释原委，雅律却抢先表示自己早已知晓全貌。得知是夏琳主动跑来告知，颜深感不可思议，这两个平日不对付的人，居然也能坐下沟通。看着熬夜相守的雅律，颜劝他赶快回房休息。话音未落，侍女就跑来通报说柳青已经赶来探望。话音刚落，柳青便先脸走入，颜一眼注意到他的脸颊上多了一道伤痕。未等颜开口询问，柳青与旁边的雅律已在眼神较量，两人之间剑拔弩张，让颜一时间摸不着头脑。想到雅律熬了整整一夜，颜再次劝他回去休息。雅律虽然口头上硬撑，但面对颜的坚持，也只能服从退下。雅律退下之后，房间里陷入一片沉寂。看着坐在对面一言不发的柳青，颜主动开口打听他脸颊上的伤痕从何而来。柳青却丝毫不领情，冷冰冰地回了一句与他无关。颜强忍着情绪，推测着伤痕大概是南宫管借助训练教训的。想到这里，颜微微叹息，轻声问他伤口是否疼痛。柳青却突然站起身来，冲着颜大声嚷嚷，让他先管好自己。可话说到了中途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颜缠着绷带的手掌上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柳青坐回原位，沉闷不语。面对这反常的态度，颜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这时柳青小声发问，询问他的手伤恢复的如何。
严淡定表示并无大碍，柳青却紧接着说：“听说这伤势可能留下后遗症。”听到这里的严恍然大悟，笑着反问柳青：“难道特意跑来是担心自己被看穿心思后？”柳青顿时哑口无言，看着他别扭的模样，严忍俊不禁笑出声来。这一下戳中了柳青的痛处，他恼羞成怒地质问：“是不是在故意嘲笑自己？”担心惹得他更加生气，严连忙开口道歉，顺势转移话题，问他是否专门来看望自己。柳青眼神飘忽的否认，随后支支吾吾透露自己其实是过来协助调理他的手伤。他语气别扭的补充，在手伤痊愈之前，自己会一直留下来帮忙。这出人意料的决定让严大吃一惊，赶忙向他反复确认是否真的要主动留下来。面对追问，柳青大声嚷嚷着回应，表示这本就是自己造成的过失。看着眼前别扭的柳青，严瞬间明白过来，这就是他独有的道歉方式。严心里十分清楚，柳青过去从未向人道歉，才会表现得如此别扭。若只考虑自己顺势答应，倒也无妨。可一想到柳青日后会与雅律成为死敌，二人如今又互看不顺眼，他便下定决心不能让他留下。严直接开口表示自己心领了他的好意，但无法接受这份照顾。柳青急忙追问缘由，甚至承诺会尽量回避，绝不让他产生不适。见对方态度坚决，严深知他一旦认准，就绝不会轻易改主意，只能狠下心来果断拒绝。他坦白告知自己极不习惯与不熟的人相处，平时连侍女都不留身边，自然更无法接受他的照顾。虽然表达了拒绝，严还是补充说承蒙关照，可他心里却十分愧疚，感觉刚缓和的关系瞬间碎裂。为了不给他人留下借口，严只能狠心坚持决定。谁知柳青沉思片刻，突然冲着严大声嚷嚷：“既然是因为彼此不熟，那只要直接做朋友不就行了？”面对柳青这出乎意料的提议，严整个人当场愣在原地，不敢相信这话居然会从他嘴里说出来。严连忙叫停尝试理清当下的状况，他顺势询问柳青是不是因为伤了自己的手感到愧疚，才特意跑过来道歉。得到柳青肯定的答复后，严紧接着追问：“那他有没有向夏琳道歉？”面对柳青的茫然，严耐心地提醒他，伤害并不只有肉体上的痛苦，如果真的懂得愧疚，就更该去向一直被伤害感受的夏琳道歉。听完这番话，柳青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辩解。严接着质问柳青是否还记得宴会后对夏琳说的难听话，当时他当众嘲讽夏琳根本不够格。严指出那是夏琳才刚和自己认识，柳青却当面给他难堪，而那恰好也是严与柳青的第一次见面。严心里明白，身为世家大族的少爷，柳青不可能听不懂自己的言外之意，没人会想和一个初见就恶语相向的人做朋友。听到这里的柳青紧握起拳头，沉闷地回应了一句他明白了。柳青丢下一句自己这就离开，严赶忙点头回应。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，严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，要是对方再硬撑下去，自己可就真找不出理由拒绝了。然而柳青刚走到门边，掀开帘子，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。只见雅律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直接挡住了柳青的去路。雅律挑衅似的看向柳青，表示自己会照顾好严，让他不用操心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后面的严吓了一跳，连忙出声把雅律叫过来。他心里简直抓狂，自己好不容易才把柳青劝走，雅律怎么偏偏这时候跑去招惹他？好在柳青并没有理会雅律的挑衅，只是沉默的转身离开。看到对方没有当场发作，严这才彻底放下心来。等柳青走远后，严赶忙拉过雅律，气冲冲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莫名其妙跑去招惹对方。雅律被吼得有些发懵，随即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就是单纯讨厌那家伙。面对雅律这任性的理由，严刚想开导他几句，可看着他低下头捏紧小拳头的模样，到嘴边的话顿时卡在了喉咙里。严在心里反省，自己明明有着大人的灵魂，却对一个想和自己交朋友的孩子发火，心里感到无比内疚。还没等他开口，雅律反倒主动小声道歉，保证以后再也不冲动了。看着懂事的雅律，严也不再勉强他去和柳青做朋友，只要两人不再起冲突就行。雅律听后乖乖点头答应。处理完这档子事，严看着远方，心中对父亲的思念比以往更加强烈。夏琳风风火火地跑来找严，一开口就质问是不是严让柳青跑去找他的。严听得一头雾水，夏琳气呼呼地解释柳青刚才突然跑去向自己道歉，吓得他还以为对方发疯了。严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早上说的那些话，没想到柳青行动这么快，转头就跑去道歉了。谁知夏琳紧接着大吵大闹，非要让严把柳青带回去，把严听得一愣一愣的。明明对方只是去向他道歉而已。严以为夏琳原本想和柳青交朋友，夏琳却嚷嚷着以前确实想，但现在已经没兴趣了。在他眼里，柳青除了练剑啥也不会。严有些纳闷，他记得夏琳以前分明最欣赏柳青这一点，谁知夏琳情绪激动的大声宣布，比起柳青自己现在更喜欢严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，严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毕竟夏琳可是原本故事里最重要的角色。夏琳兴高采烈地解释，母亲常说真正的强者总会保护弱者，严之前挺身保护侍女，还当场徒手接下飞来的木头，在他看来简直帅呆了。夏琳接着夸赞严聪明过人，不仅每次都能把柳青说得哑口无言，还看穿了柳青剑法的破绽，要不是严指点，柳青绝不会主动跑去道歉。夏琳直言自己再也不喜欢柳青了，要把柳青直接送给严。严一头雾水，刚想开口质问原因，却突然察觉到身后有一股寒意，一回头，只见柳青不知何时已站在身后，因沉着脸一言不发，看着不知站在后面听了多久的柳青，严顿时整个人都麻了。
柳青语气冰冷地表示自己刚才把一切全听到了，把夏琳吓得赶紧躲到了严的身后。看着躲起来的夏琳，柳青直接追问他是不是真的那么讨厌自己。既然被当场抓包，严索性决定开诚布公，直言就是因为柳青平日里态度太差，夏琳才会看他不顺眼，劝他好自为之免得败坏名声。可柳青根本不在乎名声，当场语气硬邦邦地顶了回去。夏琳也不甘示弱，一把搂住严，当场回枪，说自己同样一点也不稀罕他。面对夏琳的针锋相对，柳青冷哼一声，偏过头去。夹在中间的严无奈开口，试图劝两人好好相处。可看着谁也不服谁的这两个人，严心中隐隐有种预感，自己接下来的日子恐怕很难消停了。天气一天天变冷，转眼就到了寒冬。严也没想到自己在南宫世家一住就是这么久。看着身边练字练到昏昏欲睡的雅绿，严轻声问他要不要休息会儿。雅绿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。严劝他最近别再通宵熬夜了，他心里其实很清楚，雅绿和侍女们这段时间之所以睡不好，全都是因为忙着照顾他受伤的手。为了不让大家继续受累，严提出在睡前把受伤的手绑好固定，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熬夜守着他了。可雅绿却有些犹豫，直言严的睡相实在不敢恭维，睡觉时甚至会在床上乱滚一通。严一开始还觉得雅绿在骗人，直到回想起以前和父亲睡觉的经历，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睡相确实很差。就在两人说话间，柳青掀开帘子走进了屋里，注意到桌上散落的练字纸，雅绿叮嘱严别太累，随后便告辞回去休息。严也贴心的让他好好睡上一觉。最终严还是没能彻底把柳青赶走，不过双方各退了一步。为了让疲惫的侍从们好好休息，严同意在没人时让柳青过来帮忙照顾。雅绿和柳青全程互相无视，连眼角余光都没扫过彼此。雅绿离开后，柳青看着桌上的纸张，询问严刚才写的都是什么字。严笑着解释自己刚才只是在叫雅绿写字。听到这个回答的柳青显得有些意外。柳青顺势打听起雅绿的身份，询问对方究竟是他的什么人。严被问的一愣，苦笑着表示自己其实也说不清，连他自己都没搞懂和雅绿的关系，自然没法给柳青一个明确答复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柳青没再追问，只是气鼓鼓的偏过头去。看着柳青闹别扭的模样，严明白对方归根结底只是个孩子。见气氛有些尴尬，柳青主动提出帮严抄写字帖。严婉拒了他的好意，转而希望柳青能带自己去一个地方。没过多久，柳青便带着严来到了藏书阁，看折满架的珍贵典籍，严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惊叹。严之所以这么兴奋，是因为在百里家为了隐瞒前世，他只能装作识字不多，根本不敢去自家的藏书阁。当初被困在神医那里的2个月，全靠看书才没有被逼疯。一旁的柳青见状有些好奇，问他既然想进藏书阁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父亲要通行牌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询问，严一时卡了壳，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。严赶忙找借口解释，说自己才刚学会识字没多久，直接找家主要通行牌看深奥典籍太奇怪，这才叫上柳青打掩护，好让别人以为是柳青在帮他看书。接着他随口补充，自己大概是2个月前才刚学的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柳青显得有些纳闷，想不通世家名门的小姐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识字。然而柳青并没有刨根问底，反而主动问严是不是在找特定的书，或者需要他帮忙念出来。看着主动热心的柳青，严明白对方虽然有些傲慢，但本性其实并不坏。他婉拒了柳青帮忙念书的好意，随后神秘兮兮地凑上前，说要告诉他一个秘密。严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其实是个无师自通的绝世天才，为了不惹人怀疑，才一直保持低调。这番离谱的言论把一旁的柳青彻底听傻了，看着柳青愣在原地的模样，严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反应过来的柳青顿时火冒三丈，质问严是不是在捉弄他。严赶忙装作手疼，打趣说要是有人能帮忙搬书就好了。柳青被气得头疼，只能硬生生咽下这口气。严在书架间欢快地挑书，柳青气呼呼地搬来一大摞书。收到书的严连忙向他道谢，随后收起笑意，强调自己识字的事确实是个秘密。柳青嘴硬地反问，凭什么觉得他会保守秘密？严顺势追问他会不会说出去，柳青只能小声承认不会。严笑着表示，虽然柳青少爷现在还没什么名气，但自己心里清楚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。听到这话，柳青有些不好意思地扭过头，咕哝着抱怨严是个奇怪的人。看着柳青鼓鼓的脸颊，严只觉得她可爱极了，甚至忍不住凑上前问自己能不能摸一下，结果当场被柳青一口回绝。看到柳青这副模样，严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在一旁捂着嘴偷笑起来。柳青被他笑得无可奈何，赶紧制止他别再发出奇怪的声音。严在心里忍不住自我吐槽，没想到捉弄柳青会这么有趣，真怕自己以后习惯成自然。严注意到坐在桌对面的柳青有些不对劲，手里捧着书却在发呆。严轻声问他是不是累了，柳青赶忙表示自己没事。严顺势提议，要是心里有事可以跟他聊聊，说不定自己能帮忙解决。柳青有些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见严没有强求，犹豫片刻后还是动摇了。他主动打听起来，问严在之前的比武中是不是真的教了夏琳打败他的方法。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严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柳青当时偷听到了他们说话。他爽快地承认了这件事，柳青却更加困惑，想不通完全不会武功的严究竟是怎么做到的。严解释说自己只是看一眼就能明白。柳青听完更加难以置信。就在这时，南公馆和沈副官推门走了进来，
严惊喜地打起招呼。南公馆感叹，看来只有严小姐是真心欢迎他回来。南公馆一进来就气冲冲地质问严，怎么没按时过去处理手上的伤？去房间找人也没碰着。沈副官赶忙在一旁劝南公馆消消气，严这才想起到了换药的时辰。南公馆转头注意到一旁的柳青，以为他又在找严的麻烦，当即严肃地逼问起来。南公馆根本不知道柳青一直在帮忙。面对南公馆的厉声催问，柳青紧握拳头说不出话。严见状连忙开口替他澄清，解释说柳青其实一直在照顾自己。南公馆听完半信半疑，转头向柳青确认真相。柳青低着头满脸通红，急得严在一旁直戳他，让他赶紧开口解释。在严的不断催促下，柳青这才扭扭捏捏地承认自己确实是在帮忙照顾严。看着害羞到说不出话的柳青，严这才明白对方是难为情了。一旁的南公馆更是看傻了眼，这才想通柳青最近下午总不上练武场的真正原因。南公馆忍不住直摇头，吐槽柳青从小到大都是被人伺候，哪里会懂得怎么照顾人。为了不耽误柳青训练，南公馆当即决定安排更细心的人过来，让柳青以后不用再来打扰严。听到南公馆要把自己换掉，一旁的柳青失心的紧握拳头。严见状忍不住替柳青抱不平，当场大声质问南公馆，强调柳青其实一直在尽力弥补过错。南公馆被严的强烈反应吓了一跳，看着胳膊肘往外拐的严，心里好一阵郁闷。一旁的沈副官更是直接笑出了声，惹得南公馆气急败坏的吼了他一句。大夫检查完严的伤情，表示手部功能恢复得比预想还要好，只要去苍穹堂静养几天就能消除伤疤。听闻此言，南公馆当即让严做好准备，2天后正式进入苍穹堂。一旁的柳青听完十分吃惊，这苍穹堂是南宫世家直系闭关的圣地，普通世家大多寻找自然灵脉辅助修炼，可苍穹堂却完全不同，它是依靠特殊符咒人为打造出来的聚灵场所。柳青急忙开口追问严为什么能进苍穹堂。南公馆耐心解释，苍穹堂也能用来调理伤势，不过这里一次只能进一个人，一旦进去就会封门半个月。随后便询问严是否真的准备好了。严听完不仅不害怕，反而高兴能趁机修炼金童，当场兴奋地答应下来。一旁的柳青见状，提出等严出来后自己也想进去，结果还没等他说完，就被南公馆一口回绝。遭拒的柳青整个人顿时沮丧地耷拉下脑袋。沈副官好奇地向南公馆打听为什么不让柳青进苍穹堂。南公馆解释说，闭关修炼讲究精气神平衡，剑术内气与顿悟缺一不可。如今的柳青急于求成，还没有真正顿悟，要是贸然进去，只会打破体内的平衡。说完，他伸手戳了戳严的额头，提醒他自己都没顾好，倒先替别人操起心来。随后他便让南公馆继续为严治疗，还没等严做好心理准备，大夫就已经直接下了针。扎完针的严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，站在一旁围观的南公馆忍不住吐槽，说严走路不看路，还像个小孩一样抱怨。沈副官听了笑着表示，严其实可比同龄孩子成熟多了。南公馆撇撇嘴，随后忽然想起正事，追问沈副官这次怎么回得这么快。提起这事，沈副官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直言自己这次提早赶回来，是因为查到了袭击八卦村的凶手。面对追问，沈副官透露凶手是鬼煞门的杀手。沈副官刚想请示去追查，就被南公馆一口回绝。南公馆表示完全没这个必要，因为鬼煞门不久前已经被彻底灭门。听到消息的沈副官大吃一惊，南公馆若有所思地看向远方，不远处严正和柳青一起在庭院里走远，南公馆正和沈副官商量，准备去找家主商讨大事。沈副官无意间一抬头，竟看到柳青正背着严走过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南公馆和沈副官彻底看傻了眼，完全摸不着头脑。男人坐在大殿深处，平静地告诉下属，武灵盟已经盯上了他们。下属听完心里一惊，忙说灭绝鬼煞门的事分明做得干净。男人冷冷地反问了一句完美，吓得下属赶忙低头请罪。男人轻轻扣着座椅扶手，直言武灵盟查没查到根本不重要，他反而很期待看看对方到底能查出多少底细。得知南宫世家也加入调查，男人转头询问军师的看法。军师建议只需安排特定的人接手调查团即可。男人接着追问他们在百里世家安插的棋子情况。军师表示，欧兰最近在组里受挫，虽说极易拉拢，可现在动用恐会打草惊蛇，招来南宫和百里两家的察觉。男人转向另一名下属，对方赶忙汇报，诸葛世家正向南宫世家靠拢。得知调查团的阵容，男人盘算着神医沈副官、雅律以及诸葛家主都在其中。他若有所思地想到，难道这次的引路人竟然会是严？不过男人并不急着动手，他吩咐手下继续等待，等南宫馆体内的毒发作到80%，就能回收当年留在百里世家的种子。下属赶忙低头领命。男人端坐在宝座上，周身爆发出血红色的气浪，语气冷酷地宣誓，整个天下很快就将属于他。男人吩咐手下去给那个引路人准备一份礼物。转眼到了严进入苍穹堂的日子，临行前，雅律像个大人一样在严耳边不停唠叨，叮嘱他别忘了做功课，闭关期间也不要随便离开房间。严乖乖应下，随后忍不住开口打趣，问雅律难道就没别的话想对自己说了？雅律听完直截了当地表示当然有。雅律支支吾吾地站在原地，严在一旁笑眯眯地招手，示意雅律靠过来。雅律以为又要挨打，
吓得赶忙抱头防卫。严见状，连声保证绝不打他。等雅律凑过来，严温柔地抚摸起他的脸，感叹当初那个干瘦的小男孩，如今脸上终于长了肉，摸起来也暖乎乎的。雅律有些关切地追问：“要是没有自己在身边照顾，严一个人闭关真的没问题吗？”严柔声安抚雅律，表示这次闭关是为了调理手伤，让他不必过于担心。雅律轻轻蹭着严的手，承诺会乖乖在原地等他出来。看着眼前的雅律，严不由得心生感叹，感觉昨天他还是个弱小的小男孩，如今却让人感到格外安心。严忍不住打趣说他就像一只小狗。雅律有些羞涩地低下头，追问严喜不喜欢小狗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雅律这才满足地笑了出来。转眼间，众人便来到了闭关的苍穹堂前。夫人看着眼前的苍穹堂，关切地问严一个人闭关行不行，甚至劝他要是犹豫可以随时放弃。南公馆在一旁忍不住吐槽说，闭关也就2周，柳青7岁时可是在里面待了整整1年，反被夫人呵斥2人没有可比性。严赶忙笑着解释，闭关完全是自己主动要求的，而且夫人给他准备的行李早已把他整个人塞得鼓鼓囊囊。见时间差不多了，南公馆推开苍穹堂大门，在夫人的叮嘱声中，严道别后正式迈进了大门。严注意到柳青并没有来送自己，不过他倒也没太在意。随后严便回过身向大家告别，表示自己很快就会出来。随着身后大门重重关上，严背着沉重的行囊走在山洞里，可还没走几步，一阵微风忽然掠过，眼前的光亮瞬间刺破了黑暗。只见蓝天白云下，绿树成荫，竟然有一片山水相连的壮阔天地。这出乎意料的画面把严直接看懵了，完全不敢相信这里竟然能被称为是一座大唐。可掠过脸颊的微风和脚下柔软的草地，触感都真实的有些古怪。严凝神韵，转眼功，发现眼前这片壮阔山水不过是符阵形成的幻象。看清虚实后，严当即盘腿坐下，准备先聚集周围的自然真气。随着周围的自然真气被抽离出来，在严的掌心汇聚成一团光芒。他仔细对比了一下，这团真气虽比不上柳青，但也比夏琳的更为充沛。可还没等严高兴太久，手中的光芒就瞬间散去，这让他意识到除了聚集真气，如何维持稳定同样关键。回想刚掌握这项能力时，自己只能撑个1-2分钟就会晕倒，如今已经能维持大约15分钟，这也让严确信这项能力完全可以通过修炼来提升。虽说还没搞清未来害死父亲的原因，但严很清楚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专注做好自己能做的事。他开始全力训练自己的体力以及掌控真气的能力。转眼3周过去，严来到溪边捧起清水洗把脸，看着眼前的山水，严忍不住想在这里多练一段时间。反正管叔之前交代过，让他不必急着出去。不过要是待得太久，外面的人免不了会担心，加上手上的伤势也已经痊愈，虽然遗憾以后不能再用受伤为由去戏弄柳青替自己干活，严还是推开了门走出苍穹堂。可刚一出门，冰冷的夜风就吹得他直打寒战。他这才发现外面不知不觉间竟到了深夜。正当严站在门前，有些记不清回房间的路时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在了原地。深夜的竹林深处，一刚正缓缓朝这边走来，他眼中噙着泪光，口中断断续续地念叨着：“看清来人，正是父亲。”严立刻提着裙摆飞奔过去，一刚轻声唤出了严的名字。严试探着叫了一声父亲，向他确认自己的身份。一刚温柔地应了下来，闻着父亲身上熟悉的草药香，感受着这温暖而有力的怀抱，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这一刻，他才切实实地感受到自己是真的安全了。积压的情绪在瞬间宣泄而出，严忍不住在意刚怀里哭了起来。一刚将他轻轻抱起，任由他紧紧依偎在自己肩头。严依偎在意刚怀里，擦着眼泪。一旁的南公馆忍不住调侃起来，说一刚如今彻底成了女儿傻瓜，要是严再不出来，一刚怕是都要动手砸门了。当南公馆问起严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，严有些委屈地表示，当初明明是管叔叔许诺他想住多久都行。听到这里的一刚瞬间察觉到不对，立刻转头质问起南公馆。原来一刚早已飞鸽传书通知了对方，可南公馆却压根没把这事告诉严。严听完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父亲早就发了信。南公馆见状赶忙辩解，说担心严提前知道会急着出来，本意只是想给严准备个惊喜。被父女俩盯着看，南公馆越说越心虚，直言自己可没料到严会待这么久，这事可不能怪他。一刚并没有怪罪的意思，他温柔地摸了摸严的头，表示只要严能有所收获，哪怕多等一些日子也无所谓。眼看时间已经不早，南公馆识趣地准备离开，叮嘱一刚今晚先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去严的房间探望。回到房间后，严乖乖坐在一刚怀里，表示有东西要拿给父亲看。严深吸一口气，当即运转奇眼功，双眼瞬间绽放出耀眼金光。看着女儿眼睛的变化，一刚大吃一惊，赶忙询问她的眼睛究竟怎么了。严平复下心情，将2人分开后发生的一切全盘托出。听完女儿的讲述，一刚满心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，同时也确认了严如今确实能够洞察别人体内的真气。得知严能看清经络与真气的流动，一刚直言这种能力简直闻所未闻。不过看着面露不安的女儿，一刚温柔地出言安慰，表示只要能让身体恢复健康，还能运用这股特殊能量，就该好好感谢当初救他的神医。听着父亲贴心的安慰，严心中一阵感动。可紧接着他向一刚提出，希望先将这件事保密，不要告诉其他人。一刚有些不解，当即追问起其中的原因。严向义刚说出了自己的顾虑，他担心大家若知道自己能重新习武，会产生过高的期望。过去人们总嘲笑他
是无法聚气的废柴，说他是败坏父亲名声的耻辱。一旦让人知道他如今能够习武，万一自己天分不够，或者这项能力只能练些基础功法，就只会重新成为那些人的猎物。严紧紧揪住衣角，表示自己绝不想看到那样的局面发生。一刚紧紧抱住严，表示理解女儿的顾虑。随后一刚询问严能否看清自己体内的经络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严当即运转眼功看向父亲。在严金色的双眼中，父亲体内蓝白色的真气清晰可见，规模与管相当，与南宫家象牙色的真气截然不同。看着父亲体内迷人的真气，严忍不住一直盯着看，可他猛然反应过来，暴露内气乃是武者大忌，便赶忙向一刚开口道歉。见女儿慌张道歉，一刚赶忙温柔地安慰起来，表示是自己主动提出检查的，毕竟大家对这项能力并不了解，自己只是出于关心。严表示以后一定会更加小心。看着懂事的女儿，一刚坦言自己如今彻底理解了严想要隐瞒能力的真正原因。一刚建议把这事告诉管叔，毕竟南宫家对神医万更了解，说不定会知道这项能力的由来。严心里清楚南宫家未必知情，比起外人，他更担心被自家百里氏知道。不过为了不让父亲继续操心，严还是乖巧地应了下来。就在他盘算是否还有遗漏时，忽然想起了苍穹堂里的碧玉丹，便兴高采烈地告诉一刚自己还有宝物要拿给他看。严拽着一刚想要立刻回房，一刚看天色已晚，本想推迟到明天，但架不住严的软磨硬泡，一刚也只好由着女儿。一刚抱着严一路施展轻功，朝着严的住所赶去。严指着前方，说那是管叔特意为他安排的房间。可还没等靠近，一刚突然示意严安静，敏锐地察觉到前方房门外有人。夜色深沉，远处的树影下隐约伫立着一道身影。这里毕竟是女儿的闺房，一刚当即警惕地出言质问对方身份。周围一片昏暗，严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见前方的阴影里缓缓传出一声冷冷的反问。对方冷冷地点破了一刚的身份。严凝神一看，瞬间认出对方体内那团烈焰般的真气，赶忙大声提醒父亲，眼前的神秘人正是千山炎帝。见自己的身份被揭穿，老者冷哼一声，从阴影中走了出来，怪严破坏了自己的惊喜。而更让严心惊的是，对方手下竟正死死按着被挟持的雅律。老者抱怨原本没打算露面，全被严打乱了计划。严心里忍不住吐槽，这老头怎么总是跑来惹事。面对名震江湖的前辈，一刚礼貌性的致歉，随即质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女儿的闺房附近。见一刚手中的佩剑并未入鞘，老者冷笑着指出，他明知自己的身份，却依然手握兵刃。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局势，严顿时提心吊胆，生怕父亲真要和对方直接开打。严本想提前喊出对方身份劝架，没想到适得其反。好在千山炎帝并没有动手的意思，他顺手把挟持的雅律推到面前，直言今晚深夜造访是为了谈谈这个少年的事。几人一步室内落座，桌上的热茶正冒着白气。老者喝了一口热茶，直接开门见山的提出要将雅律带走，亲自收他为徒。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，在一旁的严和雅律都感到很意外。一刚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开口，能拜天下十强为师固然是莫大的荣幸，但他心里实在感到好奇，老者究竟看中了这孩子什么。老者只是缓缓放下茶杯，示意刚不必过分担心。老者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对这孩子的底细了如指掌，随后顺便向一旁的严抱怨，怪他没提前跟父亲把事情交代清楚。严显得有些无奈，表示原本打算等回房后再细说，既然老者早已知晓内情，一刚便也不再有所隐瞒，直言雅律此前修炼过邪功，根本无法再学习其他门派的武艺，不同于正派凝聚真气地功法，邪功与其他武学完全无法兼容，若是强行兼修其他功夫，只会导致走火入魔，甚至当场丧命。老者听完却只是冷哼了一声，充满自信地表示正因如此，这孩子才非拜他为师不可。一刚见状连忙追问老者地功法是否能够压制这股邪功，老者给出了肯定的明确答复，只要跟着他修成九霄红颜功，就能彻底化解体内的邪功隐患。一旁的严听完喜出望外，觉得这对雅律而言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可一刚依旧有些不敢置信，忍不住陷入了沉思之中。老者见状不耐烦地催促起来，直言自己根本犯不着骗人，能遇到这种机缘就该偷着乐。看着一旁垂头丧气的雅律，严主动开口向众人提议，觉得这件关乎前途的大事，还是应该充分尊重雅律自己的意愿。可老者却冷不丁地表示，现在根本不用再去问他了，因为雅律在此之前早就已经明确拒绝过了。得知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，严和一刚都感到大受震惊，完全想不通雅律为何会拒绝这等能够化解隐患、拯救性命的好机会。面对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，雅律终于给出了自己的理由，表示自己真的很喜欢留在这里。老者听完只能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。一旁的一刚见状主动开口劝说老者打消强行收徒的念头，老者则是双手环抱保持沉默。随后老者神色凝重地反问众人，是否知道究竟什么是至阳之体。严听后感到十分意外，询问这难道不是无法治愈的罕见体质吗？老者当场证实了严的说法，明确表示至阳之体确实无法治愈。世间真气本该保持阴阳平衡，但拥有这种体质的人，体内阳气从出生起就会不断灼烧经络，大多数患有至阳之体的人根本活不过20岁，会在极度痛苦中被体内阳气焚烧殆尽。而眼前的雅律正拥有这种罕见的至阳之体。得知了这个残酷的真相，严的内心大受震动，这意味着雅律很可能在20岁前就会丧命。
可言转念一想，突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，因为在原著小说的剧情发展中，雅律明明顺利活过了20岁。言见状，赶忙开口追问老者，特意提起至阳之体，想必是有相应的解决办法。老者坦言相告，雅律其实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听闻居然还有挽救的希望。言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。老者紧接着向众人解释，这第1条路便是继续修炼吸阴魔功。雅律至今没有当场暴毙，正是因为他本能的吸收他人阴气，才得以苟延残喘，维系生命到现在。而这第2条解决之路，则是选择修炼玉阳术。一旦能够彻底掌握这种法门，不仅能完美掌控体内的磅礴阳气，甚至能将凶险的至阳之体转化成举世无双的绝世力量。老者接着补充说明，玉阳术正是以体内阳气为基石，随后顺势再次提出要收雅律为徒，并厉声警告众人，若是不同意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雅律送命。随着夜色渐深，言意外得知了一个秘密，千山炎帝在1个月前就已经找过雅律，便追问雅律当时为何没有提及。雅律坦言那天原本打算坦白交代，可看到言的手受了伤，焦急之下便彻底把这事抛在了脑后，转而无微不至地关切起言的手伤。言见状，笑着安抚他，不必担心。言忍不住出言吐槽，这么关乎性命的大事，怎么能直接忘了？雅律有些无奈地向他解释，自己当初已经明确拒绝了对方，本以为对方会就此作罢，不再纠缠。言赶忙追问后续的状况，打听老者之后是否又来找过他。雅律如实坦言，自从言进入苍穹堂之后，千山炎帝其实每天都会跑来找他。可话还没完全说完，雅律就再次拉起言的手，反复确认伤口是否已经彻底好透。看着心思完全没在正题上的雅律，言感到有些气急，直言现在根本不是关心手伤的时候。千山炎帝此前就已经明确警告过，靠吸阴魔功维系不过是权宜之计。雅律的身体如今早已布满了裂痕，就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绝壁大坝，一旦被体内阳气冲破决堤，积聚的能量便会瞬间失控爆炸，到时候引发的反噬剧痛根本不是雅律所能承受得住的。一旦到了那个绝境地步，雅律为了保全性命，很可能会出于生存本能再次施展吸阴魔功去危害无辜之人。看着眼前有些犹豫不决的雅律，言赶忙询问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雅律紧紧牵着言的手，低声说出了自己深藏的顾虑。他担心言的父亲在得知真实情况后，会狠下心来将他直接赶走。言听后明确告诉雅律，这是关乎他的性命，父亲到时候一定会送他离开。与此同时，言回想起了雅律先前的异样，在得知自己随时会早夭时，雅律的表现居然异常平静，能够靠着凶残的吸阴魔功苟活至今。雅律的心思显然非同寻常。言收回思绪，明确告诉雅律，如果他真的想留下来，就必须找出一个能说服父亲的充分理由。雅律听后微微一愣，表示自己这就去找义。刚说明，言见状赶忙叫住他，不解地追问他为何要拒绝。这分明是化解体质隐患的大好机会。雅律却停下脚步，低声反问言是不是在关心自己。言理所当然的表示自己当然担心，并告诫他一旦错过这次机会。可话说到一半，言却突然察觉到了异样。雅律脸上浮现出一丝淡笑，轻声表示自己不会有事。面对雅律突如其来的笑容，言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，心里困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过他。雅律没有再多做解释，独自转身默默离开。言趁着父亲不在，私下找上了千山炎帝。面对老者的抱怨，言直言自己猜到了老者的2点心思，特意过来当面求证。老者被勾起了兴趣，示意言直接说下去。言指出第1点，老者当众揭开雅律的至阳之体，是算准了大家会为了救雅律，主动劝他答应拜师。老者听后爽快地承认了这一点。言紧接着抛出第2点，能修炼老者这门绝学的，从头到尾其实就只有雅律一人。老者听后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，觉得言完全是在胡说八道。言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，老者此前曾质疑众人为何救一个陌生人，但他自己又凭什么要对陌生人倾囊相授？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绝学只有至阳之体才能修炼。被当场戳穿心思后，老者脸色陡变，冷声质问言特意揭穿这件事，莫非是想拿那小子的性命当筹码来跟他谈条件？言明确表示雅律的性命不属于自己，他绝不可能拿别人的生死来当筹码谈条件。他坦言自己只是出于好奇，想确认老者是否真的有心救人，好判断能否放心把雅律托付给他。随后言顺势抛出了一个建议，既然老者急着传授绝学，而雅律又不想离开大家，不如老者干脆和他们一起同行。这个出乎意料的提议让老者一时间愣在原地。而在10年之后，正魔两道便会爆发一场惨烈大战。言原本想着能将千山炎帝拉入阵营，老者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坦言九霄红颜功必须在极热烈焰之地修炼，根本无法随行。不仅如此，老者还强调这门功法极其注重修炼者的心态。雅律如今对自己充满敌意，强行逼他练功只会适得其反。见言还不太理解，老者也懒得再多解释，直接提醒言拖延下去只会害了雅律，让他赶紧去说服那小子拜师。言刚想继续追问，心中却突然升起了一个新的疑问。言突然察觉老者拿到灵药后，体内的真气并没有任何变化，原本以为对方会立刻服下，便直接开口质问老者是不是打算把这灵药留给雅律。被当场说中心思的老者叹了口气后恼羞成怒，责怪言竟敢当面质问自己，抬手就朝言的脑袋砸去。
却被颜灵巧的侧头躲开。老者见颜居然躲开了这一击，感到十分意外。颜在心里暗自庆幸，刚才全靠经验提前察觉，才本能避开。还没等颜松一口气，老者身形一闪一把捏住了他的脸颊。想起上次这小丫头也成功躲开过，忍不住称赞她的眼力很不简单。面对老者的盘问，颜被捏着小脸，只能含糊求饶。老者却话锋一转，指出外界都传他是无法修炼的废柴，可刚才却分明动用了真气。老者笑着揭穿，上次木屑划伤时，如果没用真气抵挡，伤势绝不可能轻微成那样。被看穿秘密的颜，只能尴尬地求老者先松手。老者捏着颜的脸说道：“虽然他无法修炼九霄红颜功，但潜质倒还算不错。”老者自顾自地嘀咕起来：“若让颜先跟着自己修炼，或许能刺激雅律改变主意拜师，正好自己也能找点事做。”还没等颜反应过来，老者便直接拎起颜闯入室内。老者当着一刚和雅律的面，当场宣布颜想要拜他为师学习掌法。面对老者这番自作主张的操作，被拎在半空的颜大受震惊。到了第二天，颜捧着药瓶兴高采烈地去找一刚，想给父亲展示自己拿到的宝物。一刚一眼认出那是苍兰灵丹，颜原本满心期待能得到夸奖，却发现父亲脸色毫无波澜，反而问这东西不是被千山炎帝拿走了吗？一刚平静地表示，老者早就把事情原委全都告诉他了。得知惊喜彻底落空，颜气得鼓起脸颊，委屈地说自己本想给父亲一个惊喜。一刚其实十分意外，好奇颜当初明明只有2颗灵丹，怎么还能拿出1颗？颜得意地挺起胸膛，承认自己当时撒谎骗了老者，特意偷偷留下1颗给父亲。一刚看着手中的药瓶，眼神却变得沉重起来。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服用，只能先将灵丹妥善收好。随后他温柔地摸了摸颜的头，感谢女儿的一番心意。可看着父亲转瞬即逝的微妙变化，颜敏锐地察觉到父亲心里似乎有什么隐情。一刚突然向颜宣布，他们接下来要换个住处。颜听了一愣，一刚解释说，为了能亲自照顾颜，需要找个更大的地方，而且他已经把颜的情况告诉了南宫家主，对方专门安排了隐蔽的住所，方便颜以后好好修炼。颜心里既温暖又感动，甚至觉得南宫家比自家宗门还要关心他们。随着父女俩搬进新院子，颜看着眼前的建筑，终于彻底明白父亲当年为何宁愿在江湖漂泊，也不想回百里家。其实颜心里也明白，千山炎帝功法霸道无比，普通兵器根本承受不住高压热量，所以老者专攻徒手近战，掌法造诣早已冠绝天下。能得到这位宗师的指点，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此前父亲一刚也曾建议过他向老者请教，然而等训练真正开始，颜才发现根本没那么轻松。院子里很快响出一阵惨烈的哀嚎。老者收招表示今天就到这里，只留下满头大包的颜，正耷拉着脑袋弱弱的向师傅道谢。挨了一顿痛打的颜趴在地上，甚至分不清老者是在叫他，还是纯粹在拿他发泄。好在雅律及时拿来凉毛巾，贴心的帮他冷敷额头。颜感觉舒服了不少，顺口打听起雅律那边的进度，雅律却只是淡淡的表示还在努力。为了帮雅律压制体内的至阳之气，老者特意传授了一套运气法门，虽然无法彻底改变至阳体质，但至少能延缓病情恶化。可颜转头看向雅律时，却发现面对这能救命的法门，雅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高兴。颜再次认真地告诉雅律，这件事根本不怪他，老者突然要传授他掌法，绝不是为了换取对方去救他。面对颜的解释，雅律只是低声应了一句，可那副敷衍的样子，分明完全没听进去。到了训练时间，颜来到演武场，按照计划，今天父亲本该在这里指导柳青，可颜在场边看了一圈，却根本没看到父亲的身影。要是夏琳在这，肯定会来凑热闹。可惜他因为要给母亲过寿，提前回家去了。颜在演武场便碰到了柳青，见柳青一脸疲惫，颜主动上去打招呼，顺口问他自己出关这么久，怎么也不来找他。面对颜的寒暄，柳青态度极其冷淡，直言当初照顾他只是为了等他手伤痊愈，如今伤既然好了，自己根本没有去的理由。这番冰冷的话让颜一时愣在原地。颜试图缓和气氛，表示哪怕手伤好了，顺道来看看他或是聊聊天也可以。可柳青却冷冰冰的反问为什么，这态度让颜在心里暗暗发火，搞不懂这小子怎么又变回了以前那负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模样。他原本以为这毛病他早就改掉了，想起管叔平时为了这儿子的脾气，没少在后头操心受气。颜压下火气，决定看在管叔的面子上，这次就不跟柳青计较了。颜主动放下身段，笑嘻嘻的表示自己偶尔也会想他，顺便反问柳青，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想过自己？颜在心里打定主意，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用热情去融化这块冰山。柳青听完紧咬着牙别过头解释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修炼。看着柳青这副别扭的反应，颜一时有些愣住了。看着柳青反应不对劲，颜在心里暗下判断，这恐怕不只是脾气差的问题。他直接凑上前开口询问，问柳青是不是心里藏着什么心事。被当面问中的柳青一时间愣在原地。颜心里非常清楚，柳青只要藏着心事，就会变得格外敏感，而能让他发愁的绝大多数都跟剑术修炼有关。面对颜出言关心，柳青只是冷冰冰的回复，这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颜心里感到十分无奈，以前自己被当成气脉不通的废柴时，反而经常是柳青跑来劝慰他，让他不要对自己太苛刻。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，一刚在不远处开口呼唤颜，颜立刻转过头去，开心的大声回应父亲。颜一路
小跑冲了过去。一刚顺势将女儿紧紧抱在怀里，关切地询问她身体有没有大碍。颜连忙露出笑容，表示自己一切都好。面对柳青那副冷冰冰的态度，说心里一点都不失望，那是假的，只是他早就习惯了对方这副模样，心里甚至已经感觉不到难过。一刚主动向柳青表明身份，听说对方年纪轻轻就能释放剑气，便提出想亲眼见识一下功力，还让他直接拔出真剑出招。面对一刚的提议，柳青却低下头表达歉意，坦言自己悟性不足，自那次意外后就再也无法释放剑气。一旁听着的颜感到十分纳闷，明明距离上次的意外过去了很久，连自己的手伤都已彻底痊愈，柳青怎么会再也用不出剑气？柳青恭敬地向一刚行礼，希望能够得到这位前辈的指导。一旁听着的颜这才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柳青最近情绪如此敏感。通常情况下，觉醒剑气极其困难，可一旦掌握就极少会凭空消失。而柳青当年觉醒的年纪比正常情况早了太多，颜心里暗暗产生怀疑，是不是当年强行越级觉醒，才导致了现在的严重后遗症？就在他独自思索时，柳青身上突然爆发出凌厉气势，提剑径直朝一刚冲了过去。柳青这剑攻势极快，场边围观的颜看得暗暗吃惊。比起之前与夏琳对练时，现在的招式要凶猛迅捷得多。可父亲一刚的实力显然更胜一筹，在轻描淡写之间就把柳青的连续攻势全部化解。眼看正面进攻毫无效果，柳青被反震之力推得向后滑退，他立刻意识到硬拼行不通，准备拉开距离重新寻找突破口。可还没等他展开下一步动作，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。还没等柳青做出应对，一刚的剑锋就已经停在他的咽喉前，眨眼间便将柳青彻底制服。场边的颜看得大吃一惊，完全没有看清父亲是何时收招的。柳青连忙躬身行礼致谢，一刚顺势夸赞柳青武艺超群，实力远比同辈人优秀得多，南宫家确实有充分理由为他自豪。听完夸奖，柳青恭敬道谢，可一刚接着却话锋一转，表示自己心里其实一直存有疑问。一刚向高处恭敬行礼问候，南宫管这才发现家主不知何时站在了阁楼之上。南宫管连忙上前询问父亲何时到场，家主表示从两人刚拿起木剑时他就一直在看。一旁的颜暗暗吃惊，没想到刚才的比试被看了全程。家主走上前询问柳青刚才招式为何会突然停顿，柳青解释说发现第一招没有效果后，便想换个策略重新寻找突破口。家主接着追问，如果换了策略，难道就能改变最终的结果吗？柳青低下头低声承认不能。家主听完若有所思，家主转头看向颜，提到听说他最近也开始习武，很高兴看到他的身体彻底康复。颜连忙上前恭敬地表达谢意，可家主接着却突然提议，不如让颜跟柳青现场切磋一番。听到要与对方交手，颜和柳青瞬间都愣在了原地。一旁的南宫管更是急忙出言阻止，认为颜根本不可能打得过柳青。家主却笑着表示只要颜自己愿意，这就是个难得的实战机会。况且柳青比试时也不会使用内力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切磋提议，南宫管急得连忙向父亲大声劝阻。颜心里有些犹豫，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一刚，见父亲对着自己微微颔首，颜心里其实非常清楚，以自己现在的微薄实力，面对柳青恐怕连一秒都撑不过去。但既然父亲暗示自己接受，就一定有他的深层考量。于是颜当场答应了这场切磋。听到颜答应下来，柳青感到十分震惊，连忙向家主抗议，觉得让自己跟颜切磋太荒谬了。家主叫住了柳青，表示自己很清楚他最近在为修炼苦恼。家主提到前几天柳青曾申请进入苍穹殿，但能否进去得由他说了算。颜重新握紧了手中的木剑，感慨自己已经很久没拿过木剑了。他想起前世自己曾天真的以为只要足够刻苦训练，就能克服气脉不通的缺陷，可转念一想，当初拼命苦练的记忆，至少让他现在能展示出一些本事。两人在场中站好位置，柳青握紧木剑，提前警告自己比试时绝不会手下留情。颜却微笑着反问，就不能稍微对自己放点水吗？一句话把柳青噎得无话可说。随后两人正色上前报上了各自的家族与名字。两人刚摆好架势，场外还在夸颜的持剑姿态有模有样，可刚一交手，只听砰的一响，颜手中的木剑就被直接打飞出去，开局瞬间丢了武器，让颜感到十分尴尬。他心里明白，柳青刚才甚至都不是故意的。看着掉在地上的木剑，柳青也是一脸茫然，他以为颜是在故意开玩笑，便生气地提醒他认真对待比试。颜十分无奈地解释自己没有耍滑头，他当然知道柳青刚才都没怎么用力。柳青越想越气，质问颜之前还指点过夏琳应对自己的招式，怎么现在连最基础的持剑都不会，甚至怀疑他当初是在撒谎。颜心里十分无奈，要解释清楚这件事，就必须把神一鸣的事情也说出来。见颜没有正面回应，柳青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，质疑百里家的子弟难道都是这个水平？就算没有内力，也不至于连基本功都没学过。听柳青提到这件事，颜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冷冷地提醒他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幸运。看到颜的神情，柳青被这句话当场问住，一时间愣在了原地。颜主动向柳青道歉，表示自己并无意冒犯，可柳青根本没听懂他的用意，只催他赶紧捡起剑继续比试。颜心里非常纳闷，自己如今连剑都拿不稳，完全弄不懂南宫家主为何要安排这场切磋。正当他蹲下身准备拿剑时，家主突然走到了他面前。家主主动提起，听说颜有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，之前
甚至还能多次躲过千山炎地的招式，加逐点到为止。相信以言的聪明，一定能明白其中含义。言立刻领会了意图，单靠力量硬拼确实毫无胜算，但只要暗中配合金童，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，看清柳青的剑路，就能找到应对的方法。说话间，柳青已经提剑迅猛地冲了过来。面对这凌厉的一招，言看准轨迹挥剑迎击，居然硬生生将这一击挡了下来。场边的南宫馆看到这一幕，也露出了十分震惊的神情。虽然成功防住了招式，但剧烈的冲击还是震得言手腕一阵发麻。刚才硬挡下的那一下，让言彻底摸清了柳青的招式路数。得益于这段时间和家主的特训，言很清楚自己硬拼力量毫无胜算，但看清轨迹后，闪避却完全做得到。面对柳青再次发起的凌厉进攻，言身形敏捷的连连躲避。场边的南宫馆也看出了门道，直言言非常擅长规避攻击，而这种避其锋芒借机反击的手法，正是百里家剑法与身法的核心精髓。前世无数次的练习，让言的身体早已记住了这些步伐，加上柳青这场比试无法使用内力，让言心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，说不定自己今天真的有机会赢下这一局。连续的扑空让柳青有些恼火，忍不住大声叫嚷，让言不要再四处闪避逃跑。可言一口拒绝，转身继续拉开距离。但言心里很清楚，柳青正在迅速适应自己的闪避套路，再这样拖下去，一旦被他摸透就危险了，必须尽快结束这场比试。可如果继续硬拼招式，自己根本毫无胜算。言果断放弃硬拼，直接把手中的木剑扔了出去。这出乎意料的一幕，让柳青一时间愣在了原地。还没等柳青反应过来，言就已经飞快地贴了上去，眨眼间冲到柳青身前，一把按住了他握剑的手。言原本想借着近身的机会，直接打落柳青手中的木剑，可他到底还是小看了两人力量上的差距，这一下竟没能撼动对方分毫。眨眼之间，柳青顺势一把抽回手臂，反手将木剑径直架在了言的脖子上。被木剑架在脖子上的言干脆大方认输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嚷嚷着太累了，甚至顺口直呼起柳青的名字。柳青刚想质问他凭什么直呼其名，言却突然提醒他，用剑的人也是人。言心里很清楚，在原著小说里，柳青只有在有了想守护的东西时才会变强，可现在的他还没有任何珍视的事物。言劝他去找到自己真正珍视的东西。言补充道，这就是打破眼前瓶颈的关键。面对这番话，柳青一时间有些困惑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正当此时，一刚缓缓走了过来，称赞柳青刚才的比试相当精彩。柳青赶忙躬身致意，客气地表示不敢当。一刚察觉到了柳青的迷茫，便提议今天的训练先到这里，让他回去好好沉淀思考。瘫坐在地上的言见父亲过来，立刻开口撒娇，嚷着自己累得起不来。一刚笑着将言抱了起来，温声夸奖他今天做得不错。言也开心地向父亲道谢。柳青独自走在石阶上，脑海中不断回荡着言劝他的那番话。虽然他嘴上极其不服气，觉得言根本就不了解自己，可回想起刚才比试中言果断扔下木剑贴身相搏，甚至逼得他仓促应对的瞬间，柳青停下脚步，沉默许久，最终在心里承认这场比试到底还是自己输了。柳青继续沿着石阶前行，脑子里全是在复盘刚才的应对细节，因为想得太入神，他甚至差点在台阶上失足摔倒。幸好父亲南宫馆及时出手将他扶住，南宫馆严厉地提醒他，在长阶上走神，随时可能跌落受伤。柳青回过神来，赶忙向父亲躬身致歉。随后南宫馆带着柳青来到室内坐下，独自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柳青有些耐不住性子，询问父亲召自己过来所为何事，若无要事他便先行告退。南宫馆呵斥他安分坐好，表示既有话要问，也有事要交代。南宫馆问他是否还记得比试中对言说过的那些话，提醒他质疑百里家底蕴的言论极其失礼。紧接着南宫馆向他透露，言并非从小在百里家长大，他回到家族甚至不足1年，压根没有机会系统学习家族剑法。听到这个事实，柳青感到非常吃惊，忍不住追问其中的缘由。南宫馆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气得一巴掌拍在桌上，呵斥柳青说话不知轻重，冒犯百里家的言论险些引发世家冲突，全靠一刚和颜大度才没有追究。面对父亲的训斥，柳青却彻底陷入了迷茫。他实在无法想象学剑不到1年的言到底是怎么打出那种招式的。脑海中再次浮现出言在比试时说过的那些话，提醒他并非人人都有他那般幸运。柳青这才猛然意识到，虽然两人相处过一段时间，言甚至还主动找他开过玩笑，可自己对他真正的过去其实一无所知。南宫馆提醒柳青，练剑的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接着表示反正这段时间柳青也不会再遇到言了。听父亲这么说，柳青连忙追问其中的原因。南宫馆这才提起，柳青之前一直吵着要进苍穹殿修炼，而言如今也拿到了进入那里的资格。柳青这才意识到，两人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见。思索片刻后，他郑重地向南宫馆提出请求，希望能让自己和言再切磋一次。听到柳青居然还想找言切磋，南宫馆感到十分震惊，追问他是不是认真的。南宫馆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透露一刚原本叮嘱过不让说，但那场比试结束后，言就直接大病了一场。得知言因为比试病倒的真相，柳青当场愣在了原地，看着身边照顾自己的人卧病在床的言，心里很清楚，缺乏体力支撑技巧，根本发挥不出来。3天后，巨红马看望恢复过来的言，直言他的体力差得离谱，甚至打趣说他连蚂蚁都打不过。言听了感到很不服气，嘟囔着怪名没早点提醒自己锻炼。巨红马却毫不客气地反问，就算提前说了，
难道就能有什么改变吗？面对巨红马的质疑，严理直气壮地反驳：怎么就不能？这时一旁的巨红马严肃地打断了他，质问他难道真以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彻底康复了？严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。巨红马没有多做解释，直接将内气化作火焰，将三昧真火缠绕在茶杯上，茶杯随之被震出一道道裂痕。巨红马却要严现在往杯里倒茶，面对这破裂的茶杯，严一时间有些犯嘀咕：这样倒水难道不会直接漏出来吗？严提起茶壶往杯里倒水，神奇的是茶水竟一滴也没有漏出来。严大吃一惊，忍不住感叹绝顶高手的实力。可巨红马却告诉他，这就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。还没等严反应过来，巨红马朝着茶杯轻轻一弹，原本看似完好的茶杯瞬间彻底碎裂，茶水也跟着四溅洒了一地，残留的茶汤顺着桌沿不断滴落。眼前这触目惊心的一幕，比任何言语都更具说服力。巨红马随后叫来雅律，吩咐他将桌上的碎屑收拾干净。看着彻底粉碎的茶杯，严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表面看似没有大碍，实则脆弱的随时都会彻底崩塌。雅律注意到一旁笑眯眯的严，忍不住询问巨红马：严到底出了什么状况？巨红马顺势开出条件，只要雅律愿意拜他为师，就把真相全盘托出。严赶忙出声阻止，吐槽巨红马居然用这种手段抢徒弟。巨红马气得一把捏住严的脸，质问他竟敢说自己幼稚。严疼得直叫唤，嚷嚷着自己这只破茶杯快要被捏碎了。巨红马这才反应过来，赶忙松手。还没等严站稳，雅律一步跨到前面，直接将严护在了身后。躲在雅律身后的严还非要探出头来继续打去，气得巨红马指着他俩直呼荒唐，质问严难道就一点不怕他？见巨红马一会儿让人闭嘴，一会儿又追问为什么不回答，雅律在一旁小声吐槽，直接把巨红马气得跳脚。严却顺势反问巨红马，特意用茶杯掩饰病情，说白了就是因为在乎他的安危，自己又有什么好害怕的？面对严这番真诚又暖心的回应，刚才还气冲冲的巨红马一时间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巨红马嫌严太折腾，抬脚就要离开，严顺势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，却被巨红马当场拒绝。刚走到门前，巨红马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严肃的警告严，世上所有的力量都有代价。见严还嬉皮笑脸的说自己明白，巨红马神色沉重的打断他，斥责他总是让自己身陷险境，根本不管身边人有多担心。巨红马甚至直截了当的表示，照严这种折腾法，恐怕根本活不到长寿的那一天。这番话让一旁的雅律大受震撼，雅律急忙追问怎么能说活不到长寿，严却还在一旁打笑，怪巨红马说话太难听。巨红马懒得再扯下去，先连离开前交代严明天继续训练，让他做好提升体力的准备。巨红马走后，雅律依然满心疑惑，追问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严却只是顺口敷衍过去，表示巨红马不过是在提醒他照顾好自己。看着地上摔碎的茶杯，雅律依然满心怀疑，追问巨红马刚才摔杯子是不是还有别隐情。严笑着一口咬定没别的事。雅律见他执意隐瞒，也只能作罢。正当气氛有些微妙时，一刚掀开帘子走了进来。严一看到父亲，立刻扑进了一刚怀里，一刚顺势抱起他，问起巨红马刚才来过的事。注意到地上的碎片，一刚随口打听茶杯是怎么碎的。严干脆直接把锅甩给了巨红马，说他是莫名其妙突然把杯子摔了。一刚听完严的解释，倒也没再继续深究，这让严暗自庆幸，省得自己还要费心思编理由。随后一刚拿出一封书信交给严，严有些意外，好奇会有谁给自己寄信。他转念一想，想起之前让雅律帮自己写过信，猜测这或许是石家月的回信。不过严很快注意到，父亲手里其实还拿着另一封信。严注意到明手里还拿着另一封信，看上面的标记，似乎是从百里家寄来的。一刚主动叫住严，聊起他之前提过的那个女孩。严赶忙追问是不是指夏玲。话音刚落，夏玲就一路嚷嚷着跑了进来，忍不住吐槽这地方也太远了。一刚说姥姥远就听到了他的动静，确认他就是严之前提到的夏玲。严顺势把父亲介绍给夏玲，可夏玲一抬头看到英俊潇洒的一刚，整个人当场愣在原地。落座之后，严笑着打趣，问夏玲亲眼见到他爹感觉怎么样。夏玲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，只能结结巴巴的感叹。夏玲捂着脸直呼太帅了，严也在一旁点头承认。夏玲随后打听起正事，既然严的父亲都到了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要回百里家了？严坦言确实如此。见夏玲一脸失落，严赶忙安慰说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走。夏玲追问具体的离开时间，严表示大概要等天气转暖之后。一听这话，夏玲难过的眼泪直打转，严有些无奈，连忙解释离春天还远得很，他们能聚在一起的时间还长着呢。可夏玲却委屈的嘟囔起来。夏玲接着追问，那他们什么时候能一起出去玩？严听得一头雾水，完全想不起还有这回事。夏玲立马急了，说严明明答应过要带她出去。严这才想起来，之前为了安慰哭个不停的夏玲，自己好像确实顺口说过这话。夏玲还补充道，他甚至特意找他娘要了一大笔零花钱。严听了直摇头，吐槽他跑回去过寿居然是为了要钱。不过看夏玲这么期待，严也爽快应下来，准备这就去问问父亲的意思。第二天，严顺利得到了父亲的许可，能答应的这么爽快，除了因为南宫世家所在的徽州足够安全，更因为父亲高兴看到他交到了朋友。为了不让雅律感到被孤立，严这次出门还特意带上了他。两人刚到地方，夏玲就风风火火的一路小跑过来，一把拉住了严的手。
夏琳兴奋表示自己全都听说了，妍竟然在比试里打赢了傲慢的柳青，只遗憾自己当时没在现场。这突如其来的热情把妍整得手足无措，妍赶忙澄清说自己当时明明输了。夏琳听了一脸诧异，强调自己分明听说赢的人是妍。这时雅律走了过来，直接开口承认确实是妍赢了。雅律解释说妍最近身体才刚好转，而柳青从小刚学会走路起就在练剑，如今却被才学了几个月剑的妍砍伤手腕，该觉得丢人的是他自己，所以那场比试算不上是他赢了。雅律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好丢人的，可话还没说完，妍就注意到柳青的气场彻底变了。柳青周身散发出极其阴沉的黑气，眼神冷得吓人，吓得妍心里直呼不好。柳青别扭的解释说自己只是听说妍康复了，这才顺路跑过来看看。妍心里十分纳闷，家主明明准许他进入苍穹殿，他本该立刻去闭关修炼，怎么反而跑来看自己？柳青却严肃表示是妍之前劝过他，要他用心看清挥剑的人。妍连忙开口澄清，自己当时说的根本不是他。柳青却反过来质问，那他当时还能是指谁？把妍整得不知该怎么回答。妍被逼得没办法，试着建议他去了解夏琳，把一旁的夏琳吓得够呛。妍又提议让他去了解雅律，可一看到雅律那阴沉的笑脸，他立马吓得把话咽了回去。妍只好再次改口，让他不如从身边的仆人开始。柳青气得握紧拳头，直接打断。他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击败自己的明明就是妍，他除了妍还能去了解谁？”妍脱口而出：“那不如去了解他爹吧。”这话直接让另外两人彻底沉默。最后还是雅律主动岔开话题，询问大家什么时候出发。尴尬的氛围这才被打破。妍表示自己今天刚好有安排，改天有机会再来拜访。柳青见状突然插话，询问他们是不是准备出门。妍笑着承认说他们打算一起出去玩。一听出去玩这3个字，柳青当场愣在原地，显得十分不敢置信。妍看着他这副反应，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他怎么像从不知道玩是什么意思。就在这时，夏琳突然邀请柳青要不要一起，吓得妍赶忙出声制止。夏琳凑到妍耳边悄悄透露，他娘之前专门交代过，既然柳青已经道过歉，就多和柳青套套近乎。妍这才明白水香主的真正意图。妍顺势提议，干脆让夏琳和柳青两人单独去。话都没说完，就被气急败坏的夏琳拧了一下，只能连忙改口答应一起去。谁知旁边的柳青突然表示自己可没说过要跟过去，现场气氛一瞬间凉了下来。雅律见状不耐烦地转过身，催促大家赶紧出发，别浪费时间。妍听出雅律是在暗示排除柳青，心里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柳青当场被激得火冒三丈，立刻改口宣布自己也要跟去。两个人一时间针锋相对，恐怖的气势直接碰撞在一起。夹在中间的妍之觉得无比头疼，好在一路折腾下来，大家最终还是顺利来到了热闹的街市。看着街上欢快的热闹氛围，妍忍不住感叹徽州确实是个好地方。不过他们这一大帮人走在一起，实在太引人注目了，旁边的路人全在偷瞄他们。毕竟这一整排非富即贵的小孩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家世不凡。妍顺势转向柳青，打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去处，毕竟作为本地人，柳青里应比大家更熟悉这里。没想到柳青直接被问住了，脸色显得极其尴尬。妍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可能自己都没好好逛过街。柳青坦白，这其实也是他第一次进城，甚至是他活到现在第一次逛街。妍听完整个人大受震撼，毕竟柳青作为南宫世家的未来继承人，居然连自家领地里的集市都没见过。妍忍不住当场开导起他来，提醒他既然以后要扛起整个家族，就要亲眼看看这世间百态。柳青被说的一时无言以对。正当妍准备继续大谈道理时，雅律突然伸手拉了拉他，默默指向了路边卖糖葫芦的摊位。妍一看到那晶莹剔透的糖葫芦，整个人瞬间被吸引了过去，立刻兴奋地转身喊着想尝尝。没想到话音未落，夏琳就冲出来当场喊停，高声宣布大家接下来要去吃包子。夏琳热情地推荐起城里的包子店，还顺便调侃了一句，说自己不像柳青那样没逛过街，她早就跟着家里人逛过许多次了。夏琳被夸得好一阵得意，妍也在一旁跟着鼓掌起哄，顺便打听他们到底要去哪。夏琳伸手一指，带大家来到了那家包子馆门前。结果妍一抬头，直接愣住了。店铺门口早已挤满了人，排队的人群一路延伸到了街边。妍忍不住惊呼：“难道这些人全是来买包子的？”夏琳自豪地表示，这家店生意向来这么红火，想吃到美味就要乖乖排队。看着这望不到头的长队，柳青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觉得就为了吃个包子排队实在没必要。妍见状，赶忙在一旁开导他，表示吃到美味才能让人放松。他这么执拗，肯定是因为美食吃少了，还不忘顺便叮嘱他要把这话记下。结果话刚说完，柳青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忍不住扭头质问妍，凭什么直接连名带姓叫他的名字？柳青觉得妍说的道理纯属胡说八道，自己以前听都没听说过。妍倒是挺大方，表示柳青也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。没想到柳青一口拒绝，妍见状也不纠结，顺势就不理他了。这下柳青反而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只能一个人在旁边暗自郁闷。看着柳青吃瘪的模样，夏琳在一旁忍不住偷笑。就在这时，夏琳突然想起正事，同族姐姐交代她帮忙买特制香油。妍本想劝她先排队吃包子，夏琳却赶忙喊停，表示那香油每5天才来卖一次，去晚了根本抢不到。为了不错过时间，夏琳决定和妍先跑一趟，直接把柳青和雅律两个人留在了原地。柳青听完当场愣住，不敢相信
要他和雅律单独待在一起，可夏琳完全不给反驳的机会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柳青和雅律显然都不想单独留在原地，严见状提议大家干脆一起去买香油，买完再回来重新排队。可夏琳立刻表示反对，觉得这样重新排队太浪费时间。夏琳建议留下一个人占位置，另外3个人去买香油。严便顺势打算安排谁陪他们去。严刚想说带上雅律，柳青立刻狠狠瞪了过来，他吓得连忙改口准备带上柳青，没想到雅律又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。看着眼前针锋相对的2个人，严这才明白他俩谁都不想被单独留下，便无奈表示干脆由他自己留下来排队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另外3个人就异口同声的大声拒绝。与此同时，南宫世家府邸内，一名下属正恭敬地向长辈禀报，表示柳青想要和严以及夏琳一起进城，特意派他来请求许可。得知一向一心练武的柳青竟想主动出门，南宫管惊的当场站了起来，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，嚷嚷着要叫大夫来检查。一旁的素货倒是满脸惊喜，连忙制止了丈夫的胡思乱想，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，让下属赶紧传话准许他出门。爽快答应之后，素货立刻兴高采烈地安排起来，不仅要给柳青准备出门的衣服和盘缠，还要顺便给严和夏琳也准备一份，甚至连严适合戴什么头饰都想好了。眼看素货越说越兴奋，前来看报的下属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只能弱弱地打断他，表示柳青其实早就已经出发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素货当场石化在原地。他原本以为儿子是来请求许可，没想到居然只是跑来通报一声。下属小心翼翼地询问要不要赶紧把柳青叫回来。南宫管刚准备答应，素货却抢先开口表示不用，随后便打发下属退了下去。下属走后，素货忍不住抱怨这小子到底在急什么。南宫管倒是一脸云淡风轻，表示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下属退下后，南宫管刚准备离开，素货连忙叫住了他，打听起让一刚指导柳青的计划。南宫管无奈表示计划只能作废，原本想拿牌子就严来做交换，没想到那次安排却差点害死了严。交代完这些，南宫管突然向素货道歉，表示今晚没办法陪他吃晚饭，自己刚刚想起还有别的安排。还没等素货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把腿溜得没影，只留下素货在身后急得大声高呼。素货隐约猜到了丈夫偷溜的真实目的。此时府邸外的阶梯前，南宫管带着黑纱斗笠悄悄现身，没想到正好撞上了同样头戴围帽的一刚。一刚一眼认出了南宫管，直接吐槽他是个爱管闲事的爹。被当场抓包的南宫管尴尬的咳嗽了一声，干脆提议2个人一起跟过去。夏琳兴高采烈的选了柳青，领着他走在最前面。眼看着走在前方的2人，心里忍不住吐槽柳青和雅律完全就像2个没长大的小孩，都需要自己在一旁多加照顾。特别是柳青，根本就是个从没独自出过门的新手。不过身边默默跟着的雅律也同样让人省不下心。严见状，赶忙向走在前面的夏琳打听，问大家到底还要走多久。夏琳热情的回应说马上就到。严也只能无奈的应了一声承接下去。柳青突然叫住了严，直接让他先回去。严被他说的一头雾水。柳青接着转向夏琳，表示自己可以陪夏琳逛，让严现在就回去。夏琳一听当场急了，坚决不同意把严赶走。柳青这才解释，严这一路上总是不停的回头张望，搞得他心里烦躁，这才催着严赶快离开。严顺势向柳青道谢，并向夏琳说了声抱歉，表示不能抛下雅律一个人。话音未落，便直接转身跑开。柳青忙叫住想要追上去的夏琳。严凭着记忆沿着街道一路寻找，仔细回想刚才走过的路线，不料走着走着，人群中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头戴围帽，正缓步走过。严愣在原地，怀疑刚才路过的正是父亲。可当他回头寻找，人群中早已没了踪影。街上到处都是人，贸然动用金铜负担实在太重，严只能打消念头，决定还是先赶回去找雅流。严在街上四处张望，很快就在人群中找到了雅律。只见雅律正站在男孩面前，2个人似乎正在交谈。眼前的一幕让严有些意外，在严的印象里，雅律平时总是寸步不离的守在自己身边，不仅面无表情，对旁的事物也毫无兴趣，除了默默跟着他，几乎从不干别的事。雅律平时总是默默跟在他身边，对旁的事情向来毫无兴趣，如今竟然会主动去找别人说话。严原本以为雅律是在和对方正常沟通，觉得他自己也能处理好关系，可仔细一看，却发现男孩正伸手连连拍打雅律的脸，态度极其嚣张。严这才猛然反应过来，2个人根本不是在说话，雅律分明是在被对方单方面挑衅。严心急万分，拼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往前挤，想赶紧过去帮忙。慌忙间他还被路人撞了一下，但严顾不上疼痛，焦急的大声呼喊雅流。雅律一把扣住男孩的手腕，回头看到严跑过来，嘴角甚至还勾起了一丝笑意。严见状焦急不已，可还没等他上前劝阻，被制住的男孩就气急败坏的扬起拳头。这一笑彻底激怒了男孩，他破口大骂着，直接挥拳打了过去。眼看拳头就要砸向雅律，严来不及多想，猛地冲上前一把将他撞开，2个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缓过神后，严连忙询问身下的人有没有受伤，还没等他细想，面前的雅律缓缓坐起身，周身竟瞬间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杀气。看到雅律这副冷酷可怖的模样，刚才还嚣张跋扈的男孩瞬间吓得连连后退，一股暗黑能量从雅律体内骤然升起，恐怖的气场席卷开来。男孩被这股杀气吓得不敢动弹，眼看雅律抬手就要发难，
关键时刻，颜急忙一把按住雅律，大声喊停，叫他住手。原本杀气腾腾的雅律停下动作，转过头愣愣地看向眼前的颜，借着金童的视线，颜看到他体内的煞气渐渐平复，颜笑着表示自己毫发无伤。见对方彻底冷静下来，他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。眼看危机解除，一旁的男孩又支棱了起来，指着雅律大怒质问：“骂他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敢插手自己的事情！”颜注意到男孩身着华服，内力不俗，推测对方多半出自名门正派。颜直接上前质问男孩：“难道正道世家就能光天化日下殴打无辜？”男孩被问得面红耳赤，反驳是颜突然插手。颜毫不客气地直指，分明是他自己插队。男孩气急败坏地指责是他们横插一脚，颜当场反驳是他插队在先。男孩怒声质问颜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颜顺势叫他当众报出家门，让大家听听是哪家教出这种霸道子弟。周围路人也纷纷开始议论指摘，男孩顿时被呛得骑虎难下。被当众呛得下不来台的男孩顿时恼羞成怒，颜见对方还想发难，暗下决心准备动用内力教训他。没想到还没等颜出手，暗中忽然飞出一枚铜钱，精准砸中了男孩的额头，痛得他当场叫出声来。男孩的手下见状赶忙上前关切，颜和雅律也愣在原地，完全不知道是谁出的手。这时一个小物件顺势滚落到了颜的脚边，颜感觉脚下被碰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发现刚才飞过来的暗器居然只是一枚铜钱。被打中的男孩气急败坏，指着前方大骂对方是在暗中耍阴招。颜当即毫不客气的反驳，指责对方无缘无故大吵大叫，分明是在血口喷人。趁着对方发愣，颜顺势挪动脚步，悄悄用脚踩住地上的铜钱，藏住了出招的痕迹。韦雄急忙质问身旁的随从，刚才有没有看到颜暗中出手？几个随从面面相觑，纷纷表示什么也没看见。周围的路人见状站了出来，纷纷指责韦雄欺负小孩，气得韦雄当场哑口无言。韦雄被说的恼羞成怒，当场呵斥出声的随从。同行的张哲见状跳了出来，张哲指着周围大吵大叫，坚信有人在暗中偷袭，甚至搬出张氏家族的名号，高调放出狠话。听到张氏家族这4个字，颜的心头猛地一跳。周围的路人窃窃私语，讨论起这位脾气暴躁连家族都放弃的张家少爷。颜听着人群中的议论，确认了眼前张哲的身份。韦雄随即向颜质问，询问他属于哪个门派，叫什么名字。颜根本不打算理会，直接反问：凭什么告诉你？雅律顺势上前挡在颜的身旁，眼神冰冷地盯着对方。张哲见状有些发慌，赶忙小声提醒韦雄，担心搞错对方身份惹出麻烦。颜看穿了对方顾虑衣着的心理，干脆当众亮出身份，表明自己是百里世家的百里颜。韦雄和张哲听后当场愣在原地。颜紧接着报出父亲的名号，反问对方自己难道像个平民？周围人群瞬间炸开了锅，没想到百里家的人会出现在这里。韦雄和张哲更是被吓得不敢动弹。颜在心里暗暗感慨，自己以前从未用父亲的名号吓唬过人，在他的前世记忆里，光是听到父亲的名字就足以让他感到沉重与窒息。可现在身边有了依靠，他心中那份沉重感荡然无存。韦雄吓得连声道歉，坦言不知道他是百里家的千金，随后和张哲老老实实自报了家门。颜在心中暗自确认，张哲正是原著里的那个配角，平时最喜欢在小说里纠缠柳青。颜看着眼前这2个人，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没想到能在这里碰上原著配角。韦雄被百里家名号吓住，尴尬的咳嗽一声赔礼，拉着张哲准备赶紧溜走。可张哲却突然冷笑起来，叫韦雄根本不用害怕。张哲直言自己想起来一件事，百里家家主确实厉害，可他那个女儿却是无法聚气的废柴，眼前这丫头就是传闻中的那个废物。张哲当众出言嘲讽，向旁人揭露当年往事，说百里家主带他回家后，他却因走火入魔毁了气海。看着对方那厌恶的眼神，颜想起前世看过的冷眼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紧紧握住了他，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度，颜在心中无奈叹息，难道没有内力的人在武林中就要不到半点尊重吗？面对对方的当场羞辱，颜直接出声打断，大声质问是谁先打听家事的，自己可从没有主动炫耀过。他接着反客为主，直言就算自己没有修为，对方这样当众刁难，就是在欺负普通百姓。颜更是不客气的补充，自己压根没听说过张家，难道就能直接认定他们是邪道？这几句反问句句占理，说的张哲脸色铁青，气得当场大骂颜身份低微，竟敢出言侮辱他的宗门。颜听完反而笑了起来，当即毫不客气的反唇相讥，直言他父亲平时也喜欢妄议他人，真正低贱的恐怕是他父亲。颜接着拿对方插队的事继续拱火，直接说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把张哲和韦雄气得目瞪口呆。颜顺势提出，既然双方都辱骂了各自的长辈，多说无益，不如用武林人的方式见上见真章。张哲听完彻底愣住了，完全没想到这个无法聚气的废柴居然敢主动向自己发起决斗。韦雄在旁边忍不住开口嘲笑，直言传闻中他是个无法聚气的废柴，恐怕连剑都拿不稳。面对嘲讽，颜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嘴角微微上扬。颜一边往前走一边笑着反问，谁说要由他亲自上场比试了？随着话音落下，站在他身后的正是柳青。颜在心里暗自感慨，柳青此前一直离群索居，才让这些其他宗门子弟出来作乱。这场纠纷说到底也有他此前不在场的因素。此时夏林正好办完事赶了过来，还带回了买好的香油，见周围排着长队，便顺口询问发生了什么。颜只能尴尬的表示一言难尽。
而对面的张哲仔细看清来人后，当场吓得说话都结巴起来，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正是南宫柳青。听到张哲的名字，柳青表示对方算自己的远房亲戚，言忍不住吐槽，这种远的不能再远的亲戚，跟陌生人根本没有区别。柳青挨了吐槽，转而问起刚才争执的起因。言坦言张哲无端辱骂自己，自己反击之后，便提出用剑来解决问题。然而话音刚落，言却淡定地补充了一句，自己手里其实并没有剑。言坦言自己没法亲自下场，这才一直在等柳青赶过来。柳青听完刚才发生的变故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旁边的伟雄却不知死活，大声嘲笑张哲是个胆小鬼，直言管他是不是南宫家的人，自己根本没在怕的。伟雄拔出长剑，刚准备自报家门，话还没说完，柳青就一把将言挡在身后，冷冷地打断对方，直接叫他放马过来。伟雄连自报家门的机会都没拿到，言庆幸柳青今天是站在自己这边。被无视的伟雄当场恼羞成怒，嘲讽南宫家的名号吓不到自己，提着长剑就向柳青猛冲过来。言看出伟雄用的是一把重剑，这一剑招式凶狠威势不小，换作一般人很难正面硬格。但面对劈来的重剑，柳青显然没打算硬碰硬。柳青侧身轻松避开锋芒，任凭对方连续挥剑狂砍，连一脚都没能碰到。在一旁观看的言十分震惊，发现柳青闪避的身法竟与父亲一刚如出一辙。明明只看父亲示范过几次，柳青就彻底掌握了要领。避开进攻的瞬间，柳青眼神一冷，挥拳重重砸向对方。一拳过后，伟雄应声倒地。柳青冷冷地扫视全场，质问下一个轮到谁。张哲被这阵势吓破了胆，拔腿就带着随从落荒而逃。言见状可不想放过他，大喊着休想逃，直接纵身跳过去拦路。言这一跳直接飞踹过去，当场把逃跑的张哲给踹飞在地。张哲重重摔倒在路中央，随从们被眼前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。言直接上前踩住张哲，喝令他休想就这么逃走，必须为刚才当众辱骂他的话道歉。一旁围观的夏琳看到这场景，忍不住当场大笑起来。路人被言刚才的招式惊到，纷纷议论那究竟是什么绝门武功。言听者议论暗自后悔，刚才一时激动，确实有点用力过猛。伟雄一行人彻底被吓破了胆，只能灰溜溜的拔腿就逃。夏琳看着他们狼狈逃跑的样子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迫不及待想回去告诉门派里的同门。言有些疑惑，在他的印象里，对方绝不是喜欢幸灾乐祸的人，便顺势打听他是不是认识这群人。夏琳坦言，以前跟着母亲出行时见过几次，自己从一开始就极度讨厌他们，尤其是领头的伟雄，平日里就喜欢拉帮结派欺负弱小，对方还总是缠着要找他玩，遭到拒绝后，甚至转头去欺负他的同门。言这才明白，原来伟雄平时就坏名在外。听夏琳确认对方确实缠过他，言看着眼前这出众的女孩，神情严肃地按住她的肩膀，告诫她绝不能和那种坏孩子往来，免得近墨者黑。谁知对方却呆呆的小声嘟囔，说自己其实还挺喜欢小动物的。言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，得知对方也不喜欢学成语后，两人尴尬地达成了共识。就在这时，女孩的注意力转到了旁边的柳青身上，言微笑着看向对方，感谢他刚才站出来帮忙说话。言直言没有想到柳青居然会出手相助。柳青语气依旧淡淡的说自己只是听说言之前生了病，顺口叮嘱他以后照顾好身体。听到这番关心，言心里大受感动，没想到平日里冷酷的柳青也会主动关心自己。可还没等他感动多久，柳青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，提醒两人之间还有比试要打。言顿时满头大汗，看来刚才全是自己自作多情。正郁闷着，言突然尖叫了一声，把旁边的柳青吓了一跳。原来刚才光顾着打架，排队买的包子彻底错过了。就在他焦急不知所措时，店小二笑着上前打断，表示已经在店里留好了座位。店家热情的将众人请进店里，热腾腾的包子很快上了桌。言刚要动筷，突然想起还有重要物品掉在外面，连忙一路小跑回去寻找。他弯着腰在地上四处张望，寻找混战中落下的硬币。明明记得刚才一脚踩到了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踪影？这时身旁的雅律递出一枚铜板，解释刚才言飞身踢倒对方时，自己就已经顺手把钱捡了起来。言尴尬的咳嗽了一声，借此遮掩自己的失态。言接过雅律递还的铜板，交代他先回店里多加一份包子。刚交代完，言抬眼看向人群，捕捉到一个极其熟悉的背影，那标志性的逐力与气场，分明就是父亲一刚。联想手里的硬币，言瞬间想通了一切。刚才危机关头打中对手的正是这枚飞出的铜板，看来是父亲一直在暗中保护自己，急忙大声呼喊着追上前去，能用硬币精准击中对方的拳头，放眼武林也只有绝顶高手办得到。言更加确定出手的就是父亲，他快步追上去，想要抓前面的背影，肩膀却突然被身后的一只手按住。回头一看，戴着面纱逐力的才是父亲一刚。一刚无奈的问他冒冒失失要去哪，言兴奋的直呼自己绝不会认错。一刚出言告诫言，刚才走过的巷子相当古怪，叮嘱他以后切勿再踏入。言连忙乖巧地点头保证。一刚叹了口气，问他一路冒失失追过来所为何事。言亮出捡回的铜板，兴高采烈地问刚才飞硬币救场的是不是就是父亲。没成想一刚一口否定，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出手。正当言满头雾水时，南宫管缓缓走到了身旁，抬
坦然承认硬币其实是他扔的。严有些纳闷，这两个人怎么会走到一起，便顺嘴打听他们为何出现在这。南公馆干咳一声，硬撑着说出来办正事。被追问具体细节，又嫌严管得太宽。严嘴角一扬，当场揭穿真相，指出二人分明一路在偷跟踪，还打趣说这是两位老父亲关心孩子。听到自己莫名其妙被调侃，南公馆气得青筋暴起，想动手收拾他。一旁的易纲连忙出声阻拦。易纲伸手制止发火的南公馆，顺势拍拍严的头，教育他不能拿长辈开玩笑。严立刻乖巧认错。随后易纲提醒南公馆成熟一点，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，让南公馆哑口无言。严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只给父亲加了包子，连忙嚷着要去给南公馆也加一份。易纲听得一头雾水，严这才坦白自己早就知道父亲在跟踪，所以特意多点了份想一起吃。易纲提醒他原本是跟朋友出来玩的，严却死死拽住父亲的衣角，撒娇说难得碰到不如一起吃，顺带连南公馆也一起拉上。南公馆提醒他再拉手就要脱臼了，严这才嘻嘻哈哈放开。最终易纲和南公馆留了下来，陪众人吃完了包子才起身告辞，只留下一桌吃得局促无比的同伴。回到府里，侍女过来禀报说易纲又出门去了，而且并没有交代归期。严打发走侍女后暗自窃喜，正好可以趁着父亲不再干点私事。可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房门就突然被人一把推开，门外传来的声音打乱了他的计划。对方一进门就径直跪倒在地，低下头诚恳地道歉。雅律低着头连声道歉，严让他先站起来说话，雅律却依旧跪在地上不肯起身。毕竟雅律是父亲收留的孩子，刚才差点在南宫世家的地盘上对正派人士施展魔功，一旦暴露后果根本无法想象。严一想到这就感到后怕，必须当面问个清楚，雅律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严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准备先问清事情原委。严开口询问雅律怎么会和伟雄发生冲突，得知经过后，事实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当时是伟雄恶意插队，还主动上前刁难无辜的雅律。严心里其实非常清楚，控制体内的力量本就不易，尤其是凶险的魔功，一旦情绪产生波动，极容易被魔功侵蚀影响。滥用魔功会让人失去理智，最终彻底沦为是杀的怪物。雅律当时恐怕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差一点就被魔功支配。雅律低声解释自己本不想找麻烦，可看到伟雄动手打严，这才没能忍住。听到这个出人意料的答案，严一时愣在原地。雅律低头坦白，当时完全是因为太生气。严心里大受震动，没想到他差点失控，竟是为了保护自己。他原本已经计划好，先指出雅律犯下的错误，等雅律感到委屈时，顺势劝他拜千山炎帝为师，彻底解决魔功失控的祸患。可雅律纯粹是为了维护自己，这出乎意料的理由打乱了严原本的所有计划。严心里猛然意识到，自己刚才甚至动过念头，想趁机将雅律送走。面前的雅律却急忙认错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他带着哭腔苦苦哀求，求严千万不要抛弃自己。听到这句话，严脑海中一阵晕眩，这才彻底看清雅律此刻究竟有多害怕被丢下。严缓缓走上前，蹲下身，温柔地问他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抛弃他。可他心里十分清楚，自己刚才确实动过送走他的念头，这不过是一句善意的谎言。严温柔地抚摸雅律的头，承诺自己一定要变得更强，只要自己足够强大，雅律就不用再拼命保护他，今天的事也不会再次发生。虽然改善体质绝非易事，但只要踏遍天下，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他笑着告诫雅律，以后绝不能再煽动魔功，无论遇到什么危险，都绝不能再动用吸血魔功，以后换自己来保护他，绝不让危机重演。听到这番话，雅律深受触动，默默握紧了拳头。到了第二天，一位老者风风火火冲进房间，急切质问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严以为老者在质问前几天即时打架的事，正担心是否被人通风报信，老者却猛地一拍桌子，爆出雅律竟然想要拜他为师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严当场愣在原地，表示对此一无所知。老者见他反应不似作伪，无奈叹了口气，直言内他肯定更不知道雅律拜师时提出的条件。老者越想越气，抱怨从没人敢在拜师前谈条件，若非看中雅律特殊的体质，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。严在一旁直接揭穿，分明是他自己求着收徒。这话瞬间让老者气结，严赶忙追问雅律提出的条件，老者却硬气表示偏不告诉他。说罢便甩门而去，连今天的课程也直接取消，留下一脸茫然的严站在原地。想到雅律为了留下来，竟默默做了这么多，严更加坚定了变强的决心。面对这一连串变故，严完全搞不懂雅律究竟在筹划什么，他只能找到雅律，大声质问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。严越想越觉得不公平，急忙推开门去找雅律，想把事情彻底问清楚。可屋里空空荡荡，根本没人。严又跑去找父亲，结果父亲也不在屋里。严一个人垂头丧气走在院子里，满脑子都在纳闷，大家怎么都不知道跑哪去了。这时侍从走了过来，主动上前同严打招呼。侍从转达说南宫家主想要见他。侍从领着严一路往前走，严心里正纳闷着，却发现对方竟带他来到了库房。然而推开门的一瞬间，严意外看见了站在里面的父亲一刚。严顿时惊喜万分，开心的朝父亲扑了过去。严一把抱住一刚，开心的拼命撒娇。一刚温柔的抚摸着女儿，提醒他先向旁边的南宫家主问好。严这才注意到一旁的家主以及站在身后的南宫馆，赶紧规规矩矩上前行礼。家主满脸笑容的回应，聊起严前几天和柳青出门，还跟南宫馆他们一起吃了包子。严笑着连连点头，家主却突然一脸委屈的埋怨，问严当时怎么没有邀请他。
家主打趣说自己其实也喜欢吃包子，言这才明白过来。一旁的南公馆无奈劝父亲别再开玩笑，提醒他今天还有正事要谈。家主撇撇嘴，直呼没意思。随后家主示意言看看周围，言环顾四周，眼前堆满了大量的书籍、竹简和木箱。虽然表面上看不到任何药材，但言凭着灵敏的嗅觉，隐隐闻到了淡淡的草药香气。家主低头询问言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，言顿时面露惊讶。言看着眼前眼熟的典籍，家主证实这些确实都是从神医草庐运回的遗物。言心里明白，这些珍贵物品留在原地确实可惜，不过最顶级的宝贝其实早就被他先一步收下了。南公馆补充道，草药和成品药另外妥善存放了，这里只搬回了容易保存的部分。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典籍，言忍不住发出阵阵惊叹。南公馆接着补充，能把这么多东西安全运回来，主要是一刚的功劳。原来一刚为了保护货物，特意绕到八卦村，结果消息不小心泄露，引来了各路强盗和恶人沿途袭击。当时副官又不在身边，幸亏一刚亲自出手护送，才没让货物受到损失。听到父亲在路上居然经历了激战，言吓了一跳，急忙追问父亲是不是跟人打架了。一刚无奈的抱怨南公馆多嘴，南公馆却理直气壮的表示没必要隐瞒。言也立刻站在南公馆这边，吵着让父亲以后有事必须告诉自己。得到了言的支持，南公馆顿时满脸得意。言急忙向南公馆打听父亲在交战时有没有受伤。一刚在旁边小声嘀咕，问言怎么不直接问他。言反手就对了回去，噎得一刚彻底没话可说。南公馆解释说路上确实打过几场，但一刚一点伤都没受，要是有伤言早就发现了。言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对着南公馆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几遍，直到把南公馆彻底问得发火暴躁，言这才心满意足，断定南公馆这次没撒谎。见言终于不再纠结，南公馆赶忙拉回正题，说明今天叫他过来主要是为了把搬回来的物品分一分。南公馆原本打算和一刚平分这些遗物，可一刚却一口回绝，表示自己没有任何拿取的理由。在一刚看来，这次全靠南宫世家出钱出力搬运，况且只要言能平安归来，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劝不动意，刚让南公馆很是头疼，这才把言叫过来，想听听他的想法。没想到言听完二话不说，决定完全听从父亲的意思，这下彻底气坏了南公馆，嚷着让他们认真考虑清楚。家主亲自上前劝说，表示全都占有南宫世家也过意不去，劝一刚多少选几件。面对长辈开口，言心里明白这下更难拒绝了，侍从随即上前递上了刚清点完毕的遗物清单。一刚见状也不再固执，顺势决定让言来挑选遗物。突然被指名的言大吃一惊，完全没想到这任务会落到自己头上。拿着刚送上来的清单，言一时间有些犯愁，毕竟延寿灵药已经给了父亲，各种珍贵药材自己也吃得够多，一时间实在不知道该选什么。就在纠结时，言突然灵光一闪，立刻兴奋地向在场众人宣布自己已经想好要选什么了。言毫不犹豫地开口，表示自己想要所有的书籍典籍。这话让南公馆和家主十分意外。言解释说，神医草庐留下的书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医书。一旁的一刚低声赞同，言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追问父亲是不是早已把这些书通翻看过了。面对女儿的询问，一刚轻轻点了点头。言心里顿时明白，父亲到现在依然在为了治好他的气海默默努力。但言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些典籍里根本没有治疗他的办法。当初被困在山洞里时，他早就把典籍翻了个遍，眼看不能透露真相，言赶忙找了个借口，表示自己拿走这些医书是想给百里氏族人看病。家主听完十分意外，连忙向他确认。言拿着书认真地点头，他接着解释说自己受过太多病痛折磨，所以想帮其他患病的人，不希望大家再遭同样的罪。听到这番懂事的话，一刚、南公馆和家主瞬间全都被深深触动，屋里一时静得鸦雀无声。言被大家盯着有些不自在，纳闷地问大伙为什么这么看着他。一刚和南公馆这才反应过来，赶忙扭过头硬撑着否认。遗物的分配就此敲定，神医留下的书籍典籍全都交由百里家保管。除了书籍，言还分到了不少实用药品，包括神医亲制的刀伤膏药、治疗内伤的药丸、几颗清气丹以及能提升内力的药物。拿完东西，言提着小包袱，美滋滋地跟着一刚走在院子里。一刚突然停下脚步，轻声唤了唤女儿的名字。一刚有些吞吞吐吐地提醒说，言现在的身体根本不能服用提升内力的药物。言听完爽快地承认自己知道，心里还纳闷父亲怎么把这么明显的事说得如此艰难。一刚见状追问他那为什么要拿，言赶忙解释这药他是打算送给夏灵的。这种能增进内力的白羊丹，在南宫家或许不算稀罕，但对夏灵一族来说却极为珍贵。听完女儿的解释，一刚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。眼看着父亲放松下来的模样，这才突然反应过来，原来父亲刚才战战兢兢，是担心他会偷吃，这要伤了身体。言这才明白，父亲刚才之所以那么战战兢兢，是怕直接开口问他会让他心里不舒服，但他其实根本不会在意。每次看到父亲对他这样小心翼翼，言心里总是莫名觉得有些酸楚。他走上前一把抱住了一刚，一刚关切地问他怎么了，言轻声回应自己只是想抱抱他。一刚顺势一把将言抱了起来，感叹女儿不知不觉都长这么大了，再过一阵子恐怕就没法再像这样抱着他了。言缩在父亲怀里，嘟囔着说自己根本不想长大，现在的日子就挺好，长大还要承担一堆责任。一刚听完无奈一笑，纳闷他到底是从哪学来的这些想法。
易刚却正色劝道：“人成年后都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，可不能总是想着懈怠度日。”这番大道理直接把颜给说郁闷了，他当即气鼓鼓地叫父亲放他下来，赌气喊着自己从现在就开始独立。易刚被女儿这赌气的模样逗得大笑。被放下来后，易刚笑着问他是不是生气了，颜硬着嘴否认，转身就说自己现在就要去找夏琳送药。易刚连忙在身后叮嘱，提醒他交代夏琳，等回家族有长辈看顾时再服药。颜嘴上答应着小跑离开，可刚走没几步，他便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远处的父亲。颜突然朝着易刚大喊，宣告自己这辈子都绝对不会离开家。喊完这句话，颜便提着药包欢快地跑开了。易刚呆站在原地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他就这样静静站在长廊上，目送着女儿越跑越远。颜提着药包，一路来到了利川徐氏的演武场。夏琳一看到颜，开心的小跑过来，好奇他今天怎么会主动跑来这里。颜说明自己是来送东西的。夏琳感动极了，抱怨平日里要是不硬拽，颜根本不会走出房门。听到夏琳这番吐槽，颜顿时感到一阵心虚，反思起自己好像确实不够关心朋友。夏琳注意到颜手里的包袱，兴高采烈地打量着，询问是不是要送他这个。颜有些犹豫地承认。演武场上的利川徐氏族人纷纷热情地向颜打招呼。夏琳开心地向大家炫耀，说颜今天是专门来看自己的。颜环顾四周，心里暗自思忖，自己原本就想和利川徐氏交好，为日后抗击魔教做准备，有人关注反而是件好事。他不再犹豫，当场解开包袱，把装有丹药的盒子递了过去。夏琳好奇地接过木盒，迫不及待地打了开来。颜补充说明，盒里的是白羊丹，还附带具一门的鉴定证书。旁边的族人凑过来一看，确认这居然是极为罕见的极品灵药。大家顿时收起笑容，严肃地围着夏琳。夏琳有些不敢相信，弱弱地问颜为什么要送他这么贵的药。看到气氛突然变得这么沉重，颜原本想开玩笑的心思全没了，只能含糊地表示自己只是随手给的。可夏琳却认准了颜是在默默关心他，感动的眼泪当场飙了出来，哭着说是自己太高兴了。夏琳这一哭，反倒把颜给吓得手忙脚乱，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安慰才好。夏琳一把抱住颜，激动地连声道谢。颜顺势赶忙叮嘱，提醒他服药前一定要先询问母亲。夏琳连忙点头答应。两人正说着，周围突然传来一阵议论声，他们循声看去，发现柳青不知何时站在远处，正满脸不爽地盯着这边。柳青上前传话，说母亲素货想要见颜。颜听完有些纳闷，赶忙追问见面的缘由，想提前做个准备。可柳青却拿话敷衍，根本不肯明说。两人正走着，柳青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头质问颜：明明不是利川徐氏的人，为什么跑去他们的演武场？颜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柳青刚才不爽的原因，赶忙解释自己绝不是去添乱的，劝他不要生气。柳青急忙辩解，说自己介意的根本不是演武场，而是刚才看到颜抱住夏琳那一幕，但他终究没好意思说出口，只能追问颜过去到底干了什么。颜如实回答，自己是去给夏琳送灵药白羊丹。柳青听完十分意外，连忙追问他为什么要送这么贵的药。颜低声坦白，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根本治不了。得知真相的柳青愣在原地，心里掀起阵阵波澜，手都不自觉地紧紧握拳。颜刚想提醒素货还在等候，柳青却直接打断他，极其严肃地追问，面对无法服药的身体，他平时究竟是怎么忍受下来的？明知道自己的气海已经毁了，为什么还能表现得如此平静？颜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，反问在他眼里自己真的很淡定吗？柳青见状认真地点了点头。颜看着眼前的柳青，心里不禁有些纳闷，要是在平时，自己肯定随便编个谎话就糊弄过去了，可不知为什么刚才面对他时，自己竟破天荒地说了实话。看柳青一副当真的模样，颜心里明白自己平时装出来的毫不在意，确实把大家都骗过去了。颜接着向他坦白，其实自己心里也很烦躁，也很委屈，可除了装作没事，自己又能怎么办呢？虽然期待奇迹很美好，但如果一直死磕不放，只会彻底把自己耗垮，倒不如坦然接受现实。听着颜说出这番心里话，柳青一时愣在了原地。颜心里明白，这些伤心话绝不能对父亲说，但也不该向柳青透露，毕竟在自己眼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想到这，颜便打算离开去见素货。身后的柳青紧紧握住了拳头，突然叫住了颜，语气认真地对他说，他根本没必要难过，因为他比外面的那些蠢货强多了。听到柳青突如其来的这番夸赞，颜一时间愣在了原地，看着面前柳青满脸通红又别扭的模样，颜心里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眼前这个傲娇的小家伙居然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安慰自己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关心，颜实在有点不大习惯，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被鬼附身了。柳青瞬间被气得当场黑脸，斥责他又在胡乱打趣。颜见状赶忙补充，就算安慰自己也没灵药能给了。柳青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，便气冲冲地径直往前走去。颜笑着追上去，打听南公馆有没有向他提到灵药。得到柳青否定的回答后，颜在心里盘算着，南公馆自己用不上灵药，多半还是会交给柳青，便打趣地提醒柳青，到时候可得好好感谢他。柳青被这话弄得摸不着头脑，颜却只是笑眯眯地强调，总有一天他会发自内心感谢自己。随后便欢快地跟在柳青身后，一起朝墓地的走去。素货招呼颜进屋，颜走近才发现屋里除了张夫人和张吴，居然还有昨天起冲突的张哲。素货向颜介绍，
张夫人今天特意带2个儿子上门，是为了昨天的街头纷争，专门向严赔礼道歉的。在张夫人的严肃催促下，张哲虽然满心不情愿，最终还是低下头，为昨天的无礼言辞向严道歉。看着低下头的张哲，严一眼就看出他是被逼的，又注意到一旁咳嗽的张夫人身体抱恙，严便打算大度一点，顺势接受这个道歉。没想到话还没出口，耳边突然传来柳青传音入密的骂声。严正纳闷这家伙又在闹哪样，柳青却径直挡在了他面前，当面质问张哲到底在为什么道歉，直言他根本一点诚意都没有，把张哲对得哑口无言，场面一时僵住。素货见状叫过柳青，张夫人也跟着出声打起圆场。柳青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，张夫人应该先说服好张哲再带他上门。一旁的严有些纳闷，这明明是自己家的家务事，张武怎么反倒偷着乐？张哲被当场激怒，质问柳青凭什么这么对自己母亲说话。柳青却冷笑着回怼，真正让母亲丢脸的正是张哲自己。眼看冲突升级，素货连忙开口制止，严厉训斥柳青不要多管闲事。柳青虽然心有不甘，也只能悻悻闭嘴。见柳青挨了训，张哲再也压不住火气，咆哮着喊道：“自己当初就不该来！”随后气冲冲地跑了出去。张夫人见状，赶忙追了上去。张夫人刚追出去，就剧烈咳嗽起来。素货赶忙扶住她，劝她先留在府上休息。严在一旁看着这混乱的局面，心里无奈，直呼真是乱成一团。等安顿好张夫人，素货向严表达了歉意，直言让他见笑了。素货随后道出原委，原来张哲在张家并不受家主待见，张夫人急着带儿子登门赔罪，就是想赶在消息传到家主耳朵前，把昨天的纷争平息掉。严听完这才明白，张夫人病得那么重，还硬要上门，确实让人很难拒绝。正想着，外头突然传来一阵争吵声，严循声望去，发现远处正是柳青和张武。张武一脸讨好的劝着，柳青却极其不耐烦的叫他滚开，甚至当场甩开手，不许对方碰自己。见柳青态度这么粗鲁，严有些放心不下，随时准备上前制止。素货曾透露，之前决斗时柳青打断了张哲的手臂，这才觉得欠了张家。严听得心惊肉跳，生怕柳青一怒之下把张武的手也拧断。张武赶忙替哥哥道歉，说张哲刚才的态度实在过于鲁莽。柳青却根本不领情，冷冷地质问他凭什么替别人赔罪。张武赶忙摆出一副懂事的模样，表示自己毕竟是张哲的亲弟弟。刚才张哲挨训逃走时，张武分明在背后暗自偷笑。一旁看戏的严看清了这一幕，只觉得这茶里茶气的做派简直和自家那些白眼狼如出一辙。而被戳穿的张武索性坦诚，自己正是料到会有这一出，才硬求着母亲带他一起登门。严在一旁冷眼看着，心里很清楚，要是真为了张哲着想，张武根本就不该跟过来，没人愿意当着弟弟的面低头道歉。结合素货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严这才把整件事彻底串联起来。张哲和张武虽然同岁，但在张家的待遇却天差地别，一个深得家主喜爱，另一个却受尽冷落，被当成恶人。此时张武还在柳青面前继续拱火，声称张哲彼时受伤后一直在到处散布柳青的坏话。看着张武在背后不断踩低亲哥哥，严心里只觉得一阵反感。张武还在继续抱怨，说张哲向来随心所欲，母亲也一直在替他操心。严顺着动静一瞧，惊觉张哲不知什么时候竟悄悄站在了后头，把弟弟搬弄是非的话听得清清楚楚。张哲气得当场变了脸色，眼看场面要失控，严果断出手，一招天炎地特技学道学，直接点中穴道将张哲制住。张哲被瞬间定在原地，就连严自己也大吃一惊，万万没想到这招居然真的管用。严此前偷听被张哲撞见，当机立断出手点住了张哲的穴道，打算把他拖进旁边的空屋。看着被定在原地的张哲，严在心中忍不住感叹，张哲有着重病缠身的母亲、冷漠的父亲，以及抢走所有偏爱的弟弟，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成反派，倒也在所难免。严本以为他的转变与自己无关，不料被点了穴的张哲却突然有了动作。严一把捏住张哲，质问他刚才是不是打算偷袭张武。看着被制服的张哲，严决定给个机会帮他解开穴道，但在解穴之前，严冷声警告到自己的契丹受损，点穴手法极不熟练，要是张哲敢叫出声，再被点一次，可就彻底没救了。严让他眨3次眼，表示同意。被吓坏的张哲赶忙照做，可穴道刚一解开，张哲就气急败坏的大骂，质问严怎么敢拿他来练习点穴。面对张哲的怒骂，严理直气壮的表示，这样才能防范像他这种小屁孩。张哲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严随即话锋一转，问他在柳青、弟弟张武和自己之间，到底最讨厌哪一个？张哲差点脱口而出，反应过来后恼羞成怒，大吼着说严什么都不懂。严却一脸平静地表示自己比他更清楚他的未来，甚至直接揭开他的伤疤，指出他父亲根本不喜欢他，眼里只有小儿子张武。严接着补充道，张夫人拖着病体带他登门道歉，就是怕他回去会被父亲责罚。听见母亲的事，张哲急忙打听母亲的情况，严告诉他张夫人刚才被他气得剧烈咳嗽，现在只能躺着休息。严忍不住质问张哲，既然心里关心母亲，为何不好好道歉，反而把事情搞砸？张哲恼羞成怒的把责任推给柳青，抱怨是柳青突然多管闲事，还怪弟弟先侮辱了他，看他到现在还在找借口。严眼神冷了下来，毫不留情的骂他真是可悲。在张哲震惊的眼神中，严接着指出，当他不断埋怨别人找借口的时候，最终得利的究竟会是谁？严戳着张哲质问，如果他继续这么浑浑噩噩，顺着严的暗示，张哲瞬间明白了意思，他紧咬牙关，陷入了迟疑。
过了好半晌，张哲才忍不住质问言，为什么要专门跑来提醒他？言毫不避讳地表示，自己只是看不下去一个反派配角，蠢到连眼前的局势都看不清。他不过是希望张哲的未来能有所改变。听着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张哲被说得一头雾水。言心里明白，该给的提醒自己都已经说了，至于最终怎么选，全看张哲自己的造化。言本以为柳青他们早已离开，便打算推门出去，没想到门一打开，柳青静静值守在门外。言被吓了一跳，赶忙质问他怎么会在这里。柳青却理直气壮地说，这里就是他的房间。这话直接把言给说懵了，毕竟柳青的住处明明在别的地方。柳青解释这里是他小时候住的房间。言听完一脸尴尬，还没等他解释，张哲还在屋内，柳青便表示自己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了。他直接推开房门，叫张哲赶紧从他房间里滚出去，还顺便指明了张夫人休息的位置。得知自己竟是在柳青房间里落泪，张哲气急败坏地抱怨了言一句，便拔腿朝外面跑去。屋外的两人一时间都陷入了沉默。面对这尴尬的氛围，言心里甚至动了逃跑的念头，可他刚想溜走，就被身后的柳青叫住。言连忙尴尬地道歉，解释自己不知道这里是他的房间。柳青却没有纠结房间的事，反而质问言是不是太爱管闲事，难道还想和张哲交朋友不成？他提醒言，张哲先前不仅侮辱过他，还伤害过他的侍女，给这种人提建议根本毫无意义。面对柳青的质问，言其实也曾怀疑过自己的这番劝导真的能让张哲产生改变吗？但他还是给了肯定的回答。他觉得以后张哲每当想欺负人时，或许都会想起今天这番话，只要能给他一个改变的契机，自己的努力就没有白费。听完言这番通透的回答，柳青一时间怔在了原地，看着看似娇弱却心思坚韧的言，柳青嘴上却依然死要面子，骂他是傻瓜。言忍不住抱怨柳青总骂自己，随后顺势打听起柳青刚才在外面碰到的少爷。柳青撇清关系说只是碰巧遇到，言顺势调侃他是不是想交新朋友，不料柳青却突然认真地表示言是他唯一的朋友。这突如其来的话让言当场愣住。柳青紧接着叮嘱他以后少跟那些不值得的人来往。言听完整个人都懵了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，这难道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吗？可柳青还在一本正经地叮嘱他少跟不如他的人交往。言在心里暗自翻译起柳青的话，瞬间看穿了他傲娇的心思，其实就是想说除了他以外不许言跟其他人一起玩。想通这一点的言忍不住笑出声。柳青被笑得满脸疑惑，气急败坏地追问他到底在笑什么。言调侃说实话实说，他绝对会生气。在柳青的执意要求下，言笑着夸了他一句可爱，结果柳青当场瞪了过来，瞬间验证了他的猜想。天气一天天变暖，距离雅律不告而别已经过去了整整1周。虽然他离开前曾跟父亲一刚交代，说要与千山炎帝同行，却唯独没有向言打过招呼，这让言心里难免感到些许失落。但转念一想，他能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也是好事。言插好花瓶，打算把剩下的花枝送给父亲。他走到房门前，推开门，轻声喊了一声父亲。进屋后，言发现父亲不在，却意外看到了一封信件。那是百里家寄来的信，信里的内容很简短，只是催促他们尽快返回家族。算时间，信送到这里已有很久，可父亲一刚却从未向他提起。就在言感到困惑时，一刚刚好推门进来，见言拿着花枝站在屋里，疑惑地问他怎么这副打扮。言赶忙开心地叫了一声父亲。言想起父亲今天要去天南寺，顺手把在地上捡到的信交给了一刚，解释说自己找地方插花时，正好在地上看见了这封信。一刚接过了信，问他今天是不是要和素火夫人出门。言笑着点点头，说自己本来也叫上了柳青，不过被他当场拒绝了。听女儿这么说，一刚感叹素火夫人对他确实照顾，言也开心的附和，调侃说夫人总是给自己送新衣服。看着桌上插好的花枝，一刚若有所思，突然开口问言要不要干脆留在南宫家。言听完愣了一下，赶忙打听是不是家里出了变故。一刚摇头否认。言心里没了底，追问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，给百里家丢了脸。见女儿胡思乱想，一刚赶忙打断，强调他绝对没有任何做的不对的地方。他坦白只是看言在这里生活的挺自在，担心一旦回到百里家，那些族人未必会善待他，怕他回去以后受委屈。看到父亲在南宫家如此轻松自在，言心里其实也产生过同样的念头，但思索片刻后，他决定和父亲坦白。言承认，如果单论居住的感受，在南宫家确实更加轻松有趣。这里不仅有能称作朋友的小伙伴，还有关照他的长辈，甚至连守门武士都对他恭敬有加。但言心里明白，这里再好，终究不是自己的家，他的家在百里家。言看着一刚，恳求父亲不要让他选择逃避。这番话让一刚大受震撼。言在心里默默想着，要是逃避就能换来幸福，前世的自己就不必装作一无所知，更不会落得如此痛苦。前世的逃避没能换来安宁，甚至连父亲也惨遭不幸。言紧紧握住一刚的手，直言既然百里家让人受委屈，那就由他们来改变百里家，直到没人敢再小看他们。他笑着问父亲是不是一定能做到。刚重获新生时，他本只想得到父亲的爱，如今却有了保护家人的决心。相比于单向的拯救，言更希望父亲能真正过得幸福。所以无论接下来这条路有多难走，父女俩绝不能再退缩逃避。言迎上父亲的目光，坚定地向一刚许下承诺，无论父亲最终选择哪一条道路，自己都会永远陪伴在他身边。看着如此懂事的女儿，一刚轻轻握住言的手，眼神里充满了温暖与慰藉。一刚坦言，有时候真有些看不透言的想法，
颜心里有些紧张，以为是自己表现得过于成熟，但易纲随即一把抱住颜，温柔地表示，能拥有这样一个满是秘密的女儿，也是自己的福气。易纲认同了颜的决心，决定不再逃避，带他一起重返百里家，回到真正属于他们的家。准备出门去天南寺的颜，被门前的庞大阵仗吓了一跳。街道上停满了货车和马车，明明只是2个人出行，竟准备了如此庞大的车队。正当颜感到不可思议时，素货笑着叫住了他。注意到颜穿的有些单薄，素货贴心地表示自己刚好带了帮他保暖的东西。素货热情地拿出防寒冬衣，把颜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，直言要是颜受凉了自己会心疼。可衣服实在太厚，颜被裹得连气都快喘不过来。素货吓得赶忙帮他解开。素货有些自责地向颜道歉，解释说车厢里本就烧着炭火，都怪颜模样太可爱，自己一时兴奋才疏忽了。他接着劝颜把手套也脱掉，颜赶忙连声拒绝，表示自己没事。2人正互相客套着，马车的帘子突然被人一把拉开，拉开帘子的竟然是柳青。他催促2人赶紧上车，还嚷嚷着让母亲别再捉弄颜了。看到之前明明果断拒绝自己的柳青，此时竟然就在车厢里，颜被这状况彻底惊呆了。马车缓缓跑了起来，颜忍不住开口追问，他之前明明说过不来，怎么突然跑上了车？柳青一边拿着书，一边理直气壮的回应，说自己只是改变主意了。看着口是心非的柳青，身旁的长辈忍不住掩面偷笑起来。素货笑着当场拆穿了柳青，说他原本态度坚决，根本不想去，一听说颜也要同行，才立马改变了主意。被戳穿的柳青浑身一紧，见颜一副吃瓜表情盯着自己，恼羞成怒地质问他看什么。颜笑着调侃他颠簸中还能看书，柳青只能强撑着表示没事。看着打闹的2人，素货心里感到十分欣慰。马车一路前行，很快便来到了喧闹的街市。颜不知不觉在车上睡了过去，醒来时才惊觉自己竟然一直枕在柳青的大腿上。他吓得忙不迭向柳青道歉，还偷偷擦了擦嘴，确认自己没有流口水。素货笑着表示他们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。颜心里一阵尴尬，纠结大家怎么不早点把自己叫醒。素货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解释说自己原本打算叫醒他，是柳青特意交代别去打扰。得知真相的颜有些不好意思递到了声线，而一旁的柳青只是扭过头去，傲娇地哼了一声。柳青看着自己刚刚被整过的腿，上面仿佛还残留着颜沉睡时的余温，回想起他安心熟睡的模样，柳青默默握紧了拳头。马车停在了天南寺，素货准备在寺里多留一会，便让柳青带颜去附近好好逛逛，还不忘叮嘱他带上随行护卫。柳青一口答应下来，转过头叫上身后的颜，带着他朝热闹的街市走去。街边的算命摊前十分热闹，颜停下脚步，好奇地驻足观望。柳青注意到他的目光，主动问他要不要去试试。颜笑着点头答应下来。颜其实心里也很好奇自己的命运。摊主见2人过来，赶忙热情地上前招待，拿出了摇签用的签筒。虽然颜觉得算命未必准确，但还是抱着签筒摇了起来。随着竹签不断碰撞，一根签从桶里掉了出来。柳青顺手捡起掉落的签枝，仔细端详起上面的字，签上竟然一个字也没有。摊主也看傻了眼，赶忙让颜重新再摇一次。颜接过签筒重新摇晃，结果一不小心手滑，竹签顿时掉出来好几根。2人定睛一看，发现掉落的竹签上依然空空如也。摊主顿时吓得脸色大变，当场劝颜赶紧离开，直言他的命运根本无法被推算。柳青听了瞬间勃然大怒，怒斥是摊主主动让颜摇签，现在却把责任推给一个小孩子。面对周围路人的议论，摊主指责颜是在违抗天意。柳青气得直接当街和摊主理论起来，连颜在旁边劝他冷静都拦不住。颜看着慌张的摊主，心里暗自思量，怀疑对方是不是看出了自己重生的秘密。颜刚想开口上前询问，摊主却像避瘟疫一样惊恐退开，甚至大声骂他是污秽之人。听到对方竟敢这样辱骂颜，柳青的眼神瞬间彻底冷了下来。柳青刚要对算命摊主发难，颜赶忙伸手拉住了他，对着他轻轻摇了摇头。柳青强忍下满腔怒火，跟着颜离开了算命摊。走在街上，柳青依旧气不过，质问颜被对方当街辱骂，怎么还能一点都不生气？颜只是淡淡一笑，完全没把刚才的污蔑放在心上。见颜竟然还在笑，柳青没好气地质问他，颜笑着拆穿他，说他是因为关心自己才发火。被出中心思的柳青立马嘴硬反驳。颜收起笑容，问柳青是否相信算命。见柳青一时语塞，颜坦言既然大家都不信，就没必要为此影响心情。他走到柳青面前，语气坚定，表示无论算命的怎么说，自己的命运永远由自己决定。说完便笑着劝柳青消消气。柳青忍不住抱怨颜脾气太好，颜却笑着打趣，反正由柳青帮着生气，自己没必要记恨。柳青一时语塞，颜顺势拉着他吵着要去逛天南寺。2人走在天南寺的石阶上，柳青指着2旁介绍，这一整片种的全是桃花树。颜忍不住惊喜的感慨，等桃花盛开时一定非常漂亮，可惜现在来的不是季节。柳青闻言转过头表示，等花开的时候可以让母亲陪他再来一趟，母亲肯定会很乐意。面对下次来看花的提议，颜却抱歉的表示恐怕去不了，因为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。今天已经和父亲商量好，打算重新回到百里世家，虽然还没确定具体的日子，但大概率在桃花开前就会出发。得知颜即将离开的消息，柳青瞬间愣在原地，默默握紧了拳头，最终只能压下情绪，低声回应了一句知道了。见柳青反应如此冷淡，颜忍不住失望的追问，抱怨他明明说过自己是他唯一的朋友。柳青表示以后
还能再见？颜却叹了口气，提醒他，两个世家相隔甚远，见面哪有说的那么容易。柳青突然停下脚步，俯下身，无比坚定地表示，距离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，到时候由他主动去寻找颜就好了。草丛里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一只白猫喵喵叫着窜了出来。刚才还满脸怒气的柳青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。颜看到小猫，却满眼放光，好奇寺庙里怎么会养猫，开心地蹲下身抚摸起来。看到颜抱起白猫，还热心招呼自己过来摸摸，一向要强的柳青却吓得脸色发青，连连后退，大叫让颜别靠近。看着柳青反应这么大，颜抱着猫一头雾水，好奇地问他是不是怕猫。柳青赶忙大声否认，可看到颜抱着猫靠近，又急得大喊别过来。还没等颜问清缘由，柳青突然鼻子发痒，当场接二连三打起喷嚏，抱着猫的颜直接看傻了眼。柳青这才郁闷地坦白，自己只要一靠近猫，身体就会感觉很不舒服。说罢，柳青再也受不了，直接拔腿落荒而逃。看着柳青慌忙逃跑的背影，颜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原来柳青竟然是对猫过敏。抱着怀里的白猫，颜忍不住坏笑起来。平时死要面子又好强的柳青，竟然会有这种弱点，实在让他觉得既意外又好笑。场景来到了轰鸣的瀑布下，雅律正在寒瀑中咬牙苦修，随着巨气深入，体内竟燃起阵阵难以忍受的炽热。岸上的巨红马沉声告诫，内力越深，体内的热意便越剧烈，唯有咬牙挺过这股折磨，才能在这条路上活下去。雅律结束修炼，上岸披上外衣，回想着跟随巨红马习武的日子，他很清楚，想要彻底掌握巨气心法，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成。凭借极其契合体质的巨气心法，雅律仅用了几天时间，就让体内大增的内力将原本侵蚀身体的魔功牢牢包裹压制。看折掌中凝聚的力量，雅律心里不禁有些好奇，不知颜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体内的全新变化。颜曾向雅律解释过自己的能力，其实在这之前雅律就已有所察觉，但他心里依然十分开心，因为颜愿意将秘密分享给自己。此时的雅律不禁挂念起了颜的近况。夜幕降临，篝火噼啪作响，巨红马拿出一套外出的衣物递给雅律让他收下。看着手里的衣服，雅律试探着询问巨红马是不是打算现在送自己回去。听到这个问题，巨红马的神色微微一变。巨红马坦言，原本计划确实如此，但现在雅律必须多留一阵子，因为武林盟主如今正身在南宫世家。虽然不知道盟主的目的，但雅律作为天鬼蛟事件的幸存者，盟主很可能会提出要见他。为了避免麻烦，巨红马让雅律留在这里专心修炼，直到盟主离开为止。雅律追问盟主会停留多久，巨红马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也无法预测。看着雅律的情绪变化，巨红马心里暗自感叹，这孩子平时修炼时平静无波，可只要一提起颜，心事就全都写在了脸上。雅律坦言自己心里有想杀的人，担心一旦变强就会直接动手，因此才拒绝拜师。巨红马对此感到难以置信，劝他只要继承了自己的力量，想杀谁都没人能拦得住。雅律却平静地反问，难道连一刚大人也挡不住吗？这句话让巨红马一时语塞，他这才意识到雅律身上散发出的炽烈杀气，绝非装腔作势。巨红马想打听雅律和天鬼蛟的恩怨，但只要一问起过去，雅律就会立刻闭口不言。为了让雅律开口，巨红马提出了交换条件，承诺只要他坦白一切，等武林盟主一离开，就马上放他自由。这个条件让雅律有些动摇，沉默良久后，他终于说出了母亲的名字。可这并没有让巨红马满意，光凭一个名字根本查不出什么，他的耐性也几乎快要耗尽。听到雅律报出的名字，巨红马震惊得愣在原地。转眼到了傍晚，一刚在用餐时告诉颜，武林盟主今天登门拜访，可惜当时颜没能见上一面。颜听完也觉得有些遗憾，其实颜心里压根不想见他。这位叫魏志白的武林盟主，外界都夸他是正义刚直的大侠。颜以前第一次见他时，也曾误以为他是个好人，但在原本的剧情里，魏志白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在极度的权欲驱使下，未来还会屡屡给柳青使绊子，成为柳青人生中最大的阻碍。不过那也都是将来的事了。颜不再多想，伸出筷子继续开心的夹肉吃饭。一刚尝了一口菜，立刻认出这味道来自香料天。颜听了非常惊喜，好奇一刚是怎么知道的。一刚顺口表示自己之前跟南宫馆去过几次。颜一听瞬间不乐意了，抱怨一刚竟然一直没跟他提起过。面对颜的逼问，一刚尴尬的不知该怎么解释。颜气鼓鼓的转向一旁，问起了正在用餐的雅律，问他饭菜合不合胃口。雅律轻轻点头道了声谢。颜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让他多吃一点。见雅律埋头大吃，颜笑着表示自己已经吃了2碗，早就饱了。接着便打趣起雅律，说他刚来客栈时还臭着脸，没想到一口气居然吃了3碗，被当场拆穿的雅律直接僵在了原地。颜笑嘻嘻的接着爆料，说雅律当初明明拒绝同行，最后却莫名其妙又上了他的马车，还打趣让他多吃点，待会儿好去领消食药，让一旁的雅律无言以对。调侃完雅律，颜顺势转移话题，打听起武林盟主的来意。一刚喝了口茶解释，对方只是路过，顺道来拜访。紧接着一刚说起另一件事，天鬼祖已经逃往了鬼州。听到天鬼祖的名字，雅律握着筷子的手猛地一僵。一刚接着解释，盟主这次登门原本是想见见雅律，幸好当时雅律不在。随后一刚看向颜，提到自己见到了程律。听到这个名字，颜一时没想起来是谁。一刚补充道，程律是衡山派的弟子，这次是他第一次出来闯荡江湖，也是第一次执行任务。颜这才反应过来，程律就是那个从天鬼州临阵脱逃，
后来才被找回来的家伙。他忍不住吐槽，问他怎么还有脸回来。一刚解释说程律是回来忏悔的。严接着追问，那他有没有向麒麟组道歉？一刚表示对方已经道过歉，也与岳氏达成了和解。因为心怀愧疚，程律决定以后只作为普通成员效力。严在心里暗暗吐槽，麒麟组聚集的都是精英，他临阵脱逃，本来也没脸再回去，反而苦了其他的普通成员。一刚接着感叹，虽然程律做出了这种丑事，但他的家族里并非人人如此，依然有人极有担当且心胸宽广。这话让严听了有些意外。一刚接着说道，如果是能得到父亲赞许的人，自己绝不可能记不住，而那个人正是白姬贤。只不过白姬贤已经失踪了12年，如今大家恐怕都不太了解。听到这里，一旁的雅律忍不住追问，难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吗？一刚摇了摇头，表示没人知道她当年经历了什么，只记得她是个极为出色的女子，自己从前也曾得到过她的帮助。听到一刚这么说，严感到十分吃惊。一刚端起茶杯，思绪渐渐飘回到了从前。一刚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白姬贤的眼角附近也有一颗痣，和眼前的雅律一模一样。当年白姬贤曾是备受瞩目的年轻武者，与一刚以及南宫管齐名，早早就在江湖中闯出了名号。除了出众的剑艺，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，还有他的美貌、温和的性格，以及非同寻常的身世。白姬贤最初其实是个奴隶，他既不亲父母的身份，从小就被四处转卖，直到后来他被卖进了武家毕氏，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剑。凭借着过人的天赋，他不仅被毕氏收为养女，后来还被衡山派掌门看中，收为亲传弟子。虽然毕氏待他不薄，但白姬贤觉得自己不能平白占毕家便宜，便婉言拒绝了养女的名分。凭着出众的天赋，他曾是正道最受瞩目的后起之秀。想到这里，一刚看着窗外，陷入沉思。虽然刚才提到这些时，雅律并无反应，但两人长得如此神似，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毫无渊源。白姬贤失踪了12年，一刚心中充满了疑问，不知他如今究竟身在何处，当年又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知不觉到了2月中旬，天气渐渐有了暖意。在大家筹备离开的这段时间里，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事。就在这时，严突然收到了一封信。严收到的是张夫人寄来的感谢信，信里提到张哲终于洗心革面。严没想到自己当初那番话，居然真的说服了对方。张夫人还在信中说，素霍夫人硬是给他安排了一名侍女。最后他们搭乘昌兴镖局的马车一同返程。不知不觉间，严和父亲也迎来了动身回家的日子。南宫管和素霍夫人亲自前来送行。素霍夫人有些尴尬的解释，柳青昨日就已经提前道过别了。严倒是不太在意，因为他心里明白，柳青不过是在跟自己赌气罢了。事情还得从之前说起，当时动身的筹备比预期要慢，恰逢天南寺的桃花盛开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柳青居然主动提议去寺里赏花。明明几个月前他对此还十分排斥。严本以为柳青主动提议赏花是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还在心里暗自高兴。然而他却不得不拒绝柳青，因为雅律很快就要随千山炎帝离开。严想趁着最后的时光多陪陪雅律。柳青听完瞬间大受打击，气呼呼地丢下一句随你的便，便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南宫管见状忍不住吐槽，劝严别理这个小气鬼。其实柳青根本没走远，此时正偷偷躲在树后往这边瞧。南宫管没好气地瞟了他一眼，吐槽这小子的脾气也不知是向了谁。收回目光后，南宫管郑重地向严承诺，日后要是有人敢找麻烦，只要写信告知，他绝对第一时间赶来帮忙。听到这番话，严感动不已。随后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主动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，表示这是专门送给南宫管的礼物。严笑着让南宫管打开盒子，表示自己一直没有忘记当年的约定。当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，南宫管曾主动向他讨要香囊，并承诺会作为交换送给他父亲一份大礼。南宫管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的还真是个香囊，顿时有些纳闷，不明白严为何要把这个送给自己。见南宫管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严做事要拿回香囊，南宫管连忙伸手抢过去，直呼哪有送出的礼物还收回去的。看着手中的香囊，南宫管想起当年随口的约定，没想到严居然一直记在心里，还专门花时间缝制出来，这让他大受感动。可严心里却有些尴尬，要不是自己当时弄伤了手，这香囊的大半刺绣也不会全靠柳青帮忙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口解释，南宫管就已经一把将他紧紧抱住。南宫管紧紧抱着严，心疼的替他感到委屈。素霍见状，赶忙上前劝阻，提醒他该让严动身出发了。脱身的严凑到南宫管耳边，说出香囊大半是柳青帮忙缝制的真相。南宫管听完大受打击。这时素霍温柔地叫住严，亲手将自己手上的翡翠手镯戴在了严的手腕上。素霍微笑着表示，这手镯其实是自己的嫁妆，本想留给未来的女儿或儿媳，但送给严他更高兴。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大礼，严有些受宠若惊，连忙看向父亲求助。一刚却无奈地让他收下，表示这儿没人能劝得动素霍。严只好郑重收下，保证会像传家宝一样珍藏，把素霍逗得轻笑起来。看着严乘坐的马车远去，素霍转头问身边的南宫管，严怎么会专门送他香囊？南宫管得意地拿出香囊展示，解释这是当年在百里家时严答应送他的，还强调是严亲手缝制的。
素货拿过香囊，仔细端详，发现上面的绣工明显出自2人之手，而且不像是下人帮忙的痕迹。南公馆忍不住苦笑坦白，刚才妍偷偷告诉他，因为当时妍的手受了伤，其实是大半由柳青帮忙缝出来的。素货恍然大悟，难怪上面的花绣成那样，原本还以为花是柳青绣的，枝叶才是妍绣的，没想到事实刚好相反。南公馆在旁边笑个不停，可下一秒素货却顺手拿走了香囊，吓得南公馆大声抗议。素货理直气壮地表示，南公馆只能佩戴自己亲手缝的香囊，除非他敢把自己的扔掉。面对质问，南公馆只能眼睁睁看着香囊被拿走。南公馆连忙追上去，一边拉扯一边向素货讨要香囊。坐在树上的柳青看着2人打闹，纳闷他们在干什么，可看着看着，脑海中竟突然浮现出妍的模样。柳青摸不着头脑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会突然想起他。以往去八卦村和南宫世家大多都是坐马车，不过这一次他们决定改走水路，在船上连续飘摇了几天。大船靠岸后，妍因为严重晕船，刚下船就忍不住吐了起来。看着女儿虚弱的模样，一刚急忙上前询问要不要叫大夫。妍摇了摇头，表示无大碍，表示只要进屋休息一下就好。一刚便让侍女先带他去房间。妍没走2步，却发现父亲留在码头和人低声谈话，并没有跟上来。到了第2天，侍女一边照顾刚起床的妍，一边提醒他走楼梯要注意安全。就在这时，楼下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，引起了妍的注意。楼下的客人热烈讨论着，说是武林盟亲自出手，一夜之间将黑心商人一网打尽。妍有些好奇，不知被抓的究竟是哪些邪修。这时有人看向门口，大声呼喊，称正是一刚大侠收拾了这群恶徒。顺着声音看去，妍彻底傻了眼，想不通父亲究竟是怎么在短短1天内搞定这一切的。看到父亲带回的几个孩子，妍好奇打听起他们的由来。一刚耐心解释说，这是他从邪修手里救下的孩子，因为无家可归，便决定带回百里家安置。妍听完十分震惊，难不成家里还要办孤儿院吗？况且族里也绝对不可能答应。一刚却平静表示，可以先教孩子们习剑，就算不适合也能安排其他活计，总不能放任不管。妍转念一想，反正族里从来没听过他们的意见，带回去倒也无所谓。况且就算把孩子们丢下，族里也不会因此高看他们一眼。既然无法拯救所有人，尽力就好。听完这番话，妍笑着赞同了父亲的想法，解决了这个小插曲。接下来的旅程一路顺风，坐着马车奔波数日后，一行人终于进入了百里家的领地。可在这天清晨，原本平稳行驶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，骑在马上的一刚警惕地望向前方。妍探出车窗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一刚转头解释说，前面有一辆大马车挡住了去路，可能得稍微等上一会儿。车里有些闷，妍便想下车透透气。一刚叮嘱他必须待在自己身边，随后小心将他扶下了马车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有人大声高喊一刚的名字，跑来的是一名侍从，一见面就急切地抱拳求救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请求，抱着妍的一刚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希望对方能先说明身份和来意。可侍从急得当场跪了下来，央求一刚先跟着他走一趟。这时旁边的老者也开口劝道，表示侍从所说的地方就是前方挡路的那辆马车，距离并不远，过去看看也无妨。听完这番话，一刚陷入了沉思。一刚同意了老者的提议，带人朝前方的马车走去。这辆马车造型巨大，难怪能把整条路堵得死死的。妍被一刚抱在怀里，无意间注意到马车车窗内露出一头耀眼的银发，他瞬间反应过来，车里坐着的竟是诸葛家主华武。这时抱拳行礼的老者也自我介绍，表示自己叫麦楚，是诸葛家主的侍从。麦楚试探着打听妍的身份，一刚直接表明这是自己的女儿，并表示自己不打算让女儿避开，让麦楚有什么话直说。见一刚态度坚决，麦楚便请父女俩一同上了马车。一进车厢，妍就闻到一股浓烈的强效止痛药味。曾盛极一时的诸葛世家，如今早已没了往日的辉煌，而让这个武林大族走向衰落的原因，竟是因为家族内部流传的绝症，历代直系后裔几乎都会患上这种无法根治的怪病，大多数人都活不过30岁，甚至有人还没成年就英年早逝。家主的接连短命，让诸葛世家难以维持，这才使得年纪尚轻的晚辈早早接下了家主的重担。麦楚表示久仰一刚大名，但接下来的话关系重大，必须极其谨慎才行。看出对方的顾虑，一刚直接抬手展开真气结界，将车厢彻底封锁，防止有人暗中窃听。见父亲随手就能用内气隔离声音，妍在一旁看出了神。一刚让麦楚不必多虑，尽管直说。麦楚赶忙开口向他致谢。麦楚随后坦言，家主所患的正是罕见的经脉阻塞。妍在心里暗自盘算，不同于打破阴阳平衡的极阳体质，经脉阻塞会逐渐阻断体内的真气流动，无异于一种绝症。听到这里的一刚直言，自己确实听说过这种病，但不知麦楚找他究竟想让他如何帮忙。麦楚提出希望一刚凭身后内力，强行为他们少家主疏导真气，但一刚立刻听出了不对劲，直言这种事患其他人也能做，况且明知自家主人会发病，怎么会事先毫无准备？被当面拆穿的麦楚一时语塞，一旁的妍也连连点头，觉得这其中必有猫腻。可就在这时，妍突然注意到被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微微发光，顺着光芒看去，从被子下冒出来的居然是一只白猫。妍仔细端详着眼前的白猫，发现它的模样竟与自己在天南寺见过的那只一模一样。与此同时，麦楚向一刚坦白，他们并非毫无准备，实在是因为情况棘手才不得已求助。
说罢，麦楚向义刚躬身下拜，恳求他出手救人，并承诺永记此恩。说话间，一刚挥手散去真气结界，要求麦楚立刻让马车开动。麦楚听完，急忙劝阻，表示少家主危在旦夕，根本耽误不起。可一刚态度极为坚决，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言，直言自己也有需要保护的人，况且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他绝不可能单凭外人一句话，就在毫无防备的荒郊野外耗费内力。若想救人，至少得先赶去有护卫守卫的客栈，再做打算。言心里非常清楚，给他人疏导真气极其危险，一旦受到干扰，后果根本无法预料。在他记忆里的未来，等柳青提剑踏入江湖时，诸葛华武早已香消玉殒。若这一切的起因正是眼前发生的这件事，为了改变未来，言下定决心，主动向一刚提出由自己来试试。面对父亲的惊讶，言给予肯定的回答，表示自己在一仙手稿中看到过治疗经脉阻塞的方法。一刚听后表示自己也看过那份手稿，但也提醒言此前从未亲手操作过。言有些诧异，父亲居然没有用内力传音。转念一想，或许是因为这件事不必保密，他便反问父亲：“难道他就处理过经脉阻塞吗？”一刚被问得一时语塞，只能承认确实没有。言接着劝道：“一仙当年也是用这种能力救人，普通病症自己确实无能为力，但这种关乎生命本源的问题，他或许真能帮上忙。”眼看诸葛家主的状况越来越危急，言催促一刚尽快做出决定。面对言的请求，一刚沉吟片刻后，正式向麦楚提出由女儿言来帮忙疏导真气。麦楚听后大吃一惊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一刚解释道：“言虽然年纪尚小，但天赋异禀，能力过人，绝不能当做普通孩子看待。”可麦楚依然满脸疑虑，觉得让小女孩动手过于荒诞。一刚见状，不再废话，直接给出2个选择：要么立刻赶往客栈，由他亲自出手疏导真气；要么就在这里，由他在一旁守护，让言来试。至于如何抉择，全凭麦楚决定。言在心里暗自庆幸，幸好父亲是个天才，帮他从堆积如山的藏书中找到了记载经脉阻塞的医书。当初为了寻找逃离的办法，他曾仔细研读过这些典籍，没想到如今真的派上用场。白毛跑来打扰，被他一边抚摸一边推开，收回思绪。言翻开医书准备施救，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察觉到了异样。这股怪异感正是来自一旁的一刚。刚才那一瞬间，他身上竟散发出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意。一刚随即开口询问他是否已经准备妥当。虽然那感觉转瞬即逝，但言心里十分清楚，刚才从父亲身上察觉到的异样绝非错觉。一刚的一声厉喝，将走神的言拉回现实。他语气严厉地提醒言，此事关乎人命，必须集中精神。问他是不是反悔了。言赶忙开口否认。看到父亲很久没出现的严厉神情，不敢再有丝毫怠慢。虽然对刚才那股冷意仍有些不安，但眼下救人要紧。言压下心中的疑虑，做好准备，专心疏导真气。言屏息凝神，眼中骤然亮起金光。借着特殊能力，他清晰看到诸葛华武体内的真气流动。虽然对方经脉受阻，生命力极其微弱，但华武体内竟蕴藏着一股不弱的真气。显然他一直在顽强的同病症抗争，尤其是他的丹田与百会穴正散发着异常耀眼的光芒。言不再耽搁，伸手按住华武。父亲之所以会答应让他尝试，正是因为他这项特殊的洞察能力。言精细地操控起自然之力，试图带动华武丹田内的真气。虽然对方体内的抗拒非常强烈，但在他的引导下，真气终于开始运转。言集中精神，拼尽全力疏导。在金黄光芒包围下，言咬牙维持着真气的引导，一丝不敢松懈。经过一番全力疏导，言终于收回双手，长舒了一口气，表示已经完成。原本昏迷不醒的华武呼吸渐渐平稳了下来。给诸葛华武疏导完真气后，言决定趁机发动能力，查看父亲一刚的情况。然而当他仔细观察时，却发现一刚体内真气平稳，根本没有任何异常，这让言百思不得其解。既然身体毫无问题，刚才从父亲身上察觉的含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见自家少家主转危为安，麦楚感动的涕泪横流，连声致谢。一刚趁机再次交代，对外必须说是由他出手救人，绝不能提及言的能力。麦楚赶忙应下保证，誓死守密，随后退下赶去准备汤药。屋里只剩下父女2人时，一刚开口询问言，刚才检查他的身体究竟看到了什么？言如实回答，父亲体内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异样。听完回答，一刚点了点头，叮嘱他不必害怕，但也提醒他以后若要检查他的身体，必须先提前向他打招呼。虽然表面应了下来，但言心里依然觉得刚才父亲身上的异常绝非错觉，说不出原因，更让他心里发愁。他忍不住再次开口打听，询问一刚身体是否有任何不适。一刚让言不必多想。言在心中默默盘算，记忆里父亲直到离世都不曾患过重病。一刚却话锋一转，提醒他倒不如多操心一下自己，既然一心想隐瞒能力，为何还要贸然插手？言赶忙解释，只要对外声称是父亲救的人，应该就不会有问题。一刚却神色严肃地予以否定，直言若真想隐瞒到底，当初就不该卷进来。一刚提醒言，只要使用能力，就难免留下痕迹，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。言听得心里直发慌，以为父亲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救人，没想到一刚接着表示，要想彻底隐瞒能力，就必须学会视而不见，绝不卷入麻烦。可如果做不到冷眼旁观，那就去顺从自己的内心。看到女儿为了救人毫不犹豫挺身而出，一刚坦言自己其实感到非常骄傲。看着父亲温柔自豪的神情，眼里仿佛落满了星光，言一时竟看呆了。一刚笑着打趣他张着嘴巴，顺手帮他合上了嘴。随后一刚看向床上的诸葛华武，提醒他既然醒了就别再装睡，
华武闻言，睁开双眼，扬起嘴角，感叹他们父女俩感情可真好。诸葛华武起身亮明了身份，他正是诸葛氏家现任家主。随后众人乘上马车继续赶路。华武把疾苦粘稠的药汤一口气连喝3大碗，颜在一旁看得直发愣。一刚顺势敲打起身旁的女儿，让他好生向华武学习。颜装作听不懂，一刚直接戳破了他的小心思。诸葛华武轻咳一声，打断了父女俩的打闹。他以诸葛氏家家主的身份，郑重向颜表达救命之恩。一刚收下致谢，顺势问起华武为何会昏倒在半路，若身边有护卫随行，根本不至于落得这般险境。华武坦言，随行的大夫突然被母亲紧急召回，巧合的是，身边的护卫竟也随后不知所踪。听到这过于蹊跷的变故，一刚神色一沉，直接说出了那个惊人的猜想：难道是他母亲意图亲手除掉他？华武坦然承认，并非所有母亲都会爱自己的孩子，尤其是在牵涉到家族权势的时候。颜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麦楚此前为何走投无路，却依然有口难言。毕竟家丑不可外扬，更无法向外人透露是老夫人痛下杀手。不过华武身为家主，能将这种内斗如此坦然地说出口，也让颜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随后华武笑着许诺，日后定会重谢救命之恩。紧接着又打趣到，前提是自己还能活下去。这自嘲的话一出，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十分尴尬。既然诸葛华武已经醒来，众人便没必要继续在原路上逗留。4个小时后，随着夕阳隐去，一行人顺利抵达了客栈。无论是此前在马车里，还是后来在客栈吃饭，颜一直在偷偷观察一刚，却始终没发现任何异常。难道先前那股冷意真的是错觉？颜一边琢磨一边推开房门，没想到屋里竟坐着一只白猫，正悠闲地舔着爪子。颜纳闷这猫怎么会跑进自己房间，便走上前一把将它抱了起来。这熟悉的手感与分量，还有那独特的眼神，让颜瞬间确认它就是之前在天南寺遇到的那只。意识到眼前的白猫绝非寻常，颜试探着开口，让它带自己去见它的主人。没想到白猫竟然真的点了点头，随即跳下床朝门外走去。白猫径直走到门边，用爪子扒门。颜见状大为震惊，确认这猫不仅能听懂人话，还真的打算带它去找背后的主人。跟在白猫身后，颜一路走来，居然没遇到任何人。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他始终保持着特殊能力。白猫停在一扇门前，颜凑过去，轻轻推开门缝。屋里等着的居然是华武，此时他正悠闲地倒着茶，见到颜走了过来，华武笑着打招呼，请他入座。这分外熟络的称呼，让颜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。颜试着称呼对方为诸葛大人，没想到华武反倒提议让颜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。这熟悉的对话让颜联想起此前调侃南宫柳青的场景，忍不住在心里直呼爆音。华武喝了一口茶，坦言自己其实一直都想见颜一面，见称呼纠正不过来，颜干脆放弃纠缠，直接询问他特意寻自己的真正目的。颜顺势反问华武能不能体谅一下他的感受。华武听完直接笑出了声，坦言被当成老气横秋的长辈倒也不错，反正自己也活不到那个年纪，不如趁现在好好享受。颜被这番自嘲整得当场愣住，忍不住打听起他的真实年龄，得知对方竟然刚满11岁，整个人都彻底傻眼了。颜不由得暗自琢磨，难道是因为诸葛世家地功法与其他只强健体魄的武功不同，修炼时还能顺带开阔心智？世人都以为诸葛世家标志性的白发灰瞳是因为修炼功法，但颜心里非常清楚，这其实另有原因，也是他们年纪轻轻就夭折的关键。见华武看起来还没康复，颜忍不住问他怎么就四处走动，华武却依然执着于称呼，提醒他可以直接叫名字。颜赶忙表示这是为了保持距离。华武被逗得笑了起来，摇着折扇不再强求，坦言自己很久没感觉这么轻松过了。说完再次郑重向颜致谢，颜却开口提醒他，最该感谢的人是他父亲才对。华武收起笑容，开门见山地说出真正原因，他早已看穿了颜拥有特殊能力。这个秘密被当场揭穿，颜顿时惊得不知所措，还没等颜做出反应，华武身形一闪，直接朝他伸手逼了过来。颜吓得赶忙开口质问，话音未落，那只白猫突然窜了出来，直接将颜眼睛上的纱布咬掉，泰然自若地靠坐在桌边，不仅没有继续动手，反而微笑着看向颜，夸赞他的眼睛非常漂亮。面对这出乎意料的称赞，颜依旧满脸戒备地盯着他。华武表面上笑得轻松，拿折扇的手却在微微发抖，颜一眼就看出他的经脉受阻极其狭窄，刚才强行运转真气动用武功，势必会带来剧烈痛苦。颜忍不住开口质问，他就为了确认自己眼睛的颜色，竟然不惜强行动用武功。华武淡然地放下茶杯，表示自己早已习惯。颜却反驳道，世上根本没人能习惯疼痛，只不过是学会了妥协忍受。这番话让华武有些意外，感叹他说话的语气倒像是亲身体会过一样。面对华武的试探，颜一时间沉默不语。颜顺势问起这只白猫此前是不是出现在天南寺，华武爽快承认，坦言自己当时正是专程为了见他才去，只是没料到南宫柳青会突然插手。华武解释，原本他是想让白猫留住颜，结果颜那天急急忙忙追着柳青跑了。颜回想起来，当时柳青声称猫毛过敏落荒而逃，自己确实急着追了过去。华武接着透露，柳青当时恐怕是察觉到了猫身上的术法，颜这才恍然大惑，原来柳青根本不是什么过敏。华武肯定了他的猜测。华武补充道，柳青不过是靠直觉察觉到了术法。这话让颜心里一沉，他的这双眼睛根本看不到猫身上有任何痕迹。
华武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反问他：难道以为凭这双金瞳就能看穿天下所有秘密？甚至连这双眼睛的由来，他都一无所知。被说中的颜攥紧拳头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华武早就知道金瞳的事，专程跑来找他，甚至半路晕倒，也是为了测试他的能力。面对颜的质问，华武只是浅笑着看他，颜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万万没想到华武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甚至不惜冒着风险演了这么一出苦肉计，竟然真的只是为了跑来见他。面对质问，华武只是微笑不语。颜紧接着追问：难道连老仆人卖楚也知情？华武笑着摆了摆手，表示老仆人完全不知情，当时确实是被他吓到了。颜忍不住开口吐槽，这全是因为他的行为太让人怀疑。华武听完倒也爽快承认。颜攥紧双手，冷静下来，突然清醒，意识到自己正不知不觉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颜一掌拍在桌上，打断了华武。他直截了当地质问对方：要是真好奇这双眼睛，大可以光明正大的礼貌提出，何必指使白猫暗中解开遮掩布？颜接着质问：以华武的聪明才智，明明懂得该如何讨人欢心，偏偏要选择用这些算计手段。他坦言当初不管华武晕倒在何处，只要能救自己，就一定会出手相助。这番坦诚至极的话，让华武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。颜接着说道：救人不过是因为父亲也会这么做，可华武却借机利用这份善意，企图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。面对华武的辩解，颜直接厉声打断，怒斥他操控人心的手段极其卑劣。被说中的华武当场愣在原地。颜说完便不再多看他一眼，径直转身摔门而去。离开房间后，颜沿着走廊走了几步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冷静下来的他忍不住反思，刚才说话是不是太重了？对方好歹也是一族之长，自己确实有些越界。可一想起华武算计人的模样，颜又气得握紧拳头，觉得对方确实太气人了。虽说华武提到的金童秘密确实是他最想弄清楚的事，但只要向这种善于算计的人低头，就只会被对方彻底拿捏。正琢磨着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刚的询问。颜惊喜的回头喊了一声父亲，直接扑上去紧紧抱住了他。一旁的侍女忍不住焦急抱怨，明明说好是要回房间，结果一眨眼就不见了人影。侍女注意到颜的眼罩不见了，颜随口回答是被猫偷走的，把侍女听得一头雾水。颜紧紧抱住一刚，追问自己是不是很讨人嫌，想起父亲曾说他不像个正常的6岁孩子。刚跟华武交完手，看到对方那满心算计的样子，颜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心思太重居然这么招人烦。颜越想越委屈，生怕自己也变成华武那样，趴在一刚怀里直嚷嚷。一刚被女儿突如其来的反应整懵了，还以为是自己之前的话伤到了颜，连忙关切地询问缘由。眼看一刚误会了，颜赶忙开口解释，说自己当时只是在追猫，才无意间碰上了华武。在他看来，华武年纪不大，却总是摆出一副看透一切的架子，让人心里很不舒服。他只是担心自己也变成那样招人烦。至于丢失的眼罩，颜硬着头皮坚持说是被猫抓破，留在了华武房间。一刚听完若有所思，提醒颜别看华武年纪轻轻，诸葛家的人心思可没那么简单。交代完这些，一刚决定亲自去找华武谈谈。一刚表示自己会上门交代华武，让他往后少来打扰颜。颜听完先是一怔，转念一想，若能顺势斩断与华武的接触，正好借机看看后续变化，便连忙改口央求父亲帮他出面。一刚笑着安抚道，此前说他成熟，并非觉得他烦。侍女也在一旁赶忙附和，自己在心里从没这么想过。一刚温柔地告诉颜，就算将来他真的长大了，在父母眼里也始终是个孩子。这话刚说完，侍女就在一旁笑着拆台，说真正的大人可不会挑食怕苦，每次喝补药都得乖乖喝光。颜还没来得及反驳，一刚便顺势追问起来，打听起他在南宫世家时是不是也经常偷懒不喝药。一句话直接把颜问得当场哑口。父女俩和侍女面面相觑，一刚收起笑容，神情严肃地看向了颜。夜幕降临，颜躺在床上沉沉睡去，嘴里还在梦呓着嘟囔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悄悄立在床前，正是左眼闪烁金光的华武。华武站在暗处，居高临下凝视着熟睡的颜，仿佛察觉到了异样。颜突然睁开了双眼，漆黑的夜空中顿时响起了一阵惨叫。一刚听到动静，以为出了意外，急忙拔剑破门冲进房间，颜吓得哭着扑进父亲怀里，断断续续喊着屋里有东西。大家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白猫叼着死老鼠跑了进来。一刚顿时感到一阵无语，颜这才哭诉是白猫把死老鼠叼到了他面前。颜委屈地抱怨起可怜的老鼠，一刚连忙提醒他注意用词。父女俩甚至给老鼠堆了个小土坟，虔诚地祈祷他下辈子能投个好人家。看着一脸真诚的女儿，一刚只能尴尬地点头附和。不知不觉中天已经亮了，颜突然提出想跟一刚学习如何凝聚护体真气。一刚见还有一个小时空闲，便答应先教他入门。然而颜并不是真的想学，他其实是想让一刚重现当年的屏障，好借机检查父亲体内真气是否有异常。他怀疑一刚未来遭遇不幸，很可能与当年真气受损有关。就在颜暗自琢磨时，一刚已经准备开讲，问他想从哪里开始学起。为了找出隐患，颜时刻警惕着父亲的任何变化。一刚耐心地讲解起真气屏障的原理，随后抬手演示起如何将真气在周身展开。看着周围环绕的光芒，颜直夸非常好看。一刚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问他有没有看出真气运转的门道。颜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，坦白自己其实完全没看懂。
一刚温柔地摸了摸颜的头，安慰他真气屏障本就极难掌握，第一次学不会也很正常，让他放平心态慢慢尝试。颜虽然真实目的并非学艺，但为了不让父亲起疑，还是决定装模作样试一试。他暗自琢磨，父亲是将体内的真气向外释放，而自己或许可以直接调动天地间的自然之力，如果能利用外界的能量直接展开成屏障，岂不更加轻松？想到这里，颜抬手尝试引导起周围的力量，没想到颜只是随手一试，竟然真的直接凝聚出了真气屏障。一刚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瞬间愣在原地，完全不敢相信女儿第一次尝试就能成功。颜看着周身环绕的光圈，还笑着表示这似乎并不算太难。一刚默默地往后退了2步，显然被女儿惊人的天赋彻底震撼到了。颜在屏障内喊着听不到声音，一刚这才意识到这道屏障竟然真的隔绝了声音。还没等两人细想，真气屏障就直接碎裂散去，强行维持屏障让颜直喊头晕。他忍不住吐槽，这屏障维持起来太费劲，而且似乎根本防不住人。一刚沉思片刻后解释，凝聚屏障最难的是控制体内真气，而颜早已掌握了引导外界力量的方法，这才让他第一次尝试就能运用自如。话音刚落，一刚拔出佩剑，展示出了一道清冷的蓝色剑屏。颜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一刚问他要不要也来试试。考虑到自己的剑太重，他便让颜拿出之前南公馆送他的短剑。听到这话，颜尴尬地表示那把短剑恐怕出了大问题。一刚问短剑出了什么问题，颜坦白自己根本无法凝聚出剑气。听到这话，一刚顿时愣住了，他这才突然反应过来，维持真气屏障可比凝聚剑气难得多，一般人都是先学会剑气才去接触屏障，而颜居然直接跳过了最基础的一步。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得意忘形，一刚尴尬地咳嗽了2声，随后继续向颜解释剑道真正的精髓究竟是什么。一刚耐心地指导颜练剑，颜看着眼前温柔的父亲，不由得想起了以前的事情。以前父亲每次教他练剑，脸上总是挂着阴郁和沮丧，那时颜以为是自己太笨，硬要学不会的东西，才让父亲烦心。如今看到一刚现在的反应，颜心里不禁有些困惑，不知当年父亲究竟是怎么想的。可惜这个答案恐怕再也无法知晓了。正当一刚鼓励颜好好练习时，一名下属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，打断了两人的对话。一刚的神色瞬间冷了下来，恢复了以往那副冷淡的模样。还没等颜反应过来，跑来的下属就大声通报，说是家主霸贺已经到了。家主霸贺骑着白马赶到宅邸，一刚连忙带颜上前行礼。颜偷偷往后张望，发现11师和明也一同赶来，这让颜十分困惑，不知众人为何突然齐聚于此。一刚也感到有些意外，便上前询问霸贺为何特地跑这一趟。霸贺没好气地训斥一刚，抱怨若非自己亲自跑一趟，怕是明年都见不到这副狼狈模样。在一阵吵嚷中，颜感到一阵眩晕，等他再次清醒过来，众人已移步到了室内。11师在床边为颜把脉诊断，确认他体内的经脉伤势大好，情况已经稳定下来。霸贺在一旁关切询问，向11师确认这是否是客栈里最好的房间。11师接着检查颜的眼疾与气色，表示视力并无大碍，平时避免接触强光即可。随后霸贺把颜叫到面前，拉起他的手细心察看，得知颜的手曾受过伤。霸贺关切地询问伤情，颜连忙澄清只是轻微骨裂。霸贺看着眼前的小孙女，夸她不仅长高了，气色也比以前红润许多。霸贺突然笑着打趣，说颜在南宫世家过得挺融洽。颜顿时感到一阵恶寒，意识到这绝对是个陷阱，若回答过得开心，怕是凶多吉少。颜刚准备含糊否认，一刚却抢先一步替他承认南宫世家照顾得很好。霸贺脸色瞬间变了，转头对一刚厉声训斥，既然照顾得好，颜的手怎么会骨裂？难道不知手对袭剑之人有多重要？颜见势不妙，连忙出来打圆场，表示手伤早已彻底痊愈，在南宫家也逛得很开心。霸贺听完火气更大，直接斥责起南宫家主，说那老家伙专门写信过来，硬要留颜在南宫世家亲自调教，分明是想抢他的宝贝孙女。一刚见状，连忙劝他少说2句，可霸贺根本不听，转头朝颜厉声训斥，说他的问题比他父亲还要严重。紧接着霸贺提起了当年八卦村发生山体滑坡的事情。霸贺提起当年山体滑坡时，颜为了救别的孩子，自己却差点丢了性命，这件事让他至今回想仍感到后怕。一刚见状，赶忙出言开脱，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霸贺却厉声打断了他。房间里一时间陷入沉默。霸贺长叹一口气，认真地对颜说道，灾难面前舍己救人固然是一举，可他接着质问颜，当年亲眼看着女儿在眼前被冲走，他父亲当时究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？他闭关出来得知噩耗时，心中只有深深的悔恨。他没想到那竟是与孙女的最后一面，更自责不仅没能保护好孙女，还把年幼脆弱的颜孤零零的留在冰冷的地板上罚跪。说到这里，霸贺满脸疲态的揉揉额头，长叹一声，随后再次认真问颜是否真的明白他这番话的深意。颜低头向霸贺道歉，霸贺却紧接着追问，若以后再遇到危险，他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？面对这个问题，颜犹豫着没有作答。霸贺看着没有保证的孙女，沉默片刻后，认真的对颜说，他现在绝对不能放弃。颜听得一头雾水，霸贺接着告诉他，哪怕他以后不再握剑，也永远是他最疼爱的孙女，这一点绝不会有任何改变。颜难以置信地看着霸贺，没想到爷爷会
会允许他不再握剑。他紧张地攥紧裙摆，怀疑爷爷误以为他当年舍命救人是因为承受不了自己无法聚气。这时，霸赫温和地伸出双手，示意他走近一些。面对爷爷伸出的双手，颜身体微微绷紧，迟疑片刻后，还是向着霸赫走了过去。霸赫顺势将颜紧紧抱入怀中，心疼他在那个如同坟墓般的地方受尽苦楚，非常高兴他能平安回来。听着爷爷温和的夸奖与安慰，颜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。既然爷爷连他不再握剑都能接受，或许自己也可以向他坦白独特的特殊能力。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他压了下去，默默提醒自己绝不能抱太大的希望。颜在心里默默提醒自己，绝不能得意忘形。想起父亲曾经温柔的模样，他不知为何心里变得无比矛盾，最终也只能下意识的紧紧攥住了爷爷霸赫的衣角。霸赫提出要与易刚单独面谈，示意颜退下。颜乖巧的应声离开。走出房间后，颜独自走在庭院里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刚才的对话。提起当年八卦村的滑坡事件时，父亲的神情明显变得僵硬，而爷爷也误以为他早已放弃了自己，哪怕自己当场否认，爷爷恐怕也不会相信。颜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正当他陷入纠结时，前方突然停下一双靴子，有人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拦下颜的人正是百里明。二人移步室内坐下饮茶。百里明坦言，得知颜遇险后十分担忧，见他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。颜收敛心思，好奇地询问百里明特意远道来的缘由。百里明有些尴尬地承认，是他应求着爷爷霸赫带他一同赶来的。面对颜的进一步追问，百里明轻声咳嗽了一声，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。百里明解释自己是出于担心才特地赶来，颜表面上向他道谢，内心却心存怀疑。在他看来，以百里明的性格，无非是想衡量局势，看看站哪边才能讨得霸赫的欢心。况且姑姑一直在暗中掌控全局，百里明此时主动示好，十分反常。颜话锋一转，打听起姑姑现在的近况。百里明听到这个提问，脸色瞬间变了。霸赫亲自为易刚倒了一杯茶，询问他是如何遇到诸葛家主的。易刚解释道，自己赶路途中发现对方晕倒在路边，似乎是救急突发。霸赫若有所思，感慨这时属机缘巧合。随后霸赫沉声说道，诸葛家主已经正式向他们提出了庇护请求。易刚听到消息大吃一惊，名门世家公开向别家寻求庇护，无异于抛弃尊严与名声。况且相比于他们，对方理应优先向武林盟求助。霸赫抿了一口茶，缓缓说道，诸葛家主确实先找过武林盟，可谓盟主态度模棱两可，根本没有帮忙的打算。易刚愈发困惑，想不通魏盟主为何见死不救。霸赫放下茶杯，沉声表示此事并非毫无逻辑。诸葛家主的病情极其严重，甚至到了断绝子嗣的地步。易刚起初未领会其中联系，转念一想，便立刻反应过来。武林盟魏盟主显然认为去救一个来日无多的人毫无利用价值，正因如此，霸赫才决定出手亲自向对方提供庇护。易刚十分困惑，不明白父亲为何要对自己交代这些。霸赫这才坦言，诸葛家主掌握着能缓解易刚病痛的方法，虽然无法根治，但至少能争取时间寻找救治之法。易刚有些担忧，追问对方是如何得知自己的病情。霸赫解释道，诸葛家主并不知晓患病的人是他，对方只是刚好掌握了缓解这种病症的手法。易刚对诸葛家主掌握疗法一事深感怀疑，对方偏偏在求助时抛出这个筹码，况且这种病症连实医师都不曾见过，实在过于巧合。霸赫对易刚的多疑感到不满，厉声训斥他为何总要疑神疑鬼。随后霸赫揉着太阳穴解释道，自己是在四处寻找治疗方法的途中，正巧碰上了诸葛家主。可易刚很快察觉到了漏洞，当年他和颜前往南宫世家时，父亲霸赫分明一直在闭关修炼，既然在闭关，又怎么可能在外面寻找疗法，甚至接触到诸葛家主？易刚直接追问父亲当年闭关是否只是谎言。霸赫叹气承认自己并未真正闭关，并叮嘱易刚对此事保密。得知真相的易刚紧攥双拳，劝父亲不必为了自己的病情去接受诸葛家主的条件，甚至拖累家族。这话瞬间激怒了霸赫，他猛地拍桌斥责易刚，身为百里一脉的血脉，绝不能说是拖累。易刚听完只是自嘲地笑了笑，平静地表达了对父亲关心的感谢。霸赫看着儿子的反应，愣在原地。易刚反问父亲，把健康托付给一个连自身病痛都无法治愈的人，又有什么用？霸赫气得起身怒吼，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砸了回去，厉声斥责易刚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竟然还有心思去谈怎么治好女儿。明提到姑姑把两个孩子送去戒律院，自己却选择留了下来。颜听完相当意外，没想到姑姑会主动送走孩子。明轻咳两声，问起颜称呼南宫家主为爷爷的事，颜有些惊讶。明解释说是偶然听到霸赫与手下的对话，颜顺势承认的确如此。明这才说出真实目的，希望颜能在南宫家主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。颜立刻看清了明的真实意图，所谓的关心纯粹是幌子，无非想借他搭上南宫家主。颜开始暗自权衡该如何妥善拒绝才不会留下隐患。就在他思考时，一只白猫突然闯了进来，明有些诧异，误以为这是颜养的猫。颜连忙开口澄清，这其实是华武的猫。明听到对方身份后大吃一惊，颜感到十分纳闷，这只猫早上刚送了他一只死老鼠，现在却给颜叼来一只活鸟。明突然想起听人说过，猫只会把猎物送给喜欢的人。颜听完心里一阵抗拒，颜随即心生一计，决定亲自把猫送还给华武，顺势邀请明一同前往。颜曾严厉地斥责华武总是习惯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这种算计的手法令人厌恶。
华武独自坐在窗边，回想起颜当时愤怒的模样，坦言自己并非故意惹他生气，当时连他也没料到旧疾劲真的会突然发作。可即便现在说出真相，也已经无法改变任何事情。华武仍在思考该如何才能重新接近颜。这时手下突然前来汇报，称百里世家的颜小姐已经到了。听说颜亲自登门，华武喜出望外，急忙起身前去迎接。此时颜抱着猫与明一同站在门外，华武推门看到颜，脸上顿时浮现出惊喜。华武注意到颜身旁的明，开口询问对方的身份。颜抱紧怀里的猫打了声招呼，介绍明是自己的堂兄。明也客气地向华武自我介绍。华武闻言微微一笑，表示既然是颜的堂兄，那自然也就是自己的朋友。随即将两人请进室内，茶水与糕点很快摆好。华武姿态优雅地端坐着，询问两人今日的来意。看到华武这副模样，颜忍不住在心里吐槽，觉得他纯粹是因为有明在场，才故意装得一本正经。颜先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家的猫总往这里搬小动物，希望华武能帮忙约束一下。面对华武的调侃，颜尴尬地解释猫是在替自己赔罪。随即他私下施展真气传音向他致歉，承诺绝不会再让猫乱跑。华武大感意外，没想到颜在伤势未愈的情况下，还会耗费真气进行传音。颜表面上笑着准备告辞，暗地里却继续传音质问，责怪他明知身体不适，为何还要逞强。察觉到颜的关心，华武顺势笑着邀请两人留下来喝茶。一旁的明爽快地答应下来，颜则在传音里气鼓鼓地反驳，自己好不容易救回来的命被他折腾，关心他本就是理所当然。明好奇地打听华武与颜是如何相识的，面对提问，华武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。颜在一旁暗暗观察，感叹对方虽年仅11岁，举止却优雅端庄，极具家主风范。只是想起先前对自己的态度，又让他有些纳闷。华武随后主动解围，表示当年是颜求父亲救下了他，这份救命之恩让他不知该如何报答。明听后这才明白过来，感叹能看到两人相处融洽，确实让人松了一口气。看到华武在明面前如此袒护自己，颜心里大感疑惑，弄不懂他为何要做到这个地步。此时明听完更是热络，一把拦住颜，直言颜是他最喜欢的堂妹。颜在心里暗自吐槽，根本不记得两人何时关系这么好过。另一边华武暗中真气传音，得意地问颜是不是该为他感到骄傲。颜没好气地回过去，让他少在这耗费真气。看着眼前表面正经私下判若两人的华武，颜忍不住怀疑这家伙是不是有双重人格。侍从突然赶来通报，说百里大掌门到了。一刚随后推门而入，直言自己是专程来接孩子回去的。颜和明见到一刚突然出现，都感到十分意外。明主动提出想在这里多留一会儿，一刚没有强求，抱起颜准备先行离开。这一下反倒把明单独留在了房间里，让一旁的华武大感意外。一刚抱着颜来到客栈1楼，霸贺将他介绍给白剑队的成员，其中独眼的白剑队长是霸贺的得力干将百里在川。他忍不住感慨，自家孙子见到他都会吓哭，颜却丝毫不怕。霸贺得意的表示颜和他父亲一样勇敢，能留下好印象，让颜庆幸不已。可看着爷爷霸贺笑得如此开心，颜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深。颜深知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决定，就在距离百里世家还剩1天路程的晚上，他终于下定了决心。在川一看到颜出现，立刻热情地打起招呼，说大家刚才刚好聊到了他，夸他每天晨练从不偷懒，还叫他走到跟前看他的双手。在川仔细摸了摸颜的手，夸他年纪轻轻手掌就已经练出了茧子。霸贺见状却突然变了脸，当场出声打断，将在川训斥了一顿。在川见状识趣的主动告退，霸贺还不忘厉声叮嘱他赶紧回去睡觉，不许喝酒。看着这风风火火的场面，颜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。等在川离开后，霸贺冷哼了一声，递出一块手绢让颜好好擦擦手。可颜刚接过手绢，就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。霸贺见状连忙咳嗽了一声，急忙抽走手绢，又重新换了一块。颜这才发现，原来这块手绢爷爷一直随身带着。霸贺双手环胸，问起颜深夜前来的用意。颜拿着手绢，想起这一路上自己曾无数次纠结，究竟该不该向爷爷坦白能力。可到了这一刻，他才终于想通，所有的犹豫不过是在找借口。他内心其实一直很想信任爷爷。想到这里，颜不再迟疑，当即在霸贺面前展开了真气屏障。颜心里暗暗期待，希望这个决定能让爷爷高兴。还没等他开口叫人，霸贺就激动的一把将他抱了起来，在原地开心的直转圈。听着爷爷放声大笑，直夸他终于做到了。被转得晕头转向的颜这才发现，爷爷的高兴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。颜被转得头晕目眩，连忙求爷爷快放自己下来。霸贺这才边大笑边将他放回地面。霸贺激动的感慨，没想到颜小年纪就能施展真气屏障，心智冲冲要去找一把适合他用的剑。颜赶忙坦白自己其实还无法形成剑气。随后霸贺收敛了笑容，坦言自己刚才就有些纳闷，如今看来颜的丹田确实没有任何改变。颜向霸贺说明这件事与神医万有关。待爷爷冷静下来后，他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全盘托出，并希望日后再慢慢向外人公开。霸贺对此十分认同，直言要让那些闲话彻底消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实力说话。他鼓励颜值要变得像自己一样强大，就再也没人敢质疑他的能力。为此，霸贺决定明日一早便带他出发，甚至要求他在年底前突破到第2层。霸贺拍着胸脯保证，这些琐事全都会由他来解决，让颜根本不用担心。不知不觉天色已晚，霸贺催促颜赶紧回去休息。
好为明天的训练做好准备。至于后续的规划，霸贺表示自己会全权搞定，颜只要安心修炼就行。看着爷爷兴致勃勃的样子，颜在心里暗暗感慨，幸好自己选择把真相说了出来。颜有些顾虑，毕竟外界都以为他丹田已被废掉，这时候突然闭关，难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霸贺兴高采烈地宣布，等过完年就安排颜闭关修炼。虽然坦白真相带了一点私心，让颜心里有些愧疚，但趁着今晚这个机会，他赶在睡觉前叫住了霸贺，表示自己有个问题想请教。霸贺大方的让他有事直说，颜鼓起勇气，这才是他公开能力的真正原因。他向霸贺认真打听父亲一刚是不是身体出了状况，颜直觉感到这件事绝不能忽视，如果连爷爷都不清楚，他打算把情况说出来向他求助。听到颜提起一刚的身体，霸贺瞬间愣住了，他试图掩饰过去，装作听不懂的反问颜在说什么，但这微妙的反应让颜一眼看了出来，更加坚信爷爷绝对隐瞒了什么。见爷爷霸贺试图回避，颜直接跪倒在他面前，恳求他把真相说出来。霸贺劝他知道这些没有好处，可颜根本无法接受，既然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就绝不可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他急切地向霸贺询问，凭自己现在的能力，难道就不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吗？面对颜一阵阵执着的追问，霸贺一言不发地看着他，房间里只剩下了沉重的沉默。霸贺最终还是说出了真相，他承认自己也查不出一刚得了什么怪病，正如颜用能力看到的那样，一刚体内的真气偶尔会突然中断，发作时完全无法运功，少则1刻钟，长则半个时辰，而且病情还在持续恶化，发作时间越来越长，照这样下去，一刚迟早会彻底无法提剑。颜完全不知道这病情究竟始于何时，前世的父亲难道也是因此备受折磨？究竟有没有能够根治的办法？他突然想起霸贺带回的那盒天命真气丹，连忙向霸贺询问，这丹药是不是特意为了父亲带来的？面对这残酷的真相，颜心里感到无比自责，自己过去竟然对此毫无察觉。前世父亲把丹药留给自己时，霸贺把丹药交给父亲时，他们当时怀着怎样沉重的心情，自己曾经根本一无所知。霸贺独自承受着一切痛苦，而颜本以为重新活过一世就能看清所有真相，可事实却是他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。深感无力的颜瘫倒在树下，就在他陷入自责时，身旁突然响起了一阵猫叫声，白猫凑到了颜的身旁，轻轻蹭着他的裙摆。这时华武也走了过来，问他为何看起来如此忧郁。看着眼前的华武，颜心里感到无比郁闷，偏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见他？华武关切地问他是不是遇到了坏事。见颜开口否认，华武直言他的表情早就出卖了一切，还追问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颜心里一阵烦躁，很清楚如果自己现在直接离开，以华武的性格肯定会刨根问底。颜决定顺着话题随口应付，他指着白猫问起他的名字。华武坦言白猫并没有名字，毕竟自己早晚会先一步离开，等到那时也就没人会再叫他的名字了。颜好奇地追问平时究竟是怎么称呼这只猫的。华武坦言自己从没叫过，这让颜感到十分纳闷，明明平时还要照顾喂食，怎么会一次都没叫过？华武思考片刻，解释说自己与猫灵魂相连，就算不开口，对方也能明白他的意思。看着华武越说越夸张，颜一时有些无语。他想起华武之前提过的某种术法，便顺势向他确认。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颜追问他是不是真的能看到猫眼中的景象。华武坦言确实可以，不过这也取决于自己是否足够专注。颜有些好奇，问起自己是否也能做到，以及具体要怎么操作。华武笑着解释，只需要找个合适的动物，用想要相连之人的血肉喂养大。听到要用血肉喂养，颜大受震撼，不明白他为何会做这种疯狂的事。华武却显得毫不在意，说自己平时一直困在家里，拖着这副身体什么也干不了。看着面前的白猫，颜心里感到无比纳闷，既然都做到了这种地步，他怎么会连个名字都不给他取？颜听完忍不住直言，华武实在太自私了，不仅喂猫吃奇怪的东西，还施加术法，现在却用自己早晚会死当借口，连个名字都懒得取。颜严肃地提醒他，既然选择收养动物，就必须负起责任来，绝不能躲在自己的困难背后，把这些当成逃避的借口。颜沉吟片刻，决定给这只白猫取个名字。华武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他会突然提起这件事，还没等名字想出来，华武就突然话锋一转，问起颜一个人跑来这里究竟要做什么。颜本想借着猫的话题蒙混过去，没想到还是被看了出来。华武提出可以为他提供帮助，面对询问，颜默默攥紧了衣袖，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远远不够。看着眼前神奇的华武，颜深知他掌握的共享灵魂之术，连在故事里都不曾听说过，哪怕只有一丝救治父亲的希望，他也下定决心要设法接近这个人。尽管凭空出现的华武处处透着古怪，颜心里依然想要去信任他。在原著故事里，诸葛一族标志性的白发，正是当年魔教阴谋造成的怪病，也是魔教一心想要除掉的血脉。颜想起爷爷曾向诸葛一族寻求帮助，为了救父亲一刚，他必须握紧这条线索。就在颜攥紧双手按下决心时，华武突然轻声唤起了他的名字。为了能救父亲一刚，颜把父亲发病时的具体症状如实告诉了华武。可华武听完却陷入沉思，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这种怪病，若世上真有此类病症，诸葛一族不可能毫无察觉。颜连忙追问，说自己听说他手里明明有缓解病情的办法。华武这才解释，先前交给霸贺爷爷的只是家族研究多年用来延缓经脉阻塞的方法，得知连诸葛一族也没办法
彻底根治父亲的怪病。严心里刚升起的希望再次落空，可还没等严想明白，华武却突然转过身去，当场盘腿坐下，开始运功修炼。严被他的举动弄得一愣，在这种地方贸然运功，身边若是无人护法，极容易发生意外。就在严暗自担忧时，注意到远处高处早已有暗卫在暗中戒备，这才确定华武并非毫无防备。严还在犯嘀咕，华武已经运功调息完毕，睁开了双眼。他一开口就问严是否听说过巫山派。严感到有些意外，直言那个门派很久以前就被消灭了，传闻是因为使用邪术招来正邪两派的联合围剿。华武却摇了摇头，说传闻只对了一半，巫山派真正的灭亡原因其实是他们自己研制出的毒药。华武解释，那种毒药无色无味，是一种服下后就永远无法根治的散功毒。江湖上常见的散功毒虽然阴险，但随着时间推移会自行消退，若有人运功相助，甚至能当场化解。可巫山派研制出的这种毒却能彻底打散内气且永不消退。听到这里的严大受震撼，严瞬间联想到父亲一刚的怪病，忍不住向华武确认，可巫山派当年早已灭门，按理不可能留下配方。华武坦诚这种可能，但随后提醒严，若有人知晓这种毒的存在，完全可以重新模仿炼制。听到这里的严心头一紧，想不通究竟是什么人要用如此阴毒的手段危害父亲一刚。华武直言原因尚不可知，但他明确提到自己找到的某种毒与一刚发作时的症状最为吻合。得知华武手里居然有线索，严连忙追问他在哪里，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。华武直言这段密室早已断代，连霸和恐怕也毫不知情。严心里越发吃惊，想不通华武究竟从何得知，难道这是诸葛世家的独门传承？见严脸色不对，华武紧接着又抛出一个秘密，他施加在白猫身上的灵魂之术同样出自巫山派。华武伸手凑近严，感叹两人如今的相遇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宿命。感受到华武贴近的手掌，严只觉得冰冷的有些吓人。华武接着说道，就像严继承了神医的力量一样，他们注定会在此时此刻相逢。看着华武这副神秘兮兮的模样，严忍不住开口吐槽，说他听起来就像个邪教教主。华武闻言大笑起来，意识到华武的手实在冷得不正常，严开口提醒，问他是不是该早点回屋休息了。华武顺势开起玩笑，问严愿不愿意帮他捂热双手。严这才意识到是自己瞎担心，但他还是开口向华武道谢，感谢他愿意分享这些关键线索。可华武却突然收起笑容，叮嘱严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，都绝对不要自责。还没等严反应过来，华武就径直倒在了他的面前。到了第二天，一行人平安回到了百里世家，离开将近1年，宅邸里的光景依旧如昔。侍从恩都赶忙迎了出来，见到一刚和严安全归来，顿时感动得落了泪。一刚笑着同他打招呼，抱歉让他担心了。恩豆仔细端详着严，直言他如今的气色好了许多，看起来似乎还长高了些。恩豆注意到严的身旁还跟着一位同行的侍女，严向他介绍，这是负责照料自己起居的侍女秦瑟，这次也跟着一起回了世家。看着秦瑟干劲十足的去收拾行李，恩豆感动的眼泪汪汪，感叹终于来了个能分担琐事的帮手。一刚招呼大家赶紧进屋，这时一刚突然注意到那只白猫居然也一路跟了过来。严低声应了一句，承认这猫确实一路跟了过来。而前一天突然倒下的华武，到了第二天早晨也依然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。豆拿着信刚走进屋，一眼就看到了蹲在严身旁的白猫，忍不住好奇询问这猫是不是严养的。严解释只是帮忙暂时照看，可当豆顺口问起猫的名字时，严却瞬间语塞，坦言自己其实完全不知道。严在心里忍不住懊恼，早知道华武会突然昏倒，当时怎么也得逼问出猫的名字。为了不继续尴尬，严连忙转移话题，问起豆手里拿的那封信。豆这才想起正事，顺便提出想借用一下秦瑟，带他熟悉世家里的各种事务。严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严接过送来的信，本以为是雅律发来的消息，毕竟雅律跟随师傅离开前曾说过会给他发信。可当严一打开卷轴，扑面而来的全都是夏琳的怒火，信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抱怨，怪严离开时连个招呼都不打。严干笑着有些无奈，自己当时只是怕打扰夏琳修炼。不过夏琳也在信里提到，严送给他的白羊丹效果极好，让他的内气提升远超预期。夏琳在信里还提到，在他离开之后，柳青也选择了闭关修炼，这让严感到非常意外，因为在过去的记忆里，柳青在这个时间点根本没有闭关，看来是因为父亲这次没有收他为徒，才改变了原本的发展。就在严思索时，信纸间突然掉出了一枝桃花，看着掉出来的桃花，严忍不住怀疑，难道这是柳青寄来的？毕竟在他的印象里，知道自己和桃花渊源的也只有柳青一个人了。严觉得实在滑稽，拿着花枝凑到白猫面前，调侃柳青居然会送这种东西。可他话还没说完，白猫直接张开嘴，一口把花枝给咬断吞了下去。严吓得赶忙按住白猫，想让他把吞进去的花吐出来，可白猫完全不理会，咕噜一声直接咽了下去。严既心虚又担忧，倒不是可惜那只桃花，而是担心猫吃了桃花会生病，甚至开始琢磨要不要给白猫催吐。似乎察觉到了严不怀好意的念头，白猫起身拔腿就跑。严见状赶忙追了过去，白猫撒腿跑得无影无踪。严一路循着方向追了过去，猫没找着，他却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吵闹。严好奇地凑过去偷看，只见秦瑟正急切地叮嘱让大家千万小心搬运。当秦被他说的一愣，忍不住追问那里面究竟装了什么，值得他这么大惊小怪。一回头看到严走了过来，秦瑟这才如释重负，连忙向严打招呼。
眼看着满院子的箱子，有些纳闷，明明自己的行李只有3箱。秦瑟笑着解释，多出来的全都是素货夫人送的厚礼。严刚想拿过账本核对，秦瑟却献宝似的捧出一个精致小盒，里面赫然装着一只极品翡翠玉镯。这宝物一亮出来，连一旁的当晴都忍不住凑上前围观。可严仔细端详了半天，却直言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东西。秦瑟得意地表示，这手镯是南宫世家少夫人送的嫁妆，甚至还是宫里的赏赐。一旁的当晴听完吓得够呛，秦瑟却理直气壮，觉得唯有把来头说得无比尊贵，下人们搬运时才不敢怠慢。原本毫不知情，地下人们信以为真，直夸南宫世家对严极其重视。窦见大家停下干活凑热闹，连忙大声呵斥下人们赶紧干活。就在这时，严却突然注意到远处的异样，严顺着远处的异样看去，发现抱着大陶罐的索诺可竟然也在院子里。他大吃一惊，连忙向当晴打听情况。窦解释，是少爷收留了无处可去的索诺可，还特别交代要好好教导。听到又是父亲收留的孩子，严气得当场崩溃，吐槽父亲总是把人接回来，却撒手不管。可父亲压根不接这茬，找了个去采药的借口，头也不回的溜走了。严被父亲这波操作气得不轻，窦还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，赶忙询问要不要请大夫。严摆了摆手，表示没事，转头把索诺可交到了面前。看到严一脸怒气，下人们私下嘀咕索诺可要遭殃。严拉起索诺可就走。窦连忙在身后帮着求情，夸赞索诺可平时既手巧又勤快。看着索诺可还冲自己讨好的笑，严心里别提有多郁闷，想不通这孩子到底做了什么，能让大家伙都这么喜欢他。最后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。严把索诺可拉进房间，直接递过去纸和笔。索诺可连连摆手装作不会，严当场揭穿他明明会写字，严肃质问他为何来到这里。可刚摆出严厉架势，严才想起毛笔还没蘸墨，只能尴尬的跑去翻找墨汁，留下索诺可站在原地发呆。严一边埋头磨墨，心里直呼想念铅笔。索诺可看着严亲自干杂活，紧捏双手，感到无比不安，想不通杂事为何不吩咐自己。严好不容易磨好了墨，高兴的拿着毛笔转身准备继续严加审问，结果刚一回头，索诺可竟然直接双膝跪地。严握着毛笔愣在原地，完全想不通这是什么状况。场景切换到另一边，丹湖端坐在上位，他当面质问着明，责怪他未经允许擅自行动。虽然明这次擅自做主，但看在事情结果还算顺利，丹湖的态度也稍微缓和下来。丹湖出言讽刺明，说他只听从家主安排，根本没把自己的话放在眼里。明站在一旁不敢反驳。欧兰顺势打听严的近况，询问他在南宫世家治病是否好转。明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坦言严的病情并无好转。易莫追问明是否亲眼确认，明承认只是听时神医提及。易莫纳闷当初早已确认治病失败，不知母亲为何突然关心此事。丹湖却淡淡打断了话题。丹湖端起茶杯，冷嘲热讽地表示，严特意求医都没好转，看来是好运彻底用尽了，吓得明在一旁不敢吱声。丹湖有些疲乏，准备离开。欧兰则选择留在房间。丹湖没再多说，在下人侍奉下径直离去。等奶奶一走，明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易莫无奈的叹气，叮嘱明回头去给祖母请罪道歉。明赶忙点头答应。易莫顺口提起，听说明这次与诸葛家主同行，好奇病弱的诸葛家主为何出门。欧兰也补充道，诸葛家主半路晕倒，至今尚未醒来，便追问明两人为何走到一起。明连忙解释，诸葛家主原本与一刚同行，两人半路相遇，一刚出手相助，才结伴赶路。得知诸葛家主是与一刚同行，欧兰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死死捏紧手中的茶杯。欧兰面色铁青，直言明跑那么远去接人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易莫耐心的帮明辩解，说明被禁足了整整2年，好不容易能出门，只是闷坏了而已。可欧兰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质问易莫是否偏袒明。易莫顿时没了耐心，厉声呵斥欧兰注意分寸。欧兰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嘲讽起明，说是明出卖了2个儿子，才换来解除禁足的自由。欧兰指着明，大声质问自己的2个儿子还在受罚，明却急着去接那个丫头，分明是为了向老太爷讨好，简直就是个叛徒。面对欧兰刺耳的谩骂，明死咬住牙关，忍无可忍的明冷笑一声，直接反唇相讥，问欧兰当时为何不跟着一起去。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欧兰被这句话对得当场愣在原地。明接着毫不留情的揭穿，说欧兰把2个儿子送去受罚，纯粹是为了方便自己留在世家里。恼羞成怒的欧兰当场失控，抓起茶杯砸向了明。明侧身险险躲过，茶杯砸在身后墙上，摔得粉碎。这一幕让易莫彻底怒不可遏，拍桌起身厉声制止暴怒的欧兰。碎裂的茶杯洒了一地，整座大厅里只剩下厉声的咆哮。回忆起那段时间，除了到达的第1天休息，严每天都在坚持训练。每当天刚蒙亮，他就会在住处的后院跟着父亲一刚一起苦练功法。为了防止修炼被旁人撞破，严特意下令严禁任何仆人靠近后院。可严令也挡不住私下的议论，在下人们看来，没有丹田的严再苦练也是白费功夫，特意清场不过是怕丢人现眼。可随着10几天过去，大家发现严的身体大有改善，甚至能长时间坚持锻炼，不少人心里开始泛起嘀咕。面对外界的怀疑，严反而求之不得。可眼下他根本顾不上多想，一刚在一旁严肃督促，提醒他训练时手臂已经开始发虚。严忍不住承认自己有点累，可一刚丝毫不给偷懒的机会，表示看他状况还能继续坚持。每天从清晨练到正午，严早已累得精疲力竭，
今天要不是父亲有急事提前离开，训练恐怕还要继续。然而父亲前脚刚走，后院就闯进来一位不速之客。明明交代过不许任何人打扰，看来守门的下人早已被对方收买。来人正是给严看病的大夫。面对严的质问，大夫没好气地表示，是因为严没有按时前去复诊，他才不得不亲自跑这一趟。对于对方这副傲慢无礼的态度，严早已见怪不怪，只是冷静地问他究竟想怎么检查。严直接婉言拒绝，表示石大夫已经诊治过并开了方子。大夫一听，当场拉下脸来训斥，拿家族颜面相要挟，指责他盲目依赖外人。严想起以前面对这魏大夫时，对方总是满脸不耐烦地抱怨，自己只能卑微地低头迎合。可如今严不再退缩，反而笑着打趣，提醒大夫以前总是嚷着没空。被揭穿的大夫神色尴尬，干咳两声，硬撑着表示自己依然很忙，催促严赶紧进屋检查。严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以前这大夫每次诊治都会冷嘲热讽，说一刚是在白费功夫。如今对方破天荒亲自跑这一趟，绝不是大发慈悲，而是急着确认他的丹田到底有没有恢复。毕竟自己最近连续拒绝去药房复诊，早已引起了对方的怀疑。严心里很清楚，一个废柴天天坚持训练，换谁都会起疑心。可他没想到对方连10天都等不及。大夫彻底没了耐心，一边嚷嚷着自己忙得很，一边伸手准备强行拉走严。不料严动作极快，不仅轻松架开对方的手，还顺势用木剑径直抵住大夫的咽喉。面对这出乎意料的精妙招式，大夫吓得当场不敢动弹。严冷冷的再次重申，自己绝不会配合检查。侍女一边替严梳着头，一边忍不住接连叹气。严开口温声安慰，侍女却越想越气，抱怨一刚这才刚离开，府里的下人们就态度大变，极其傲慢无礼。特别是当晴明明没有被分派打扫房间，却擅自闯进来到处翻箱倒柜。严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心里很清楚，当晴从头到尾都没任何改变。秦瑟替严整理好衣着，严准备去探望受伤的明。听说姑姑不小心打翻热水烫伤了他，但消息硬是被封锁了整整10天。严才终于得知此事。严顺口吩咐秦瑟，让今天擅自放大夫进来的仆人继续留在后院看门。秦瑟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严却打算直接按家规处置，初犯扣除3个月俸禄，若是再犯就要当众接受体罚。秦瑟听明白后直夸严聪明，原来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还忍不住一把抱住了严。严正准备转身出门，秦瑟却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神色有些犹豫地叫住了他。秦瑟试着提起了索诺可，看索诺可平时干活既踏实又勤快，便劝严别再和索诺可计较。严心里很清楚，在外界看来，自己正因为索诺可砸碎了砚台，在和他大发雷霆。秦瑟极力替索诺可求情，觉得他平时干活最为勤快。当时众人听到一响赶来，只看到摔碎的砚台和跪着的索诺可，严便顺势将他罚去后院干杂活。面对秦瑟的劝说，严决定不再隐瞒，他伸手将秦瑟拉到身边，低声交代了一番。听完严的这番吩咐，秦瑟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秦瑟心里感到困惑，忍不住追问严到底在计划什么。严并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笑着让秦瑟去帮他拿些洋葱。秦瑟被这要求搞得一头雾水，完全猜不透严的意思。安排好这一切后，严准备动身去探望受伤的明。明很早以前就搬到了自己的别院，严刚走到这里，就被眼前恢宏的宅院震撼到了，不愧是长孙该有的待遇。可严还没来得及细看，就察觉到了异常。整座别院守备极为森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。他刚想上前一步，一道高大的身影直接挡在面前，拦下他的竟是奶奶身边的侍卫方。对方冷冷下达了逐客令，表示明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接见任何客人。面对方的说辞，严心里压根不信，若明真的重病不起，府里绝不可能如此平静，这分明是想把他挡在门外。既然对方装模作样，严干脆顺水推舟，当场大声惊呼起来，嚷嚷明是不是已经危在旦夕。这一嚷瞬间引来周围人的注意，侍卫方顿时慌了神，赶忙劝严小声一点。可严根本不给对方把事压下去的机会，继续满脸担忧的大声追问。严直接把事情挑明，警告侍卫方，若是谎言传开，谁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方被逼得没了退路，只能放严进屋。严没想到对方答应的这么爽快，心里暗自升起疑心。等推门走进屋内，只见明正坐在椅上，看到突然闯入的严，一时显得有些措手不及。侍卫方紧接着在身后借题发挥，要求严既然来了，也顺便接受身体检查。严这才恍然大悟，侍卫方之所以答应的那么干脆，就是想趁机强拉他一起接受检查。明主动向严打招呼，热心招呼他过来坐下，接着又转头调侃起侍卫方，打趣对方居然肯放严进来。侍卫方赶忙低头提醒明注意分寸。明冷笑一声，刚想继续打趣，却突然痛苦地捂住了伤口。严在一旁看在眼里，心里顿时明白过来，明的实际伤势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。严环顾四周，注意到明的母亲素清也在屋内。此时侍卫方突然向大夫开口，要求先给严做身体检查。明听到后十分不解，当场质问为何要在自己屋里检查。侍卫方随即将中午的情况说了出来，表示和大夫亲自前去复诊，却被严直接拒绝赶了回去。明依然满脸困惑，不明白这两件事究竟有什么关系。严顺势解释，石大夫早已帮自己诊断并开好了药。明听完立刻表示赞同，觉得何大夫确实没必要多此一举。见明站在了严这边，侍卫方突然当场挑明，派何大夫前去复诊的正是戴夫人本人。得知是奶奶的意思，明顿时大吃一惊。严在一旁暗中观察，明此刻
正陷入纠结，必须在自己和奶奶之间做出选择。但严心里早就知道答案，因为明向来只会站在权势那一边。果不其然，明转头笑着劝严接受检查，觉得这点小事没必要闹大。面对这个结果，严没有硬顶，而是拿出手帕，委委屈屈的大哭起来。明被他突如其来的哭声弄得不知所措，严借着哭泣当场控诉，说何大夫以前每次来诊治，都会抱怨父亲一刚是在白费功夫。明听完大怒，当场质问何大夫。何大夫吓得连忙否认，明反而更加生气，喝问对方难道是在指责严撒谎？虽然明此刻站在了自己这边，但严心里非常清楚，明的怒火只是一时的，他很快还是会听从奶奶的安排。光靠哭泣还远远不够，他必须趁现在给对方致命一击。严直接当场点破，表示大家无非是想确认他的丹田究竟有没有恢复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表示如果是明亲自来检查，自己完全可以接受。明听完大吃一惊，严接着表示自己完全信任明。严心里很清楚，明既不想得罪自己，又不敢违抗奶奶的安排，让明亲自检查，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脱方案。明被说的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明顺势答应由自己亲自检查，转头问侍卫方这样是否满意。严在心里暗笑，对方完全落入了他的陷阱。侍卫方还想建议另找大夫，却被明当场厉声喝止，质问对方难道是不信任自己？侍卫方见状不敢再反驳，只能低头服软。明随即伸手按住严的手腕，开始探查他的状况。这虽然是个意外走向，但结果对严来说再完美不过。严的心里早有打算，明将会成为最关键的催化剂，彻底摧毁叔叔与姑姑之间的同盟。明亲自把脉后，当场宣布严的丹田没有任何变化，随后质问方护卫是否满意。方护卫见状只能低头服软。明借口身体疲惫，要求除了何大夫以外的人全部退下，接着转头安排母亲素清亲自护送严回屋。素清一时有些意外，明直言如果让旁人看到严哭泣的模样，恐怕又会传出不利的闲话。严看在眼里，暗想明在规避风险上有着惊人的直觉。在明的再次催促下，素清只能答应。临走前叮嘱何大夫好好照看明，随后便带着严离开了房间。严看着明对亲生母亲呼来唤去，心里暗叹这个家族的荒诞。在严的记忆里，素清性格文静柔弱，从不与人为难，两人过去也没什么过节。回到屋里，严用清水仔细洗了洗脸，确认面上看不出哭过的痕迹。然而还没等他定下心来，后屋突然传出一阵微弱的哭泣声，循着哭声走过去，发现哭的竟然是素清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严心里不由得一阵感慨，这和前世的境遇简直完全颠倒了过来。严赶忙凑上前，关切的询问，问素清是不是因为刚才被明赶出来而难过，还表示自己能一个人回去，不用专门送他。素清却摇了摇头，表示不是因为这个，反而连忙恳求严千万不要误会明。素清解释说，每次看到何大夫给明拆绷带换药，自己都难受的无法保持平静，这才赶忙避开。严听完不禁追问，明的伤势究竟有多严重？眼看素清说着说着又要流下眼泪，严赶忙在旁相劝，让他别再哭了，否则一会儿也得跑去洗脸。看着面前委屈克制的素清，严的脑海里浮现出曾经的画面，当初自己伤心落泪时，素清也曾温柔地递过来一方手帕，那或许只是一次随手的善意，却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。眼看着面前难过的素清，主动提起了万大夫配置的药膏，这种珍贵药膏一共只有3份，严表示愿意把手里这唯一的一份送给他，用来给明治疗伤势。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，素清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，感动的再次落下了眼泪。素清接过药包，忍不住向严连声道谢。严见状，赶忙上前安慰。看着眼前的素清，严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两人性格和长相虽然完全不同，但那份全心全意为孩子牵挂的温柔却如出一辙。这或许就是母亲固有的模样。看着素清对明的关爱，严的心里甚至隐隐生出了几分嫉妒。夜幕降临，当晴趁着夜色悄悄溜进屋内。此时当湖正高坐在屋里，听取方护卫带回来的消息。方护卫确认，严确实已经开始修炼那门功法。一刚因为当晴擅闯后花园，当场重罚了下人，当晴还在不断抱怨，说自己在严身边的处境每况愈下，请求丹湖派人协助。丹湖觉得当晴虽然愚钝好用，但也容易带来麻烦。面对手下换掉当晴的建议，他决定先维持原样。方护卫接着提起，严身边还有另一个侍女，正是一刚当年带回来的那个孤儿索诺可。方护卫透露，索诺可如今在严那里早已失宠。从南宫家传出的消息来看，严当初会卷入山体滑坡，正是因为索诺可。得知这个意外的隐情，丹湖心里顿时有了新的计较。方护卫透露，当年落石危机发生时，现场共有3个孩子，一刚优先救下了另外2人，唯独把严落在了险境之中。弄清这层渊源后，丹湖瞬间明白过来，怪不得严会如此怨恨索诺可。时间转眼来到了6月，府邸里绿树成荫，燥热的夏日悄然而至。华武这一昏迷竟整整睡了1个月。严守在床边，看着迟迟没有醒来迹象的华武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不安，甚至动了万一他再也醒不来的念头。不过他很快摇摇头，把这可怕的想法甩开。严握住华武的手，他还有太多疑问没有解开，急切的希望华武能快点醒过来。严这一查才发现，华武的状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，他最多只能再撑2年，到时体内经脉就会彻底封死，光靠帮他疏通气血根本无济于事，根本原因在于他体内的内气严重不足。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，严心里很清楚，难道到头来只剩下
那最后一个办法了吗？颜带着白猫走在庭院长廊上，突然察觉到前方传来的异样，抬眼望去，走廊尽头站着的正是一刚。一刚主动叫住了颜，表示有要紧的事想和他谈谈。两人围坐在桌边，一刚主动提起华武的伤势远比预想严重，颜坦言华武最多只能再撑2年。一刚对此微微颔首。一刚接着说道：“若华武口中的毒素能解释自身症状，那他也算成了这份人情。”颜端着茶杯陷入沉思。百里家查不到巫山派灭门的记载，到头来还是爷爷亲自出马去调查那种神秘毒药的下落。颜不禁感慨，华武这回算是间接帮到了他们两人。一刚听完没有多言，只是低头轻轻叹了口气。颜直接戳破了一刚的心思，问他是不是打算用避天丹救华武的命。见一刚有些意外，颜坦言自己也动过这个念头，补充纯净内气确实能延缓经脉封堵，而百里家刚好拥有不偏阴阳五行的圣药避天丹。为了保险起见，颜向一刚确认他现在的身体是不是根本无法吸收灵药。一刚对此点头承认，因为在经脉停滞时强行吸收避天丹，下场必然是当场走火入魔。即便如此，颜也没想到一刚会如此干脆，愿意把这等珍贵圣药拱手让人。他忍不住开口询问，就这么送出去，难道不会觉得可惜？一刚显得十分坦然，直言若是割舍不下，自己便配不上武者这个称呼。既然圣药注定不属于自己，不如顺其自然。听到这个回答，颜在心里默默表示认可。颜在心里感叹，父亲向来是这样坦荡豁达的人，要想解开眼前的危局，他同样需要诸葛华武的力量。压在心头的愧疚让他彻底下定了决心。夜幕降临，诸葛华武的贴身护卫吴颖前来向主公复命。一刚问吴颖可还记得之前的交代，吴颖赶忙表示谨记在心。一刚叮嘱他这件事越快办妥越好。吴颖忍不住打听要送去的究竟是何灵药。当听到避天丹3个字时，吴颖当场愣在了原处。这等圣药竟要拱手相送，吴颖对这份胸怀由衷感佩，忙不迭地低头道谢。一刚却摇了摇头，让他不必谢自己，因为这并不是他的决定，而是颜的主意。一刚把手按在颜的肩膀上，补充说这避天丹本就属于颜。看着父亲脸上流露出的自豪，颜的心里也泛起一阵涟漪。得知这份救命恩情竟然出自颜，吴颖深受震撼，当即重重伏倒在地。他郑重承诺，日后定会报答救治主公的大恩。来之前，颜和一刚就已经商量好了救治方案，由颜亲自帮诸葛华武引导运转真气。得知这个计划，吴颖顿时大惊失色，直言这样做实在太过危险。一刚出言询问吴颖，诸葛华武此前有何交代？吴颖坦言主公曾叮嘱过，一旦有变就要听从一刚的安排。一刚顺势表示，那就听从眼下的决定。面对依然犹豫的吴颖，颜直言若是不信自己，也该相信诸葛华武的判断。想要引导避天丹的庞大药力，必须由不受药力诱惑的人来操作。算来算去，眼前也只有颜能做到这一步。颜别无选择，只能拔开瓶盖，准备服下灵药。他计划先借由金瞳精炼这股能量，随后再一举传输给诸葛华武。面对如此危险的尝试，颜感受着胸口剧烈的跳动。若说心里没有一丝害怕，那绝对是假话。小时候误用灵药导致走火入魔的剧痛，至今依然历历在目。即便如今能凭借金瞳控制内气，颜握着药瓶的手依然止不住颤抖，心里忍不住怀疑自己能否真的做到。就在颜犹豫不决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刚的真气传音。一刚提醒颜，刚才他还在劝吴颖，若是不信，就该相信诸葛华武的判断。如今这句话，他也想原封不动地送给他。一刚继续用真气传音说道：“要是实在无法相信你自己，那就选择相信我的判断，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”听到这番坚定的鼓励，颜心中的顾虑荡然无存，他不再犹豫，当即举起药瓶，将里面的避天丹一饮而尽。灵药刚一入腹，颜的金瞳瞬间迸发出耀眼光芒，庞大的药力在体内轰然炸开。面对体内这股巨浪般的冲击，颜一时间难以承受，手中的空药瓶脱手掉落，娇躯也在强烈的能量震荡中失控摇晃。避天丹刚触碰到舌尖，庞大药力瞬间在体内散开，还没等颜将能量引导释放，狂暴的药力就试图失控暴走。颜紧揪住胸口衣裳，极力稳住体内横冲直撞的能量。颜这才明白，为何不能直接让诸葛华武服下圣药，若直接喂下，狂暴药力会瞬间撕裂他的经脉。好在这股能量贴近自然之力，凭着金瞳的掌控，颜完全能够承受。压制住翻涌的能量后，只需将精炼好的药力传输给诸葛华武。按常理，普通人吸收避天丹都需要走下丹田，但颜注意到诸葛华武上方的经脉更加宽阔，与其走寻长路，不如直接改从额头注入。颜将凝聚精炼药力的手掌按在诸葛华武额头上，庞大能量顺着上丹田灌入，诸葛华武的经脉开始顺畅吸收。随着精炼药力不断注入，诸葛华武额头泛起微光，沉睡已久的意识终于有了回应。可就在真气深入的一瞬间，颜意外感知到他体内隐藏的恐怖底蕴，那是一股深不可测的庞大内气，规模之宏大让颜感到一阵深深的不安。与此同时，守在门外的吴颖看向一刚，虽然两人相识不久，但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一刚露出如此紧张的神情。看着一刚紧盯屋内的模样，吴颖不由在心中感叹，或许这就是为人父母最真实的牵挂。转眼间4天时间过去了，经过整整4天的持续灌注，颜终于将避天丹药力全部输送到诸葛华武体内。他缓缓收手，松了一口气。虽然4天4夜未曾合眼，但在圣药滋养下，身体竟没有感到丝毫疲倦。如今救治大功告成，剩下的唯有静静等待。就在此时，躺在床上的诸葛华武缓缓睁开了双眼，
见诸葛华武醒来，颜喜出望外，连忙凑到床前询问状况。哪知诸葛华武看了看他，开口第一句话竟说差点把他认成了仙女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趣，颜一阵无语。还没等他继续追问，诸葛华武便嘟囔着犯困，再次沉沉睡了过去。看着刚醒又闭眼睡过去的诸葛华武，颜气得当场吐槽。之后诸葛华武又一连沉睡多日。颜虽然满心疑问想将他叫醒，但眼下还有许多要紧事要处理，便收拾心情准备出门。在侍女的精细打理下，颜换好衣裳，梳理妥当，打包好了行装。颜提着精心准备的包裹走到长廊，迎面碰上了侍从恩斗。恩斗见他打扮得如此隆重，好奇打听他这是要准备出门去哪。颜坦言要随父亲前往石大夫家中。恩斗闻言有些紧张，以为是颜身体出了状况。颜赶忙解释，并非自己抱恙，只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去探望一位许久未见的朋友。颜与一刚一前一后走在长廊上，颜突然向一刚打听起往事，问他第一次送自己去学堂那天是不是私下跑去过石大夫家。一刚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直到颜提起门前遇到温先生的细节，他才恍然大悟，承认确有其事。接着好奇颜当年是怎么发现的。颜笑着解释，自己那天在马厩看到了父亲的马，可跑去向石家月打听时，对方却笑着装作一无所知。如今想来实在让他郁闷。一刚有些感叹，如今不必再对颜刻意隐瞒。颜在心里回想起来，当初爷爷把秘密告诉自己后，便顺势转告了父亲。虽然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反应，但想来过程绝谈不上愉快。正走者，许久未见的石大夫主动开口向他们打起了招呼。颜热情地向石大夫问好，对方回应的声音里却带着几分勉强。察觉到石大夫脸色有异，颜在心里暗自纳闷。石大夫交代一刚在客厅稍后，便独自进屋为百里家主诊治。过了一会儿，石大夫推门出来，颜立刻起身迎上去询问病情，石大夫却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。颜急忙强调自己是至亲家人，试图问出个究竟。石大夫直接让他自己去问一刚。颜见打探无果，心里有些无可奈何。紧接着，石大夫坦言已经和一刚说明，他打算放弃继续研究一刚的病情。听完这番话，颜一时间愣在原地。石大夫态度决绝，要求颜以后不必再来看家月，后续有事他会亲自前往百里家，叫他不要再踏入这里一步。这突如其来的划清界限，让颜有些不知所措。石大夫补充说，以后药方会派仆人送来。交代完毕，他叮嘱颜留在原地，等父亲看完病就直接回家。说完，他便转身径直离开。面对这毫无征兆的逐客令，颜被独自晾在原处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石大夫为何突然断绝自己与家月的往来。颜还在琢磨石大夫的态度，侍从突然走上前向他行礼，转告说是家月想见他。颜有些意外，提醒侍从石大夫叮嘱他留在原地。侍从请他不必担心。颜心想正好借此机会当面找家月问个明白。推开门，家月正坐在屋内，微笑着看向他。家月看着眼前的颜，开口第一句话竟是问他是哪位。颜尴尬的清了清嗓子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。家月这才反应过来，忍不住埋怨起来，怪颜当初平安到达后让他等了1个多月都不写信。颜赶忙解释，说自己当时实在抽不出空，一听说他回了家，便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颜提起自己后来回过信，家月却抱怨那封信写得极其敷衍。颜无奈表示当时手受了伤，说着便准备拿给家月看。家月看了看颜伸出的手，调侃伤口看着只是轻微划伤。颜连忙反驳说当时流了好多血身，可见骨。家月听完有些惊讶，没想到居然伤得这么严重。颜刚想回答，却注意到屋内弥漫着浓重药味，家月竟然卧床见客，完全不符合以往的习惯。颜意识到不对劲，决定探查他的身体状况。他随即催动金童看向家月，颜立刻掀开被子，意外发现家月腿上缠着厚厚绷带，便急忙追问伤情。家月本想隐瞒，见瞒不过去，便笑着安慰说没事。颜闻到了血腥味，追问这伤到底是什么时候受的。家月这才坦言自己在回程途中遭到了伏击，不过已经服了药，加上石大夫就在这里，叫颜不必过于担心。看着隐瞒伤势的家月，颜心里愈发沉重。这时石大夫推门走入，责怪颜为何还是找了过来，埋怨他当初没听劝告，直接回家。家月赶忙笑着打圆场，解释是自己叫颜过来的，让石大夫先行退下。可石大夫没有离开，直言家月受这么重的伤，完全是因为颜插手了不该管的事。还没等石大夫把话说完，家月便出声厉喝打断了他。被家月这么厉声一喊，石大夫一时愣在原地。家月转过头，温柔地安慰颜，让他不必把刚才的话放在心上，这件事绝不是他的责任。看着眼前的二人，颜隐隐察觉到气氛有异。石大夫刚才那番意有所指的话，让他无法忽略。颜当即起身追问石大夫，家月遇其受伤是否真的与自己有关。石大夫闭口不言，只回应他不需要知道细节。见打探不出任何口风，颜也只能暂且作罢。既然不让多问，颜便退而求其次打听起家月的伤势。石大夫依旧态度冷淡，直言这同样与他无关。颜表示自己或许能帮忙救治。石大夫听完冷笑了一声，反问他能怎么帮。颜却底气十足的回应，具体怎么救对方不需要知道。这出乎意料的回应把石大夫和家月直接给说愣住了。听到颜这番硬气的回应，卧在床上的家月忍不住放声大笑，夸赞他确实底气十足。一旁的石大夫被气得不轻，质问他最好不是在吹牛。看到对方居然就这么妥协，颜心里大感意外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突然解开家月腿上的绷带，
石大夫拉着严来到嘉悦的床前，严这才看清嘉悦的伤势比想象中更加严重。石大夫坦言毒刃伤害极大，伤口虽浅，却只能将受毒部位剜去，即便服下解毒药，恢复依旧缓慢。若照这般恶化下去，嘉悦恐怕会留下终身瘸腿的残疾。观察过嘉悦的伤势后，严当场指出毒素并未彻底清除。石大夫听后满脸难以置信，严看向嘉悦受创的部位，先前看到的浑浊黑气，原来就是残留的剧毒。既然知道了病根所在，严心中顿时有了把握，当即表示自己有办法彻底治好。严当场表示自己有办法排毒，能够彻底治好这伤。听到这话，嘉悦和石大夫全都惊呆了。严走到床边，让嘉悦保持不动。他想起之前唐素英用真气帮管叔叔解毒的法子，考虑到过程会非常剧痛，严正打算伸手点穴把嘉悦打晕，结果还没等他出手，嘉悦就先一步体力不支晕了过去，把一旁的石大夫吓了一跳。严当即拜托石大夫帮忙请自己的父亲一刚过来护法。等到夜幕降临，严开始运用真气帮昏迷的嘉悦逼出体内余毒。经过一番救治，严终于完成了排毒。一直在旁守候的一刚开口询问治疗是否已经结束。严听到声音，赶忙回头看去。严刚想开口汇报情况，却发现自己虚弱得发，不出声音。一刚提醒他，连续运转真气大半天，体力早就消耗到了极限。石大夫上前检查过后，确认嘉悦的病情已经彻底稳定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强烈的困意瞬间涌了上来。严眼皮一沉向后倒去，一刚赶忙伸手将他稳稳接住。一刚温柔的安抚严，让他不必担心，好好睡一觉。听见父亲的声音，严彻底放松下来，瞬间陷入了沉睡。画面一转到了第二天，石大夫抓着嘉悦的手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把脉。嘉悦实在无奈地打断他，直言刚才明明已经看过伤口，连新肉都已经长出来了。石大夫有些尴尬地咳了一声，其实他心里大受震撼，完全没想到严竟然真的能做到这个地步。石大夫原本以为严最多只是拿出一枚镇毒丹，或是从神医炼丹室带出来的灵药，可没想到他竟然是直接催动真气，从伤口处将余毒彻底逼了出来。哪怕是内功极深的高手，逼毒时通常也得靠吐出毒血，更别说他操控的还是别人的身体。更让石大夫震惊的是，严明明还是个丹田破裂，根本无法聚气的人。一刚转过身，平静地表示自己选择相信两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。就在此时，侍从突然前来通报，严已经醒了过来。沉睡中的严发现自己置身在一片漆黑之中，头痛难忍的他以为这只是自己做的一场梦。然而黑暗深处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哭泣声，严循着声音看去，发现不远处的铁牢里正蜷缩着一个人。还没等他看清，前方响起了脚步声，一个身穿黑袍手提灯笼的人正缓缓朝这边走来。黑袍人在铁牢前停下脚步，严定睛一看，牢里关着的竟是长大后的自己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阵强风呼啸而过，将他瞬间卷向了铁牢深处。眨眼之间，严的视线彻底发生转变，他直接化为了牢里那个哭泣的人。牢里的自己开口询问黑袍人是不是柳青派他来的，严心里满是惊疑。黑袍人始终一言不发，直接掏出钥匙打开了铁门，紧接着猛地朝他伸手抓去。严瞬间从噩梦中惊醒了过来。严刚睁开眼，就看到父亲一刚正坐在床边，关切地问他是不是醒了。一刚端过一碗水递给他，严接过水，连忙道谢。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，严心生疑惑，连忙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。一刚解释说，这里是石大夫家的客房，刚才他突然晕倒过去，石大夫安排他在此歇歇。一刚接着告诉严，他其实已经整整昏睡了3天。听到这个数字，严被吓了一大跳。一刚随后关切地问起他的状况，说他在睡梦中一直在痛苦呻吟。严虽然被噩梦折磨得头疼，但为了不让父亲担心，还是表示自己已经没事了。一刚见状，起身打算去叫大夫。严刚想开口阻止，肚子却偏偏在这时发出一阵巨响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动静，严瞬间尴尬得满脸通红。准备出门的一刚也回过了头。一刚见他精神还不错，便提议先一起去吃点东西。尴尬的严也只能乖乖答应下来。严坐在饭桌前大快朵颐，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见一刚往自己盘里夹菜，严连忙问父亲怎么不吃。得知一刚已经吃过，严也放下筷子，表示吃饱了。一刚若有所思，随后提出带他去花园走走。两人来到庭院的大石旁，一刚让严站在指定位置，紧接着他手握剑柄，缓缓抽出了佩剑。一刚顺势将手中的佩剑递了过去，严感到有些意外，但他还是顺从地接过了佩剑。入手沉重的剑身让他差点没站稳。一刚紧接着要求他使用第一式剑法，朝巨石挥砍，将剑尖视作手臂的延伸。面对这出乎意料的要求，严一时间愣在原地，不敢置信。一刚只是沉声叫他不要多想。一刚接着提醒他，像平时那样挥剑就好。严虽然满腹疑虑，但想到父亲绝不会害自己，还是把话咽了回去。他紧握住沉重的剑柄，借着剑身的重量与惯性，缓缓将剑举了起来。严闭上双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再次睁眼时眼神无比坚毅。紧接着顺势朝前用力一挥，剑刃重砍在石头上，发出一阵沉闷的撞击声。严只觉得手感完全不同，心里纳闷真剑与木剑的差距居然会有这么大。一刚上前让他仔细看前方，只见整座巨石中间竟被砍出了一道深深的裂口。严原本以为最多留下道划痕，没成想威力居然这么大，顿时吓得手足无措。看着被砍裂的巨石，严顿时慌了神，担心弄坏别人的东西要赔钱。一刚面带微笑地告诉他，他刚才
那一剑已经成功突破到了剑法第二重。一刚顺势将佩剑收回剑鞘，伸手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不敢相信的言连连追问，确认自己真的做到了之后，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。就在此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鼓掌声，嘉悦和石大夫正朝这边走来。嘉悦笑盈盈地鼓着掌，表示虽然搞不懂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但看结果总归是一件好事。看见伤势还没痊愈的嘉悦，居然就这么一路走到了这里，言气的当场大叫，质问他是不是疯了。话刚出口，他才想起父亲一刚还在身旁，言赶忙收敛语气，埋怨嘉悦不顾身体瞎折腾。嘉悦被说的有点不好意思，赶忙开口让言听自己解释。嘉悦解释说，听说言醒了，自己便一直在耐心等待。可看言吃完饭直接去了花园，完全没有来看他的意思，他只好自己主动跑过来了。言听完忍不住小声吐槽，怪他之前看封信都要拖上1整月，暗叹这小子还挺记仇。不过言还是担心他的病情，追问万一伤势恶化了该怎么办。一旁的石大夫也赶忙连连点头，不料嘉悦却满不在乎的表示恶化就恶化，气得石大夫当场怒吼，提醒他那条腿差点就彻底废了。嘉悦却一脸嫌弃的打断他，抱怨石大夫平时唠叨得已经够多了。言顺势反驳嘉悦，说他根本没资格训斥别人。眼看嘉悦要说漏嘴，言吓得连忙出声打断。为了能单独和嘉悦聊聊，言试探着询问父亲一刚能不能让他们单独待会，结果一刚只是神色冷淡的盯着他，沉默着一言不发。一旁的石大夫见状赶忙打圆场，借口有事要商量，邀请一刚一起去喝茶，这才把一刚带离了现场。一刚前脚刚走，嘉悦就忍不住向言吐槽，说刚才一刚离开时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言则小声提醒他，这个距离父亲绝对还能听到。听到言的提醒，嘉悦赶忙干笑2声改口，直言一定是自己想多了，一刚大人怎么会跟小孩子计较。言哼了一声，十分骄傲地表示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当然非常好。看着言得意的小表情，嘉悦忍不住偷笑起来，说言是他见过最有意思的人。言没好气的回腔，要觉得无聊就去看街头表演。嘉悦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突然伸手摸了摸言的脸，夸他现在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。言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时愣在原地，嘉悦顺势捏了捏言的脸蛋，笑称他看起来像个小孩子。言气的大喊让他赶紧松手，嘉悦反而被逗得哈哈大笑。笑过之后，嘉悦收敛了笑容，坦言自己真的很庆幸。言有些好奇的追问原因，嘉悦解释说，听说他遇到山体滑坡，心里非常担心，甚至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嘉悦真诚的表示，只要言能平安归来就好。言默默揉捏着衣角，意识到这不是靠父亲的人脉，而是自己结识的朋友在发自内心的关心他。言露出甜美的笑容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这份认可让他觉得自己这一世的选择终于走对了。看着言的笑脸，嘉悦不由得愣在原地，还没等他做出回应，腿上的伤势却突然恶化，一阵剧痛猛烈袭来。石大夫进屋见到嘉悦，吐槽他和言居然这么快就聊完了。随后石大夫追问他有没有跟言谈起那个特殊能力。嘉悦一边逗弄着手上的小鸟，一边理所当然地表示压根没问。石大夫听完有些焦急，直言他当然应该开口询问。嘉悦却无奈地表示言自己都没主动提起，自己又怎么好贸然打听。嘉悦接着提到，言不仅没打听什么能力，连他为何受伤都没多问，只关心2人以后还能不能见面。石大夫好奇嘉悦当时怎么回答，嘉悦解释说自己只是坦言有人害怕自己变强，正严防死守不让他练剑。一边说着，嘉悦一边将手上的小鸟放回笼中。石大夫惊讶地追问言听后的反应，嘉悦微笑着回忆起言当时的回答。言听完连具体原因都没深究，便直接问他需不需要自己帮忙。石大夫听完忍不住感叹，没想到言连原因都不问就愿意去帮助一个人。石大夫忍不住吐槽说言这孩子实在是有些太傻了。嘉悦听完立马开口维护，可紧接着又微微一笑，坦言石大夫其实倒也没说错。时光飞逝，转眼便到了正值酷暑的时节。豆将手里的锦囊递了过去，庆幸言能赶来帮忙，坦言自己最近实在太忙，没能周全照顾。随后询问对方还有什么需求，言笑着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缺。豆庆幸言能经常探望那些孩子，吐槽一刚大人好像彻底忘了他们。言透露自己曾问过父亲，父亲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凭自己的本事去立足。这话让豆听得有些扎心。交代完事情后，言便告辞离开。言回想起当年父亲从邪修手中救下了一群孤儿，父亲给了那些孩子选择，可以留下来习武，也可以自由离开，最终只有2人选择走，其余孩子全留在了百里家。言趴在走廊看着演武场，明白这些差点被卖掉的孩子都在拼命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，自己能做的也只有偷偷给他们送些零食。正当言四处张望，等待晶晶过来时，身后突然有人直呼他的名字，随后又吓得赶忙改口，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小姐。赶来的晶晶脸色焦急，连忙开口向言求助，直言素涵那边出了状况。此时演武场旁水桶砸落在地，摔倒在泥水里的素涵正被周围的弟子围在中间，肆无忌惮地嘲笑辱骂。言带着人急忙赶到现场，素涵是父亲当年救回的孩子里年纪最小的一个。看到素涵正被同伴当众欺负，言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得愣在原地。
在严眼里，素涵其实是这群孩子里最有剑术天赋的，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性格实在太过于温吞软弱。领头的弟子一脚踩在他身前，叫嚣着素涵把泥水溅到了靴子上，当场逼他立刻擦干净。懦弱的素涵不敢反抗，赶忙用自己的衣服帮对方擦鞋，谁知那名弟子反而变本加厉，喝骂他用脏衣服把靴子弄得更脏，抬脚直接将泥水朝素涵身上踹去。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严又气又急，感叹着孩子性格实在太软弱，才会被人如此肆无忌惮的欺负。领头弟子越发嚣张，指着地上的素涵，命令他立刻去拿干净的水和抹布。周围人也跟着放声嘲笑。眼看素涵被这样肆意践踏，严终于忍无可忍，直接厉声喝止了众人。突如其来的呵斥声让演武场瞬间安静下来，看到站出来的竟然是严，这群弟子顿时吓得不知所措。严沉着脸步步逼近，径直走到领头弟子面前，冷冷地盯上了对方。领头弟子在心里提醒自己别怕，觉得严在家族里根本没有地位。他立刻壮起胆子反唇相讥，称自己不过是在教训那个蠢货，问严有什么意见。接着更是当面嚣张的嘲讽，说严一个连剑都握不住的人，天天在演武场瞎晃悠，实在可笑。面对这番当众挑衅，严一言不发地立在原地。百里家选拔护卫弟子主要分为3种人群，第一种是附属家族的后代，他们在训练生中待遇最好，还能提前结交前辈，打下人脉。第二种是白剑队成员的子弟，因为从小就能接受指点，无论实力还是出身都相当出众。最后一种则是下人的孩子，他们只能靠省吃俭用拼出机会，为了给家族争口气，训练起来全都在拼尽全力。父亲带回来的那些孤儿根本不属于这3种人里的任何一种，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，这正是素涵会被如此践踏的原因。而眼前这个挑衅的领头弟子属于第一种附属家族的后代，而且早早就成为了正式弟子，难怪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叫嚣。对方面带嘲弄的询问严，听说他最近重新开始练剑，要不要由他来亲自教导？面对这种当面挑衅，严直接果断地答应了下来。听到严竟然当场答应，领头弟子和周围人都懵了。领头弟子冷笑一声，指责严根本不懂这话背后的分量。严却神色自若地反问，这不就是提出切磋的意思吗？难道对方是害怕输给他？这话直接戳中了领头弟子的痛处，他气急败坏地向周围同伴嚷嚷，跟严这种大小姐比试，万一擦伤一点，自己可承担不起。他觉得这根本就是瞎胡闹，当即招呼众人准备离开。严心里其实很清楚，只要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，和自己切磋根本讨不到任何好处。如果就这么让他溜了，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泥水直接泼了领头弟子一身，周围的弟子吓得当场尖叫。严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水的鞋，顺势叫住对方，说因为他自己的鞋也脏了，问他难道打算不帮忙擦干净就走吗？严走向演武场的武器架，挑选了一把木剑，虽然木质远不如自己平日用的顺手，但对付眼前的比试已经足够。身后的几人却急得哭了起来，直言严没必要为了他们做到这种地步。晶晶更是自责不已，后悔跑去求助才引来这场麻烦。看着哭成一团的众人，严有些不服气的反问，难道在他们眼里自己就一定会输吗？回应他的却是一片死寂，大家显然对他毫无信心。这种赤裸裸的不信任让严无奈又郁闷，明白这全是因为平时那些弟子一直在私下传播他病弱的流言。不过他很快收拾好心情，轻声安慰晶晶，让大家放心。为了让大家安心，严特意搬出自己在南宫家的战绩，说连柳青都被他打败过。结果对方一脸茫然，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，这让严相当无语，吐槽柳青平时实在是太窄，才导致名字报出来根本没人知道。一旁的素涵依旧吓得不轻，赶忙劝严赶快离开，宁愿自己跑去给对方赔罪求饶。严见状不再废话，径直朝他走去。他当众掀开素涵的上衣，满身的青紫伤痕暴露无遗。周围同伴被眼前的伤势震惊，纷纷质问那群弟子是不是一直在动手，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。面对大家的关切，素涵紧紧攥住衣角，忍着剧痛低声嘟囔自己没事。严看着创伤陷入沉思，自己先前就察觉素涵经脉有异，本打算多抽空过来查看，却因诸葛华武和石家月的事缠身，一直没能过来。严低声追问，这种事难道早已是常态？素涵低着头连忙开口道歉。严有些纳闷的反问他为何要抱歉。一旁的晶晶急忙提议，能不能请他的父亲一刚出面解决。严干脆的摇头拒绝，他非常清楚，只要父亲一插手，孩童间的打闹就会变成大人间的争斗。况且父亲一刚曾经说过，懂得忍耐本身就是一种本事，所以眼下的这起纷争必须由他自己来解决。消息很快传播开来，演武场周围聚集了大量看热闹的人，不仅正式弟子纷纷跑来围观，连白剑队和长辈都被吸引了过来。严突然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内气，注意到暗中有人正关注着这场比试，他心中暗笑，既然有了高层注视，那这事情不妨闹得更大一些。对面的弟子提着木剑走到场地中央，当场叫嚣问严准备好了没有，还挑衅说如果害怕，现在直接认输还来得及。他见严迟迟没有动静，有些耐不住性子地下达催促。严神色轻松的回应，自己不过是在琢磨别的事情，觉得光是普通比试实在无趣。严微笑着提议，不如来打个赌。对方一时有些意外，严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筹码，只要对方能赢，自己以后绝不再踏进演武场一步。听到这个条件，对方顿时动了心思，若能借机把严彻底赶走，定能讨得
支持下任家主的大人们欢心。可还没等对方高兴，颜便说出了自己的条件，若是自己赢了，对方就必须永远离开这个地方。颜手握木剑站立在原地，平静地提醒对方，他应该很清楚这个赌注究竟意味着什么。领头弟子急忙反驳，说自己每天都在这里训练，不可能再也不进演武场。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吐槽对方根本没听懂，随后直接把话彻底挑明，只要输了比试，对方就要被彻底赶出百里世家。这番话一出，不仅领头弟子当场吓懵，连围观的众人也彻底被镇住了。颜紧接着补充道，自己就算再也不来，也依然是百里家的嫡系血脉，可对方一旦失去训练资格，就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。他一步步逼近对方，质问领头弟子哪来的底气嫌他碍眼。领头弟子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只能心虚的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，场外突然响起一阵豪爽的大笑，百里在川被这番话彻底逗乐，直言很久没碰到这么有趣的事了。看到这位重磅人物突然现身，领头弟子顿时吓得愣在原地，而颜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颜热情地向百里在川打招呼，在川打趣说没想到自己这么受欢迎。听闻这里动静不小，便饶有兴致地询问是否要比试。颜爽快地承认要进行决斗，在川却收敛笑意提醒道，私下决斗在家族里是被禁止的，一旦冲动起来很容易闹出伤亡。这话下的挑事，弟子浑身一抖。颜却丝毫不慌，顺势邀请在川来担任这场比试的裁判。他心里其实很清楚，嫡系血脉本就不受近似斗的限制，但如果直接拿身份说事，只会显得像个靠家族仗势欺人的小鬼。在川哈哈大笑道出了确认，问颜是不是真要自己来当裁判。他提前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即便颜是嫡系血脉，自己也绝不会给予任何偏袒。颜毫不在意的爽快答应，表示要的就是这份公平。在川对他的胆识大加赞赏，顺势接下了裁判的差事。不料明突然开口喝止，焦急地质问在川究竟在胡说什么。颜有些意外明会出现在这里，毕竟对方的住处离颜武场可不近。此时明一路喘着粗气赶来，质问在川非但不劝阻比试，居然还跑来当裁判，煽风点火。万一颜受了伤该如何是好？百里在川却面不改色地表示，有他在场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受伤。明一时哑口无言，毕竟白剑队向来保持中立，既不听命于民，也没有立场偏袒自己。随即他转身冲着那名领头弟子怒吼，强调颜年纪再小，那也是百里家的正统血脉。明当场喝退响解释的领头弟子转头质问颜为什么要跟这种人计较，他表示事后会亲自教训这名弟子，劝颜就此罢手。颜一眼看透明的真正意图，对方不过是想借机树立威严，自己绝不可能半途而废。颜客气地拒绝了明的好意，搬出父亲一刚的话，强调这种事就该靠实力解决。明被这句话对得哑口无言，百里在川却在一旁畅快大笑，直言就喜欢一刚这种脾性。颜心里很清楚，明无非是觉得他无法聚气，不可能翻出什么浪花，但他绝不会继续任由别人当成废人看待。百里在川一锤定音，大步带人走到场地中央，问两人是否准备好开始比试。对面的领头弟子早已吓得面如土色，场上一片肃静。颜深吸一口气，抓紧木剑，准备全力应战。百里在川在台下叫住了他，表示在比试开始前还有话要交代。他当场否决了颜提出的赌局，表示正式弟子不能轻易被赶出家族，但他主动换了个新条件，只要颜能赢下这场比试，他就破例收一个颜指定的人做亲传弟子。对面的领头弟子举起木剑，刚准备报上自己的姓名，就被颜当场打断。他直接摆好架势，示意对方随时可以动手。看着对方被自己的气势镇住，颜心里直呼痛快，甚至有点理解当初南宫柳青摆谱的心情。不过为了维持形象，他只能拼命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。领头弟子大吼一声，挥着木剑抢先发难，颜只是微微侧身，就轻松避开了这猛烈的一击。领头弟子当场看傻了眼，完全不敢相信颜能避开。颜此前就用金瞳看穿了对方的底细，虽然预料到能赢，却没料到过程居然会这么简单。面对对方接连发起的攻击，颜灵活的往后跃开，显得游刃有余。对方的招式在颜眼中全是漏洞，论力量也远不及南宫柳青。颜顺势挥剑反击，瞬间将对方手中的木剑震飞出去。还没等领头弟子反应过来，颜的木剑已经稳稳停在了他的面前。比试在一瞬间就分出了胜负。颜微笑着看向对方，问他现在服不服气。领头弟子愣在原地，难以置信自己会输给一个传闻中连气都无法凝聚的人。百里在川一眼看出颜已经掌握了剑法第二层，当场爽快地向他祝贺，还笑称家主得知后必定大喜。颜礼貌客套的回应，输掉比试的领头弟子瘫倒在地，台下围观的众人顿时一片哗然，想不透丹田受损的他为何有这般身手。明在一旁死死盯着颜，怀疑他从南宫世家回来时丹田就已经恢复了。可他随即想起，当初颜刚回来的时候，自己明明亲自替他检查过，当时他的丹田分明没有任何好转。这时百里在川走上前，笑着提醒颜，既然赢了，也到了该兑现奖励的时候了。百里在川问颜，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想推荐的人选？颜瞥向场边那个有天赋的孩子，心里虽然有了答案，但并没有直接开口。他搬出在川之前说过的原话，强调师徒名分决不能靠一场赌局决定。在川笑着爽快承认，颜顺势提议将这笔奖励作废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若是硬把人塞过去，只会给那孩子招来无休止的嫉恨与排挤。颜很清楚，退一步既能给百里
在川留个好印象，也能让对方以后多关注那些孤儿弟子。只要大家以后能凭实力说话，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百里在川被这番话彻底折服，哈哈，大笑着揉了揉他的头，直夸他年纪轻轻就如此成熟，简直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。言微笑着接受了夸奖，心里希望经过这一遭，孤儿弟子的处境能有所改善。这时台下的明彻底坐不住了，他愤怒地指着言，当场发难，质问他究竟怎么练成的第二层剑法，甚至怀疑言一直在欺骗大家。面对这番横加指责，言只是冷淡地反问了一句。明刚想拿之前检查丹田的事反驳，言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反问他难道不该先祝贺自己赢了比试？周围的弟子们都在围观指点，舆论瞬间倒向了言这边。明被架在台面上，骑虎难下，只能硬着头皮咬牙当众向言道贺。言微笑着收下祝贺，彻底化解了这场发难。就在百里世家都在为言的康复议论纷纷时，华武那边终于传来了消息，吸收了避苍丹的真气后，他虽然恢复了意识，但必须随时运功来稳定这股力量。言对此十分理解，毕竟若不妥善引导如此庞大的真气，随时都会带来极大的危险。当言来到门前时，侍卫竟直接伸手请他进去，这让言有些意外。侍卫解释说，诸葛大人早已特意交代过，无论何时都准许言随时入门拜访。言听后明白了过来，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。言先吩咐迈出去准备茶水，随后掀开帘子走进了房间。华武早已在房内等候，见言进来便亲切地与他打招呼。言顺势落座，关心起对方目前的身体状况。华武微笑着表示，自己如今至少还能再活上10年。言听后心头一沉，没想到即便是服用了避苍丹，也仅仅只能延长10年的寿命。算算年纪，华武到那时也才20多岁，正值壮年，却难逃一死。这让言不由得联想到，自己前世也是20出头就离世了。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感叹这日子活得实在太累。坐在对面的麦楚打趣道：“年纪轻轻哪来这么多感叹？”言顺着话茬抱怨了起来。麦楚端上了刚泡好的桃花茶，华武有些意外，问言怎么会喜欢喝这种茶。言直接表示茶是特意给华武准备的，毕竟他一直记得对方的喜好。华武听完当场愣在原地。华武表示对此并没有印象。言默默抿了口茶，心里明白过来，看来对方昏迷时并不会共享猫的记忆。华武微笑着顺势表示，既然如此，那以后可要多向言讨要了。然而话音刚落，他周身的气氛突然变了。华武主动将话题引向正题，言点头应允，随即开门见山地质问对方当初究竟为什么会倒下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，华武一时间有些意外。言见状反问他为何如此惊讶。华武坦言，原以为言会先打听金童或他父亲的事。华武笑着答应了言的要求，随后感慨万物皆有生死，这是亘古不变的天道法则。但他紧接着话锋一转，问言如果有人能摆脱这个轮回，那会是怎样一种景象？言听得一头雾水，华武便开门见山的解释，那并不是指永生不死，而是不断死去又一遍，遍地重新活过来。言第一反应就是这绝不可能，华武却意味深长地反问了一句，真的不可能吗？华武微笑着端起茶杯，再次追问言，真的坚信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吗？言整个人当场怔在原地，对方口中说的分明就是时光倒流，重生回归。言心中大惊，完全想不通对方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从未来重生回来的。华武看着言的反应，微微一笑，确认了自己的猜测。言这才反应过来，对方刚才那番话竟是在故意试探自己。华武摇了摇头，坦言虽然是试探，但他心里其实早就有了把握。言忍不住追问原因，华武表示，自从言当年走火入魔醒来后，身上就彻底变了样。言心里一阵烦躁，觉得对方分明早就有了答案，却还要故意多此一举来提问。华武笑着安慰了2句，随后直接表示自己的这条命如今全属于言。言听得心里直发毛，连忙反驳自己从没索要过什么，况且要是按这个逻辑算，他救过的人可多了去了，难道所有人的命都归他吗？华武收敛了笑容，顺着他的话承认了这个说法。紧接着华武眼神一沉，冷冷地反问了一句，既然如此，他救过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？这突如其来的疑问让言瞬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，言心里直打鼓，怀疑是不是避苍丹真气的影响，才让自己产生了错觉。他摇摇头，想把这事翻篇，顺口追问对方是怎么知道重生的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一阵疾风呼啸而过，华武瞬间移动到他身旁，伸手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华武沉声警告他，绝不能把重生的秘密说出口，这种违背天道的事情一旦传出去，后果根本无法想象。言被这恐怖的速度惊得咽了口唾沫，没想到吸收了避苍丹的真气后，对方的身手竟会变得如此惊人。言连忙点头答应，华武这才松开了手。言偷偷瞄了对方一眼，注意到强行动用真气依然会让华武承受痛苦。还没等言缓过神来，华武突然低声发问，想知道这已经是第几次重生。言听得一愣，反驳说这只是自己的第1次，顺势追问难道重生还会发生不止1次？面对言的质问，华武只是含糊的表示也许会也许不会。这模棱两可的回答让言有些抓狂，一想到要是自己再次死去，可能还得把这一切重演一遍，言整个人瞬间感到一阵眩晕。言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反问对方难道是在暗示自己是什么特殊的超自然存在？华武微笑着反问他，难道以为这种能力只属于他一个人？那双金童原本究竟属于谁？这句话让言脑中的线索瞬间拼凑在了一起，他很清楚对方绝不会无缘无故搞得这么故弄玄虚。
诸葛世家当年为何会衰落？折磨族人的怪病究竟是什么？又究竟是谁为了守住秘密，甚至不惜痛下杀手？所有的谜团终于开始串联起来。严脑海中闪过天魔的名字，华武的神情仿佛印证了他的猜想。严激动地拍桌站起，强调这能力明明是神医临终前传给自己的，天魔怎么可能牵扯其中？面对质问，华武只是平静地抛出反问，问他当年究竟是谁袭击了神医的居所。这句话让严大受震撼，因为在他的上一世根本就没发生过袭击神医的事。严忍不住追问对方是怎么知道的，华武解释得十分坦然，表示以严的性格，要是早知道村子会遇袭，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村民送命。华武一边倒茶一边说明，魔教引发山崩本是为了毁尸灭迹，可谁也没料到严不仅没死，反而阴差阳错遇到了神医。严顺势提出心中的疑惑，既然金童源自天魔，为何此前世人对此一无所知？华武递过茶杯给出解答，因为自打魔教创立以来，就根本没人见过天魔的真容。严紧接着追问对方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秘辛的，华武平静地给出了答案，因为他当年曾亲眼见过第一任天魔。世人都以为天魔随着岁月流逝在不断更迭，可真相却是自魔教创教以来，就只有那同一个天魔存在。这个真相让严无比震撼。如果天魔是长生不死的存在，寿命有限的普通人又怎么可能对抗拥有无穷岁月的怪物？华武接着解释，很久以前就有人意识到，若无法在有生之年铲除天魔，便只能将这份使命托付给下一代。听着这番话，严突然联想起先前为诸葛家主传导真气时的异样。华武随后坦言，自己并非亲眼见过初代天魔，而是继承了诸葛世家历代家主的记忆。至此，所有的谜团终于在严的脑海中串联呈现。诸葛世家异于常人的百会学以及独一无二的知识传承，正是当年魔教痛下杀手企图灭门的真相。华武提到百里大人去调查魔山派，不过是在浪费时间。严顺势追问关于剧毒的线索，华武却摇头表示一无所获。面对严的疑问，华武轻咳着坦言自己的记忆并不完整，毕竟一个人能承受的记忆终究存在极限。严恍然大悟，明白华武继承的只是历史知识，并非前世的具体记忆，便顺势追问对方究竟是如何察觉自己重生的。华武笑着表示，完全是因为严平日里的言行实在太过惹眼。严随即有些疑惑，既然华武能看出来，天魔必然也早已知晓，可对方为何至今毫无动作？华武直言不讳地解释，严活着时微不足道，可一旦死了反倒极其麻烦。这番话让严瞬间吃瘪，顿时气得咬牙切齿。华武接着解释，现在的严既没有权力，也没有实力，活着根本做不了什么，可他一旦出事麻烦可就大了。他的父亲是一刚，爷爷霸贺更是百里家主，位列天下11强高手。要是严突然失踪或者丧命，家族绝对会追查到底。听到这番分析，严这才恍然大悟。加上之前神医事件后，严还曾留宿南宫世家，魔教显然也不想在此时提前挑起全面大战。华武喝着茶分析，全面大战大概率会在10年后爆发。严这才想起来，上一世的大战确实是在10年后。随后严摆弄着茶杯，询问要不要把天魔和魔教的秘密共享给其他人。华武顺口反问他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。严试探着提到了南宫柳青，华武有些好奇，追问为什么偏偏是他。严不敢直说对方其实是预言中的核心人物，便改口解释在上一世正是由南宫柳青带头对抗天魔。严暗自庆幸华武显然并不清楚自己其实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华武思考片刻后表示认可，觉得南宫柳青确实够资格抗衡天魔。严见对方赞同，也立刻笑着应和起来。严趁热打铁的强调，南宫柳青为人绝对靠得住，只要让他加入，一定能帮上大忙。然而华武听完却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。严感到十分困惑，不明白对方为何反对，明明阻止天魔不正是诸葛世家的使命吗？华武冷淡地表示，那是历代先祖的遗产，而他对那些先祖没有任何感情，况且他对南宫柳青也毫无好感。面对严关于他前后态度不一的质问，华武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不过是刚改变了主意。严见劝不动华武，干脆放弃了拉拢南宫柳青的打算。华武笑着调侃他放弃的干脆，严也只能坦言既然遭到拒绝，自己确实别无选择。严在心里暗自盘算，上一世的诸葛家主分明掌握着内幕，却依旧选择隐姓埋名低调过活。如今华武肯把真相透露到这个份上，对他而言就已经算得上十分幸运。正当严陷入沉思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一只白猫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房间。白猫刚进屋，突然纵身一跃，直扑向坐在对面的华武。华武被突如其来的猛冲撞了一下，抱住猫轻声抱怨这小家伙下手太狠。一旁还在闷闷不乐的严见状顿时忍不住偷笑起来，幸灾乐祸的直呼这就是对方刚才气他的报应。面对严的嘲笑，华武也没生气，只是抱着猫温柔地笑了起来。严顺势打听起白猫的名字，省得平日里连个称呼都没有。不料华武却坦言这只猫压根就没有名字。严听完十分意外，他记得之前对方说过要起名字，还没等严想明白其中缘由，华武的语气便沉了下来，坦言取名根本毫无意义，反正自己早晚会先一步离开。华武接着表示，一旦自己不在了，也就没人会再呼唤猫的名字。这话让严瞬间愣在原地，因为这番对话竟与上次一模一样。严下意识握紧了手中的茶杯，意识到华武似乎彻底遗忘了那段记忆。看着严反应异常，华武似乎明白了什么，顺势询问他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了真相。
言突然反应过来，反问对方先前提到的记忆极限，是不是就会导致某些记忆开始缺失？华武坦然承认了这一点，笑着表示不重要的琐事自然会被慢慢遗忘，要不是言主动提起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丢了这段记忆。看着华武云淡风轻的样子，言心里却直犯嘀咕，只觉得这种情况反而更加糟糕。华武一边抚摸着白猫，一边顺着话头追问自己上次究竟给他取了什么名字。言刚想把上次的记忆如实相告，华武却抢先一步表示自己已经想到了答案。听到对方居然记了起来，言感到十分意外，连忙向华武开口确认。华武笑着给出了肯定答复，明确表示自己确实记起了当年给这只猫取的名字。在言的好奇追问下，华武说出了杰儿这个名字。他接着补充说，这其实是自己去世妹妹的名字。说罢，华武大笑起来，让一旁的言无比尴尬。华武接着打趣，以后要是自己又忘了，言随时提醒他就行。言觉得拿去世妹妹的名字叫猫，心里总觉得怪怪的，但还是对猫叫了一声杰儿。小猫道也爽快的喵了一声回应。华武见状，顺势提议言以后不如也直接叫他的名字。还没等言给出答复，门外忽然响起敲门声，下人前来通报明已经到了，希望能和言见上一面。一听是明来了，华武顿时满脸烦躁，甚至冷冷的冒出一句，干脆直接把他杀了算了。这极端的言论让一旁的言瞬间傻了眼。华武冷冷的追问，留着明到底还有什么用？只要言一句话，自己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对方。言吓得连忙一口拒绝，表示绝对不能这么做。见他态度坚决，华武也只好遗憾的作罢。随后言收拾好情绪，离开房间，准备前去见明一面。言离开房间后，华武叫出了暗中跟随的侍从吴影。华武向吴影确认自己过去是否真的给那只猫取过名字，吴影表示对此并不知情，这让华武更加确定局势正朝着自己最担心的方向发展。随后华武打听起关于言亲生母亲的调查进展，吴影表示目前依然没有任何线索。华武吩咐他继续搜查，交代一旦发现痕迹，就直接按原计划处理。吴影当即领命。言来到庭院见到明，明一开口就忍不住埋怨，质问言为什么要做出那种事，给自己惹来了天大的麻烦。明气愤地透露，如今姑姑和奶奶都已对他产生了怀疑，就连父亲也不再相信他是无辜的。面对明突如其来的失控，言感到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对方为何会是这种反应。明似乎意识到自己失态，很快压下情绪，向言道歉说此前没能及时祝贺他，并表示得知言的丹田意外康复，自己心里确实很高兴。明把之前的风波归结为小误会，提议让言跟自己一起去见奶奶，希望能当面帮他澄清。面对明的要求，言却一口回绝，表示自己根本不想去。明见状，顿时大感意外，气急败坏的指责是言害了他，理应由言来承担这个责任。面对明推卸责任的指责，言只是冷冷的反问，凭什么说是自己害了他？言当场拒绝了明，明却表示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。明被这句话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在他过去的印象里，言一直孤立无援，是个可以任由他摆布利用的乖乖女。可如今的言早已不再受他控制，明被言周身散发出的气场当场镇住，甚至误以为言已经掌握了剑气。言并没有点破这个误会，反而借机警告明自己即将闭关修炼，只要明不再主动挑衅，大家就能相安无事。言明确告诫对方，自己如今唯一的念头就是和父亲平静的生活下去。言在心中盘算，自己要操心的麻烦事已经够多了，根本不想再卷入这种幼稚的算计里。被震慑住的明只能战战兢兢的连声答应，随口找了个借口，便灰溜溜的仓皇离开。看着明狼狈逃跑的背影，言的心情却并没有好转。不知不觉到了傍晚，言独自走在庭院里，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察觉到了异样。言在庭院拐角处看到了父亲一刚的身影，只要有父亲这道光在，无论跌倒多少次，他都能重新站起来。言立刻迈开脚步，欢快的朝父亲跑了过去，大声呼唤着对方。一刚笑着将扑上来的女儿抱在怀里，感受着这份温暖，言在心里暗下决心，这一世他一定要保护好父亲。言依偎在父亲怀里，这一世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父亲平安幸福的生活。到了那年初秋，在得到爷爷霸贺的批准后，言正式进入洞府，开启了闭关修炼。4年光阴转眼即逝，11岁的言结束闭关，重新出关。此时身旁侍女轻声开口，提到书院朋友约他今日去河上划船，问他要不要同往。侍女的邀请还没得到答复，石家月突然伸手按住言，替他径直拒绝了邀约，声称言早已与他有约。这1个月来，言本想拓展社交，全被石家月搅黄了。由于对方终日形影不离，言在书院至今没交到朋友，要不是还要跟石大夫学医，他早就与对方划清界限。侍女见状没有放弃，顺势邀请起旁边的石家月。言这时才注意到同行的女孩正暗中偷瞄石家月，他顿时恍然大悟，对方邀请自己其实别有用意，既然有这场好戏可看，言自然不会错过，立刻拍手极力赞同大家一同前往。一行人很快登上游船，同行的女孩纷纷围上前来，争着向石家月搭讪。石家月只能尴尬的礼貌应付。看着平日里缠着自己的石家月，如今被围得脱不开身，言悠闲地坐在旁边喝茶看戏，看到对方吃瘪的模样，言心里别提有多解气。然而还没高兴太久，身后突然传来呼唤他的声音。言回头发现来人正是明，他这才想起自己难交朋友的另一原因，就是为了避开此人。上次展示实力震慑对方后，两人关系便彻底恶化，刚才光顾着看石家月的笑话，完全忘了明也会出席。面对明的质问，
与敌意。少女直接上前一步，当场承认是自己邀请了颜，态度强硬地反问对方有什么意见。明立刻收敛敌意，笑着称赞颜平时很少出门，好奇是谁能说动他。两人在人前依然维持着虚伪和谐，可当明转身离去时，颜敏锐感知道对方气息极不稳定，身体状态明显异常。没等他细想，石佳悦突然凑过来问他是否不舒服。颜解释自己并无大碍，他其实是在担心明。听说明一直在疯抢，并服用大量灵药，盲目大补极易招致走火入魔。不过明不可能听进劝告，颜也懒得再多费心思。这时船上传来议论，称柳青刚刚仅用30招就击败了广目派继承人。颜想起原著中本该由父亲出手解决，这次却由尹先生代替了父亲的位置。颜意识到，即便改变了细节，重大事件依然会按原计划发生，只要还在掌控之中，倒也不是坏事。他甚至有些好奇，这次究竟会是谁来收拾柳青？突然门口传来一阵热闹骚动，颜抬头看到进门的竟是百里丽，还有那对双胞胎。他想起爷爷80大寿在即，他们才特地从戒律寺赶了回来。双胞胎刚一现身，眼神中就透着敌意，颜感知到凶狠目光，立刻暗自警惕。连明都没料到3人会不请自来。双胞胎阴阳怪气地质问明为何没专门给他们发邀请函，明赶忙笑着赔礼解释，但双方针锋相对的氛围已掩盖不住。颜在旁冷眼旁观，发现明与双胞胎的关系大不如前。可还没等他继续看戏，百里丽却突然察觉到了颜的存在。百里丽径直朝颜走来，居高临下地质问他为何出现在此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刁难，颜在心里无奈叹气，看来阻碍自己清静生活的第3个麻烦，到底还是找上门了。为了躲避明，颜在书院本就很难交到朋友，偏偏每次聚会明都在场。不仅如此，百里丽总跑来阻止别人与他接触，石佳悦也时不时凑过来打扰。在这么多人的干涉下，没彻底被孤立已是不易。不过面对百里丽眼下的刁难，颜早有准备，他直接出声喊了明一句，明吓得浑身一僵，转头便出声把百里丽叫了过去。颜轻松将麻烦甩给了明，被叫过去的百里丽满脸不爽，大声质问明凭什么不自己过来。颜无奈地按住额头，随口吐槽百里丽的脾气和姑姑一模一样。这句话瞬间点燃了百里明，他怒气冲冲地冲上前，直言把妹妹比作姑姑，简直是对她的侮辱。一旁的颜顺势轻飘飘地接了一句，反问把人比作姑姑怎么能算侮辱？全场气氛瞬间凝固，双胞胎也当场愣在原地，意识到说错话的明慌忙开口想要辩解。看着眼前这群人吵个不停，颜在心里无奈叹气，这就是他极力避开这群人的原因。少女见状有些担心，主动上前询问颜的情况。颜走到船边看了眼岸上的情况，转身向少女表达谢意。话音刚落，他便直接纵身一跃离开游船，把这堆烂摊子彻底甩在身后。颜身姿轻盈稳稳落在了河岸上，这一幕直接看呆了周围的路人，众人纷纷惊叹，没想到他的轻功居然如此厉害。其实颜此刻心里也在后怕，刚才稍有偏差就会跌落水中，暗下决心以后绝不能再这么冒失。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，游船上突然传出一声呼喊，石佳悦趴在栏杆边大声抱怨，问颜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船上。颜这才猛然反应过来，自己光顾着脱身，把石佳悦也给彻底忘了。虽然颜事后把石佳悦接了回来，但石佳悦依旧气不打一处来，当面质问他怎么能独自溜走。面对质问，颜只能心虚的道歉，可石佳悦完全不买账，眼看理亏无法辩解，颜决定立马转移话题。他顺势打听石佳悦是否参加爷爷的寿宴。石佳悦看穿了颜的心思，顺着话题表示自己讨厌热闹，不会出席，反正到时候石大夫自会前往。石佳悦对寿宴避之不及的态度，让颜觉得他十分古怪，毕竟爷爷霸贺可是顶尖高手，旁人挤破头都想讨好，石佳悦却只觉得麻烦。意识到接下来难再见面，石佳悦顺口关切起颜的情况，问他今天见到刚从戒律寺回来的双胞胎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？面对石佳悦的担心，颜倒显得十分坦然，表示那2个人根本不足为虑。石佳悦叫住了颜，表示自己刚才并非随口一问，而是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危。他坦言无法理解颜为何一定要留在大宅里，更直接承诺要是哪天想离家逃跑，随时可以去投靠他。面对石佳悦这番认真的表态，颜笑着表达了感谢。见石佳悦极力强调自己的诚意，颜也顺势笑着答应下来。石佳悦突然察觉远处传来一阵强烈的气场，推测或许是赶来参加寿宴的贵宾。算算速度，双方极可能会在正门碰面。一想到过去少不了要打招呼寒暄，石佳悦顿时觉得麻烦不已。为了避开这波来人，他决定在街上多耽搁一会儿。注意到路边的甜品小摊，石佳悦便提议先去买点吃的。2人一拍即合，石佳悦顺手拿起一块点心喂过去，美味的甜点让心情瞬间好了起来。颜正嚼着嘴里的甜点，突然察觉头顶笼罩下一片阴影，2人一抬头，竟是柳青骑着黑马立在摊前，眼神冷得让人发颤。刚才融洽的气氛瞬间凝固，面对来势汹汹的柳青，石佳悦一时间也有些出乎意料。骑在马上的徐夏玲笑着向大家挥手打招呼，能再次重逢让他的开心全写在了脸上。出落得光彩照人的徐夏玲瞬间成为了焦点，直接把颜看呆了，忍不住惊叹世上竟有如此好看的女孩。徐夏玲风风火火地下了马，见颜一脸茫然，气得质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给忘了。颜这才反应过来，眼前这位明艳动人的姑娘正是好久没见的夏玲。
还没等夏琳高兴多久，他一抬头就注意到了站在严身旁的石佳悦。夏琳顿时僵在原地。石佳悦表示今天就不打扰了。临走前，夏琳指着远处的石佳悦，惊呼询问对方究竟是什么来头。听严轻飘飘的介绍，说这只是学堂里的普通朋友。柳青心里满是怀疑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朋友。夏琳感到十分纳闷，按理说得知柳青来自南宫家，谁都会想着上前攀个交情，可是佳悦竟然连句话都没说就直接走了。更让他郁闷的是，对方甚至连正眼都没看自己一下。看着夏琳这副夸张的反应，严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不过看着眼前的夏琳，严心里总觉得隐隐有些熟悉。他顺口打听管叔叔是否会出席寿宴，可身旁的柳青却脸色阴沉地盯着远方。面对柳青投来的冷淡目光，严心里十分纳闷。只听柳青交代父亲，随后就到。一旁的夏琳却热情得多，一把扑过来抱住严，嚷嚷着专程过来就是想看他的房间。看着大家截然不同的态度，严心里暗自嘀咕，怀疑自己究竟能不能融入大家。随后严领着众人来到客房，安排大家先在此休息，等候下人带去各自的房间。夏琳吵着非要参观严的房间，严劝他舟车劳顿先去洗漱，夏琳却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早就在客栈洗过了。见夏琳风风火火地拉着自己就走，严心里禁不住打鼓。明明两人4年没见，对方居然一点都不尴尬，甚至连房间在哪都不知道。严正准备在前面带路，却发现柳青也双手抱胸跟了上来。柳青淡定地表示，毕竟严之前也去过他的房间。严一时间想不起这回事，只能无奈应承下来，领着大家在府里参观。众人来到了百里家的梨花园，夏琳看着美景，忍不住赞叹，但也纳闷这里怎么空无一人。身边人解释，这里可不是谁都能进的。话音刚落，一旁的柳青注意到远处有人靠近，顺口打听是不是熟人。大家顺着方向看去，没想到过来的竟然是百里丽。此时他全身已经彻底湿透，慌慌张张的朝这边跑来。见他落得这般狼狈，众人大吃一惊。严赶忙跑上前询问出了什么事，严连忙脱下外衣套在他身上，询问他怎么一个人落水湿成这样。严刚想把其他人支开，湿透的百里丽却突然情绪失控，大喊着这拳怪你，随后头也不回的跑开，留下一头雾水的众人。柳青向身旁打听，才知道她是小1岁的堂妹。向来冷淡的柳青却冷不丁吐槽，说对方毫无礼貌。这话一出，反倒把周围的人惊得愣在原地。夏琳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时冷淡的柳青居然会当面吐槽。愣了半晌后，他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。这突如其来的爆笑，把一旁的柳青看得莫名其妙，赶忙出声制止。但这阵笑声彻底打破了久别重逢的尴尬，大家笑得停不下来，只留下柳青在一旁恼火不已。柳青突然停下脚步，主动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了严的身上。看着对方这出乎意料的举动，严一时间愣在原地。柳青替他整理好，便径直转身，见他还傻站在原处，顺口催促他赶紧跟上。严赶忙小跑着追了过去，心里却忍不住一阵懊恼，不知怎么就错失了拒绝对方的机会。严带着夏琳来到住处，夏琳原本满怀期待，看清眼前的狭小院落后，忍不住吐槽这地方实在太小，甚至怀疑严此前说与父亲同住的真假。就在这时，严推门走进屋里，撞见站在屋内的华武，当场吓得惊呼出声。秦瑟见状，忍不住连声埋怨，怪华武总是擅自闯入严的闺房。面对秦瑟的指责，华武却悠哉地抿了口茶，觉得他大惊小怪，反正自己也随行在侧。秦瑟连忙向刚回屋的严致歉，说明自己实在没能拦住华武。可看到随后跟进来的柳青和夏琳，众人都不禁有些吃惊。坐在茶桌旁的华武一眼认出二人，断定他们是在半路碰上的。严听着华武在旁边侃侃而谈，没好气的当场回呛。华武非但不生气，反而乐得继续凑热闹。可紧接着，华武的目光落在了严的身上，他用折扇半遮住脸，饶有兴致的打听起来，想知道严身上披着的为什么偏偏是柳青的外衣。柳青有些不敢置信，向严确认眼前这位长辈究竟是不是诸葛家主华武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，华武顺势调侃起柳青，笑他平时只顾埋头修炼，这才消息如此闭塞。看到柳青居然被当面取笑，一旁的严吃惊不已。柳青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当场质问严对方为什么会在他的房间里。华武非但没有解释，反而反唇相讥，指责柳青毫无礼貌。柳青质问华武擅闯女子闺房，哪有半点世家家主的风范？面对华武索要晚辈礼数，柳青冷冷低下了逐客令，警告对方若不立刻离开，就叫卫兵赶人。华武闻言却大失所望，冷笑称柳青比传闻中更加差劲。眼看两人针锋相对，严彻底崩溃，大声喝止双方，逼问他们究竟想在屋里闹到什么时候。谁知华武展开折扇，就毫无征兆的悍然出手。柳青反应迅速，拔剑强行接下了这一击。可华武攻势未停，脚下一踏便腾空而起，挥着折扇再次直奔柳青而来。严见状，焦急的大喊，柳青挥剑相迎，强行接下华武的连番快攻。见对方招式极其凶狠，柳青怒斥华武是不是疯了？可华武根本不予理会，随手便挥出一道凌厉气劲，劲风瞬间割断了柳青的衣角。看着被轻易划破的衣衫，柳青被对方的实力震在原地，而华武早已从容收招，重新恢复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被激怒的柳青不再留手，拔剑出鞘，挥出一道凶猛的剑气，直奔华武袭去。强大的剑锋瞬间掀翻桌案，将屋内的家具砸得粉碎。看着好端端的房间被破坏，严彻底暴怒，大声吼叫，让他们要打滚到外面去打。
被严赶到屋外后，两人果真在庭院里继续对峙。巨大的动静很快引来旁人围观，大伙纷纷议论起诸葛华武，也打听起与他打斗的南宫柳青。看这一到屋外就又动起手的两人，严在一旁彻底无语，吐槽他们脑子里难道就完全没有不打架的选项吗？严连忙过来询问夏琳有没有受伤，夏琳还没回过神，就已经被场上的招式吸引，在旁边兴奋的大声欢呼。严则冷静的分析起局势，看出柳青确实服下了丹药，内力这才足以与华武抗衡，但华武若还带病在身，恐怕很难支撑太久。见战况越发激烈，夏琳兴致勃勃地凑过来打听，想知道严觉得今天谁能赢。听说对方叫诸葛华武，夏琳顿时一脸震惊。他原本以为华武年纪很大，没想到严却说华武和柳青其实是同岁。夏琳感到有些纳闷，既然柳青在同龄人中从未败过，为什么严还会看好华武？严却提醒夏琳，华武虽然年龄不大，但他的实战经验远非同龄人可比，特别是面对南宫家的剑法。虽然柳青的剑法日益精进，但华武此前早已无数次与南宫家的高手交过手。夏琳在场外大声给柳青加油，催他这一仗必须赢下来。夏琳当场对着场上大喊，说严刚才压的明明是诸葛赢。华武听完笑着回应，不能辜负期待。这话瞬间刺激到了柳青的自尊心，他脸色一沉，提剑就朝着华武猛冲了过去。双方招式激烈交错，一束长发劲被当场斩落。一招过后，柳青持剑立在原地剧烈喘息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场外观战的严和夏琳当场看傻了眼。斩落的原来是柳青自己的发丝，紧接着他便感到一阵头昏眼花，再也支撑不住重担息跪倒在地。而华武早已悄然出现在他身后，伸手按住他的肩膀，笑着调侃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实战经验到底还是太差了。被制服的柳青满脸不甘，旁观的众人还没搞清状况。就在这时，伴随着重重的一脚踏下，一股可怕的气浪瞬间爆发，强大的劲风席卷四周，直接把场外众人冲得险些倒地。而走入场中的正是面色冷峻的一刚。看到一刚现身，严赶忙喊了一声父亲。一刚走上前去，关切地询问柳青是否无碍。一旁的夏琳还沉浸在震惊中，喃喃自语说柳青竟然真的输了。严见状赶紧制止夏琳，提醒柳青是因为中了麻痹毒。夏琳大感意外，明明刚才发出的暗器已被柳青挡下。严把目光转向场中，提醒夏琳问题出在那把折扇上，能硬刚柳青宝剑的折扇绝对暗藏玄机。严推测那把折扇本就是为了隐藏暗器与毒药，而且毒药无色无味，这才连柳青都没能察觉。夏琳闻言气得大骂华武用毒作弊，华武却冷笑表示成王败寇，生死关头没人会在乎手段。夏琳赶忙抗议这只是一场切磋。面对华武突然散发的冷酷气场，夏琳顿时吓得不敢造次。不料华武随后话锋一转，又轻描淡写承认这确实只是切磋。夏琳凑到严耳边低声吐槽，严则暗自盘算这里地处空旷，即便中了毒药效也撑不了多久。果然柳青很快凭着佩剑强行站起身，还没等他稳住脚步，一刚便上前一把按住了他。随后一刚面色冰冷看向众人，当场质问这场争斗的起因。面对一刚的质问，华武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先动手。他解释称因常听严提起柳青，出于好奇才动了胜负欲。接着华武向柳青躬身行礼，坦言自己欠他一个道歉，并称赞南宫家的招式名不虚传。听着对方客套的夸赞，柳青气得紧捏剑柄，一言不发。察觉到柳青的情绪变化，一刚低声唤了他的名字。一刚没有多废话，叫上柳青和华武跟他离开。眼看父亲要把人带走，严赶忙大声告状，提醒父亲走之前一定要去看看被砸毁的房间。寿宴一连要举办好几天，好在像严这样的小孩不必场场都跟着出席。到了宴会当天，想到各家嫡系与长老都会到场，严还是决定去露个面。他顺道跑去询问柳青，明明作为南宫家的继承人，他完全有资格出席，怎么偏偏不去？一提到这件事，柳青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直言诸葛华武也会去，他可不想再看到对方。毕竟华武贵为诸葛家主，自然也在受邀长老之列。看着气得割下毛笔的柳青，严暗自可惜，没能偷看到他写的悔过书。不过话音刚落，严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，严打趣的提醒柳青，以后打架千万别伤了脸，毕竟他们也就剩这张脸能看了。柳青被惹得当场发飙，直接把严给轰了出去。到了寿宴当天，现场鼓乐齐鸣，气派非凡。看着如此奢华的排场，严经不住在心里感叹，两世为人都没见过这般盛况。就在严暗自神伤时，身边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。百里立指着桌上糕点，问他如果不吃能不能给自己。严被问得一头雾水，想不通对方明明可以找侍女拿，怎么偏偏跑来抢自己的。严还没反应过来，旁边的百里彪却横插一脚，主动把自己的糕点递了过去，还不忘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。严被这一幕整得满头大汗，完全搞不懂他到底在抽什么风。而被抢了话的百里利更是气得在一旁直冒火。就在几人尴尬拉扯时，远处的父亲一刚突然开口，叫严过去一趟。此时一刚身边正站着华山派的明真，说是准备带他认识新朋友。严听到召唤，起身离开。百里彪猛地一愣，这才看清一刚身边站着的竟是华山派大名鼎鼎的明真道长。明真主动微笑打招呼，说自己一直想见严一面。严大方报出姓名回应对方，眼睁睁看着华山派大人物居然专门跑去找严寒暄。远处的百里彪气的咬牙切齿，恨自己又被严抢了风头。
两人刚寒暄完，一刚突然注意到颜脸上沾了东西，便弯下腰亲自帮女儿擦拭干净。看见一刚细心帮女儿擦脸，明真忍不住出言打趣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是个宠女狂魔。明真坦言，得知他有女儿时还挺担心，毕竟一刚平日里的严肃做派实在太容易让人产生误会。面对打趣，一刚只冷冷回应是他多虑了，颜却在心里暗赞明真看得真透。看着明真熟络地摸着自己的头，远处的双胞胎气得满脸铁青。颜顺势端起面前的糕点，热情地邀请明真到掌品尝。明真欣然接受了邀请，颜立刻叫他稍等片刻，转身跑去端盘糕点。趁着颜跑开，明真笑着向一刚打趣，说颜对自己比对他这个父亲还热情。一刚听完只能保持沉默。没一会儿，颜就端着满满一盘糕点跑了回来，热心地递到明真手中。明真高兴地接下，并连声致谢。颜自己也美滋滋地吃了起来。看着明真吃得开心，一刚在旁边干咳嗽着踱步，颜嘴里含着糕点，疑惑地看着父亲。颜直接拆穿父亲，提醒他平时根本不爱吃甜食，这一下让一刚哑口无言。旁边的明真忍不住笑出声，直夸颜可比他父亲孝顺多了。颜当场表示自己以后也要变得像父亲一样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议论声，有人正偷偷打量着颜，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康复的。明真和一刚也立刻察觉到了异样。欧兰在远处摇着折扇，公开质疑颜是用什么手段治好了绝脉，还抱怨百里家对此严加保密。高台上的家主霸贺闻言神色冷峻，易墨见状赶忙上前提醒欧兰别乱说。面对欧兰的反驳，易墨连忙笑着打圆场，顺势说出了众人的怀疑。外界传言颜失踪时遇到了神医满才得以康复，可神医满明明早已离世，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。易墨劝阻欧兰等日后再议，欧兰却借机装出一副好意，声称自己不过是关切侄女。听着这番冠冕堂皇的话，颜在心底冷笑，完全不信对方的鬼话。见欧兰准备把这事轻描淡写地带过，颜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当即准备开枪理论。还没等他喊出口，一只手突然重重地按在了他的肩上。颜猛地转过头，才发现拦下自己的正是面色凝重的父亲一刚。一刚接过话头，回忆起自己6岁那年，为了给欧兰摘熟柿子，从树上摔断了腿。欧兰见状有些心虚，连忙质问他突然提起旧事，难道是想把当年受的伤怪到自己头上？一刚平静地摇了摇头，坦言当年那只是自己的选择，跟欧兰没有任何关系。紧接着一刚话锋一转，问欧兰知不知道另一件事。欧兰气得当场发飙，让他别在这里绕弯子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一刚缓缓开口，从他当年受伤那一刻起直到如今，欧兰连问都没问过一句，如今却突然对颜的病情关怀备至，这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听到父亲当众撕破脸，颜暗自吃惊，没想到父亲会直接让欧兰难堪。周围的宾客顿时议论纷纷，都看出欧兰别有用心。欧兰被说得面红耳赤，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被撕破脸的欧兰紧握折扇，气得浑身发颤。颜在心里暗自总结，以往父亲生性高洁，从不理会欧兰的挑衅，可父亲的隐忍非但没能堵住风言风语，反而成了欧兰肆无忌惮的仗势。如今连向来不与人争的一刚都当众厉声质问，在场众人顿时更加断定，就是欧兰理亏心虚，而他多年来赖以横行的保护伞，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了。连家主霸贺与明真等众人也纷纷被突来的动静吸引，转向大门。伴随着沉重的门扉缓缓打开，门外的风瞬间席卷进大厅，现出一道人影。一刚护着颜回头看去，颜看到门外的来人，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推门而入的这位老者，居然是名震江湖的千山炎帝。老者迈步走进大殿，在场宾客纷纷惊呼出声，完全没想到千山炎帝会突然现身。颜在心里迅速盘算起来，这位千山炎帝立场特殊，介于正邪两道之间，向来两边都不讨好。除了南宫家主与他有些交情，几乎没有正道门派会接待他。颜实在想不通，对方为何会出现在百里家的宴会上。高台上的家主霸贺陈升开口，直接询问这位不速之客的来意。百里家并未向他发出过邀请。千山炎帝闻言只是冷笑一声，调侃百里家连路边的乞丐都会施舍酒水，难道对自己反倒连一杯酒都舍不得？有宾客忍无可忍，当场起身呵斥，却被千山炎帝猛地回头一瞪，瞬间吓得缩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随行的雅律出声制止了师傅，众人这才注意到，向来独来独往的千山炎帝身边竟然收了徒弟。周围宾客小声议论起来，听到雅律这个名字，颜顿时愣在原地。一刚注意到女儿脸色发白，连忙关切地问她要不要回去休息。颜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没事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看向大殿中央。就在这时，站在老者身边的雅律突然转过头，正好与颜的目光撞在一起。雅律竟对着颜微微一笑，颜在心里一阵无语，这家伙居然还能笑得出来。高台上的家主霸贺见状大怒，重重拍响了桌案，厉声质问两人是否相识，吓得颜赶忙点头。可千山炎帝却完全不以为意，依旧笑着催问什么时候才肯给他倒酒。霸贺的神色瞬间变得越发难看，随后叫侍女上前倒酒。千山炎帝还笑嘻嘻地挑剔起来，说自己的口味很挑，一般的劣质酒他可看不上。高台上的霸贺彻底被激怒，挥臂就把手里的酒杯狠狠砸了过去。千山炎帝却神色自若，抬手稳稳接住了飞来的酒杯。霸贺刚才用了极大的劲道，千山炎帝接下酒杯时，里面的酒水竟然一滴都没洒出来。颜看在眼里，暗自震惊于对方的实力。千山炎帝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接着顺手抓起桌上的另一个酒杯，扬言也要给霸贺敬上一杯寿酒。
话音刚落，随手将酒杯重置了回去。面对掷回来的酒杯，高台上的霸鹤抬手接下，严看在眼里，暗自佩服两人的功力。可他紧接着却发现，千山炎帝身边的男人此刻脸色极其难看。高台上的霸鹤缓过神来，顺势要求对方介绍身边这位弟子。千山炎帝身边的少年走上前，恭敬地拱手自我介绍，叫雅律。高台上的霸鹤点了点头，紧接着开口追问雅律，他和白姬贤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听到白姬贤这个名字，严这才猛然想起，父亲此前似乎也提起过这个名字。严正琢磨着白姬贤和雅律的关系，突然回想起刚才千山炎帝身边的男人脸色异常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雅律当场开口澄清，白姬贤正是自己的母亲。听到这个事实，严大受震动，这才意识到雅律居然是白氏一门的人。严直接拉着雅律离开宴席，一路把他带进房间，关上了门。这4年间，千山炎帝音讯全无，雅律也同样毫无音信。离开这么久，竟连一封信都没写过，如今偏偏挑在祖父寿宴这天出现。看着面前局促不安的雅律，严当即准备好质问他为什么把好端端的寿宴搞得一团糟。雅律直接开口问他是不是在生气。雅律委屈的低下头，双手紧紧交叠在一起，解释说两人很久没见，恳求严不要生自己的气。看着雅律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，严差点就要心软，他赶忙用力摇了摇头，提醒自己一定要清醒过来，绝不能就这样轻易原谅对方。严整理好情绪，要求雅律把话说清楚，解释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雅律却显得有些迷茫，表示此前是严亲口说过，让他随时都可以过来。严立刻严肃地提醒他，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，况且他和千山炎帝根本没收到邀请。雅律直言自己只是想见他，说着便主动握住了严的手，低声询问自己是不是不该来。严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怔，连忙把手缩了回来，解释说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。看着雅律失落低头的模样，严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严顺势把话题转向他母亲，追问刚才提到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含义。雅律解释说，自己小时候虽然住在白氏一族，但对过去并没有太多印象，因为他从小就被单独关押，甚至只能蜷缩在只有这房间一半大的杂物间里。听到他竟有过这种惨痛遭遇，严忍不住大吃一惊。雅律接着说道，母亲当年病逝之后，白氏一族就把他关押了很久，期间他无意中得知对方打算杀了他，这才拼尽全力逃了出来。听到这些遭遇，严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当年两人初次相遇时，雅律不过才9岁，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就算逃脱出来，也根本无依无靠，这让严瞬间回想起当年失去奶娘时孤单无助的自己。严顺势追问对方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，雅律表示自己并不清楚，只说那些人只是单纯厌恶自己。听到这里，严恍然大悟，原剧情里他之所以会亲手灭掉整个家族，恐怕正是因为这段痛苦过往。为了确认局势走向，严试探性地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雅律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严赶忙补上一句是对未来的规划，毕竟他总不能当面质问对方是不是准备去灭族。雅律听后沉吟了片刻，雅律解释道，师傅曾提醒过他，除非打算一辈子藏着掖着，否则早晚会被白氏一族发现，既然注定要暴露，不如选在人多的公开场合，当着白氏一族的面主动摊牌。严听后暗自思忖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亮出身份，又有千山炎帝在旁震慑，白氏一族确实不敢当场动手。虽然这一招确实管用，但也彻底搞砸了爷爷的寿宴。严叹了口气，提醒雅律过后再去向爷爷道歉。雅律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反问自己为什么要道歉。雅律顺势反问，难道他很喜欢自己的爷爷吗？还提到严此前说过百里家的人对他并不好。严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透露过在家族里没什么地位，他气得质问雅律，难道他闹事是故意的？面对逼问，雅律赶忙承诺会去道歉。见对方服软，严松了一口气，却又无奈自己总是对他狠不下心，他只好出言宽慰，表示事已至此，爷爷应该不会过于严惩。原剧情里，雅律不仅灭掉了整个家族，甚至还企图摧毁整个武林盟，但现在有了千山炎帝做靠山，白氏一族只要保持理智，就不敢轻易对他下手。可眼看着面前的雅律，心里依然充满不安，光靠这些真的能彻底改变他的命运吗？虽然无法确定未来能否改变，严还是上前握住了雅律的手，他轻轻抱住雅律，温柔地拍了拍他的后背，表示只要他能平安归来就好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拥抱，雅律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显然没想到严会这样安慰自己。雅律的手指微微一颤，紧紧攥住了对方的衣角。另一边，宴席散去之后，易墨正在房间里言辞质问欧兰，明知千山炎帝还在场，他为何一离席就要去找一刚的麻烦？欧兰气得大声反驳，表示自己只想让一刚当场下跪道歉，要不是被易墨强行拦下，自己也不会在众人面前沦为笑柄。易墨警告欧兰不能再胡作非为，否则自己的名声都要被他拖累。欧兰愤怒反问，难道要自己就此罢休？易墨斩钉截铁地予以肯定。易墨厉声呵斥要他清醒一点，提醒他彪和月才刚回到家中，别因为他的鲁莽让孩子再次被赶出去。听见这番话，欧兰狠狠攥紧了拳头，冷笑着质问易墨，居然敢拿亲生骨肉来威胁自己。霸赫此前曾严厉警告过易墨，连家事都处理不好，根本没资格当家主，就连孩子们也满腹委屈，抱怨若不是因为欧兰拖累，易墨早已坐上继承人的位置。面对这番指责，欧兰愤怒地质问易墨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名声扫地？易墨见欧兰完全听不进劝，直言他根本不可理喻，他一把甩开欧兰，严令他留在房里，
闭门思过。说完便直接摔门离去。被留在原地的欧兰低声发誓绝不会放过他们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严接到千山炎帝的召见，来到爷爷霸贺的房间门前，还没推门进去，严就感觉到门内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威压，那是屋内2位高手隔着门板透出的气场。这时屋内传来质问，问他既然已经到了，为什么站在门外迟迟不进？听到声音，严这才回过神来。严运起内力护体，顶着沉重的威压走进屋内。进门之后，严赶忙恭敬地向2位长辈躬身行礼。随着他行礼致意，笼罩在身上的威压瞬间烟消云散。霸贺微笑着向对面的千山炎帝致意。千山炎帝打量着严，出言称赞他近况不错。严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门外的威压是千山炎帝的试探。千山炎帝爽快承认，表示自己今天就要离开。临走前只是想见严一面。得知千山炎帝要走，严赶忙追问雅律是否也要离开。千山炎帝透露，雅律打算多留几天。爷爷霸贺听后忍不住提醒严，以后交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免得被背景麻烦的人拖累。这话瞬间惹恼了千山炎帝，两人当着严的面争执起来。看着2位长辈吵得不可开交，严家在中间手足无措。好在霸贺叹气表示自己一把年纪，不再计较。听着千山炎帝平静谈起离世，严一时间有些吃惊，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老人，这才注意到他比上次见面沧桑许多。在严的记忆中，千山炎帝的年岁比爷爷还要大，甚至可能已经突破200岁。在雅律扬名江湖之前，这位老前辈就已经彻底销声匿迹。出于关切，严建议请家族名医石泰一检查身体。千山炎帝听后豁达一笑，表示生死本是世间常理，没必要过多挂怀。说罢，千山炎帝放下茶杯，起身准备离去。看着面前情绪低落的严，他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叮嘱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随后他提起雅律，郑重地将雅律托付给了严。寿宴一连持续了数日，场地里的宾客们私下议论纷纷。严看着这场面，心里暗暗打量局势，众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他们身上。这时旁边的夏琳凑了过来，兴致勃勃地提起一桩趣事。对方提到此前在船上时，严施展轻弓跳下船，竟引得近30%乘客盲目模仿，全都掉进了水里。听到这里，严顿时吃了一惊。夏琳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好奇询问百里丽当年为何跳船。严心里有些纳闷，难道对方当时也跟着落水了？正当严回想百里丽落水的情景，夏琳突然愣住，二人循声望去，发现百里丽不知何时已走了过来。百里丽说话夹枪带棒，揶揄严除了10公子之外，居然还能交到别的朋友。严摸不清对方意图，怀疑他是专门来找茬的。百里丽直接上前要求严把身边几人介绍给他。严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正准备开口回应，还没等严开口，附近其他宾客听到动静，便蜂拥凑上前来，争着让严帮忙搭线，场面顿时乱成一团。严赶忙出面安抚局势，夏琳却突然拉住他，硬要严陪自己去趟洗手间。严正想提议叫下人带路，就被对方暗中掐了一下，只能无奈跟着离席。随着二人走远，桌边只剩下雅律和柳青。刚才热情高涨的宾客们被这冰冷压抑的气场震在原地，再无人敢上前搭话。严虽然有些不放心，也只能在心里自我安慰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留在一起想必不会出什么乱子。百里丽好奇地向雅律打听两人当初是如何亲近起来的，明明一开始并不对付。雅律语气冷淡地回绝，表示这件事情与他无关。可雅律转念一想，百里丽平时与严并不算熟络，今天却一直在偷偷观察严，想到严向来不会拒绝别人的求助，雅律便决定顺势配合他，主动提起自己与严第一次相识是在永宗门事件解决的时候。雅律回想起小时候与严相处的时光，虽然因为身上的秘密太多，无法向外人细说其中的过程，但他依然无比珍视那段回忆，因为那是只属于他与严2个人的记忆。雅律微笑着谈起当年，表示正是那个时候，严救下了自己的性命。旁边的柳青听闻此言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柳青冷冷低质问雅律，这难道是什么值得发笑的事情？明明当年严差点连命都丢了，雅律却说的像是一段美好回忆。面对柳青的指责，雅律反过来挑衅对方是否在嫉妒，随后更是当场反唇相讥，指出当年要不是柳青盲目自大，严根本不会陷入险境。这番话直接戳中柳青的痛处，让他当场怒不可遏。一旁观察的百里丽见状顺势插话，透露当年其实是他叔叔救了大家，可叔叔当时带走了其他人，却唯独把严留在后面独自应对危险。得知当年竟有这种隐情，柳青一时间吃惊不已，而百里丽也在心里暗暗琢磨，怀疑严就是因为当年被抛下，才会如此讨厌索诺可。百里丽还在回想当年的隐情，百里明突然从背后凑了过来，拍着他的肩膀打招呼。百里丽烦躁地打掉百里明的手，矢口否认自己在打听什么。百里明却兴致勃勃地追问细节。百里明转头看向一旁的柳青，心里暗暗打起算盘，觉得趁着严不在，要是能借机讨好柳青，或许就能化解与南宫家的误会。百里丽懒得再理会百里明，丢下一句话便径直走向柳青。被甩在原地的百里明一头雾水，只能尴尬地向柳青等人打圆场，笑称百里丽平时性格害羞，没想到今天会主动过来打招呼。百里明顺势邀请柳青改天一起喝茶聚聚，却被柳青冷言拒绝，警告他们少把时间浪费在琐事上，不如多花心思提升实力。这话让旁边的百里明大受打击，羞愤交加的想要据理力争。一旁的雅律懒得再听下去，起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婢女
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，急切的呼喊着百里明。百里明见状开口询问，婢女这才赶忙汇报，颜此时正在花园里和双胞胎少爷打了起来。得知颜在花园里和双胞胎动了手，众人顿时大吃一惊。此时的花园之中，一块泥巴正直奔颜的头部砸来。颜见状，准备侧身躲避，却发现第一块泥巴身后紧跟着第二块泥巴，眼看两块泥巴接连飞来，颜果断单手撑地，凭着敏捷的身手，一个翻身避开了第一击。避开第一块泥巴后，颜准备接下紧随其后的第二块，但考虑到直接硬接只会让软泥崩碎散落，还没等大脑细想，他的身体就下意识做出反应，模仿起长辈接酒杯时的卸力技巧。随着气劲在掌心回旋，颜轻巧化解了泥块的冲击，稳稳将其接在手中。颜接下泥块之后，发现里面竟然暗藏着石头。看到这两个家伙依然像过去一样耍阴招，颜无奈的叹了口气。砸空的双胞胎见状气急败坏，大声质问他居然敢躲。颜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两人纯粹是因为宴会上大家都在关注他，加上姑姑此前被训丢了脸面，这才跑来找茬。面对双胞胎的挑衅，颜毫不客气的反唇相讥，叫他们赶紧滚远一点。颜接着冷笑表示，反正就算他们一家彻底消失，也根本不会有人在乎，又何必赖在这里自讨没趣。这番犀利的嘲讽直接扎中要害，把双胞胎气得脸色铁青，当场彻底破防。遭到嘲讽的双胞胎当场气急败坏，其中一人弯腰捡起一块石头，恼羞成怒的向颜砸了过去。面对呼啸而来的石头，颜站在桥上连躲都懒得躲，在他看来，这种准头极差的攻击根本不可能砸中自己。果然，石头径直从颜的身侧划过，飞向了后方，让场面瞬间变得难以收拾。双胞胎其中一人还在大声叫嚣，催促同伴赶紧一起动手，想把颜浑身砸满泥巴。话音未落，刚才被颜接下的泥块就狠狠砸中了其中一人的额头。颜站在桥上平静地拍了拍手，挨砸的少爷摸到头上的血迹，当场吓得大哭起来。看着眼前嚎啕大哭的两人，颜突然回想起来，自己小时候额头上留下的疤痕，正是这两个家伙当年用石头砸出来的。至于他们当时用了什么借口，颜开始在记忆里搜寻起来。颜终于想了起来，当年这两个家伙砸伤他后给出的理由，竟然只是想找他玩。没受伤的少爷抱着哭泣的同伴，歇斯底里地质问颜是不是疯了。面对指责，颜只是冷淡的反问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就在这时，夏琳和百里丽闻讯赶了过来。颜暗感麻烦，懊恼自己没提防有人接近。从小被捧在掌心的百里丽急忙上前询问双胞胎的情况，对方立刻指着颜大声告状，控诉是颜用石头砸伤了他。颜冷眼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里很清楚，在这些人眼中，过去没有内劲的自己根本不值得被对等对待。一旁的夏琳听到双胞胎污蔑颜，当场气得破口大骂，坚信颜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，甚至冲上前准备动手。见夏琳情绪失控，颜连忙上前将她一把拉住，被阻拦的夏琳极不情愿的收手，恶狠狠地朝双胞胎撂下狠话。随后夏琳转过头来，认真的向颜询问真相，确认刚才的石头究竟是不是他砸的。面对询问，颜坦然承认石头确实是自己砸的。得知真相的夏琳先是一怔，随即转过头怒不可遏的朝双胞胎吼道：“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，才把颜逼得出手？”看着夏琳这副盲目护短的样子，一旁的颜忍不住偷笑起来。百里丽脸色变得难看，指着夏琳怒斥他一个外人，凭什么多管闲事？强调这是他们家族内部的私事。夏琳当场嗤之以鼻，反唇相讥说：“刚才大家聚在一起欺负颜，现在居然还有脸装模作样自己解决。”百里丽急忙矢口否认，两人瞬间吵得不可开交，颜只能在旁边无奈的劝架。就在几人吵得不可开交时，明带着明和柳青赶到了现场，厉声呵斥众人到底在吵些什么。看见受伤的双胞胎，明顿时大吃一惊，急忙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。颜只是微微摇了摇头。雅律和柳青见状也随之停下脚步，颜心里感到纳闷，不懂这群人为何一个个火气这么大。明急忙向双胞胎追问，想弄清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双胞胎当场恶人先告状，大声向明控诉，称他们在花园散步时，颜突然用藏有石头的泥块砸他们。明听后大吃一惊，转头看向身旁的颜，颜却只是平静地站着，没有做出任何辩解。明试图先让伤者去看大夫，双胞胎却根本不肯罢休，嚣张地叫嚣着必须让颜先下跪道歉。见双胞胎依依不舍，明只能转过头认真地向颜询问双胞胎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面对质问，颜当场坦然承认了下来。见颜亲口承认，明震惊的不敢相信。颜平静地解释，是双胞胎先拿东西砸他，自己不过是顺手接住，再原封不动地砸了回去。双胞胎急得大喊颜在撒谎，催促明千万不能相信他。明看着毫发无伤的颜陷入沉思，质问双胞胎如果真如他们所说，颜不可能一点伤都没受。双胞胎辩解是颜躲得快。明随即询问颜是否有证据，颜平静的让明查看双胞胎的手，如果砸过泥块，手必然沾满泥土。被戳中要害的双胞胎当场慌了神，手忙脚乱的辩称泥巴是擦伤口沾上的。颜原本想寻找躲开的石头作证，却发现石头早已落入水流被冲走。明指出颜的说法缺乏证据，但对方受伤却是事实，问颜还有没有话要说。一旁的夏琳听得火冒三丈，刚想再次上前动手，就被颜出声拦了下来。颜平静的反问，无缘无故砸伤同族兄弟，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？双胞胎立刻叫嚣着大喊，控诉颜是因为讨厌他们才会动手。
面对这番强行倒打一耙的言论，颜只是冷淡的反问回去：真正先产生厌恶的人，难道不是他们吗？颜接着揭穿双胞胎，指出他们一直怨恨自己，是因为当年被送去了孤姬岩，因为孤姬岩正是家族惩罚犯错子弟的地方。原来双胞胎此前吹嘘的经历，竟是见不得光的受罚丑事。被揭穿真相的双胞胎羞愧难当，颜心里很清楚，双胞胎一直在向旁人撒谎遮丑，但他绝不可能配合对方演戏。随即颜转头点名身边的夏琳，要他把亲眼所见原本说出来。突然被叫到的夏琳先是一愣，随后指着桥边还原颜当时站的位置。颜顺势指了指自己脚下的木桥，提醒大家自己站的地方只有木板和池水，根本没有任何泥巴和石头，除非是别人先朝他扔过来的。眼看谎言被戳穿，双胞胎气急败坏地嚷嚷起来，指责夏琳是颜的朋友说话不算数。为了脱身，他们转头把百里丽扯了进来，要求百里丽站出来作证。见事情牵扯到百里丽，明随即看向百里丽，询问夏琳刚才所说的是否属实。颜在心里暗自盘算，以为百里丽肯定会帮着双胞胎说话，没想到百里丽却当场承认夏琳说的一点也没错。百里丽明确表示，自己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颜确实就站在木桥上。听到百里丽竟然帮颜说话，双胞胎当场急得大吵大闹，指责百里丽是在撒谎。双胞胎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叫嚣，强行辩解是颜提前把石头藏在身上。面对这出闹剧，颜反而轻笑了起来。颜当场笑着反问对方，难道自己还能未卜先知，特意揉好泥块在桥上等他们，倒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摔伤的。这番话让旁人忍不住偷笑起来。明观察着周围人的反应，明白风向已经彻底变了。双胞胎急得大声向明求助，催促他赶紧站出来说话。没想到明却顺着颜的意思，冷冷地质问双胞胎走路怎么不看路。这番话让双胞胎当场傻在了原地。明直接厉声呵斥双胞胎闭嘴，明确指出是他们先挑起的事端。明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两个家伙非但帮不上忙，反而一直在给他拖后腿。如果闹到爷爷那里，没能压下骚乱的责任全会落在他头上。与其被牵连，明当众警告双胞胎，要是再敢无理取闹，自己宁可挨训，也要如实向爷爷告状。今天必须把对错彻底分清。双胞胎被训得无言以对，只能恶狠狠地瞪了明一眼，灰溜溜地离开现场。这场闹剧也终于平息了下来。颜在心里暗自松了一口气，以为这场风波暂时告一段落，不由得感叹百里家真是没有一天安宁。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，百里丽突然冲着夏琳大声呵斥，警告她多管闲事也得有个限度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，夏琳满脸错愕地指了指自己。百里丽说两人才认识几个月，大声强调颜是自己亲姐姐，轮不到外人在面前高高在上。说罢便哼了一声，转身离开。看着百里丽负气离开，颜这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夏琳更是忍不住搂着颜大笑，打趣说百里丽实在太有意思。颜顺势问起两人为何会同行。夏琳解释自己办完事碰巧遇到对方，听说百里丽在寻找颜的下落，便主动带路把人领了过来。颜这才彻底明白了原委。颜突然感觉到背后有视线，回头才发现柳青和雅律一直站在后边，这才想起还有人在等他，便连忙招呼两人出来，顺口问起他们关系是不是变好了。雅律随口应了一声。这时柳青突然表情严肃地叫住颜，颜好奇地凑过去问他怎么了，可柳青犹豫半天，最后却只是说了句没什么。柳青撇过脸哼了一声，随后便闭上了嘴。接下来的日子十分平静。颜从小时那里打听到，原来是姑姑和大伯大吵了一架，带着双胞胎回了娘家，风波这才平息下来。正当颜犹豫要不要深究，一只白猫突然叼着竹筒找上门。颜取下一看，是诸葛华武约他见面的信。自从带回雅律后，对方就一直没露过面，没想到竟然会约在深夜。虽然有些犹豫，颜还是乔装成丫鬟跟着白猫出了门。夜深人静，颜走到半路，突然察觉到异样，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冷冷地叫暗中跟踪的人出来。从暗处走出来的居然是雅律。颜大吃一惊，完全没想到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跟着自己了。雅律迎面走上前来，面不改色地问颜大半夜要往哪去。颜听得一阵无语，没想到对方跟踪还能这么理直气壮。颜解释自己只是临时出个门，顺势质问雅律到底是怎么跟上来的。雅律倒也坦率，直言就是看见他出门便一路跟了过来。颜当即叫他不要继续跟着，并义正言辞地提醒他，小时候不懂事，互相跟着倒没什么，现在大家都长大了，未经许可就擅自跟踪，非常不礼貌。心里还忍不住嘀咕，这家伙莫非一直在自己住处附近转悠。没想到雅律听完完全没当回事，反而顺着他的话，直接要他当场给自己许可。颜果断拒绝了雅律的要求，明确交代自己现在是偷溜出门。雅律听完顺势保证绝对不会把他溜出门的事说出去。颜听着心里直犯嘀咕，质问他是不是在以此威胁自己。看到雅律一脸茫然无辜的样子，颜暗想难道是自己反应过度了？可转念一想，他现在已经长大了，这种随时跟踪的毛病必须得纠正。没等颜硬下心肠，雅律突然低头装起可怜，直接把颜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，领路的白猫叫了一声，提醒颜正事要紧。颜看出雅律是在用装可怜逼自己妥协，无奈之下只能松口允许他仅限今天跟着，但要求他离远点并继续隐蔽好。雅律当即爽快地答应下来。甩下交代后，颜跟着白猫一路来到了水边凉亭，约他见面的诸葛华武早已在此等候。见颜赶到，
诸葛华武笑着催他快些过来，却敏锐地察觉到严身后还带了其他人。严正慌忙想要开口解释，对方却已经确认了跟着他的人。诸葛华武一把将严拉到了自己身边，顺势打断了他的解释。还没等严反应过来，身后的雅律就被当场按住制服。严见状急忙开枪想要阻止，却被诸葛华武抬手捂住了嘴，微笑着朝他比出噤声的手势。严顿时满心震惊，完全想不透对方究竟意欲何为。严连忙大声叮嘱雅律不要反抗，叫他在原地乖乖等自己回来。随后严跟随诸葛华武登上画舫，看着被制服的雅律，心里依然感到有些不安。对方看出他的顾虑，问他是不是在可怜雅律。没等严开口解释，诸葛华武自顾自地叹了口气，紧接着他提起雅律的过往，说半年前雅律曾与千山炎帝两人联手覆灭了一整支邪派据点，那一夜据点内惨叫不断，直到哀嚎声彻底熄灭，熊熊大火瞬间吞没了一切。岸上的雅律眼神冰冷，厉声叫旁人别碰自己。诸葛华武借机提醒严，直言人的本性极难改变，雅律对别人的这份残忍，若用在他身上同样危险，希望严别被他装可怜蒙蔽。严听完内心直犯嘀咕，没想到对方能理直气壮说出这种话。诸葛华武看出了他的异样，忍不住轻声笑了出来。严开门见山地质问对方，问他深夜约自己出来究竟所为何事，并警告要是没有正事，自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诸葛华武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拿出秋水阁刚做好的新鲜糕点，这正是严最喜欢的那家店，平日里因为路途遥远极难买到。面对美食，严当场妥协开吃。诸葛华武顺势为他端来茶水，严喝下一口便表示看在糕点的份上，这次就放过他。严好奇问对方怎么不吃，诸葛华武笑称光看他吃得开心就已经饱了。一句话瞬间把严当场呛到。画舫在水面上缓缓前行，严感受着迎面吹来的夜风，突然注意到远处水面上居然还有另一艘船在夜游。严仔细打量过去，竟从船上传来一股熟悉的感应，这分明是姑姑欧兰的气息。欧兰明明才带着双胞胎回了娘家，深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严猛地转头看向诸葛华武，这才彻底反应过来，对方今晚故意约自己出门，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严立刻催动内力，提升听觉，想听清对面船上的动静。耳边很快传来暗卫的汇报，说那假和尚的线索在贵州断了，目前还在全力追踪。紧接着传来茶杯摔碎的巨响，欧兰气得当场发飙，责怪神医居然查不出结果。听到下人开口劝解夫人，严猛然反应过来，难道大伯今晚也在船上？欧兰却依旧余怒未消，抱怨父亲到处安插眼线，不仅把自己的儿子送走，如今还要将他们赶出家门。男人赶忙在一旁劝说安抚，表示自己已经在格外小心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对方的画舫却渐渐飘远，暗卫汇报关键信息的声音被距离彻底隔断，严再怎么催动听力，也无法再听到半点动静。严见状不再强求，开始在脑海中梳理已知线索：一是姑姑在追查逃跑的假和尚，二是找神医配药失败。至于这第三件事，瞬间让严心头一紧，严担心姑姑会伤害爷爷。诸葛华武递过点心，提醒他别咬嘴唇，并表示百里家高手如云，姑姑从小娇生惯养，根本不可能在爷爷面前得逞。严细想觉得诸葛华武说的没错，姑姑一直受尽家族庇护，就算想搞小动作也翻不出风浪，况且如今连自己都提前察觉到了。诸葛华武接着补充道，局势走到这一步反而是件好事。见严有些疑惑，他坦然解释，比起姑姑把目标定为严，选择针对爷爷反而更加安全。诸葛华武一眼看穿真相，直言严当初故意挑衅姑姑，就是为了诱使对方露出马脚。被戳穿心事的严有些恼羞成怒，顺手将一块点心塞进对方嘴里。严坦白自己原本计划引姑姑对自己动手，根本没想到对方会转而针对爷爷。即便爷爷武功再高强，他也不希望爷爷冒任何风险。看着忧心忡忡的严，诸葛华武嚼着点心，微微一笑，表示自己这里刚好有个能让他高兴的消息。诸葛华武直接抛出重磅消息，他已经抓到了姑姑追查的那个假和尚。听到这个关键人物落网，严瞬间吃了一惊。诸葛华武微笑着看向严，问他听完这个好消息，心里是不是终于轻松了一些？